小安，这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亮的经理办公室中，一名中年男子将一张 A4 纸递到杨安面前。他伸手接过薄薄的纸张，却感觉手中沉甸甸的。王哥，这2个月来，我尽心尽力为俱乐部教导学员，扪心自问，在工作中没有什么纰漏。我想知道为什么。虽然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地问出口。不好意思，小安，这是老板的决定，我也没办法。王经理心中有些无奈，当初是他把杨安招进星月俱乐部的。星月俱乐部是武阳市有名的拳击武术馆，教授内容涵盖自由搏击、泰拳、武术等等。杨安的能力有目共睹，教学循序渐进，性格沉稳，受到很多学员和家长的青睐。如果非要说个缺点，或许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瘸子吧。一个瘸子太优秀，总是会被人嫉妒的。我明白了。杨安深吸了口气，坚毅的脸庞上黯然之色一晃而过。王经理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带着歉意：“有时间一起吃饭。”好。杨安点了点头，随后便转身走出经理办公室。略微有些跛脚的他，背影看起来更加的落寞。哟，这不是杨教练吗？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的样子？这是怎么了？刚刚走出办公室房门，便从前方传来一道声音。一男一女2道身影出现在杨安面前。男子身材高大健硕，正是星月俱乐部王牌教练许三元，也是老板的侄子。一旁的女子体态妖娆，颇有几分姿色，名叫姜丽，也是杨安交往了1年的女友。此时的她正满脸嫌弃地看着杨安。许三元眼睛微眯，他看了眼杨安手中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嘴角上扬，露出一丝得意。杨教练，这没了工作，阿丽可怎么办啊？我的事情还不需要许教练操心。杨安淡淡地看着许三元，随后看向女友姜丽。阿丽，你怎么来了？杨安，我们分手吧。姜丽淡漠地看着杨安，37度的嘴说出冰冷的话语。杨安看着眼前，曾以为可以厮守一生，白头到老的挚爱，心就像跌入万丈深渊，紧紧地攥着手中的纸张。为什么？我们不合适。姜丽一脸嫌弃地看着杨安，眼神不自觉地向下移，看向杨安的左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听着姜丽的话语，杨安感觉心如刀割，本来没有多少疼痛感的左脚，好像旧伤复发一般，发出钻心的疼痛。阿丽，你……一旁的许三元冷笑一声，讥讽出声：“哈哈，杨安，看看你的样子，你一个瘸子，有什么资格和阿丽在一起？”说着，伸出右手搭在姜丽肩膀上，一把将其揽入怀中。只有我才能给她幸福。实话告诉你，你这个瘸子严重影响了我们俱乐部的形象，所以我才让我叔叔把你辞退的。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拿什么？砰！许三元的话还没说完，杨安的拳头带着劲风破空而至，结结实实的打在他的脸上，接连后退数步，差点摔倒在地。他可是俱乐部的金牌教练，在杨安一拳之下却是如此不堪。他知道杨安很厉害，没想到这么强，连躲避都做不到。杨安，你太过分了！姜丽一脸愤然地看着杨安。杨安，你敢打我！许三元捂着瞬间高肿的脸颊，愤怒地呵斥道，对上他的却是杨安冰冷的双眼。那是什么眼神？冰冷无比，充满杀机。许三元心生惬意，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冰冷的眼神，仿佛自己接下来只要有任何动作就会失去生命。杨安眼神冰寒地看着眼前的男女，原来2人早已背着他倒在一起。他深深吸了口气，逐渐从愤怒中恢复理智，没有再出手，因为他觉得恶心，随后转身离去，没有再多看一眼。三元，你没事吧？你怎么不还手？随着杨安的离去，许三元感觉那股冰冷的气息消失，他也逐渐平复情绪。我可是俱乐部的王牌教练，若是出手，岂不是要说我欺负他？许三元一脸慷慨大义地说着，眼神中却藏着怨毒。杨安，我一定要你好看。对不起三元，都是因为我。姜丽脸带歉意，眼神不经意间瞥向杨安离去的背影。哼，这个杨安一毛不拔，几十万的退伍费，没买车没买房，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别说他了，我这脸还有点疼。阿丽，咱们回家，你帮我上一下药吧。许三元一脸色眯眯地看着姜丽。好，回去我好好帮你上药。姜丽看着许三元的眼神，脸色微红，环抱着许三元的手臂，一同走出俱乐部。夕阳西下，秋风瑟瑟，杨安独自行走在街道上，落日余晖拉出长长的影子，孤独且落寞。他抬头望向天际，深深吸了口气，坚毅的脸庞上没有任何情绪。许三元，姜丽。姜丽本是他高中同班同学，是他们班的班花。在懵懵懂懂的年纪，青春靓丽的姜丽也是情窦初开的杨安暗恋对象。杨安退伍后回到武阳市，便在偶然的机会下与姜丽再次相遇。在得知杨安从部队退伍，有一笔不小的退伍费后，姜丽便多次邀约。或许是白月光的杀伤力太大，又或许是杨安母胎单身25年，一来二去之下
二人很快便确立关系。杨安曾问过姜丽看上他什么，他只是一个瘸子。姜丽回答说，喜欢一个人重要的是灵魂、品行。交往1年之久，他们依然处在牵牵小手的进度。按照姜丽的话来说，她是一个保守的女人，要把最重要的第一次留在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是感情出歌的杨安表示很有道理，能够理解。今天看到他们这般亲密的模样，才发现小丑竟是自己。抬头望着天际的杨安吐出了胸中闷气，一时之间不知该何去何从。瘸子，我终究只是瘸子，身体上的缺陷让他在这个残酷的社会中处处碰壁。此时前方迎面走来几名年轻男女，正在激烈的交谈着。3天，还有3天，命节就要开服了，期待了这么久，终于快到了。我爷爷听到命节问世，激动得不得了。据说他那个年代很流行一种网游小说，讲的就是命节这种拟真度很高的游戏。他都80多岁人了，就等着游戏开服，梦想着做主角呢。哈哈，老爷子也是童心未泯啊。第2章命节。命节，听着这群年轻男女对于命节讨论，杨安也提起了兴趣。命节，一款由所有国家共同推出的虚拟网游，据说拟真度达到惊人的100%，完全与现实无异。3个月前，华夏国便开始大肆宣传命节，一个100%拟真的虚拟网游，对于此前诞生过最高不过70%的虚拟游戏来说，完全是碾压。一时间，命节迅速占领各大新闻板块头条，热度高居不下。随着不断的曝光，命节官网放出的宣传视频震惊的所有人，不敢相信现在的技术已经达到的如此水平。关键它只有一个服务器，据说就算全球目前近100亿人口一同进入游戏，都不会对服务器造成任何影响。对比当下网游，一个服务器最多容纳几10万玩家就已经很厉害了。命节的问世让很多网友震惊的同时，也纷纷调侃是几10年前流行的网游小说照进现实。杨安心中想到了很多，曾经的自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梦魇，在战场上热血挥洒，刀尖上舔血，已经记不清手下有多少亡魂。然而在一次任务中身陷埋伏，腿部受了重伤，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依旧持续作战了48小时，歼敌19人才将敌人逼退。他也因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腿部落下病根。身体的残疾让他无法再登上战场，心灰意冷下选择了退役。现如今的自己失去爱情，失去工作，因为腿伤，自己一身实力无法发挥，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周围时刻都会传来异样的眼光。命节不是宣传100%拟真吗？不是宣传无论现实中身体有多大缺陷，在游戏中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吗？那就去试试吧。根据宣传情况，估计会有很多人进入命节世界，说不定在游戏中我也能重回巅峰。心中有了决定的杨安，当即拿出手机，打开命节官网，在右上角找到订购游戏设备链接。命节摒弃了传统的游戏头盔，登录设备可以自行选择戒指、项链、手镯，甚至是耳饰等，令人难以理解的技术，但是它却真实的出现在人们面前。至于营养舱这种东西，命节官方并没有提供，玩家需要自行购买，高达上百万的价格，也不是现在的杨安用得起的。杨安在购买界面中选择了男款戒指，仅仅花费了9.9元的运费。若不是在官网购买的，这让杨安一度怀疑是不是买到地摊货。命节官方不打算赚钱了，这么好一个赚钱机会，就这样免费送出去了。下完单之后，打了辆网约车，快速赶回了自己居住的出租屋。叮咚，刚回来没几分钟的杨安便听到门铃响了。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门口传来一道非常机械化的声音。这么快就到了？杨安打开门，门外站立着一个1米左右的机器人，手中拿着一个小盒子，正是他购买的命节登录戒指。现在的年代，机器人早已取代了大部分行业。机器人头上双眼红光闪烁，紧接着发出机械化的声音。扫描身份成功，杨安先生，这是您的包裹。机器人双手将快递盒递到杨安面前。接过快递，杨安对着机器人道了声谢谢。机器人双眼上显示出笑颜。不必客气，杨安先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随后转身走到走廊尽头，从窗口一跃而出，在空中变换着形态，后背伸展出4只机械臂，其上的机翼迅速旋转起来，很快机器人便消失在天空。杨安并不惊讶，显然他已经习惯了机器人这种操作。关上房门，来到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快递盒，里边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深灰色包装盒，旁边还有一张使用说明书和一个黑色圆柱状的物品。盒子上印着命节2个银色大字，下方还有几行小字：大劫将至，命运永远只会掌握在强者手中。去吧。在命节世界中，
书写属于你的篇章。看着这些文字，杨安心中有种莫名悸动感觉。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盒，一只精巧乌黑色的戒指安静地放置在其中。拿出戒指，杨安仔细地端详起来，戒指触感温润如玉，看不出来是用的什么材质。就这样一个戒指，怎么进入游戏？怎么联网？杨安一头雾水，无法理解，将其戴在手中，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观察了半天，才想起来旁边还有张说明书。仔细将说明书研读一遍后，杨安嘴巴微张，瞪大了眼睛，拿起一旁的黑色圆柱状物品，滴血认主。你确定这是游戏？这是一个按压式微感才写真，命捷，官方人还怪好的，很贴心。如果不是华夏国官方极力推荐，还有世界各国一致推广，杨安根本不相信这东西的科学性。想了想，还是用彩写针在手指上扎了一下，一滴鲜血出现在手指，将其滴在了乌黑色的戒指上。杨安的鲜血迅速被吸收，乌黑色的戒指上散发着阵阵流光。杨安戴着戒指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安静地等待着。吱吱吱吱，一道优美的女声从脑海中响起。正在分析 DNA， 分析成功。正在分析脑电波，分析成功。身份信息：姓名杨安，性别男，籍贯华夏国舞阳市，身份证号，请确认身份。确认。这戒指还挺厉害，身份信息一点不差，怕是祖宗3代都能查出来。杨安心中震惊，不过转念一想，这是国家极力推行的游戏，估计和国家数据库是相连的。现在这个年代，孩子一出生就必须检验 DNA 与身份绑定，录入国家数据库，杨安自然也不例外。脑海中一阵光华闪过，杨安出现在一处明亮空间中。空间并不大，周围雾气缭绕，鸟语花香在他的前方，无数光点在空中汇聚。片刻后，一道身着古代服饰的美女 NPC 从空中缓缓落下。她肤若凝脂，气质清冷，犹如9天仙女落凡尘。这也太真实了吧！杨安看了看眼前的美女 NPC， 又伸出双手晃了晃，一脸震惊，简直与现实一模一样。欢迎玩家杨安，命捷，世界将在华夏历2073年9月9日9时准时开启，请耐心等待，期待您的探索。前方的美女 NPC 缓缓开口道：在此之前，您可以先建立角色，请问是否需要建立角色？第3章，建立角色。在此之前，您可以先建立角色，请问是否需要建立角色？是。杨安当然选择先行建立角色，等开服后便可以直接进入游戏。对于一款新的游戏，一步先步步先，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在游戏中称王称霸的想法，不过能领先他人，成为强者却是他的目标。请为您的角色命名，由于您处于华夏区，请使用华夏文字命名，长度不多于7个字。天下无敌！杨安脸不红心不跳的报出了一个名字，该角色名已被使用，请重新命名。谁这么不要脸，取这个名字？元始天尊。该名称被禁用，无法使用，请重新命名。被禁用。杨安心中一阵疑惑，随后一连报了10多个名字，都被占用了。看来很多人都提前建立好了角色，华夏人口众多，名字都被用的差不多了。请重新命名。算了，还是取个正常的名字吧。血染。该名字未被占用，是否使用？一旦确认，将不可更改。确定。命名成功。角色名已绑定，请按需调整您的样貌，变化幅度不超过10%。美女 NPC 说完，杨安前方便出现一道与他一模一样的身影。他想了想，还是选择调整。虽然已经退役1年，但还是有很多眼睛在盯着自己。为了避免麻烦，杨安将变化数值拉到最大，以自己现实的模样，即便拉到最大，容貌也依旧出色，尤其是那坚毅的眼神，并没有改变太多。看着调整后的自己，除非是特别亲近之人，一般人不可能认得出来。调整完毕，眼前的另一个自己也消失不见。即将生成初始属性，请选择系统分配，或者将扫描您现实身体生成属性。系统分配的属性，全属性都固定为5点，扫描现实身体生成属性将更契合您，且上限更高，但不建议身体素质较差的人选择。杨安思索了片刻，心中有了打算。我的脚伤应该对结果没有什么影响。论身体素质，他很有信心，即便在部队的时候，他也是最顶尖的那一个，可以轻易完成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我选择扫描身体。正在扫描身体。滋滋滋，扫描成功，属性已生成，心中呼唤个人属性即可自行查看。请选择您新手攻击方式，可选择武功系或者灵功系，待升到10级后可前往主城进行转职。这关系着在新手村还没有职业前，玩家的攻击方式，选择灵功系的玩家普通攻击会变成释放灵气弹。武功系。杨安以前玩游戏一直都喜欢玩物理系的职业，现在也不例外，
更何况自己在现实中也比较契合物理系。属性，杨安心中轻唤，个人属性面板随之出现在面前。角色名：血染，职业：武功，根骨13，力量15，灵力12，耐力14，敏捷15，悟性隐藏，运气隐藏。还没有进入游戏，杨安只能看到5项基础属性，这属性算好还是差？杨安并不知道根据自身所生成的属性好不好，没有参考。看来等会得去论坛找找，应该有人讨论属性。随后转头问向美女 NPC， 悟性、运气是什么？为什么都是隐藏状态？请进入游戏后自行探索，角色已建立完毕，请耐心等待游戏开放，再见。美女 NPC 说完，直接一挥衣袖将他踢下了线。杨安眼前一黑，意识回归，睁开眼睛，拿出手机打开了命劫官方论坛。在填写了一系列资料后，终于打开了论坛界面。整个命劫论坛已经有上百万条帖子，热闹非凡。各种帮会招人、寻找队友、CPDD 的帖子层出不穷。在论坛置顶的几条帖子吸引了杨安的注意，关于命劫的一些名字被禁用的猜想。大家一起讨论下命劫初始属性，浅谈命劫的职业。杨安率先点开第一条帖子，内容非常清晰明了。楼主在取名时和杨安一样，想用一些神话人物来命名，被系统告知名称被禁用。根据楼主和回复的网友验证，华夏国上古神话中的盘古、女娲、三清、菩提、红军老祖、鲲鹏祖师等等神话人物的名称都被禁用。楼主猜想，在命劫世界中或许存在这些神话人物，所以才会被禁用。由此可见，命劫世界应该会是一个以上古神话为背景的游戏。杨安感觉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对于命劫的期待又多了一些。第二条帖子关于属性的合集，楼主率先贴出自己的初始属性。角色名：一拳超人，职业无，力量8，根骨5，灵力3，耐力5，敏捷6。属性一出，引起广大网友热议。小花生沙发，打不死的小强，楼主力量好高呀，我只有6点力量。我是女王大人，楼主是扫描自身生成的属性吗？我选的系统固定属性，感觉亏大了。一剪梅，楼上的我也选的系统固定，现实身体素质一般，不敢选。色即是空，我是扫描现实身体生成的，灵力最高达到8点。翻看了一条条评论，杨安心中对属性有了大概的认知。根据自身身体素质来生成属性的话，属性点将不再固定，可能超过，也可能比5点更低。比如一位回帖的网友，自身身体素质极差，偏偏不信邪，选择扫描身体生成属性，结果可想而知，5大属性没有一个超过3点，后悔莫及。根据回帖内容，扫描身体生成属性的一般都比较自信，通常总属性都能超过25点，一些力量强大的甚至能达到10点，还有些根骨异于常人，有些灵力比较高，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一路看下来，最高属性基本没有超过10点的。想了想自己的属性值，杨安感觉自己的属性和网友们比起来要高不少。他当然不会因此骄傲自满，因为他知道身体素质和他差不多的肯定会有，说不定有超过他的，只是大家都比较低调。不由想起了自己的老队友，还有以前面对的敌人，那些人不比他差多少。点开第3条帖子，关于命劫职业猜想。大家好，关于命劫的职业，想必大家都知道，建立角色时并没有职业可以选择，由此我对命劫职业总结了以下6点。老衲不吃葱，对于楼主所言，我有以下2点要说。打我胖10斤，我真的受不了一。旺仔小秃头，关于命劫职业，我再补充2点。看着这条帖子，杨安有些哭笑不得，网友们是懂玩梗的。第4章进入游戏，继续浏览着论坛，也没有太多有用的东西。官网除了一个宣传视频外，对游戏也没有其他的描述，一切都需要玩家进入游戏后自行探索。叮铃铃，叮铃铃！就在杨安刚要关掉网页时，电话铃响了起来。看了眼来电显示的名字，知道自己号码的人不多，来电之人就是其中一个。罗源和杨安从小一起长大的死党，从小学到高中，2人都在一个班里，关系铁的不能再铁的那种。杨安接起了电话，喂，罗胖子，你打给我干嘛？电话那头响起了憨厚的声音，安子，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安子，你有事就跟兄弟说啊，别憋着。杨安，罗源，你跟姜丽啊，是不是又闹矛盾了？我看到他发朋友圈了。杨安翻了翻白眼，哦，分手了，把他拉黑了。啊，这么突然的吗？你知道他发了什么吗？不想知道。他说，家人们谁懂啊？终究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杨安，电话那头的尬笑了一下，兄弟，你别难过哈，分了就分了，下一个更乖，改天我去找你，陪你喝一杯。杨安还是挺感动的，罗源从小到大，无论发生什么事，永远都是会站在他这一边，第一时间就来安慰自己，不过这安慰人的能力属实一般。行，安子，我打算去玩，命杰，你来不？命杰刚出时，罗源就有打算，不过那时候杨安还在上班谈恋爱，没有心思去玩，就拒绝了。我已经建好角色了，到时候游戏中见吧。行，我游戏名叫快乐的小青蛙，到时候联系我。他是怎么厚着脸皮取这么可爱风的名字的？你这名字很好，徐凯呢？徐凯是他们的高中同学，跟他们玩得很要好，在学校中被称为阳高三剑客。他呀，你也知道，他家大业大，手底下一帮人都指着他吃饭呢。据说他们公司最近成立了游戏工作室，准备大举进军。命杰也是，那就等游戏开服后再说吧。行，那先挂了，你保重啊。滚！杨安笑骂一声，挂断了电话，点了个外卖解决温饱，随后便开始每日必做的训练。先是一套基础练体，单手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接着对着沙袋打了一套拳法，左脚虽然有疾，却不影响他训练。很快3天时间便过去。2073年9月9日8点58分，杨安此时安静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下达了进入游戏的命令。眼前黑暗褪去，他出现在上次建立游戏的位置，在他前方的空中正显示几个大字，而上次的美女 NPC 并没有再次出现。游戏开启倒计时1分30秒，数字在不断变化，1分钟、30秒、10秒、3、2、1，倒计时结束。杨安耳边响起一道温柔女声：“欢迎来到命劫世界，服务器已开启，是否进入游戏？”杨安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眼前场景转换，杨安此刻置身于一片巨大的战场之中。这里是他的周围站满了人类士兵，他们脸上视死如归，望着前方，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武器。这个场景他有点熟悉，在命劫官网上发布的宣传视频上看到过。不过此时的他置身于战场，显然是成为了人类士兵中的一员。顺着他们的目光，杨安望向前方，只见前方大地乌泱泱的一大群长相奇特的人形生物，残忍嗜血的瞳孔，周身散发着恐怖邪恶的气息。不仅仅地上，空中盘旋着各种各样的飞行异兽。两军对垒，气氛沉重到了极点，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吼！杀！战斗一触即发，双方厮杀在了一起。杨安随着战士们一同向前方冲杀过去，他只是附身在这名士兵身上，无法操控他行动。血腥、残忍，鲜血溅射在脸上，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温热。若不是他这些年早已习惯在生死中徘徊，一般人怕是很难承受这种血腥。人类阵营中不乏强者，不断斩杀着邪恶阵营成员，亦有强大的敌人肆意屠杀着人类士兵。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轰隆隆，空中突然乌云密布，一道巨大王座凭空出现在高空之上，周围不断翻滚着黑色雾气，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一道高大的人影缓缓从王座上站了起来，他身披黑甲，头生双角，一头暗红色的长发随风舞动。卑贱的蝼蚁就该接受被奴役的命运。低沉而又冰冷的声音在所有人的耳边响起，人类阵营的士兵们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动作都迟缓了几分。紧接着，那双角魔王伸出一只右手，口中振振有词，念着听不懂的咒语：“毁灭吧，低贱的人类！”空中突然出现数十颗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巨大陨石，向人类阵营砸落。轰轰轰！在这道恐怖的攻击下，数万人类士兵灰飞烟灭。一颗巨大的陨石迎面砸向杨安的位置，他抬头惊恐地望着那颗巨大的陨石，双腿像是灌了铅一般无法移动。哪怕这些年见惯了生死，依旧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感觉。轰！杨安感觉眼前一黑，所有画面消失不见。一道白光闪烁，杨安出现在一块巨大的草地上，与此同时数不清的白光在周围亮起，一道道人影出现在他的身边，瞬间便拥挤了起来。这感觉太真实了，有种死过了一次的感觉。杨安从刚刚那恐怖的陨石天降中缓过来，其他一同进入游戏的人目光有些呆滞，显然还沉浸在那恐怖的死亡中。杨安看了下前方，不远处正是一个破旧的小村子，只有几个 NPC 在其中。欢迎来到第99801号新手村。耳边传来系统的声音，周围的人群也逐渐回过神来。太恐怖了，妈呀，我感觉我都死了，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吧。哇 K， 是谁摸老子屁股？别急别急，踩着我脚了，你们慢慢扯，我先出去打怪升级。第5章
越级杀怪。杨安看着那拥挤的人群，一阵头大。小小的村落一下子迎来了数万人，有些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人们疯狂地往村子里的 NPC 那里挤，希望能接到一些新手任务。小小的村子被围得水泄不通，一些胆大的人们已经往村外跑去。杨安没有过于着急，先是打量了一下自己。此时的他身穿一套简单的布衣，没有附带任何属性，心中呼唤出属性面板，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角色名：血染，职业：无，务工，等级0，经验0300，根骨13，力量15，灵力12，敏捷15，耐力14，悟性隐藏，运气隐藏，气血值130，灵力值120，物理攻击23，灵力攻击18，物理防御17，灵力防御16，速度6.5，体力值100，装备无，技能无。打开背包，背包中安静地躺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新手短剑。新手短剑，品质白板，物理攻击+3。简介：这是一把丢在地上都没有人想捡起的废铁，适合新手使用。好，命杰的策划真的会玩，抠门。新手大礼包也不送一个。在熟悉了一下其他的各项功能后，杨安取出新手短剑，装备在身上，攻击力增加了3点，达到26。村子里人太多了，一时半会怕是挤不进去。他不想浪费时间，直接拎着新手短剑就往村外走去。刚来到村口，就看到几个人大喊大叫的狂奔着，后边一只老母鸡张着双翅在狂追。他们逃，他在追。咕咕咕咕啊！真 TM 痛！怎么一只老母鸡都这么凶？跑快点，那鸡2口就能秒了我们。1级的怪属性怎么这么高？这还怎么升级？坑爹的策划！杨安目光投向那只发疯的老母鸡，它的属性资料在面前浮现。新手村的老母鸡，等级1，气血值50，物理攻击力30，防御力5。命劫的设定，所有玩家都可以查看不高于自身等级5级的怪物属性。好高的攻击力，估计新手村没几个人能抗得住吧。以现在新手村普遍30到50左右血量，确实不够他2口。果不其然，有些不怕死的人已经提着新手短剑冲了过去，一剑砍在老母鸡身上。-4，一个可怜的伤害从老母鸡头上冒出。咕咕，老母鸡受到挑衅，愤怒反击，尖锐的嘴毫不犹豫地啄了过去。-24，那人头上的血条瞬间消失大半。哇靠，痛死狗了！吓得他转身就跑。这怎么打啊？这游戏开局就是地狱难度呀！而且他啄我好痛，这感觉也太真实了。在一旁观察的杨安看着这一幕，心中有了大概的估算。以这只老母鸡的攻击力，需要10几个人一同攻击，才能在不被反击的情况下将它击杀。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扛得住伤害。刚开始这些人只是有些慌张，等回过神后，一起组队杀怪，应该就能很快升级了。杨安没有管这只老母鸡，继续往前面走去。前方的区域的确已经有很多人在围攻老母鸡了，一刷新出来就会被众人一人一剑直接秒掉。老母鸡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啥也没报。卧槽，杀一只鸡才3点经验。抢到击杀的玩家惆怅地喊出了声，按这个进度得要杀100只鸡才能升级。这里这么多人，一天都不一定能升到2级。这里人太多了，狼多鸡少，在这里刷老母鸡猴年马月才能升1级。杨安拎着新手短剑快速向前方跑去，越过老母鸡的区域是2级的小黄狗的领地，在这一带依旧有不少人组队杀怪。继续往前是一片密林，他毫不犹豫的就钻了进去。又有人跑进去了，管他呢，一会就会死回新手村的。那里面可都是3级以上的怪，我刚被打一下就剩丝血了。那小子真是不自量力，等着他屁滚尿流的从里面跑出来吧。不对，应该是从新手村出来。哈哈哈，别管他，老母鸡又刷新了，快上！杨安当然没有听到这些人的话语，此时的他已经站在一片森林中。没走多久，就看到前方出现一群野怪，他将目光聚焦在野怪身上。龅牙兔，等级3，气血值80，物理攻击力40，物理防御力8。简介：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我的大门牙很锋利的哦。还好3级的怪属性上没有太多的提升，应该没有问题。杨安很快便锁定了一只在边缘的龅牙兔，提着新手短剑便走了过去。还没靠近，龅牙兔就发现了他的存在，滋滋一声，双腿用力一蹬，冲着杨安便一头撞了过来。杨安见状，脚步一滑，侧身躲了过去，趁他还身处于半空，反手一剑刺在龅牙兔身上。-18，这个伤害我要砍他5剑才能击杀。以我的血量，
硬抗应该也能扛得住，不过还是尽量保持状态。杨安保持着专注，目光始终锁定着眼前的包牙兔。落地后的包牙兔依旧向杨安发动了头锤冲撞，他似乎只会这一种攻击方式，距离不够他也没办法使用他的大门牙攻击。很快杨安就发现，包牙兔要发动头锤冲撞时，有个明显的前摇动作，只要抓住时机，以他的反应能力可以轻松躲避。在躲过包牙兔攻击后，杨安迅速挥动短剑，接连2剑砍中目标。负18 miss， 越级杀怪，命中率相对来说也下降了不少，会出现 miss 的情况。落地后的包牙兔极为恼火，一直无法命中眼前的人类，想要张嘴咬过去，还没靠近就又挨了杨安一剑。负18，负23，杨安头上冒出一个伤害，不是他没躲过，而是故意承受攻击，试一下包牙兔的伤害。伤害还挺高呀，6下就能送我回新手村。说完，杨安又是2剑挥出，将包牙兔所剩不多的血条清空。随着包牙兔倒地不起，一道白色光团从尸体中飞出，没入杨安的身体。叮，您击杀3级包牙兔，获得经验15点。由于您越级杀怪，额外获得 10% 经验。杨安一共获得了16点经验值。爽！这效率比起那群新手玩家在那里抢老母鸡可高太多了。包牙兔死亡后，除了爆出了一个铜币，就没有任何东西了。这爆率也太低了吧，就一个铜币。杨安吐槽了一下，还是将那块铜币收入囊中。收起铜币，杨安继续引了一只包牙兔，重复之前的操作。或许是之前的运气不错，这一次的 miss 情况大大增加。在花了数分钟时间后，才将包牙兔击杀。不过他却毫发无伤，再次收获了一个铜币。第6章守株老人。在包牙兔的领地肆虐了2个小时后，杨安一剑将眼前的一只包牙兔砍翻在地。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1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终于升级了。命劫的升级难度太高了，即便是杨安越级杀怪，且有经验加成，都要耗费2个小时才能升1级。可想而知，那些还在与老母鸡小黄狗玩耍的玩家们，今天那怕都很难升级。爆装备了。杨安注意到包牙兔的尸体旁正安静地躺着一件衣服，还有一瓶红色药剂，2个铜币。兔毛布衣，品质白板，等级要求无，职业通用，属性物理防御+3，灵力防御+1。简介：用兔毛制作的普通布衣，防护能力极差，正好可以使用。杨安毫不犹豫地将兔毛布衣穿在身上，防御力略微提高了一点，将地上的红色药剂和铜币一并收入背包。低级红药水，使用后瞬间恢复100点生命，冷却2秒。杨安打开个人面板，等级提升全属性增加1点，另外将5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在了力量上。角色名血染，职业无，务工，等级1，经验4600，根骨14，力量21，灵力13，敏捷16，耐力15。悟性隐藏，运气隐藏，气血值140，灵力值130，物理攻击35，灵力攻击20，物理防御22，灵力防御19，速度6.8，体力值60。装备新手短剑，兔毛布衣。技能无。升级后属性有了全方位提升，攻击来到了35点。此时的他一剑就能打掉包牙兔27点血，3剑就能带走一只兔兔。杨安满意的关闭属性面板，提着新手短剑继续前行。包牙兔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挑战性了，要快速升级，必须去寻找更高级的怪物。丛林中没走多久的杨安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块木桩旁正有一道身影蜷缩在地上。他迅速走上前去，地上躺着一个满头灰发的老者，穿着一身破烂布衣，脸色苍白，瑟瑟发抖。老人家，您怎么了？杨安开口问道。事出反常必有妖，在这荒郊野岭出现一个老人，肯定不寻常。水。老者口中发出虚弱的声音。水？这荒郊野岭哪里有水？杨安沉吟了一会，从背包中拿出刚刚得到的低级红药水，打开瓶塞，小心翼翼地往老者嘴中倒去。红药水被老者喝入腹中，不一会神色便好了许多。谢谢你，年轻人。老者缓慢地坐了起来，杨安连忙上前搀扶着。老人家不必客气。年轻人，不知道你能否帮我打来一些巨魔兔？老头子，我已经好久没有进食了。叮！是否接受守株老人的任务，击杀巨魔兔，并采集10份巨魔兔肉交给守株老人？杨安一怔，果然有任务。接受。谢谢你，年轻人。叮！守株老人传授你初级采集术，是否学习？学习。杨安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之前就是因为没有采集术，击杀了那么多的包牙兔，全都浪费了。老人家，
巨魔兔在哪个方向，我这就将兔肉带回来。守株老人指了指一个方向，就在前方，那就麻烦你了，你可要多加小心，巨魔兔是5级的怪物，不好对付。实在不行，你能带回来2份巨魔兔肉就好。丁，因当前任务难度较大，守株老人已改变任务内容，任务要求最低提交2份，最高10份巨魔兔肉，任务奖励是提交巨魔兔肉的数量而定。好吧，竟然被小看了。杨安自信一笑，往守株老人指的方向上跑了过去。在前进了10多分钟后，终于来到巨魔兔的领地。前方一只半人多高的黑色兔子正在直立行走着，肩膀上扛着一条巨大的胡萝卜。巨魔兔等级5，气血值150，物理攻击力80，防御力15，技能简介：一只被魔气侵蚀的兔子，休要抢我的大萝卜，看棒！这攻击真离谱，竟然高达80点，这哪是一般人扛得住的？即便到了5级，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全家耐力、物理防御力也不过30多点。而在新手村，除了大势力的人外，普通人都不会选择全耐力加点。看了下自己可怜的22点物理防御力，这挨一下得掉58点血，之前还得意3件就能带走一只兔兔，现在3下就能被兔兔带走。杨安当然不会胆怯，单纯的攻击力高，没有技能的野怪而已。他提着新手短剑就冲了过去。刚跨进仇恨范围，巨魔兔就发现了这个弱小的人类，口中发出怪叫声，抡起大萝卜就朝杨安挥舞了过去。杨安轻巧地往侧方躲避，手中短剑快速划出。-20 miss， 等级差距太大，命中率有些感人。巨魔兔见攻击被躲，还挨了一剑，手中的大萝卜更加卖力地向杨安挥舞着，看起来有些疯魔一般，像极了小学生打架的样子。杨安脚步轻灵，走位精湛，始终与他保持着距离，时不时的出手，或刺，或斩，或撩。miss miss 20 miss 20，大量的 miss 从巨魔兔头顶飘出，这系统机制反而成了巨魔兔的保护伞。一番战斗后，巨魔兔的血量已经见底，再来一剑便能将它击杀。杨安再次躲过巨魔兔的萝卜大棒，刚要出手之际，只见从侧方突然跳出一模一样的巨魔兔，高举着手中大萝卜朝杨安砸了过来。猝不及防之下，杨安手中新手短剑上撩，与萝卜大棒撞击在了一起。巨魔兔的力量明显要比他高，杨安直接被击退数步。-13，一个不高的伤害从他头上飘起，看来应该是因为没有击中身体，系统判定为格挡，伤害只有 20%。杨安心下一惊，刚刚没有注意，一不小心踏入另外一只巨魔兔的仇恨范围，引起他的攻击。对付一只巨魔兔他还游刃有余，2只一起来，即便是他也要小心应对。快速分析场上的局势，很快他便找到了对策，通过精妙的走位与2只巨魔兔保持一条直线，只需要面对一只巨魔兔的攻击。-20 miss 20 miss， 再次回到杨安的节奏，没过多久，那只丝血的巨魔兔率先倒地，另外一只也掉了不少血。这一次他更加小心，始终避开其他的巨魔兔，以免拉到仇恨。丁，击杀5级巨魔兔，获得经验30点，由于宁越4级杀怪，额外获得 20% 经验。击杀一只巨魔兔足足给了36点经验，真是越级杀怪一时爽，一直越级一直爽。没有理会倒地的巨魔兔尸体和爆出的物品，杨安专心面对剩下的一只巨魔兔。又过了数分钟，眼前的巨魔兔血条清空，轰然倒地。第7章完成任务。丁，击杀5级巨魔兔，获得经验30点，由于宁越4级杀怪，额外获得 20% 经验。再次获得36点经验值，杨安心里美滋滋，来到巨魔兔尸体前，将地上爆出的几个铜币收入背包，对着巨魔兔的尸体使用了采集术。丁，采集成功，获得巨魔兔肉 X1。一只巨魔兔只能采集到1份巨魔兔肉，还得要再杀8只。采集完，杨安迅速往第一只巨魔兔尸体跑去。刚刚他就瞥到好像爆东西了，果然地上除了几个铜币外，还有一本书籍类的东西，正安静地躺在那里。杨安兴奋地将书籍捡了起来，白色封面上边写着奋力一击4个大字，竟然是技能书。奋力一击凡级，效果使用武器发动全身力气，奋力攻击目标，造成伤害 120%， 职业要求无。这游戏在新手时期是一个技能都没有的，打怪全靠凭 A， 非常考验人的实力，或许也是为了锻炼新手吧。杨安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奋力一击的伤害虽然只有 120%， 但在新手时期，一本攻击技能书售价肯定是不低的。没有过多犹豫，杨安直接使用了技能书，先让自身强大起来，赚钱的机会很多。技能书化作一道流光，没入杨安的身体。丁，您已习得技能奋力一击。技能栏里终于迎来了第一个技能，奋力一击凡级，当前等级初级，
熟练度零300，消耗 4.0 力值，冷却时间5秒，技能效果正好，找巨魔兔试试技能。身形一动，来到一只巨魔兔附近，一跨入仇恨范围，巨魔兔就哇哇叫的挥舞着大萝卜向杨安冲来。巨魔兔的攻击在杨安强大的反应能力下显得非常稚嫩，很轻松便躲了过去。找准时机，发动奋力一击，负 24M， 这伤害聊胜于无吧。毕竟只是白色的凡级技能，还是最低的初级阶段，现在基础攻击也还比较低，只要把熟练度练上去，攻击提升，伤害自然也会提升。只不过第一次使用奋力一击，杨安并不能得心应手，有 0.2 秒左右前摇和后摇时间。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 0.2 秒没什么感觉，但杨安不同，他感觉很不流畅。 0.2 秒可以决定很多事情了，更像是系统在带动他的身体释放。继续与巨魔兔战斗着，杨安在躲避攻击的同时，也在持续释放奋力一击，尝试不同的发力方式、蓄力时机、攻击角度来消除前摇时间，并且在发出奋力一击后立刻衔接一记普攻，可以完美取消后摇。有了技能，杀怪速度得到些许提升，不到10分钟就能击杀一只巨魔兔。杨安对奋力一击的使用也越来越熟练，前摇时间几乎被抹平。每次击杀怪物，奋力一击的熟练度都会得到一点提升。在巨魔兔领地持续作战2个半小时后，杨安一剑将眼前的一只巨魔兔砍翻在地，清空血条，地上爆出一件装备和几个铜币。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2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叮！由于您潜心钻研，领悟奋力一击精髓，等级提升至中级。等级提升全属性都增加了1点，5点自由属性也继续加在力量上。杨安的攻击来到了44点，技能也升级了。得到技能后，共杀了15只巨魔兔，每杀一只才提升1点熟练度，现在直接升了1级。杨安很兴奋，简直是双喜临门，这大大减少了练熟练度的时间。奋力一击凡级，当前等级中级，熟练度01000，消耗 10.0 力值，冷却时间5秒，技能效果使用武器发动全身力气，奋力攻击目标，造成伤害 130%， 伤害提升 10%， 消耗也增加到了 10.0 力。刷了这么久的巨魔兔，杨安的灵力值也基本消耗空了，正好回去找守株老人交任务。先是采集一块巨魔兔肉，然后将地上的装备捡起，依旧是一件白板。兔皮靴，品质白板，等级要求无，职业通用，属性物理防御+2，移动速度+1。简介：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忍心用来做靴子？杨安忽略兔皮靴那没用的简介，愉快地将它穿在脚上。虽然只有1点移速加成，他也能感受到身体更加轻盈了一些。一路小跑，避开野怪，很快便来到守株老人面前。看着又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守株老人，杨安有些尴尬。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守株老人是因为饿得不行才给他发布巨魔兔肉任务的。老人家，我回来了。本来面色发白、虚弱无比的躺在一个大木桩旁的守株老人，见到杨安到来，瞬间便来了精神，从地上坐了起来。年轻人，你可算来了，老头子我等你等得好苦啊。杨安挠了挠头，尴尬道：不好意思，老人家，我回来晚了。你也知道我实力低微，好不容易才收集到10份巨魔兔肉的。什么？你真的已经收集到10份巨魔兔肉了？在守株老人心中，杨安能带回来2份兔肉就不错了，没想到真的能完美完成任务。是的，杨安点点头，肯定地回答道。随后从背包中拿出了10份巨魔兔肉，交给守株老人。太感谢你了，年轻人，这是你应得的奖励。守株老人接过巨魔兔肉，喜笑颜开地将一把黑色长剑递给杨安，然后不知道从何处拿出了一烧烤架，当场生火烤起了兔肉。叮！你上交10份巨魔兔肉，完美完成守株老人的任务，奖励经验100点，铜币 X50，获得武器黑铁剑。杨安从守株老人手中接过铁剑，查看其属性。黑铁剑，品质黑铁，等级要求5级，职业要求物攻系，物理攻击+50，力量+10。简介：一把由黑铁铸造而成的长剑，拿来砍瓜切菜倒是很趁手。很不错的武器，竟然是黑铁级，加上力量，攻击加了足足有65点，可惜还不能装备，要等到5级。杨安将黑铁剑收入包裹，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升级了。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他，突然闻到一股烧烤肉香，不由得看向守株老人那边。第8章隐藏任务。杨安看着在烧烤架上的兔肉被烤得滋滋冒油，肉香四溢，守株老人还在不停地在上边撒着调料，被这股诱人的香味刺激味蕾，杨安口水都差点流出来。很快，香喷喷的烤兔肉便做好了，守株老人满意的大快朵颐起来，吃得满嘴是油。
一旁望眼欲穿的杨安终于是忍不住了。嗨嗨，老人家！守株老人抬头看了一眼杨安，你怎么还在这里？你不会是要抢老头子的烤肉吧？不，老人家误会了。杨安连连摆手，有些尴尬。是这样的，我看您老人家厨艺了得，烤出来的兔肉飘香四溢，所以您能不能教授我厨艺？想学倒也可以，我现在就能教你。不过我这里还有个任务，你要是接了，我不仅教你烹饪术，还可以给你非常丰厚的奖励。守株老人满嘴是肉，模糊不清地说着。还有这种好事？那自然是不能错过。老人家有什么任务，尽管交给我，一定尽全力完成。杨安拍拍胸脯保证道。守株老人不由眉开眼笑，好。叮！守株老人传授你生活技能烹饪术，是否学习？学习。杨安毫不犹豫地接受。谢谢你，老人家。杨安从背包中拿出一块巨魔兔肉，架在烧烤架上。烤肉并不难，现实中可没少吃。看着杨安从背包中又拿出来一块兔肉，守株老人不由眉头一跳，好小子，居然还藏了兔肉。烧烤架上的兔肉在火焰的炙烤下逐渐变得金黄，肉香开始弥漫。老人家，不知您还有什么任务需要我去做？杨安一边烤着兔肉，一边问道。命劫果然是一个开放式的游戏，在烤肉过程中，烹饪术便自动释放着，不需要人为对着烤肉放技能，不会像以前的网游，一键呆瓜式的释放技能就得到一个烤肉。老头子，我其实是一名猎户，前2天来这里本想打些包牙兔，不巧被一只路过的巨魔兔王所伤，不知你能否帮老头子前往巨魔兔领地深处，击杀巨魔兔王，带回他的巨魔兔王之心。叮！是否接受隐藏任务守株老人的委托？1. 前往巨魔兔领地深处，击杀巨魔兔王，并带回魔兔之心交给守株老人。接受。虽然杨安接受了任务，但不免抬头看了一眼守株老人。您老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像猎户啊，你看这双手就不像是干活的模样。不过不管怎么样，有任务就行，而且是隐藏任务。任务代表着奖励，杨安当然不会放过，不管打不打得过，反正任务也没有时间限制。这个任务看起来应该还有后续。老人家，等我烤好这块肉，就去巨魔兔的领地看看。守株老人满意的点点头，继续大口吃着他的烤肉。不多时，杨安面前的烤肉也差不多好了，将烤肉取下，他再也忍不住一口咬了下去。这个味道，第一次在游戏里制作烤肉，火候虽然掌握的不是很好，不是多美味，但是这个肉质却是绝佳。叮！体力值加20。一道系统声响起，杨安这才注意到，原来吃烤肉可以恢复体力值。之前的连续刷怪，体力值已经降到只有30点，这一块烤肉下去，直接恢复了20，加上这段时间的休息，已经恢复到了70点。竟然还有这效！杨安看了一眼手中的烤肉，系统介绍面板呼之而出：烤兔肉，品质一般，功效体力值加20。简介：用巨魔兔肉烧烤而成，由于烹饪技术较差，只能勉强入口。杨安直接无视了这个简介，美滋滋将兔子肉吃完。吃饱喝足，他站起身便往巨魔兔的领地跑去。他要继续练级。看了眼自己的属性，角色名血染，职业无务工，等级2，经验1161200，根骨15，力量27，灵力14，敏捷17，耐力16，悟性隐藏，运气隐藏，气血值150，灵力值140，物理攻击44，灵力攻击21，物理防御26，灵力防御20，速度8.1，体力值70。装备新手短剑，兔毛布衣，兔皮靴。技能奋力一击，终极。刚跑到巨魔兔领地的杨安突然感觉到一股饥饿感袭来，这游戏太真实了，差点没搞清虚拟现实。从进入游戏开局的跑图和刷怪，差不多已经有6个小时。现实中已经是下午3点了，杨安当即选择下线，解决下吃喝拉撒。回归现实，拿起手机点了个外卖，随后去厕所释放一下洪荒之力，给自己泡了一杯枸杞茶，悠闲地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登录到命劫官方论坛。此时的论坛热闹非凡，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发表和回帖。热门置顶第1条，命劫白晓生为您揭秘命劫中装备技能的品质。第2条依旧是这个叫白晓生的帖子，命劫中的属性成长和体力机制。杨安先点开第1条帖子，根据白晓生所说，他从新手村村长那里磨了3个小时才接到任务村长的教诲，得知很多命劫中的信息。装备分为白板、黑铁、青铜、白银、黄金、暗金、灵气。灵气之上便是虚无缥缈的仙气，一般人基本穷其一生都难以获得，而仙气之上是神气，神气只会被少数强大的人掌控。
至于神器之上，据说还有更恐怖的存在，无人知其是何物，是否真的存在于世间。技能根据技能书的颜色分为白色、凡级、蓝色、人级、红色、地级、紫色、天级、金色、神级。学习技能后，可通过熟练度提升等级，可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大师级、宗师级、大宗师级，完美掌控。这个白小生这么快便能知晓命劫，这么多具体内容，看来也不是一般人。继续往下看，命劫中5大基础属性：根骨影响气血，力量影响物理攻击和物理防御，灵力影响灵力攻击、灵力防御和灵力值，敏捷影响移动速度、身体灵活度、出手速度、命中率、躲避率等，耐力影响物理防御和灵力防御。而一直处于隐藏状态的悟性和运气2种属性都比较玄乎，据说悟性影响对技能的领悟、升级速度等，这一点杨安深有体会，他的奋力一击也是靠自己领悟直接提升的。而运气则影响爆率、暴击概率、命中躲避概率和各种概率事件。按上边所说，杨安怀疑自己的幸运是不是0，不然爆率怎么这么低。第9章练级。命劫模拟现实的体力机制，每个人的体力值都是100点，但是消耗体力的速度和根骨、力量、耐力有关，3个基础属性值越高，体力值的下降速度就越慢。在游戏中恢复体力的方法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就是休息、打坐、酒楼喝茶、睡觉等都能恢复体力，下线后也会随时间恢复体力值。第2种就是进食，命劫中有各种各样的食物，新手村商店有售卖最普通的馒头，吃一个可以恢复5点体力，售价5个铜币。目前来说，基本没有人会奢侈到花5个铜币购买一个馒头。由于现在还没有开通限时币兑换，线下收购比率1个铜币已经被炒到30华夏币。白小生的帖子就2个，但每一个都非常有用，特别是目前阶段可以帮助新手玩家了解命劫的基础知识，少走一些弯路。其他的帖子杨安大致浏览了一下，大部分都在吐槽等级男生6个小时还在0级徘徊。没办法，人实在太多，新手村外的老母鸡和小黄狗一出来就被人围殴，能不能抢到击杀全靠运气。而更高级的怪物区域，大部分人都不敢过去，死亡率太高了，一旦死亡就会直接掉落1级。命劫可没有新手死亡等级不掉落的设定。还有吐槽爆率低的6个小时抢怪生涯，仅仅得到5个铜币。看到他们这么惨，杨安心中好受了一些，自己打怪加任务奖励，少说也有120枚，这就是3600华夏币啊，相当于时薪600华夏币。一想到这，杨安眼睛都不由发亮。不多时，门铃声响起，他的外卖到了。杨安起身享受这迟来的午餐。华夏国京都，在一个庄严肃穆的会议厅中，几道身影正在商议着。能出现在这个会议厅的都是国家最高级领导人，华夏国3位元首和各大军区的统帅等坐落在其中。首长，目前命劫已经正常运行，各大军区都派遣精锐入内，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华夏国第1首长楚天阳听着军区最高统帅华峰的汇报，点了点头，脸上却浮现愁云。如今的形势严峻，这或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人类最后的机会，希望可以成功。普通百姓进去的数据如何？首长，我们华夏老管家端上一杯热茶，关切地说道：“首长，政务劳累，先喝杯热茶。”福伯，说了多少次了，私下您直接喊我名字就行。呵呵，那还是叫您老爷吧。楚老是楚家3代老管家了，楚天阳都是他一手带大的，亲如父子。老爷，少爷和小姐早上也进入命劫了，刚刚才出来。命劫是劫难，也是机遇，让他们在里面好好磨砺一番，也是好事。楚天阳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为了争夺那块五色石，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若是血屠还在，那帮豺狼虎豹又岂敢放肆？如今命劫开启，原初密地也逐渐关闭，但这1年损失也很惨重。老管家在一旁若有所思，所以蛙神此举也算是间接帮助了我们华夏。所以我们需要培养更多像血屠一般的年轻人。如此天纵奇才，即便是各大古武家族，也是难得一见。只是可惜了。”坐在沙发上的楚天阳双拳不由握紧，每次讨论到血屠，他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过了好一会才平静下来。绿铜片上的内容，可有人破解？福伯摇了摇头，自从得到它之后，国内所有考古领域的专家都无法破解其上内容，只能得到一些只言片语。血屠，你到底带回来了什么东西？那里带出来的东西已经不能用科学来解释了。二人皆是沉默了一下，楚天阳再次发问：“陈家最近可有什么异动？”自从老爷您上次一怒之下斩杀他们数位核心弟子后，他们已经沉寂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不过是他们推出来的替罪羊而已。继续调查，我要将所有幕后黑手都找出来。福伯脸上露出一丝凝重，此事怕是牵扯太多人。
楚天阳右拳重重地捶在扶手上，脸上布满寒霜。哼，历代元首不敢管的事情，我来管；他们不敢杀的人，我来杀。几大世家在我眼皮底下，行事还敢如此嚣张？如此下去，华夏未来堪忧。只有将他们都清理了，不会寒了众多寒门将士的心。只是可惜了血图，终究是废了。此时杨安刚刚消灭完番茄炒西红柿加蛋，吃饱喝足的他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意念向手中戒指发出进入游戏的命令。白光一闪，再次进入游戏。杨安出现在巨魔兔领地前，精神抖擞的他提着新手短剑就跑了过去。杨安大叫一声，引了一只巨魔兔，开始他枯燥的刷怪生涯。他没有群攻技能，一次还是只引一只巨魔兔。负43 29 miss miss 29 miss 43 29。随着攻击提升和奋力一击升到中级，杀怪效率大幅度上升。他也不着急去找巨魔兔王，优先将等级提升上来，从下午一直刷到晚上，下线补充下能量后又继续刷，一直刷到凌晨。体力不足就吃烤兔肉，他中途回守株老人那边借用了烧烤架，烤了不少兔肉。此时等级已经升到3级，距离4级也只差一点。杨安一剑斩出，终于听到系统美妙的声音：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4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加点依旧是全力量。他的攻击达到了62点。看了下4级到5级，竟然需要高达5000点经验，杨安不禁一阵头大。这怪打不完，根本打不完啊！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升到5级，好装备黑铁剑。刷了一整天，他也爆出了几件白板装备。如今他一身兔皮装、兔皮帽、兔皮护腿、兔皮靴，还有兔皮衣，替换了兔毛布衣，防御力提升了一些。一身装备下，物理防御也已经有40点。就在杨安准备下线去睡觉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道不同寻常的怪叫声。难道是？杨安好奇的往声音来源的方向跑了过去，果然如他所料，前方不远处，一只体型比普通巨魔兔大1圈的怪物，正坐在地上吭哧吭哧地啃着1人多高的超大胡萝卜。第10章单挑 BOSS， 巨魔兔王黑铁级 BOSS。 简介：我真的只吃素，很友好的兔兔，我可以请你吃大萝卜。等级5，气血值10000，物理攻击300，防御力40。技能：请你吃大萝卜，短暂蓄力后，全力挥舞手中大胡萝卜，砸向目标，造成 150% 伤害， 30% 概率造成眩晕，冷却3分钟。萝卜炸弹向目标投掷萝卜炸弹，产生爆炸伤害，对投掷区域2米范围内造成 200% 伤害，并产生冲击波，对5米范围内目标每秒造成 20% 伤害，持续5秒。巨魔兔王高达300的攻击，让杨安一阵头大。随便一个普通攻击就能带走他这脆弱的身板，更别提他还有2个技能。5级的 BOSS 就恐怖到这个地步了吗？其实命劫中的 BOSS 本身设定就不是让人单挑的，如果有几千个5级的玩家一起攻击，付出一些代价，或许能在 BOSS 杀光他们之前将 BOSS 磨死。还有这1万的血量。不过杨安并不想因此就放弃，他并没有胆怯，想要试一试，不能有任何失误，否则被打到1次就会直接死亡。杨安手持新手短剑，一步步向巨魔兔王走去。吃得正香的兔王似乎感受到有人的靠近，停下啃食，抬头望向杨安的方向，对这个擅自闯入他领地的人类表达了愤怒。啧啧，来吧。杨安剑指前方，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他的身体有些微微颤抖，并不是紧张害怕，而是兴奋。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呀！看着眼前那卑微的人类，不逃跑，反而还在挑衅自己，巨魔兔王怪叫的冲了过来，速度很快，不一会便到了杨安前方5米处，手中巨大的胡萝卜挥舞间直接向他抡了过去。来得好！杨安双腿微曲，脚步爆发力量，身形一拧，向侧方躲避。胡萝卜沿着他的面门划过，刺耳的破空声传来。奋力一击，负66，暴击，开门红。杨安刷了这么久的怪，出暴击的次数屈指可数。一击落空的巨魔兔王反应相当迅速，巨大的胡萝卜被舞得虎虎生风，持续攻击杨安。然而在其精湛的走位下，始终不能攻击到他。杨安总是能在他出手时就预判他的攻击，提前躲避。负33 miss miss 33 33，吱吱吱。一直挨打的巨魔兔王再也无法忍受这奇耻大辱，他后退一步，双腿一蹬跃至半空中，高举手中的巨大的胡萝卜，对着杨安怒砸而下。正是巨魔兔王发动了技能，请你吃大萝卜。然而杨安的反应速度更快，几乎在他举起胡萝卜同时，他就已经快速向后退去。巨魔兔王发动技能，请你吃大萝卜，短暂的蓄力动作，在杨安看来就是致命的破绽。轰！巨魔兔王攻击落空，大萝卜直接砸在了地上，发出巨大的撞击声。杨安可以想象，自己要是挨一下，
必定直接归西。不过转念一想，好像巨魔兔王不用技能随便来一下，自己也活不了。集中精神，继续与巨魔兔王鏖战着，一剑又一剑，他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机器一般，精准地把握着每一次攻击。看似杨安掌控了局势，实则真实情况比他想象的要糟糕。BOSS 的自动恢复太快了，杨安1分钟内能出手攻击到巨魔兔王10次左右，命中率却只有一半，1分钟伤害大概160左右，而巨魔兔王每分钟就能恢复100气血，实际平均每分钟只有60左右伤害。杨安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选择继续与 BOSS 厮杀。磨，慢慢磨，巨魔兔王的血量在缓慢地下降着。95%、90%、70%、55%、51%。当血量下降到50%的时候，巨魔兔王突然停下了动作，双眼爆发出一阵红光。不好！发觉到巨魔兔王的异常，杨安第一时间向后退去。这是巨魔兔王要发动第2个技能萝卜炸弹。他用力将手中胡萝卜向杨安所在的地面砸了过去。巨大的胡萝卜飞行速度极快，很快就飞到杨安身前。杨安迅速反应，双腿发力，身体向侧方飞扑，一个驴打滚，滚出胡萝卜爆炸中心。轰！胡萝卜落地后发出巨大的爆炸声，胡萝卜碎块向周围激射而出。杨安躲过了中心的爆炸伤害，却没能躲过爆炸冲击波的持续伤害。-52，头上冒出一个对他来说是巨额伤害的数字，来不及多想，以最快的速度跑出了伤害范围。-52，终于跑出爆炸余波范围，看着只剩下66点的血量，直呼刺激，反应慢点就得领盒饭。从背包中拿出一瓶之前爆的红药水，一口饮下，瞬间恢复100点血量，这才让他有了一丝安全感。吱吱吱！巨魔兔王见眼前的蝼蚁，在自己得意的一击之下，竟然还没有毙命，气急败坏的又冲了过来，手中又出现一根巨大的胡萝卜，是要请他吃一顿胡萝卜大餐。杨安依然不惧迎了上去，新一轮的战斗再次开始，直到巨魔兔王的血量下降到40%，再次发动了萝卜炸弹。有了经验的杨安有惊无险的避开，背包里的红药水还有4瓶，也足够用了。灵力药水之前也爆了几瓶，也不担心灵力耗尽。看来是血量下降到50%后，每失去10%就会释放萝卜炸弹。战斗结束了，小兔子。杨安冷笑一声，再次与巨魔兔王战斗在了一起。1小时、2小时、2个半小时，在高度集中精神鏖战近3小时后，终于巨魔兔王的血量只剩下一丝。奋力一击，-66，暴击！紫色的暴击伤害从巨魔兔王头上飘起，他双眼一正，失去了色彩，轰然倒地，爆出了一堆物品。叮！恭喜你击杀5级黑铁 BOSS 巨魔兔王，获得经验2000点，声望50点。叮！由于你完成巨魔兔王首杀，且成为全服第1个击杀黑铁级 BOSS 的玩家，获得额外奖励等级+1，声望50，铜币1000。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选择隐藏 ID？ 隐藏。杨安当然会选择隐藏，做人要低调。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5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叮！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某某完成巨魔兔王首杀，且成为全服第1个击杀黑铁级 BOSS 的玩家，额外奖励等级+1，声望50，铜币1000。叮！全服公告。叮！全服公告。系统一连播报了3遍全服公告，瞬间便引起全服玩家的热议。什么情况？就有人杀 BOSS？ 我还在0级徘徊，就有人杀了5级 BOSS， 肯定是开挂了。我要举报！不可能，我们新手村，我见过最高级的，现在也不过2级，怎么可能有人可以杀5级 BOSS？ 或许是哪个新手村集结了几千人一起去杀的吧？你想想，一人打一下，磨都能把 BOSS 磨死。楼上胡说八道，没看公告吗？那是巨魔兔王，巨魔兔都是5级的怪，现阶段哪里有人敢去巨魔兔的领地？我猜测这一定是某个大佬或者几人的高手队伍慢慢把 BOSS 磨死的。第11章大丰收。某个新手村中，一对年轻男女正在与巨魔兔搏杀，男子手持短剑在游斗着，不断的躲避着攻击，女孩则在后方不断释放着灵气攻击。不多时，巨魔兔承受不住，血条清空，倒地不起。全服公告在此时响起，二人同时停下手中的动作。哇，哥，怎么有人比你还厉害？女孩对着一旁的男子大叫道。或许是一个强大的团队，刚好在同一个新手村吧。男子想了想，不以为意的道。可是现在这个阶段，即便是我们也才刚刚到3级，才敢来试试这个巨魔兔，怎么会有团队敢去打 BOSS 啊？男子没有理会，继续引了一只巨魔兔。继续升级吧，看来在命劫中会有很多高手，也好，这才有意思。嘻嘻，不管是谁，哥哥都是最厉害的。女孩歪着头，扑闪扑闪的眨着大眼睛。就你嘴甜。男子微微一笑，显然对妹妹的话很是受用。
另外一个新手村，一名高大健硕的男子正在与一只5级的魔化龙猫交手。与杨安不同，他的进攻大开大合，新手短剑在他手中被用出了大刀的感觉，每一击都充满了力量感，不断与魔化龙猫碰撞，魔化龙猫的攻击都被他轻易的格挡下来。格挡成功也会造成一小部分伤害，他就这么硬扛着，血量不够了就直接使用低级红药水补充，这东西他不缺，因为他的背包里有好几组。低级红药水在新手村药铺售卖，可是高达10个铜币一个。听到全服公告的他，一拳将魔化龙猫震退，真是卧虎藏龙，想不到竟然有人可以领先我这么多。他紧了紧手中的新手短剑，看准机会怒砍在魔化龙猫身上，魔化龙猫倒地不起，飞出一道惊艳光团没入他的身体中。不管如何，我们战神殿都将会成为命劫中最强大存在。杨安可不知道其他人的反应，他美滋滋地来到巨魔兔王的尸体旁，看着抱了一堆的东西，内心狂喜，所有疲惫一扫而空。迫不及待地来到巨魔兔王尸体旁，他已经看到地上躺着的数样东西，一件通体乌黑有着神秘纹路的戒指，一件是一根黑色法杖，法杖顶端是一只抱着胡萝卜的黑色兔子，还有一块有些破碎的玉佩，一本蓝色书籍，还有3枚银币，100多枚铜币。一一将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戒指和法杖分别是兔王戒未鉴定和兔王法杖未鉴定，2件装备都未鉴定，不过从它们散发的光泽来看，可以断定都是黑铁级的装备。果断收入背包，看来必须得回一趟新手村才行。杨安拿起那块有些破碎的玉佩，玉佩信息浮现在眼前，遗失的玉佩，不知是何人所遗失，或许他也想回家。这应该是一件用来触发任务的物品吧，遗失之人必然是村中的 NPC， 回头挨个去问一问。将玉佩收好，杨安拿出那本蓝色封面的书籍，看了一下，脸上立刻浮现惊喜之色。剑气横扫，人级，职业要求，物理系，效果，向前方扇形区域释放一道剑气攻击，对区域内所有目标造成 130% 伤害。竟然是群攻技能，采集成功，您获得巨魔兔王肉 X10。叮，采集失败。叮，采集失败。一连10几下采集数下去，都采集失败了。采集数冷却只有2秒。但是使用会消耗体力，平均2次消耗1点体力值。好在杨安背包里有不少兔肉，不然根本无法这么消耗。难道是我的采集数等级太低了？我偏不信邪。采集失败，采集失败 X99， 给我成功。叮，采集成功，您获得巨魔兔王之心 X1。叮，恭喜你，采集数等级提升至中级。采集到巨魔兔王之心后，杨安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成功了，可以去完成任务了。收好兔王之心后，杨安直接选择下线。现在已经是晚上3点多了，在枯燥的刷了一整天的野怪后，又高度集中精神与兔王战斗，即便是他也感受到了疲惫，索性直接下线睡觉。叮铃铃，叮铃铃，还在睡梦中的杨安被一阵手机铃吵声吵醒，拿起手机，嘴里含糊不清：“喂，安子，你进游戏没有？不是让你联系我的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跟你说，胖爷我已经2级了，在我们新手村，那可是名列前茅的等级。”我都没见过几个比我等级高的，以后胖爷罩着你。杨安，哎，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听到了，听到了。安子，你多少级了呀？赶紧练级，出了新手村，胖爷我带你飞。杨安眼睛都没睁开，像是在喃喃自语般。哦，好，那就靠你了。嘿嘿嘿，放心吧，胖爷，我争取第一个出新手村，震惊所有人。话说回来，安子，你怎么没有加我好友？不会是你取了个什么不正经的 ID， 不敢加我吧？杨安白眼一翻，我的 ID 多好啊！瞎说什么？我是正经人。等我10级出了新手村再去找你。挂了，拜拜。喂，胖爷还没说完呢，电话那头的声音没有再传过来。杨安果断挂掉了电话，起身洗漱。现在是早晨8点，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晚起来了。昨天消耗太大，以至于打乱了他的生物钟。虽然只睡了不到5个小时，此时的他依旧精神饱满，神清气爽。身体素质高、恢复能力好的人，并不需要太长的睡眠时间。边洗漱边查看着命劫的论坛，今天没有什么太多有用的内容，多数都在吐槽升级慢，还有在热议是何人击杀了巨魔兔王。唯一有点价值的，白晓生发布了一些新手村能接到的基础任务合集。杨安看了下，都是些送信、采集药草、挖矿等任务，奖励少得可怜。随便吃了点早餐后，杨安再次进入游戏。第12章黑木庄。白光一闪，杨安的身影出现在巨魔兔王的领地。回到这里的感觉真好啊！杨安看了看自己那行动自如的左脚，轻松地蹦了几下，不由感慨道：“先去找守株老人交任务吧。”说走就走，他径直往守株老人的方向而去，很快便来到守株老人身前。“老人家，我来交任务了。”
杨安从背包中拿出巨魔兔王之心，递到守株老人面前。闻言，守株老人双眼一亮，露出欣喜之色。他也没想到杨安可以这么快就完成任务，按他的设想，最起码也要2、3天后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年轻人，你可真是让我惊喜，想不到你这么快就能完成任务。他有些惊喜地接过巨魔兔王之心，脸上抑制不住地露出笑容，看着杨安道：“真是英雄出少年啊！哎，年轻人，这是给你的奖励。”叮！恭喜你完成任务，守株老人的委托：1. 获得奖励，经验加1000，银币加5，黑木桩 X1。黑木桩？什么东西？杨安打开背包，背包中正放着一个特殊的物品，那是一块通体黑色的大木桩。黑木桩，一块神奇的木桩，具有非常特殊的能力，放置在地上，可以强制目标怪物用头撞击黑木桩，造成其最大生命值的10%真实伤害，并眩晕4秒，可使用次数1，仅对10级以内的怪物有效。杨安，守株老人，守株待兔，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不过这个黑木桩看起来挺厉害的样子，用得好的话，或许能发挥奇效。多谢老人家。杨安很有礼貌地道了一声谢。还有后续任务呢，当然要客气一点。呵呵，年轻人，村子东面的荒野中有一群魔化野猪，时常进村破坏农作物，甚至会攻击村民。你是否愿意帮助我前往魔化野猪的领地，击杀黑棕野猪王和50只魔化野猪，并将野猪王之心带回来？叮！是否接受隐藏任务守株老人的委托？2. 接受。守株老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好好好，去吧，年轻人，我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老人家放心，我这就去完成任务。说罢，杨安转身往新手村的方向而去。他需要先回去处理一下2件未鉴定的装备。花了2个多小时跑图，一路跨过巨魔兔、龅牙兔的领地。不得不说，命杰的地图是真的大。在龅牙兔的领地中，已经有不少队伍在小心翼翼地刷着怪了。咦，看那小子怎么从巨魔兔的领地出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估计是被巨魔兔吓到了吧。现阶段巨魔兔哪里是散人玩家能对付的？我怎么看着这个人有点眼熟？我想起来了，昨天我们在刷小黄狗的时候，就是这家伙就跑进龅牙兔的区域。他不会是一直在里面练级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看他身上的装备，哇靠，这一身都快凑齐了吧？我们到现在最多的都只有2件。杨安依旧没有理会他们，几人一直目送着他离开了这片区域，很快便回到了那个简陋新手村。他进入游戏到现在都没有进入过村子。他径直走向村口不远处，正在叮当作响的铁匠铺。一名肌肉虬结的壮汉正赤裸着上身，手持一柄大铁锤，一下一下地敲击着铁砧子上烧得通红的铁器。他的周围还有不少玩家正在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说话，似乎想看看能不能从他这里接到任务。然而铁匠一直在专心打铁，对周围的声音充耳不闻。杨安来到这名头上显示着王大锤的铁匠身前，小声地问道：“王师傅，请问您这边能鉴定装备吗？”本来在专心致志打铁的王铁匠一听到杨安的话，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小兄弟，你要鉴定装备？王铁匠抬头诧异地看了一眼杨安。杨安点了点头，又看了看眼周围的人群。王铁匠会意地说道：“小兄弟，请随我来。”说着便走进了铁匠铺中。杨安紧随其后。进入内室后，门被自动关上。小兄弟，实不相瞒，老哥我是村子中唯一一个拥有鉴定术的人，你可算是找对人了。杨安眼睛一亮，将背包中的2件未鉴定装备拿了出来，交给王铁匠。那就有劳王老哥了。王铁匠接过2件装备，满脸欣喜之色。小兄弟，这2件装备可都是出自巨魔兔王吧？没想到小兄弟实力如此过人。不过他们都是黑铁级装备，鉴定费一共需要500枚铜币。杨安瞳孔一缩，差点骂出口：黑心，竟然要500铜币！老哥，500铜币太贵了，您看能不能给点优惠？王铁匠沉吟了一会，开口道：这样，看在你是第一个来找我鉴定的人，我给你打个6折，收你300铜币。好，杨安爽快地答应了，从背包中拿出300铜币交给王铁匠。收钱办事，王铁匠率先拿起那件兔王法杖，右手发出阵阵光芒，从法杖身上拂过。叮！鉴定成功。王铁匠看都没看，将法杖丢给杨安，继续鉴定着兔王戒指。兔王法杖，品质黑铁，等级要求5级，职业要求0攻系，灵力攻击加55，灵力加10。简介：巨魔兔王珍藏已久的法杖，不过他还是更喜欢用大萝卜。这法杖附加的灵力攻击好高，比我的黑铁剑还要高5点。刚看完法杖，王铁匠就将兔王戒指又递了过来。兔王戒指，品质黑铁，等级要求5级，职业要求物攻系，物理攻击加48，敏捷加8。简介：这是某只雌性巨魔兔送给巨魔兔王的定情信物，
没想到竟然被人夺了去，可怜、可悲、可叹。杨安，这个简介还能再皮一点吗？系统能不能屏蔽装备简介？我不想看。杨安心中有万马在奔腾。好了，鉴定完毕，没啥事的话，我就继续打铁了。王铁匠说完，便要往门外走去。等一下！杨安叫住王铁匠，从背包中拿出一块破碎的玉佩。老哥，你帮我看看这件东西，知不知道它的来历？王铁匠好奇地接过玉佩，仔细地端详了起来。看了好一会，他的眉头微皱，脸上布满疑惑之色。看起来有点熟悉，却又没有任何头绪。奇怪，奇怪，看不出来什么的王铁匠将玉佩交还给杨安，说道：“这样，你带着玉佩去找首饰店的李大姐，或许她会知道。”好，那就多谢王老哥了。杨安接过玉佩，心中也有了方向，随后便离开了铁匠铺。杨安刚刚离开，一道身影从一个角落中走出，来到王大锤的身旁。王师傅，刚刚那个人找你鉴定了什么装备？王铁匠并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打起铁来。那人见王铁匠没有回答，也不生气，转身离去，打开通讯列表发送着什么，随后向着杨安离去的方向跟了上去。第13章，围堵。在这个屁大点的新手村，杨安很快就在铁匠铺50多米外找到了首饰店。一名风韵犹存的中年妇人坐在店内，正是首饰店的老板娘李大姐。新手村的首饰店售卖的都是1级的白板项链、戒指等，属性只有可怜的一点，售价却不低。杨安走进店里，向李大姐打了声招呼：“你好。”李大姐见又有新人到访，立刻喜笑颜开：“客人您好，有需要购买首饰吗？这些都是我亲手制作的首饰。”杨安打开售卖列表看了一眼，又默默地关掉。真黑，一个加1点攻击力的白板戒指竟然卖50铜币，心中腹诽，不过他嘴却是抹了蜜一般。李姐姐，您真是厉害，人长得不但长得漂亮，手艺还了得。我听说您是村中首饰造诣最高、最了解首饰的人。李大姐闻言脸上笑容更甚。小兄弟嘴可真甜，看上哪件首饰了？姐姐我给你打8折。暂时不用了，是这样的，李姐姐，我这有一件玉佩，不知您认不认识？杨安说着，从背包中拿出玉佩，递到李大姐面前。李大姐伸手接过玉佩，脸中露出疑惑之色。这玉佩很熟悉的感觉，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李大姐眉头紧锁，努力地回忆着。杨安则在旁安静地等待着，没有打扰。没多久，李大姐眼睛突然一亮，开口道：“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您真的知道它到底是何来历？”杨安欣喜，他也很想知道这个玉佩的来历。几年前我在村长家参加他孙子的百日宴时见到过。李大姐拿起玉佩，仔细地端详着，眼神越来越肯定。您是说这块玉佩是村长的？不是村长孙子的，村长在那一天送给他孙子的礼物。但是村长孙子在1年前就失踪了。小兄弟，你是从何处所得？失踪了？杨安眉头一皱，此事定不简单，如实的告知李大姐玉佩是从巨魔兔王那里所得。李大姐将玉佩交还给他，郑重地说道：“小兄弟，请将这玉佩交给老村长，这对他极其重要。”好。杨安应允，即便李大姐不说，他也会去找村长的。从首饰店出来，杨安直奔村长所在的方向而去。没走几步，前方突然出现几个玩家，堵住了他的去路。一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肥胖青年男子，身后跟着5名各式各样发型和颜色的小年轻，黄毛、红毛、绿毛、紫毛、蓝毛。杨安眼睛一眯，心中嗤笑一声，终于出现了吗？不过这是哪里来的理发店组合？他从铁匠铺出来，便就察觉到了有人在跟踪他，而且还不止一个。你们找我有什么事？肥胖青年男子满脸笑盈盈的开口道：“这位兄弟，不要误会，自我介绍一下，在下腾龙帮会的堂主龙飞，诚邀你加入我们帮会。抱歉，我并不想成为理发店组合的一员。”看着男子身后那些吊儿郎当的托尼老师们，杨安果断地拒绝了他。龙飞那肥胖的脸上笑容明显一僵，有些尴尬地说道：“呵呵，小兄弟可真是幽默。”而在一旁的消瘦黄毛男子可就忍不住了，怒喝一声：“小子，你别不识抬举，我们堂主邀请你是你的福气，我们腾龙帮会可是拥有上万弟兄的大帮会，跟着我们混，保你吃香喝辣的。”黄毛之所以敢这么不客气，是因为看不到杨安的等级。命节中的设定，若是玩家隐藏了自己的信息，等级比自己低的玩家，如果没有特殊技能，是无法查看到的。而杨安在进入新手村前，为了避免等级太惊世骇俗，已经选择隐藏了自己的信息，否则他若是知道杨安的等级，必然不敢这么放肆。没兴趣。杨安不想理会黄毛，看向肥胖男子龙飞：“还有什么事吗？”龙飞堂主。龙飞带人将他围住，
肯定不会是一眼看中他骨骼精气，气运加深，然后来拉拢他一起共谋大业。龙飞见杨安油盐不进，也是露出了本来面目。嘿嘿，我听说你刚刚在铁匠铺鉴定装备来着，我很有兴趣，不如拿出来让我看看。看似在征求杨安，实则却是充满命令的语气。哦，如果我不拿呢？杨安冷笑一声，倒不是很意外。他很清楚，目前这个阶段，一件好的装备可以大大提升升级速度，甚至跻身全服第一梯队。龙飞阴沉着脸，这小子屡次忤逆他的意思，完全不给他面子。一旁的黄毛显然意会顶头上司的意思，当即跨前一步，指着杨安怒喝道：“小子，活腻了是吧？识相的话就把装备交出来，不然让你新手村都出不去。”说完，领着一群杂毛将杨安围在中间，一个个凶神恶煞，大有一副要围殴他的模样。杨安怡然不惧，淡定地站在那里，因为在新手村内是不能 PK 的，动手的人会受到系统严厉惩罚，先动手的那个人会被直接关进小黑屋。双方就这么对峙着，谁也不敢第一个动手，周围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事在新手村经常发生，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好事八卦那是刻在骨子里的优良基因。又是腾龙帮会的人，今天已经看到他们好几次了，仗着人多，在新手村横行霸道。我有个朋友，昨天杀鸡爆了一件衣服，就是被他们抢去的。一名男子满脸愤恨地说道。周围众人纷纷侧目，有些怜悯地看着他。脑子被看得有些脸红，弱弱地说道：“真的是我朋友。”众人点头表示理解，并送上安慰的眼神。杂毛们在杨安面前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飞，不断地挑衅着，而杨安则像在看白痴一样，静静地看着他们的表演。小子，我头一次见到你这么怂的，够胆就动手啊！杨安心中翻了个白眼，差点让这黄毛小子给逗乐了。也就是系统规则保护了你们。他满脸鄙夷地看着龙飞。龙飞堂主，这就是你的手段？龙飞脸色青一阵子一阵，大手一挥，杂毛们退到他身后。老大，怎么办？这小子不怕我们？黄毛低声说道。什么怎么办？让他出不了新手村，出去一次杀一次，直到把装备都爆完为止。龙飞手扶额头，手下的智商令他头大。随后转过头怒视着杨安道：“小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装备交出来，如若不然，只要你敢踏出新手村，就必杀你。”说完了吗？没别的事，我了就走了。杨安面带笑容，显然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好好好，那就走着瞧。龙飞放着最后的狠话，心中立誓要杨安永远出不了新手村。就在杨安要离开之际，突然传来一道爽朗的声音：“我说是谁？原来又是你们腾龙的人在欺负散人玩家。”第14章第一桶金。我说是谁？原来又是你们腾龙的人在欺负散人玩家。刚要离开的杨安侧头看见一位30多岁，看起来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青年男子，带着5、6个人朝这边走来。龙飞见到来人，眉头一皱：“风雪书生，没想到你们风雪阁也有人在这个新手村，真是冤家路窄啊！”“是啊，真是晦气，到哪都能碰到你们这些臭老鼠。”风雪书生毫不客气地讽刺着龙飞。若不是在新手村内，龙飞怕是要直接动手了。风雪阁的人还是只会耍嘴皮子，夫人，这人我保定了。龙飞堂主有这时间，不如多去杀怪练级，可不要被我们甩下太远了。哼，风雪书生，你能保得了他一时，保不了他一世。我们走。龙飞恶狠狠地看着杨安，在一番权衡利弊之后，转身带着杂毛小弟们离去。风雪书生转头看向杨安，询问道：“这位兄弟，你没事吧？”杨安摆摆手，微笑道：“没事，多谢书生兄弟仗义相助，举手之劳罢了。我就看不惯腾龙这些人仗势欺人。”风雪书生满脸鄙夷，毫不掩饰对腾龙的厌恶。不过兄弟，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请说。你身上有好装备这事，怕是不止腾龙的人知道，财不露白。你现在让腾龙帮会的人给盯上，日后怕是少不了麻烦。风雪书生分析的很有道理，不过他不知道的是杨安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对他来说都是些小鱼小虾而已。随后继续说道：“不知兄弟你获得了什么装备？我也很好奇，想开开眼界。不过你别误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风雪阁行事可和腾龙不一样。当然，如果这件装备你用不上，也可以选择卖给我们，我愿意高价购买。”杨安当即了然，想来风雪阁的人之前就已经知道他去鉴定装备了，如今过来的目的也呼之欲出。不过行事风格的确让人比较舒服。风雪书生想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购买他的装备，也间接告诉腾龙，装备已经在他们手中，从而减少杨安的麻烦。他的法杖本来就用不上，能趁早出手，价值才能最大化。书生兄弟说的有理，这件装备我确实用不上，如果腾龙帮会的人能好好说话，说不定我也就卖了。说着，他将兔王法杖的属性共享给风雪书生。
看完属性的风雪书生瞪大着眼睛呆愣在原地。5级黑铁级法杖，这攻击力，有了这把武器，我到了5级就能迎来质的飞跃。兄弟，多少钱出？我买了。你开个价吧，合适就卖了。我对装备价值不太了解。10万华夏币。兄弟，现在这个阶段，一件黑铁级装备，市场上估摸着能卖到7、8万，还有价无市。而你这个是武器，价值要高一些。你看10万华夏币如何？10万？杨安心中震惊了。他想着一件装备而已，卖个几百块、几千块就够了吧？怎么一下子就上升到万为单位了？他还是低估了目前命劫的热度。这几个月国家的大力宣传，让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游戏不一般，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道理，他们都懂。12万。见杨安迟迟没有回应，风雪书生心虚的加了2万华夏币。就10万吧。杨安回过神，发出交易申请。好。交易完成，命劫绑定了银行卡，10万华夏币直接转到了杨安卡里，卡里有钱的感觉让杨安有了些许满足感。风雪书生将兔王法杖拿在手里，爱不释手，还特意向周围观众展示了一下。满心欢喜把玩着手中法杖的风雪书生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震惊的看向杨安。兔王法杖，你是那个？杨安咧嘴一笑，随意道：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便转身快步离去，速度如风。风雪书生望着杨安的背影，还在惊讶中，一向温文尔雅的他突然爆了粗口：我靠，大佬竟在我身边，还好没有选择得罪他。随后一拍大腿：哎呦，忘记要一个好友位了。新手村外，一群人刚刚来到小黄狗的领地。老大，有兄弟传来消息，刚刚那小子把装备卖给风雪书生了。龙飞愤怒地对一只小黄狗劈了一剑。好一个风雪哥，竟然截我们的胡！抓紧练级，既然他们也在这个新手村，那自然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我看上的装备可不是这么好拿的。还有那个小子，给我盯紧他。是，老大。还有，你们几个把头发给我染回来，一个个跟个小混混一样。我们是大帮会，大组织，要注意形象。龙飞对着几个杂毛手下一顿教育。老大，这个建立角色的时候系统自动识别的，现在现实中染回来也没用了。混账东西，那就去找别的办法。总之我不想再看到有人说我们是理发店的，还不快去？是，我们这就去找办法。一群杂毛们迅速灰溜溜地跑开，跑到远处的杂毛们正在商量着对策。黄哥，怎么办？绿毛询问道。去新手村看看有没有改变发型发色的道具，实在没有的话，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搞出问题的人。对，就是那个小子，多杀几次转移老大的注意力，他就不会来管我们了。黄毛非常满意自己的智慧，侃侃而谈。黄哥英明啊，好办法。哈哈，走，回新手村。一群杂毛们刚刚越过小黄狗的领地，来到一级的土拨鼠领地。黄哥，快看，有美女！前方一道亮丽的身影正在与土拨鼠战斗着，他脸上带着一层白纱，让人看不清真实模样。即便如此，杂毛们也两眼放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他们发誓从来没有在现实中看到过这么好看的女孩子，长得真好看啊！绿毛这一瞬间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嘿嘿嘿，兄弟们，过去帮帮忙！黄毛率先跑了过去。第15章，唯一隐藏任务。在交易完法杖之后，杨安迅速离开了现场，直奔村长所在的院子。站在院子之外，守株老人的长相颇为相似，莫非是命劫官方偷懒了，用的同一个人物建模？吐槽归吐槽，杨安可不会真的这么认为。作为一个跨时代产物，肯定不会出现如此低级错误的。暂时将心中的疑惑收起，杨安来到老村长面前，很礼貌地打了声招呼：村长爷爷您好。老村长闻言回头看向杨安，笑着回应道：你好呀，来自异世界的降临者。虽然面带笑容，但是杨安却敏锐地发现他眼底隐藏着一抹深深的孤寂与哀愁。老村长继续说道：血染少侠，你是目前为止我所见过最强大的降临者了，真是英雄出少年呀！叮，你获得老村长的青睐，获得村长的祝福，持续时间1小时。杨安心中讶然，等级高就是好，还有意外收获，当即查看了一下获得的祝福。村长的祝福，新手村村长为本村当前等级最高的玩家送出的祝福，攻击正 5%， 气血值正 10%， 幸运+1，悟性+1，剩余时间59分56秒。这个 buff 附加百分比加成，如果放在游戏后期，那绝对是强大。对于目前玩家属性普遍较低的情况，加成就要少很多。不过有了这个 buff， 杨安的实力也更上一层楼。多谢村长爷爷。老村长捋了捋花白的胡须，笑呵呵地说道：这是你应得的。少侠可有别的疑问？
老夫定知无不言。村长爷爷，我这有一物，不知您是否认得？杨安从背包里拿出了那块破碎的玉佩。据首饰店的李大姐所说，这块玉佩是老村长赠与他孙子的百日宴礼物，老村长自然是知道的。果不其然，在他拿出玉佩之后，老村长便有些目光呆滞，怔怔地望着他手中的玉佩，再也没有离开过。孙儿，我的孙儿！老村长颤颤巍巍地伸出双手，从杨安手中接过玉佩，口中不断地念叨孙儿，痛哭流涕。杨安没有打扰老村长，看着痛哭流涕的老村长，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没想到这块玉佩会让老村长反应这么大。过了好一会，老村长终于从悲伤中清醒过来，似乎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双手紧紧握住杨安的双肩，瞪大着有些浑浊的双眼。血染少侠，你是从何处得到这块玉佩的？事关老朽孙儿性命，请少侠告知老朽。也不知道老村长的力气为何这么大，杨安只感觉双肩被紧紧扣住，竟有些无法动弹。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的老村长缓缓松开双手，略带歉意地说道：“是老朽失态了，还请血染少侠莫要介意。”没事的，村长爷爷。杨安自然不会放在心上，接着说道：“这块玉佩是我击杀巨魔兔王后所得，在村中问询后得知是与您有关，特地将其送过来。”老村长闻言，神色突然暗淡了下来，本就苍老的面容变得更加憔悴。巨魔兔王，是他，我那可怜的孙儿定然是遭到他的毒手了。说完便又无声地哭泣起来。杨安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只能道了句节哀。再次平复心绪的老村长开口道：“血染少侠，多谢你击杀那万恶的巨魔兔王，帮助我那可怜的孙儿报仇雪恨，老朽万分感谢。这件皮甲乃是我年轻时所得，便赠与少侠。”叮，您获得老村长的感谢，获得黑山羊皮甲 X1。杨安收下皮甲，没有立即去查看。谢村长爷爷的馈赠，击杀巨魔兔王本是我的目标，只是顺手帮您了却一桩心事。不管如何，你都是击杀兔王之人，想不到少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实力。老朽还有一件事想请少侠帮忙。您请说。又有任务来了。杨安心道，这应该是一个连环任务。1年之前，我那调皮的孙儿偷偷跑到村外玩耍，一去不返。当我们得知时，已经为时已晚，只能从一些村民口中得知他出村前所在的方向。老村长回忆起自家孙儿的过往，黯然神伤。我儿为了将其寻回，毅然出村寻找，也渺无音讯，只怕我那儿子。血染少侠，你能否帮助老朽去寻找我儿的踪迹？老朽一定万分感谢。叮，是否接受唯一隐藏任务，寻找李大彪的踪迹？来自老村长的委托，帮助其寻找儿子的踪迹。当前任务难度极高，请谨慎领取。任务失败，等级1，且老村长的好感度50。接受。又是一个隐藏任务，杨安当然不会错过。只不过这个任务失败惩罚有点过分了，直接掉1级，好感度下降50，也不知道会达到什么地步。不过估计到时候肯定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就对了。村长爷爷，不知您儿子是从哪个方向出村的？大彪是从村子西面而去，也是巨魔兔王的那个方向。而巨魔兔王已被你击杀，我那儿子怕是已经前往更深处了。据说再往前便是苍狼王的地盘，那里极度凶险，即便是普通的灰狼等级都达到9级，少侠应当小心谨慎，最好等级达到10级后再前往。看来这个任务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应该很难完成，即便在他达到5级后，实力有了跨越式的暴涨。不过正好，眼下他还需要去完成守株老人的任务，去击杀野猪王。完成任务后，估计等级也能提升不少。村长爷爷放心，我一定尽快提升实力，完成任务。不过您也知道，即便我提升到10级，怕也不是苍狼王的对手。您看还有没有一些防身的东西？任务已经接了，杨安心中敲打着如意算盘，目前必须最大化提升实力。老村长闻言沉吟了一会，随后拿出一个漆黑色的手镯道：“苍狼王实力强大，老朽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东西，这件黑山羊角手镯便先借你防身，若是你能完成任务，便送给你了。”多谢村长爷爷。杨安接过手镯，心花怒放，果然只要脸皮够厚，就能有收获。对了，村长爷爷，您可认识守株老人？杨安还是忍不住发出心底的疑问。老村长摇了摇头，不曾听说过。杨安，难道真的是我想太多了吗？真的只是巧合？老村长接着说道：“去吧去吧，切记不要越过苍狼王的领地。”为什么？难道苍狼王领地之后还有更恐怖的怪物吗？杨安很好奇，新手村的等级上限就是10级，如果还有比苍狼王更高等阶的存在，那也不是新手玩家们能对付的。老村长一脸郑重地说道：“禁地，村中的村民不得进入禁地，凡是擅自进入之人都十死无生。”好了，老朽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你去吧，希望能给老朽带来好消息。好，村长爷爷再见。第16章冲突。从老村长的院子中走出来，杨安心中多少有些感慨，孙子死亡，儿子如今也下落不明。虽然只是游戏中的 NPC，
老村长的经历还是让人深感同情。收起思绪，先查看一下新得到的2件装备：黑山羊皮甲、黑铁，等级5级，职业要求无，气血值加100，物理防御加38，灵力防御加26，根骨加12。简介：老村长年轻时所获只是一件用黑山羊皮制成普普通通的皮甲罢了，不值一提。黑山羊角手镯，黑铁，等级要求5级，职业要求物攻系，物理攻击加42，敏捷加8。简介：老村长年轻时所获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黑山羊角打造而成的手镯罢了，不值一提。到底有没有关闭装备简介的功能？受不了一点。装备上2件新装备，还有之前获得的黑铁剑和兔王戒指。如今的杨安简直是鸟枪换大炮，属性爆炸。在老村长的 buff 加成下，气血值达到440，物理攻击也高达234点，恐怖如斯。心满意足地关闭了属性面板，在离开新手村前，再次来到铁匠铺找王铁匠，疯狂砍价后，花费400铜币币买了2张初级鉴定符，随后便径直往新手村东门而去。新手村东门之外是1级的土拨鼠，此时依旧有不少人在这里练级。土拨鼠刚刚刷新，只来得及张开双手，啊的一声就被一队队人马围攻，砍翻在地。杨安直接无视这些土拨鼠和抢怪的玩家们，向着正东方向快速前进着。在奔行了10多分钟后，前方出现几道身影，杨安一如既往的无视，直接往前走。跑到近前时，人群中一道倩影突然转身，带着慌乱与杨安撞了个满怀。杨安只感觉一阵清香扑鼻，本能反应下想将其推开，瞬间便反应过来，扶住了少女的双臂。啊！少女惊呼出声，惊慌失措的迅速后退，面纱下的白皙脸蛋浮现一抹红晕。她双手紧紧握住一根新手法杖，防备着杨安，显然是把杨安当作不怀好意之人了。杨安仔细看去，少女一头青丝随风飘舞，皮肤白皙如雪，灵动的大眼睛在小脸上格外耀眼。此时的她眼中带着些慌乱，脸上戴着白色面纱，看不清其面容。妹妹，你别跑呀，哥哥们带你升级。一道猥琐又有些熟悉声音从前方人群中传来。闻声望去，几名头发颜色各异的青年出现在前方。杨安挑了挑眉，真是冤家路窄，这么快又遇见这群理发店精神小伙了。你们别过来！少女转过身，挥舞着手中的法杖，试图赶走他们。少女清灵的声音让这些家伙更加兴奋了，一个个露出了猪哥般的笑容，哈喇子都快流了一地。妹妹啊，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认识一下，我们可是很有实力的。黄毛露出一个自认为很亲切的笑容。我并不想认识你们，滚开！面对几名花花绿绿的精神小伙，少女气愤地说道。然而对面却不为所动，依旧带着和善的笑容，色眯眯地看着他。随后黄毛似乎是注意到一旁的杨安，不由露出凶恶神色，喝道：小子，赶紧滚开，别坏皇爷的好事。杨安，黄毛的话让得一旁的少女侧目看向杨安，想起刚刚自己把他和那些黄毛当成是一伙，不由有些尴尬。不知死活，杨安淡淡道：小子，胆子挺肥啊，我们是腾龙帮会的成员，不想死就滚远点。黄毛兴致被打断，显得有些暴躁。这小子怎么有点眼熟？黄毛看着杨安，眉头微微皱起，向身边的绿毛问道：黄哥，是那个小子？哪个小子？就是之前那个说我们是理发店组合，要不要试试？杨安双手抱胸，不屑地看着黄毛。黄毛见杨安不仅敢出现在他面前，还如此姿态，瞬间便怒火中烧。你要是一直躲在新手村内，我还拿你没办法，既然你赶着来送死，那就怪不得我了。给我上，干掉他，以后只要敢踏出新手村一步，见一次杀一次。黄毛大手一挥，霎时间4名精神小伙便向着杨安冲了去。杨安依旧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把杂毛们放在眼里。呵呵，这小子是吓傻了吧？我看是打肿脸充胖子，想在美女面前耍威风，身体倒是很诚实，紧张的不敢动弹。哈哈，管他呢，这小子屡次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就让我好好教训他。绿毛率先出击，挥剑刺向杨安。负一，一个夸张的一伤害从杨安头顶上冒出，其余名杂毛们的攻击在此时也接踵而至。负一，他们的攻击打在杨安身上都只有系统强制性的1点伤害。怎么可能？绿毛不敢置信，自己已经2级了，还是全力量加点，怎么连防御都破不了？怎么回事？他的防御力怎么高？难道是全耐力加点？杂毛们也都一脸难以接受，自己的攻击落在杨安身上，犹如挠痒痒一般。杨安心中嗤笑一声，自己如今的物理防御已经达到70点，以他们2级的实力，即便全力量加点，也不过30多的攻击力，根本破不了防。叮！你受到玩家黄大仙队伍的恶意攻击。在受到攻击的同时，系统提示就已经出现，受到其他玩家的攻击后可以进行反击，
而且击杀不会红名。这种大部分游戏的常规设定，杨安自然了然于胸。杨安咧嘴一笑，看着眼前的几名杂毛小子：“你们打完了吗？打完了，可就轮到我了。小子，你别得意的太早了。”后方的黄毛眼见小小弟们的攻击没有奏效，从背包中拿出一把菜刀。这把菜刀是他从一名散人玩家手中借的2级的白板武器，附加攻击力高达10点，比新手短剑好太多了。你身上应该是有防御装备吧？如果你现在把它交出来，黄爷我还可以考虑放过你。黄毛有些贪婪地盯着杨安，只怕你没本事拿。已经测试过自己防御了，杨安不想再浪费时间。黑铁剑出现在手中，剑指前方。黄毛已经提着菜刀向杨安冲了过来，菜刀高高举起，就要向杨安砍去。第17章秒杀，小心！旁边的少女小脸煞白，黄毛拿着菜刀砍人的画面对她的冲击实在太大了。面对黄毛的攻击，杨安只见简单的一个撤步便退出了他的攻击范围，黑铁剑轻描淡写地划过黄毛的脖子。负428，暴击！一个恐怖的紫色伤害数字从黄毛头上飘起，好巧不巧地触发了杨安那低的可怜的暴击率。怎么可能？叮！你已被玩家血染击杀。黄毛的血条被瞬间清空，还要道歉杨安300多，身体瘫倒在地。他没有什么复活丹药，现阶段也没有奶妈类职业存在。玩家死亡后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回到新手村复活，并等级掉落1级。周围的杂毛们和那名少女全都目瞪口呆，满脸震惊地望着杨安，显然是无法理解现阶段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存在，简直比 BOSS 还恐怖。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伤害？这个人不是开挂了吧？少女心中震惊无比，虽然对方算是救自己，但是还是挡不住想要吐槽的心。杨安手中的黑铁剑再次挥出，剑尖划过前方空间，一道剑气从长剑中快速飞出，将前方的杂毛们全都笼罩在内。负283，负288，负284，负286，四道恐怖的伤害从杂毛的头上接连飞出，瞬间便将他们秒杀。太厉害了！少女瞪大着双眼，面纱下的小嘴已将张成 O 字。杨安收起黑铁剑，径直往前方走去，在属性装备上的完全碾压，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挑战性。等一下！就在杨安要离开时，少女轻灵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还有什么事吗？”杨安没有转身，只是略微侧过头。虽然少女容颜绝美，或许是他这辈子见过的女人中最好看的那一个，但此时的他却没有任何其他念头，只想去找野猪王玩耍。谢谢你帮我解围，没有你出手，我恐怕就要受他们欺负了。谢谢你，我只是与他们刚好有些过节，不用放在心上。杨安摆了摆手，说完就要再次动身离去。少女见状，赶忙开口向杨安喊道：“哎，你是去练级吗？能不能带我一起？我不会拖你后腿的。不好意思，我习惯了一个人，有缘再见。你也赶紧离开吧，腾龙的人说不定一会就回来了。”这次杨安没有再做停留，直接加快速度离开了这里。少女看着杨安的背影，伸了伸手：“哎，你……”话还没说完，杨安已经消失在了前方树林中。他有些失望地跺了跺脚。杨安的出现和如此的态度，不禁让他产生一些兴趣。不行，要赶紧离开这里，不然那群丑东西又要来了。都怪青姐，怎么不和我在一个新手村？一个人练级也太难了。少女一边说着，一边加快速度离去。新手村复活点，5道白光接连闪烁，复活点出现5名头发颜色各异的青年。黄毛的目光有些呆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杨安的实力会如此恐怖，一个普通攻击就把他秒了，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其他几个杂毛小弟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小子肯定是开挂了，现阶段不可能有人有这个攻击。绿毛率先开口，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怎么办？黄哥，要不要告诉堂主？”“告诉堂主？怎么说？脸都丢光了！你们4个人让人家一下都秒了，还好意思告诉堂主？”黄毛感觉非常耻辱，对着绿毛一顿呵斥。绿毛不敢反驳，只敢在心中吐槽：“你还被人家一个普通攻击秒了呢。”风雪阁那边有消息了吗？黄毛问道。有个兄弟已经发现了风雪阁的练级地点。好，我们现在过去，告诉堂主，就说风雪阁的人不讲武德，抢我们的野怪，还把我们都杀了。好，黄哥英明，黄哥英明啊！绿毛和其他几个杂毛小弟们纷纷称赞，拍上最舒服的马屁。毕竟5人都掉了一个等级，命劫的升级难度又无比巨大，掉落1级落后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肯定要跟龙飞有个交代。对于小弟们的马屁，黄毛很是受用，接着说道：“另外，叫人盯紧新手村各个出入口，绝对不能放过那个小子。新手村的日子还很长，等兄弟们等级和装备都提升上来，我看还有谁敢对我们腾龙帮会不敬。”2个多小时后，杨安接连跨越数个低级怪物领地，
以他现在的攻击力，遇到无法躲避仇恨的低级怪物，随便一两剑就能送这些不长眼的野怪们轮回。前方是一片青翠的竹林，这里都是6级以上怪物区域。在那一根根翠绿色的竹子上，缠绕着一条又一条的青色小蛇，它们与竹身高度相似，肉眼很难分辨得出来。竹叶青，等级7，气血值140，物理攻击力130，防御力10，技能5。简介：擅长伪装，狡猾的小蛇，可别因为体型就小看它。攻击附带剧毒，被咬到还会产生麻痹效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攻高防低的野怪，气血和防御比5级的巨魔兔都要低不少。如果不是杨安眼尖，贸然进入其中，遭受青色小蛇的围攻，哪怕是他也要当场毙命。现在的他还没有能力面对这种数量庞大的野怪，他只有一个群攻技能，而且只能覆盖前方扇形区域，在技能冷却时间，以现在的敏捷属性，还无法做到完美躲避这些青色小蛇。如果再多一个群攻技能的话，在这刷怪练级倒是个不错的选择。杨安没有鲁莽前进，而是选择绕开这片竹林，等实力再进一步，再回来这里。就在他要动身绕过竹林时，突然后方传来一声惊呼：“救命啊！丑八怪，你别追我了！”声音有些熟悉，杨安不禁回头望去，只见一名蒙着面纱的少女正在快速地向着他的方向跑来，后方一只足有脸盆大的黑色癞蛤蟆一蹦一跳地追着他。蛤蟆一边追一边吐着卷舌，试图攻击少女，吓得她花容失色，哇哇大叫着向前狂奔。少女再次险险地躲过蛤蟆的舌头攻击，口中惊叫连连，直到看到前方站着的杨安，才眼睛一亮，仿佛终于找到了救命稻草。他快速跑到杨安的身后，这才有了些许安全感。救我！救我！快救救我！少女躲在杨安身后，看着眼前巨大无比、浑身布满疙瘩的癞蛤蟆，头皮发麻，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第18章天籁之音。杨安看着少女，有些无奈。很明显，他是跟着自己跑到这里来的，不然一个不到2级的菜鸟玩家来这里就是找死。那只巨大的黑色癞蛤蟆很快便跳到了2人跟前，他可不会管眼前的是谁，对着杨安就是一记长蛇攻击。杨安迅速取出黑铁剑，剑身一荡，长剑与癞蛤蟆的舌头碰撞在一起，癞蛤蟆吃痛，怪叫了一声，迅速收回舌头。呱呱！杨安这才看了下癞蛤蟆的属性：丛林巨蛤，精英怪。简介：本是一只快乐的小青蛙，直到有一天吃了一只自称是天鹅的笨鸟，身体发生了某些变化。等级5，气血值2000，物理攻击226，防御力50。技能：阳之甘露，对目标使用甘露攻击，造成每秒攻击20%的伤害，持续5秒。死胖子，遇到你同类了啊！杨安看到这只癞蛤蟆的介绍，不由得想起胖子的游戏 ID 就是叫快乐的小青蛙。没有过多犹豫，杨安长剑一挥，发动技能剑气横扫。-225，丛林巨蛤的血条瞬间被打掉1/10，杨安快速向前冲去，身形扭动间，轻松躲过着丛林巨蛤的舌头攻击。发动技能奋力一击，紧接着长剑顺势上撩，一记普通攻击结结实实打在丛林巨蛤的脑袋上。-225， 173。接连受到攻击，丛林巨蛤的血量掉落1/4。突然一道彩色光华从后方飞来，没入杨安体内。叮！玩家白思瑶对你使用技能天籁之音，你的技能剑气横扫冷却已刷新，并且在10分钟内缩减80%冷却，技能效果增加30%。听到系统的提示，杨安心中很是惊讶，这个技能效果也太夸张了，不仅直接刷新了技能冷却，还增加了一个持续性 buff， 冷却降低80%，伤害还增加30%。黑铁剑横扫而出，再次释放已经被重置冷却时间的剑气横扫。-277。杨安的身形从未停止过移动，释放完技能就补一记普通攻击。本来有5秒冷却的剑气横扫，如今只需要1秒就冷却完毕，在躲过一次丛林巨蛤的长蛇攻击后，就可以再次释放了。-173 miss 173 277 173 173 miss。短短几秒钟，丛林巨蛤的血量就只剩下1/10。在此期间，杨安给白思瑶丢了一个组队邀请，让他也能吃到经验。呱呱！濒死之际，丛林巨蛤口中发出怪叫，腮帮子鼓鼓的，看来是要发动技能了。咳 ，tui， 一团透明液体从蛤蟆口中喷出，而在丛林巨蛤张开嘴巴的瞬间，杨安反应迅速，身体横移，从侧方躲了过去。啊！一声尖锐刺耳的尖叫声从后方响起，杨安转头一看，丛林巨蛤的那团口水结结实实的吐在了白思瑶身上。-42 42，快回血！杨安见他头上接连冒出的伤害，呱！丛林巨蛤本就见底的血量被清空，一声惨叫后，可怜的血量在红药水的作用下瞬间被回满。-42 42加100 42。再次喝下一瓶红药水后，
丛林巨阁的口水攻击终于结束，白思瑶身上也恢复如初，没有留下让他犯恶心的蛤蟆口水。这个癞蛤蟆的口水攻击伤害不高，但是侮辱性极强，让杨安有些哭笑不得。不准笑！白思瑶有些嗔怒，瞪了杨安一眼。好在他背包里有不少红药水，不然可就要被这癞蛤蟆的口水喷死了。他成为命劫第一个被蛤蟆口水喷死的玩家，这要是传出去，哪里还有脸见人？杨安立刻收敛下笑意，嗨嗨，你没事吧？这死癞蛤蟆太恶心了，怎么还有这种技能？白思瑶气得直跺脚，恨不得上去将丛林巨阁的尸体大卸八块。杨安强忍着没有笑出声，转过身看向丛林巨阁的方向。丛林巨阁也非常憋屈，作为一只5级的精英怪，到死都没有摸到过眼前之人的衣角。然而他却不知道，杨安受限于如今敏捷属性，速度并不是多快，只不过他总是能在丛林巨阁发动攻击的那一瞬间就做出反应。如果有专业的格斗运动员看到这一幕的话，定会惊为天人。击杀丛林巨蛤给二人都带来了300点经验，让白思瑶本就差的不多的经验条直接升到了2级。刚刚被口水攻击恶心到，他都还没来得及体会升级的喜悦。丛林巨蛤倒地后，并没有爆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毕竟只是一只精英怪，不是 BOSS。不过还是有2件白板装备以及一些铜币，勉强能用。杨安利索地捡起地上的2件装备，一件是5级的蛤蟆护手，另一件是5级的蛤蟆皮帽，各增加了8点防御力。毫不客气地将2件装备收入囊中，装备在身上。不过那个蛤蟆皮帽刚装备上，就被杨安给取了下来。无他，实在是太丑了，头上顶着一只蛤蟆头，实在是没眼看。杨安直接将蛤蟆头丢给了白思瑶，也不管他要不要。白思瑶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了丢过来的蛤蟆头，有些嫌弃的又丢回给杨安。我都看到了，我才不要这么丑的装备。杨安悻悻地将蛤蟆头再次收入包中，可惜胖子不在一个新手村，不然这个和他简直是绝配。他有些尴尬地转移话题道：你刚刚那个是什么技能？那个叫天籁之音，怎么样？厉害吧？说到这个技能，少女不由有些得意。确实厉害，而且这个技能越是后期，效果会越明显。对于这样一个增益技能，杨安当然不吝夸赞。嘻嘻，这可是我的天赋技能，我还是第一次对别人使用呢。我都说了，我不会拖你后腿的。听着杨安的夸赞，白思瑶脸上写满了骄傲。天赋技能是什么？杨安不解地问道。我也不清楚，一进入游戏的时候，系统就提示我领悟了这个天赋技能。你没有吗？杨安，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怎么我就这么平平无奇？既然白思瑶能有天赋技能，那么说不定还会有其他人拥有。看来命劫这个游戏还有很多隐藏的东西，没有过多去深究。即便自己没有，杨安也很有信心能做到不落后于人。你的这个技能至少目前来说效果很好，等到游戏后期释放完一个大招后，你再重置冷却，那将会非常恐怖。可是这个技能现在只有初级，升级太难了，而且还是随机，不知道等级高了能不能自己控制。而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也有10分钟。杨安心中了然，这样看来才比较合理，不至于太过逆天。10分钟的冷却时间也意味着只能给一个人随机冷却一个技能，前期技能少的时候还是可以的，若是后期不能得到提升的话，就会比较鸡肋。好了，蛤蟆也打完了，我就先走了。第19章独占蛇群。好了，蛤蟆也打完了，我就先走了。杨安说完解散了队伍，便要转身离去。白思瑶见状赶忙跟了过来，用有些撒娇的语气说道：血染哥哥，你就带带我吗？我保证不会拖你后腿的，我的技能也看到了，可以帮助到你的。哟，白思瑶内心也有些受不了自己这副模样了。然而杨安却丝毫不为所动。我这里有一组红药水和蓝药水，都给你，你就带带我嘛，我就一个人，升级很难的。你哪来这么多药水？杨安杀了不知道多少怪，也才10来个初级药水而已。当然是买的，新手村药店里面买的。白思瑶面纱下精美容颜露出了俏皮的笑容。杨安虽然看不到全貌，但从那双弯成月牙的灵动眼睛就能感受得到。药店里的药水高达10个铜币一个，你怎么这么有钱？从别的玩家那里收的铜币。没想到这个白思瑶还是个隐形富豪，竟然这么有钱，直接收购铜币。按现在的比例，2组药水近7个 W 的华夏币，真是舍得。杨安的卡里此刻也不过才12万出头，还是因为刚刚卖了一把法杖才有这么多。好吧，不过我还是习惯一个人，告辞。杨安拒绝了白思瑶的请求，他还是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带着一个人太麻烦了。我只需要混个经验，不会给你拖后腿的。而且我的天籁之音相信对你也有用。见杨安没有动摇，白思瑶有些焦急道：我只需要经验，组队报的装备全都是你的，当然如果有适合我的，可以直接按市价卖给我。对于他来说，钱不是问题，只有经验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装备，
只要有钱他就能买。算了，我不习惯有个人跟着。杨安略作思考，还是一口拒绝了。坦白说，对方的天赋技能在某些时刻确实很有用，但对于他来说，一个陌生女子跟着自己总觉得不那么自在。1万华夏币1小时，你这么有钱？姐有的是钱。怎样？我跟着对你毫无坏处，还能有钱收？白思瑶一脸希冀地看着杨安。行吧。杨安勉为其难地答应，他绝不会承认自己是为了那1万华夏币。放心吧，带着我保证你不后悔。听到杨安答应了，白思瑶满脸笑意，心里开心极了。走吧，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刷怪点，之前技能冷却比较长，还不敢直接去，现在有你的话，倒是可以试试。杨安翻了转身，往竹林的方向走去。白思瑶接受组队邀请，跟上杨安的脚步，来到那片竹林前。他看着前方的竹林，好奇地说道：“就是这里面吗？怎么没有野怪？”杨安黑铁剑指了指竹子上方，那里。白思瑶顺着杨安指的方向仔细看了过去，顿时脸色发白，不由快速倒退，躲在了杨安的身后，差点就要尖叫出声。都是蛇，你待在这里就行。杨安说完就径直往竹林走去。白思瑶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一看到那令人头皮发麻的恐怖青色小蛇，下意识的又退了几步，感觉还是没有安全感，躲在了一颗大石头后边，小心翼翼地伸出一颗小脑袋观察着。杨安先是站在竹林外，向着里边释放了一道剑气，然而你的剑气却像石沉大海一般，毫无效果。看来只能进去了。本来杨安是打算在外边释放技能的，这样就不会被蛇群围攻。他手持着黑铁剑，步伐坚定跨入竹林范围，向前走了数步后，周围10米内的竹叶青小蛇仿佛都感应到了有猎物进入，齐齐睁开了眼睛，阴冷地盯着杨安。换做一个普通玩家，被这族有上百条毒蛇盯着，怕是会感觉到毛骨悚然，背脊发凉。但杨安不会，常年行走在死亡边缘的人，对于这种场面，他没有丝毫畏怯。之前也只是因为自身技能不够，不想做无谓牺牲，才没有进来。白思瑶的天籁之音效果还有5分钟左右，自己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结束前走出来，不然没有冷却缩减效果，怕是很难应对这密密麻麻的怪物。杨安率先发动攻击，长剑在身前划过，一道剑气横扫而出。前方扇形区域内的竹子被拦腰斩断，其上缠绕着的竹叶青有不少受到了剑气伤害。-341、341、341、341 miss， 一连串的伤害数字飘了起来，血量本就不高的竹叶青被直接秒杀。一击之下，击杀获得经验的系统提示音不断从耳边响起。周围的竹叶青像是受到刺激一般，吐着信子从竹子上一跃而下，从四面八方朝着杨安的方向张嘴就要撕咬过来。直到此时，杨安才发现自己想差了。剑气横扫虽然是范围攻击技能，但是却只有一道剑气，只能对剑气路径上的目标造成伤害。命劫可是100%拟真的游戏，那一根竹子上少说缠绕了3、4条竹叶青，一剑过去只能斩断一条，其他的安然无恙。这导致了此时四面八方都有很多的竹叶青一起围攻杨安。虽然他们落地之后剑气横扫的效率可以大大提升，但是目前这1秒的冷却时间内，杨安该如何躲避他们的围攻？预计2秒后，这些毒蛇将会冲到我的位置，不能坐以待毙。1秒后，技能冷却完毕，杨安再次发动剑气横扫。竹叶青落地后，给剑气横扫带来了很好的输出空间。前方一片毒蛇被斩断身体，化作一道道经验光团飞向杨安和白思瑶。不过一条竹叶青的经验还不到巨魔兔的1/3，看来系统也是不想让人在这里过于快速刷级。即便如此，经验获取速度也如坐火箭一般蹭蹭上涨。在竹林外的白思瑶望着那不断飞来的白色经验光团，惊讶不已。剑气横扫刚打开的一道扇形缺口，他本打算往那个缺口冲过去，不料却被周围的毒蛇迅速补上。毒蛇的速度奇快，没有给杨安操作空间。见到这一幕，杨安不由暗骂一声：游戏策划不当人。还有1秒，杨安默数着时间，下1秒后，这数不尽的毒蛇便会将他撕碎。技能冷却，杨安快速释放出一道剑气，将前方毒蛇击杀。与此同时，无数毒蛇距离他只有咫尺之遥。不能死在这里，如果死亡，等级掉落，对他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不能穿戴5级的装备，属性将会大幅度降低。死！无数毒蛇张开嘴巴，露出森冷锋利的獠牙，发出令人恐惧的嘶吼声。死亡的感觉，杨安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他甚至还有些怀念。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安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潜能，双脚快速踏出诡异的步伐。他突破自身属性的束缚，速度快若闪电，在原地留下了一道道残影。所有的毒蛇都扑了个空，甚至有不少毒蛇互相撕咬在了一起。而此时的杨安身形再现，已经是在毒蛇的包围圈之外。成功了！第20章。
自创神技。叮！恭喜你成功自创身法类技能，请为其命名。杨安此时心中充满了激动，感觉全身血液沸腾。5年前，在一处特殊秘地中，他曾得到一块绿铜片，上边记录着数百文字，其上的内容晦涩难懂，杨安一直都无法领悟其精髓，这让他一度以为这个怎么都无法领悟成功的身法是骗人的东西。若不是这东西出自那神秘的地方，杨安根本不可能多看一眼。直到这一刻，在浓烈的求生欲望之下，杨安终于是跨过了门槛。此时的他感觉念头通达，种种思绪不断涌入脑海，5年的积累领悟在此刻厚积薄发。就叫他幻影游龙吧。叮！命名成功。这个名字也是来自绿铜片，杨安继续沿用他本来的名字，迫不及待地打开技能面板，查看其这个新得到的技能幻影游龙神级。当前等级初级，熟练度0.10000，消耗150点灵力值，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效果：瞬间爆发恐怖的移动速度，在原地留下重重幻影迷惑敌人，自身可瞬间移动至10米范围内的任意位置。技能开启时获得 0.1 秒的无敌时间，并获得30点移动速度，持续3分钟。神技，竟然是神级技能！技能效果极其强悍，兼顾逃跑、近身、追击于一身，而且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随着等级提升还会更加强大。只是这升级难度仅仅只是初级，升级便需要1万点熟练度。不愧是神级技能。嘶嘶！突然耳边传来密密麻麻的嘶嘶声，杨安回过神来，刚刚只是暂时解决了危机，并没有真正的安全。就在他打算使用剑气横扫时，却是发现自己的灵力值已经被消耗一空，应该是刚刚领悟并释放幻影游龙后直接抽空的剩下的灵力值。杨安现在的灵力值并不高，补满也只够他使用一次幻影游龙。迅速从背包中拿出一瓶初级灵力药水，补充100灵力值。此时的他已经站在蛇群的包围圈之外，一次幻影游龙改变位置，导致所有的毒蛇全都处于一个方向，向着杨安这个仇恨目标犹如浪潮般疯狂涌来。杨安对于那密密麻麻涌来的青色蛇浪没有丝毫胆怯，一道灵力剑气呼啸而过，数十条竹叶青被拦腰斩断。释放完技能后，杨安迅速后退一段距离，等待剑气横扫的冷却。释放幻影游龙后，在接下来的3分钟内，杨安的移动速度会增加30点。以他现在的速度，即便给竹叶青加个涡轮增压也追不上，需要好好适应一下这个速度，太快了。他现在40多的移动速度，全力之下，一时间有些难以驾驭。很快就将这一波的毒蛇全部清理掉。杨安看了眼自己只上涨了 10% 左右的经验条，很想吐槽升级难度。5级升6级所需要的经验是4级升到5的2倍，杨安估计至少要击杀1000只竹叶青才能升级。你没事吧？突然身后传来白思瑶的声音。因为刚刚战斗不断后退的原因，此时杨安已经站在了竹林的边缘。没事，你过来干嘛？不怕了。他回过头看向已经站在竹林边缘外围的白思瑶。我刚刚看到你的蓝条耗空了，怕你没有药。白思瑶直接丢了半组红蓝药水给杨安，随后迅速转身，如风一般落荒而逃。收起红蓝药水，杨安没有浪费时间，趁着移速 buff 和缩减技能冷却 buff 还在，再次进入竹林，引动了一批竹叶青的仇恨。因为第一波已经清理出了一个安全空间，再加上有移速 buff， 杨安引怪已经很安全了，不会再像之前那般被直接围住。时间流逝，杨安接连清理了2波竹叶青，一共击杀了差不多300多条，让白思瑶的等级直接提升到了4级，而他自己的经验条也再次上涨了 30%。这里的蛇报帅真的是低得离谱，一共400多只竹叶青，只爆了50多个铜币就没了。或许是这个特殊地图的缘故，竹叶青数量密集，虽然个体经验不如正常野怪，但刷怪速度却快得离谱，即便系统降低了爆率也算合情合理。 buff 时间已经结束，得出去了。他很快便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幻影游龙的冷却还有6分钟，白思瑶天籁之音的冷却倒是快结束了。杨安索性随便找了个地坐下休息了起来，从背包中拿出烤好的巨魔兔肉，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顺便补充自己的体力。一旁的白思瑶看着如此享受的杨安，眼巴巴地望着，就差流出口水来。我也想吃，可以给我一份吗？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100铜币。杨安伸了一根手指头。过分，我刚刚还给你一组药水了呢。白思瑶翻了个大白眼。那组药水是带你升级的消耗品。杨安淡定地说道。不过拿人的手短，他还是从背包中拿出一块烤好的兔肉，很是随意地丢给了白思瑶。白思瑶接过烧烤兔肉，眼睛发亮，撕了一小块，侧过身掀起面纱，小心翼翼地往嘴里送去。竟然恢复了20点体力值，效果很好呀。只不过这个味道有些一般。白思瑶吃完，对着烤肉点评了起来。杨安，这不会是你做的吧？他瞥了一眼看起来有些尴尬的杨安。
不是。杨安心中发誓，一定要把烹饪术的等级练上去。白思瑶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就是你做的吧？杨安，不是。白思瑶，就是。杨安。二人吃完烤肉，技能都早已冷却。白思瑶给杨安丢了一个天籁之音，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加在那个唯一群攻技能，而是用在了奋力一击上。奋力一击的冷却时间也从5秒大幅度降到了1秒。如果是在单挑 BOSS， 这个技能倒是可以，不过对蛇群却没什么用。杨安只能用着5秒冷却的剑气横扫了。再次进去竹林，在吸引了仇恨后，杨安开启幻影游龙，获得3分钟移速 buff， 如法炮制的按老方法刷怪。由于剑气横扫的冷却时间恢复正常，杨安刷怪的效率大大降低。3分钟只刷了一波毒蛇，虽然还剩了一些时间，不过却不够再刷一波。杨安果断选择退了出来。第21章，他一定开挂了。在竹林刷怪1个小时后，杨安在竹林杀了个7进7出。此时的竹林已经找不到一条竹叶青，全都被杨安杀了个干净。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6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杨安1个小时升1级，这要是说出去，怕是会让那些拼了命抢老母鸡的人气死，就更别说白思瑶了。他如今已经升到了5级，距离杨安只有1级之差。不过这1级相差的经验就如同鸿沟一般，难以跨越。终于升到了6级，依旧将自由属性全部加在了力量上，保证输出最大化。杨安此时的基础攻击提升到了232点，一剑能砍死2个黄毛。在这里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竹林并没有恢复，竹叶青也没有再刷新出来。看样子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刷新，不然一直在这里高效刷等级，简直跟开挂没什么区别。既然如此，杨安直接离开了竹林。刚走出来，白思瑶便飞快地迎了上来，笑盈盈地看着杨安。对于有这么一个强力的打手，他感到很欣慰。1个小时到了，老板把工钱结一下。杨安看着迎上来的白思瑶开口道：知道了知道了。真是贪财鬼。白思瑶爽快地应道，接着便交易给杨安1万华夏币。谢谢老板，老板大气。看着白思瑶如此爽快，以及立马到账的华夏币，杨安也非常高兴。上午就先到这吧，我下线吃个饭，1个小时后在这里汇合，如果还要继续的话。说完便选择了下线，留下白思瑶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杨安的离开让白思瑶的安全感下降到了冰点，生怕周围突然冒出个什么怪物来。如今的他虽然等级达到了5级，但是没有一件好的装备，估计随便来一个同级怪都能够轻易带走他那脆弱的生命。看了眼杨安消失的方向，白思瑶也选择了下线。五阳市天峦别墅区，这里位于五阳市最中心区域的一座湖心岛屿中，整座岛屿只有10多栋别墅，能入住这里的人都非富即贵。这里的房价，普通人打工10辈子都不一定能买得起。在湖心岛最中心的某个别墅的房间中，躺在营养舱中的白思瑶睁开了眼睛。他缓缓从营养舱中坐起，呆愣了片刻。血染。想起刚刚杨安收到华夏币时的模样，白思瑶忍不住发笑。那绝美白皙的容颜，精致的鼻子之下，嘴角微微翘起，那一抹微笑似乎能够融化人心。若是让外人看见，定能认出她来。她被誉为新生代最美花旦，她的歌声优美动听，沁人心魂。刚出道1年便走向巅峰，成为无数少年心中最完美的女神。杨安下线后，立刻给自己点了一份外卖，再苦不能苦了自己。随后打开论坛，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内容。然而当他打开论坛的那一刻，就愣住了，因为那条被置顶的帖子实名举报玩家血染开挂，乱杀人。帖子内容洋洋洒洒100来字，声泪俱下，痛斥玩家血染恶劣行径，不仅开挂，还恶意动手杀人，还附带了一个视频，正是杨安一剑击杀黄毛和一个剑气横扫击杀4名小弟的视频。视频还很贴心的给几名受害者打了码。帖子一发，热度便高居不下，还在一个恐怖的速度上涨。卧槽，这个伤害也太离谱了吧！这不是开挂，我都不信。我也不信，这才开服多久，不可能有人有这样的输出，肯定是开挂的。开挂狗去死！现在的年轻人总喜欢不劳而获，总想着走捷径，踏踏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不行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真的这么厉害呢？你信他没开挂，还是信我是秦始皇？抵制开挂狗+1。一时间论坛热度火爆，愈演愈烈，玩家们的抵制情绪也越来越强烈。直到官方发布公告说，命劫是集合全球所有国家的力量打造的跨时代产物，不可能存在开挂行为，希望大家安心游戏，这才慢慢平息下来。在官方辟谣后，众人才意识到，如果没有开挂的话，那杨安的实力是有多恐怖。一时间，杨安的论坛账号瞬间便暴涨100万粉丝，玩家们只在意杨安的实力，对于他为何要杀人一点都不在意。他明白，那几个精神小伙将视频发上来，就是想要发动舆论的力量来抹黑他，
估计他们也没有想到官方会出来辟谣，反倒是将杨安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拥有这个粉丝体量，如果他开直播的话，说不定能赚个盆满钵满。不过他却没有这个兴趣，太出名可不是一件好事。现在全网都知道我的攻击很高了，或许也能猜到是我击杀的巨魔兔王。杨安其实是不太愿意让自己暴露在聚光灯下的，看来以后在游戏中要更低调些才行。关闭论坛，他点的外卖也到了，不急不缓的一边吃着，一边思考着自己接下来的规划。杨安想起自己在游戏中的灵活敏捷，看了看自己那行动不便的腿脚，心中有些难以言明情绪。在游戏中自己已经练成了幻影游龙，若是没有脚伤，他真的很想试试能不能在现实中使用。可惜没有如果。再次进入游戏，杨安的身影出现在下线的地方，刚一上线便看到白思瑶小心翼翼地蹲坐在那块大石头下面。看到杨安的到来，他顿时欣喜地站了起来，不过很快又恢复镇定，佯怒道：“你怎么才来？我等了很久了。”杨安笑了笑，看了看那依旧没有刷新的竹林，很随意地回应着白思瑶：“我不是说了1个小时吗？已经超了3分钟了，你不知道这里有多可怕。”白思瑶说完，看了看周围，一副瑟瑟发抖的模样。杨安翻了翻白眼，不与他争辩。既然竹林不刷新，他沿着既定的方向走去。哎，你去哪啊？去杀猪？等等我也要去。11000小时。知道了，不会少了你的。第22章，魔化野猪。穿过竹林，后方是一片山林，山中植被茂盛，到处都是灌木丛。杨安径直跨入山林中，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应该就是野猪们的领地了。白思瑶则紧紧跟随在杨安的身后，生怕周围再出现什么恐怖的东西。沙沙，没走多远，杨安便停下了脚步，在前方的灌木丛中传来一阵阵异响，猎物出现了。杨安手持长剑严阵以待，开口提醒身后的白思瑶。白思瑶紧紧抓着手中的法杖，面对未知的危险，显然有些紧张。沙沙，灌木丛中的生物终于忍不住对杨安他们发动了攻击。只见一只硕大的黑色野猪冲了出来，野猪足有半人高，2颗巨大的獠牙尖锐锋利，粗壮有力的四肢，因为头部长期发力而进化的极其强壮，显得头大为小，然而却更让人觉得攻击性十足。2只小眼睛既清澈又愚蠢。魔化野猪。简介：我们野猪家族无处不在，每一个新手村都有我们的传说。颤抖吧人类，我们终将统治所有新手村。野猪家族万岁。等级8，气血值2000，物理攻击150，防御力30。魔化野猪的攻防属性都很高，特别是那厚实的血量高达2000点。这是目前为止杨安遇到最强的普通怪了，以他现在的防御也挡不住野猪的几下攻击。杨安长剑斜指地面，回头对着白思瑶说道：“开始吧，给我上状态，你自己小心。”随后双膝微曲，力道瞬间爆发，身体俯冲向前，直奔那头魔化野猪。好，白思瑶点头，手中法杖亮起光芒，发动了天籁之音。一道彩色光团从法杖飞出，瞬间便追上杨安，没入他的体内。叮！你获得天籁之音效果，技能奋力一击，技能冷却已刷新，并且在10分钟内缩减80%冷却，技能效果增加30%。现在面对这一只普通的野猪，天籁之音的 buff 只要是给到输出技能上，就能够大大增加他的杀怪效率。片刻后，杨安就已经冲到了魔化野猪身前。看着肆无忌惮，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里的渺小人类，竟敢向自己冲来，魔化野猪愤怒地发出怪叫声。他低下头颅，尖锐的獠牙对着杨安奋力冲撞了过来。面对野猪笨拙的攻击方式，杨安身形灵巧地向左侧方躲了过去，长剑顺势划出。-202。趁着魔化野猪动作僵直时间，杨安发动奋力一击，黑铁剑直接砍在魔化野猪那较为脆弱的后腰。-323。有白思瑶的天籁之音30%的伤害 buff 加成，这一击的伤害非常可观。魔化野猪吃痛，发出杀猪般叫声，愤怒地转过头撞向杨安。而杨安的脚步一刻也不曾停下，直接沿着魔化野猪的尾部绕了过去，拉着魔化野猪转圈圈。横扫剑气。-263。奋力一击的冷却又好了。-323。技能冷却的空隙，补上一击普通攻击。-202。魔化野猪功高血厚，缺点就是不够灵活，一直被杨安牵着鼻子走。看到杨安那丝滑的操作，后方的白思瑶简直看呆了。他很好奇，杨安现实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强？叮！恭喜你击杀魔化野猪，获得经验100点。由于你越级杀怪，获得额外10%经验。从第一次攻击开始，短短5秒时间，魔化野猪便哀嚎一声，倒在了地上，掉落了8铜币，还有一对野猪獠牙。杨安看了眼自己那只是略微蠕动了一丢丢的经验条，
再次感叹这个吉是真的难生，真是抠门，就爆了一点铜币。杨安一边吐槽，一边将野猪獠牙和铜币收入囊中，不忘对着野猪尸体释放着采集术。叮，采集成功，获得野猪肉 X1。杀猪行动已经步入正轨，杨安带着白思瑶慢慢深入丛林中，不断的寻找并击杀野猪。新手村外某处练级点，此时正有30多人在有序的杀怪练级，领头的正是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肥胖男子龙飞。这30多人，有些本来就是腾龙帮会的，有些是这2天新招进帮会的成员。他们非常有组织，几名全耐力或根骨加点的玩家顶在前面，其余人专注输出。大公会在前期开荒上面，比起散人玩家要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将所有的防御装备和药水都优先提供给坦克，以保证能够抗住怪物的攻击。此时，黄毛来到龙飞身旁，低声向他汇报着：“老大，什么时候动手？我已经等不及了。”黄毛满脸兴奋，笑着问道：“别急，风雪阁的人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他们在这个新手村只有10多个人，一旦动手，务必要给他们沉重的打击，让他们永远都翻不了身。”老大英明，抓紧练级，争取今天内全员3级。特别是你们几个，赶紧给我把等级练回来。5个人打1个都打不过，还让人团灭了，说出去我这脸往哪搁？龙飞伸手拍打着自己的胖脸，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怒骂着。显然他早已知道杨安秒杀5个杂毛的事情了。是，老大。黄毛一阵心虚，低头不敢多言。他本来想好了祸水东引，嫁祸给风雪阁的人，也不至于自己太丢脸的。奈何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龙飞竟然提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找到那个人了没有？还没有，自从杀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去找过，在各个练级地点都没有发现他。老大，这个游戏的地图比起以往的大太多了，而且我们的人手不是很够，所以找起来比较有难度。继续去找，我就不信找不到他，竟然完全不把我们腾龙帮会放在眼里。还没有一个人动了我们的人后还能安然无恙的。猛虎不发威，总有些人以为我们是病猫。龙飞语气低沉，话语间充满杀意。好，我让人继续去找。继续练级。龙飞法杖一挥，一道凌厉攻击飞出，击杀前方一只丝血的3级山鸡。第23章剑斩精英怪。杨安此时正在野猪丛林中有序的杀着魔化野猪，一路上基本无惊无险。这些魔化野猪对于拥有天籁之音 buff 加成的杨安来说毫无压力，而且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幻影游龙来增加速度，就能轻易躲避开魔化野猪的攻击。3个小时后，杨安一剑将一只魔化野猪击倒在地。呀，爆装备了！随着野猪的倒地，眼尖的白思瑶呼喊出声。杨安也注意到了地上安静躺着的一条腰带模样的装备，将其捡了起来。野猪腰带，品质白板，等级要求6级，职业要求通用，气血值加50，灵力值加30。简介：用新手村里低级的野猪身上的皮制作而成的腰带，保留了野猪血后的特性。野猪套装1/3，2件套，气血加20，根骨加5。3件套，攻击加20，力量加5。竟然是套装部件，虽然只是6级的白板腰带，我正好可以装备。杨安想了想，接着道：如果之后打到适合你的东西，也可以优先分配给你。坦白说，没有白思瑶在，自己也能完成击杀，但不得不说，对方的天赋技能极大的加快了自己刷怪的速度，且有他在，以后也可以尝试击杀更强大的 BOSS。怪都是你打的，爆出的东西理应都是你的，我要的话会用钱买。白思瑶大方地说道。虽然自己丢了几个天籁之音给杨安，但这技能几乎无损耗，自己感受不到有出力。且看杨安的操作，没有他一样能杀。见白思瑶坚持，杨安不再多说，将野猪腰带穿在身上。此时他的血量已经来到了460，比目前全根骨加点的坦克血量都要多。走吧，继续。杨安带着白思瑶继续寻找魔化野猪。虽然没有了竹叶青的那种恐怖刷怪速度，但是魔化野猪的经验也相当丰富，而且数量也不少。突然前方传来一声野猪吼叫声，杨安在这里杀了3个小时的魔化野猪，一下就能听出来，明显比普通的魔化野猪声音要洪亮得多。2人循着声音来源的方向，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没过多久，便看到前方的丛林中正有一只体型硕大的黑色魔化野猪，它的身后还跟着2只体型较小的魔化野猪。魔化野猪头领精英怪。简介：山中无老虎，我就是大王。小王也行。等级8，气血值10000，物理攻击250，防御力60。技能：野猪冲撞，发动全身力气，冲向目标，对冲撞路线上的所有目标造成200%伤害，并眩晕2秒，冷却5分钟。这野猪头领的属性很强，除了攻击比巨魔兔王稍差些，血量与兔王相当，防御甚至比兔王还要高20点。怎么办？
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能打吗？白思瑶小声地问道。可以打，给我上状态，然后老规矩躲到后面去，小心点不要拉倒仇恨，不然我可不一定能救你。虽然这野猪头领很强，但是杨安也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属性已经大幅度提升，再也不会像之前挑战巨魔兔王那般需要磨好几个小时。好，白思瑶点点头，发动天籁之音，随后便后退躲了起来。以他的属性，在这里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影响杨安的战斗。这次冷却 buff 给到了剑气横扫，不错，正好需要这个技能。除了野猪头领外，还有2只普通的魔化野猪，冷却 buff 能给到剑气横扫，再好不过了。杨安手持长剑，缓步上前。啊！已进入野猪头领的仇恨范围，杨安便感受到了他们热情的相邀。远远的杨安便挥动手中长剑，先送他们一份小礼物。-275 323 Mass， 2道伤害从3只野猪头上飘起，另外一个被 miss 掉。随着等级之间的差距缩小和杨安敏捷属性的提升， miss 的概率会越来越小。杨安都在考虑要不要加一些敏捷属性来提升命中率，毕竟只有打中敌人才能有伤害，打不中伤害就是0。野猪头领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欺负？愤怒的他扬起巨大的獠牙，向杨安发动了技能野猪冲撞。他速度突然大增，大队在那庞大的身躯奔跑下咚咚作响，眨眼间便冲到了杨安的身前。如果这一击杨安被击中，造成2秒的眩晕时间，那么他很可能就会饮恨当场。来得好！面对来势汹汹的野猪头领，杨安却丝毫没有慌乱。就在野猪头领距离杨安只有咫尺之距的瞬间，杨安动了。幻影游龙，当！野猪头领的冲撞技能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杨安的身上，然而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那是幻影游龙那 0.1 秒的无敌效果。杨安精准地利用幻影游龙那短暂的无敌，免疫了野猪头领的攻击。他竟然对时机把握如此精确。在这一瞬间，杨安的身影突然幻化消失，在原地留下数道残影。他出现在侧方10米的位置，又是一道剑气甩出，飞向那2头还在奔跑着的魔化野猪。-323 323。3头野猪再次被杨安的仇恨吸引，齐齐调转方向，朝杨安冲了过来。野猪头领技能释放完，有5分钟的冷却时间，此时只能靠自身的速度去追杨安。而杨安在使用了幻影游龙之后，移速大增。又是一场典型的风筝打法，杨安不断调整着自己的位置，始终与3头野猪保持着合理的攻击距离。10多秒后，2头普通野猪纷纷倒地，只剩下野猪头领苦苦追逐着杨安。魔化野猪头领，这该死的人类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回应他的是一道又一道剑气。Miss 275 275。1分钟后，魔化野猪头领在一声哀嚎中倒地不起。叮！你击杀魔化野猪头领，精英怪，获得经验500。爆东西了！在魔化野猪头领的尸体旁掉落了几件物品。我来了，我来了！一听到爆东西了，白思瑶兴奋地冲了过来。那就你来摸装备吧，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杨安笑了笑，示意白思瑶前去摸装备。摸装备是一门玄学，很多人认为怪物死亡后爆出来的物品已经确定，无论怎么摸都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根据薛定谔的猫理论，只要还没有捡起来看到，那么地上的任何东西都是未知的，运气好的人或许可以摸出更好的装备来。通过这么多战斗、掉落等，杨安感觉自己的运气只能用一般来形容，绝对不会是那种隐藏的气运之子。好，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姑娘的运气。白思瑶俏皮一笑，走上前去。第24章甘露诀。白思瑶快速跑到魔化野猪头领的尸体旁边，地上安静地躺着几件物品和几十个铜币，伸出白皙修长的小手，从地上捡起第一件物品。M 是野猪套装部件，虽然是一件白板装备，不过是你要的东西。白思瑶随手便将其丢给了杨安，看到是白板装备，有些小失望，虽然他身上都没什么装备。野猪皮帽，品质白板，等级要求6级，职业要求通用，物理防御加10，灵力防御加8。简介：用新手村里低级的野猪身上的皮制作而成的皮帽，能增加少量防御。野猪套装1/3。2件套，气血加20，根骨加5。3件套，攻击加20，力量加5。正好凑齐野猪2件套。虽然是只是白板装备，杨安却是很满意的装备上，套装附带的属性又能给他带来大量气血加成。哇，爆了个戒指！可惜又是白板。白思瑶惊喜的声音传来，打断杨安的思绪。所有装备中，戒指、手镯和项链这3个首饰类的爆率是最低的，杨安也算是运气好，兔王爆了一个戒指，老村长借了一个手镯。白思瑶将戒指属性发到队伍频道。青灵戒指，品质白板，等级要求5级，
职业要求：灵弓系，灵力攻击加12。简介：无，连简介都不配拥有的戒指，杨安不由心中暗暗吐槽。嘻嘻，这个就归我了。他高兴地将青灵戒指戴在纤细的左手食指上，伸出手反复观看了几遍。这戒指一看就是个女款，虽然看起来很廉价。随后不忘立马给杨安赚了1万华夏币。对于装备的市场价值，他远比杨安了解得多。你也出了力，这戒指你拿去，不用转我钱，反正我也用不上。见白思瑶真给自己赚了钱，杨安赶忙说道。如若白思瑶完全打酱油还好说，可事实是对方也出了力。嘻嘻，姐有钱，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天籁之音这技能我就是随手一丢，完全不费力。白思瑶眨了眨双眼，俏皮地说道。最后一件了，看看是什么。没有理会发愣的杨安，白思瑶将地上最后一件物品拿了起来。这是一本书籍，眼尖的杨安已经发现它的白色封面注定不会是特别好的东西。咦，这个是？白思瑶拿着手中的书籍，愣愣地看了半晌。怎么了？这应该是本白色技能书吧？有什么问题吗？杨安见他这副模样，不由好奇问道。是一本白色技能书，不过却不是一本普通的白色技能书。喏，你看看。白思瑶将技能书递给杨安，杨安伸手接了过来，定睛一看，不由小小惊讶了一下。甘露诀凡级，效果：释放甘露诀治疗单体目标，治疗效果为目标气血上限10%分耗加自身灵力攻击 105%， 并使目标获得回春状态，每秒恢复灵力攻击 20% 气血值，持续5秒，冷却时间5秒。职业要求：灵弓系，新手，治疗类、辅助类职业。注：灵弓系新手可学习，10级后转职成非治疗类、辅助类职业后，技能将会被回收。竟然是治疗类的技能！要知道，命劫在新手村期间是没有治疗类职业的，那么一个治疗类的技能对于团队来说收益将会非常高。所以这虽然只是一个白色的凡级技能，价值却不可估量。这本技能书就给我吧，反正你也学不了。说完也不等杨安回答，立马给他转了10万华夏币。这个技能这么值钱吗？杨安看着秒到账的10万华夏币，生生把让他不用转钱的话咽了回去。你要知道，现在这本技能书如果放出去，只怕那些大势力会抢得焦头烂额。拍卖的话，我感觉至少也能卖10万左右。不得不说，白思瑶对于命劫里面装备物品的价值了解度，让杨安都感到诧异。说完，白思瑶直接使用了这本技能书，他终于迎来了除天赋技能以外的又一个技能。以后我就可以帮忙加血了，再也不是那个放完天籁之音就只能在后边无所事事的咸鱼了。刚觉得自己以后的作用即将大大提升的白思瑶，突然想起杨安的血量好像从来都没有掉过，怎么感觉自己学了，又好像没有学呢？走吧，继续刷怪。杨安将地上的几十枚铜币捡起，随后在所有野猪尸体上释放了一道采集术，获得野猪肉3份。精英级的野猪头领只是开胃菜，杨安的目标是这里的 BOSS 野猪王。继续向着丛林深处走去，不断有野猪出现，都被杨安一一击杀，成为他们经验条前进道路上的养分。2个多小时后，二人来到一片山谷前，杨安挥了挥手，示意白思瑶停下脚步，随后小心翼翼地来到谷口处。叮！你发现新地图野猪山谷，这里危险性较高，请小心谨慎。看来系统也认为这里的怪物不好对付，以前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提示。杨安站在谷口处，鬼鬼祟祟地朝里面望去。这座山谷并不大，只见山谷中央位置有一头体型巨大的野猪，正闭着眼睛休息着，还有一只体型略小的野猪头领和4只普通魔化野猪，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将野猪王围在中心位置。杨安微微皱着眉头，心中寻找着对策，怎么办？如果只有一只野猪王，那他可能就直接冲上去与他大战300回合了。他仔细观察着场上野猪的分布，野猪头领左右各有2只普通野猪，呈环形状将野猪环绕在中心。野猪王的仇恨范围肯定要比普通的野猪要大，如果贸然上去，必然会惊动野猪王，同时面对众多野猪的围攻。场上的每一只野猪之间的距离6米左右，根据他5个多小时刷野猪的经验，普通野猪的仇恨范围只有8米。杨安很快就想到了对策，必须先解决普通野猪和头领，暂时不用给我上天籁之音，留着一会打野猪王的时候用。他安回头和白思瑶说道。好。白思瑶点了点头，听从杨安的指挥。杨安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石块，拿在手中掂量了几下，随后瞄准一头最边缘的普通野猪砸了过去。石块从空中划过，精准地命中那头野猪。-1，虽然伤害低得可怜，但却成功拉动这头野猪的仇恨。从野猪头顶飘起，美梦被打断的野猪瞬间被激怒，口中怪叫一声，向着杨安的方向就冲了过来。而这头野猪最近的那一只也同时被牵动了仇恨，紧随其后向杨安的方向跑了过来，其他的野猪们则无动于衷。来得正好，杨安持剑
淡定地等待着飞奔而来的2头野猪，将这2只野猪拉到较远的位置，杨安才动手，剑气横扫，负263，在杨安绝对的实力下，很快2只野猪便被击杀。随后他如法炮制，再次引动另外一侧的野猪，将野猪王的护卫们逐个击破，化作惊艳光团没入体内，只剩下野猪头领和野猪王了。杨安抛了抛刚刚捡起的石子，速战速决吧！再次丢出石块，将野猪头领吸引过来。天籁之音，杨安向身后喊道。话音刚落，一道光芒便从身后飞来，没入他的体内。冷却 buff 给到了剑气纵横这个技能，在强势的 buff 加成下，野猪头领也没能在杨安手下撑多久，很快便被杨安砍翻在地。这次的野猪头领只掉落了1件5级的白板布衣，杨安已经有了青铜级的黑山羊皮甲，就将其给了白思瑶。休息一下，等待天籁之音的冷却，然后再去挑战野猪王。杨安随便找了个地坐下休息，拿出烤兔肉就吃了起来。我们真的要打那头猪王吗？就只有我们2个爷，而且我还是个打酱油的。白思瑶心中有些忐忑，那可是 BOSS 啊，随随便便一击就能秒杀他的存在，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杨安淡定地笑了笑，脸上充满自信。第25章激战猪王。2人吃饱喝足，杨安站了起来，望向山谷中心位置呼呼大睡的野猪王。黑棕野猪王 BOSS 黑铁级。简介：我乃新手村的王者，卑微的存在们臣服于我。等级8，气血值5万，物理攻击480，防御力100。技能：野蛮冲撞。黑棕野猪王发动全身力气，冲向目标，对冲撞路线上的所有目标造成300%伤害，并眩晕5秒，冷却5分钟。大地践踏。黑棕野猪王使用蛮力重击大地，造成地震，对黑棕野猪王周围10米内目标造成每秒50%伤害，持续5秒，冷却10分钟。野猪王的怒火，被动，效果1：黑棕野猪王性格残暴嗜血，极其记仇，一旦惹怒他，将会受到他无休止的攻击，无法丢失仇恨。效果2：血量每降低10%，攻击增加2%。杨安将黑棕野猪王的属性发到队伍频道，白思瑶看着野猪王的属性面板，震惊的小脸有些发白。这也太恐怖了，我们还是别打了吧。白思瑶有些打退堂鼓，毕竟野猪王这个属性，就是1万个他来都要被秒杀，毕竟好不容易才升到了5级，掉1级可是很难练回去的。别慌，大不了就是掉1级而已，来都来了，不试试可就太遗憾了。杨安给了白思瑶一个坚定的眼神，露出自信的笑容。白思瑶看着杨安那坚毅的面庞，呆愣了片刻，似乎也受到了杨安的感染，突然感觉野猪王好像也不是那么可怕了。别担心，不过是个 BOSS 而已，而且有你的辅助，也不是没有机会拿下他。杨安注意到白思瑶有些失神，以为他是因为害怕而发呆。好，那就听你的吧，我会给你加血的。白思瑶回过神来，赶忙说道。行，不过你要与 BOSS 保持15米以上距离，随时应对他释放技能。白思瑶点了点头，抱着法杖笑嘻嘻地说道。你不说我也不会过去的，我这脆弱的小身板，随便挨一下都得散架。杨安笑了笑，抽出黑铁剑，那就开始吧。他毅然走上前去，一步跨入距离野猪王15米，进入了野猪王的仇恨范围。野猪王瞬间惊醒，从睡梦中惊醒，睁开2只散发着红芒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侵入自己领地的渺小人类。吼！黑棕野猪王发出不同寻常的怒吼，右脚不断地刨着地面，随后埋下头颅，顶着尖锐锋利的巨大獠牙，向杨安发起了野蛮冲撞。野猪王的冲撞速度非常快，迅速拉近了与杨安的距离。他那庞大的身躯使得地面都在跟着颤动。面对野猪王的野蛮冲撞，杨安不慌不忙，黑铁剑在手，迎着野猪王就冲了上去。在前进的过程中，白思瑶天籁之音的彩色光华已经追了上来，为他的剑气横扫附加增伤和冷却 buff。 说来也奇怪，在杀猪的这几个小时，白思瑶的天籁之音效果从来没有给到过幻影游龙这个技能，或许是因为这是个神级技能，以天籁之音目前的等级很难作用到神级技能上。杨安与黑棕野猪王这距离瞬间逼近，他可不会傻乎乎的撞上去，野蛮冲撞300%的技能伤害，被撞上怕是会直接归西。在野猪王的巨大獠牙距离只有3米时，杨安脚步变换，身体迅速从侧边滑了过去。长剑寒光一闪，杨安与黑棕野猪王交叉而过。负132普通攻击。黑棕野猪王依旧处于野蛮冲撞的技能效果内，身体继续向前冲了5米距离才停下来。杨安也停下了脚步，一道剑气横扫而出，直奔野猪王而去。负211。野猪王愤怒的仰天怒吼，一边的白思瑶小脸有些发白，身体却非常诚实的跑开，拉开与野猪王的距离。野猪王的仇恨被杨安稳稳的拉住，他甚至没有多看白思瑶一眼，再次向杨安发起了冲锋。不过由于野蛮冲撞技能还在冷却中，
野猪王只是正常的向杨安发起撞击，他的速度有明显的下降，不过比起杨安还是要快上一些。杨安没有再次迎上去，他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一边后退着，一边释放远程的剑气横扫，将战场引到山谷最深处，谷底周边都是山石峭壁，其上乱石林立。野猪王面对这个只会逃跑的敌人，显然是愤怒到极点，不过以他的速度，很快就要追上这个可恶的人类了。他发誓一定要在他的身上穿几个窟窿。杨安的速度是要慢于野猪王的，在几番拉扯追逐下，野猪王已经到了近前，再也无法拉开安全距离。野猪王终于找到机会，巨大的獠牙直接顶向杨安。杨安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手中长剑下意识格挡在身前，与野猪王的巨大獠牙碰撞在了一起。负390，没有系统提示，想要精准的被系统判定为格挡，显然不是容易的事。一个恐怖的伤害从他头上飘起，血条瞬间消失近80%。如果不是他得到野猪套装2件套，加了不少血量，只怕这一击就能将他带走。加134，紧随其后一道绿色数字飘起，杨安的血量恢复了不少，正是白思瑶刚刚学到的甘露诀。这一记甘露诀用的恰到好处，几乎是野猪王造成伤害的同时，便释放到了杨安的身上。杨安不由惊讶白思瑶的意识与操作，看来在奶妈职业上有非常高的天赋。没有过多的思考时间，杨安迅速喝下一瓶红药水，将血量再次拉上来一些。接下来他必须小心谨慎。红药水有2秒冷却，白思瑶的甘露诀冷却也有5秒，而甘露诀那每秒只有15点的持续回血，对目前的局势来说起不到作用。在血量没有恢复前，不能再受到攻击。黑棕野猪王一击得手，发现眼前的人类并没有倒下，瞬间便激起了他的怒火。他口中发出怪吼声，随后人力而起，2只前蹄眼看就要重重踩踏在地面上，正是他的另一个主动能大地践踏。第26章斩杀，快退开！杨安急忙朝白思瑶喊了一声。白思瑶本来就时刻保持着距离，此时和野猪王相距较远，略微退后，跑出了技能区域。咚咚咚，黑棕野猪王的双蹄落地，大地发出咚咚巨响，不断颤动，一道无形的地震波以野猪王为中心地上向四周震荡而去。负195，杨安首当其冲，受到地震波的伤害，刚刚才恢复过来的一点血量又瞬间被打残。他看了一眼血量，只剩下194点，野猪王的任何攻击都有可能直接结束他的生命。幻影游龙，杨安当机立断使用了保命身法技能，直接退出黑棕野猪王大地践踏的技能范围，身影出现在10米开外。眼看着杨安跑出技能范围，黑棕野猪王却没有任何动静，依旧保持着站立的姿势。看来野猪王的这个技能发动后会僵直在原地，直到技能结束。这个技能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敌人有远程技能且站在10米之外，那么野猪王在接下来的5秒钟都会成为一个活靶子。而杨安正好有一个远程技能剑气横扫，而且是拥有白思瑶天籁之音 buff 的剑气横扫。剑气横扫的攻击距离刚好是10米，理论上来说，杨安站在野猪王大地践踏技能范围外，那他的剑气横扫也一样是打不到野猪王的。但是他发现释放出的剑气呈一道弧形，在弧顶处正好超过了10米一点点。杨安瞄准野猪王释放剑气横扫，一道道剑气横扫而出。负211 miss 211 211，接连4道剑气攻击后，野猪王终于停止了大地践踏。憋屈愤恨的他再次向杨安发起了冲锋。杨安在使用了幻影游龙之后，移动速度已然大幅度提升，已经远远超过野猪王，很轻松地保持着距离，每秒一个剑气，典型的风筝战术，拉扯着野猪王。野猪王技能都在冷却中，一直被杨安牵着鼻子走，既愤怒又无奈。野猪王血量持续下降，在短短3分钟内，杨安已经打出近3万的输出，但是野猪王自身的回血极快，仅仅只掉落了1/5血量。看似一切都很顺利，然而现在才是最危险的时刻。在没了幻影游龙的加速 buff 后，杨安的速度大减，在几番拉扯下，很快就被野猪王追上了。黑棕野猪王愤怒地咆哮一声，释放着内心的憋屈。这个可恶的人类戏耍了他整整3分钟。他略微低下头颅，锋利的獠牙对准杨安，发起了愤怒的冲锋。此时的杨安已经被逼到谷底的石壁前，已经没有退路。他死死地盯着野猪王，那庞大的身躯越来越近。就是现在！就在野猪王的那锋利的獠牙距离杨安只有半米距离时，杨安双脚发力，身体瞬间向侧方一个驴打滚躲了过去。砰！一声巨响充斥着整个山谷，黑棕野猪王直接撞在石壁之上，巨大的撞击力使得石壁都有些晃动，上方不断掉落着一些碎石。野猪王身体一僵，巨大的撞击让他陷入了眩晕状态。好机会！杨安迅速上前，释放了所有输出技能，之后一剑又一剑砍在野猪王身上。负211 miss 177 132 miss 211 132，
野猪王的血量在缓慢地掉落着，在野猪王清醒之前，杨安再次拉开了一段距离，释放着远程攻击。杨安再次站在了一面石壁前，剑气不断攻击着野猪王，吸引着仇恨，如法炮制，使野猪王再次陷入眩晕状态。愚笨的野猪王就这样被杨安戏耍，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很快10分钟过去，白思瑶天籁之音的 buff 消失，剑气横扫恢复到了5秒冷却，杨安的输出慢了下来。就在杨安想要招呼白思瑶时，那道熟悉的光团从远处飞来，没入他的体内。叮！玩家白思瑶对你使用技能天籁之音，你的技能幻影游龙冷却已刷新，并且在10分钟内缩减 80% 冷却，技能效果增加 30%。天助我也！杨安内心狂喜，这么多次天籁之音终于适用在了幻影游龙上了。此时幻影游龙的冷却只有2分，这意味着他在10分钟内可以无缝衔接。此时的野猪王2个技能都已经冷却完毕，再次向杨安发动技能野蛮冲撞。杨安此时自信满满，直接迎了上去。在靠近时，幻影游龙释放，免疫了野猪王的攻击。在天籁之音 buff 加持下，移速加成达到39点。有如此高的移速，杨安索性直接和野猪王近身搏杀，野猪王甚至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杨安一直在高速奔跑，时刻保持自身处于野猪王的身后，不断的攻击着。野猪王释放技能大地践踏时，他便快速退出技能范围，等待5秒后再次贴身攻击。整整10分钟时间，野猪王的血量在杨安的疯狂攻击下只剩下1/5。10分钟一过，白思瑶的 buff 就插秒补上，再次落在了剑气横扫之上。没有了高额移速，杨安便利用石壁和野猪王的愚笨的进攻方式，慢慢将其血量磨下去。大局已定，野猪王已经无法对杨安造成威胁，他只要小心谨慎一些即可。3分钟后，杨安一剑插入处于眩晕状态的野猪王身体内，终于将其血条清空。野猪王哀嚎一声，倒在地上，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爆。叮！你成功击杀黑铁及 BOSS 黑棕野猪王，获得经验1万，声望100点。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7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叮！由于您所在队伍完成黑棕野猪王首杀，获得额外奖励经验加5000，声望50，银币10。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选择隐藏 ID？ 隐藏。白思瑶同样选择了隐藏 ID。叮！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某某，玩家 XXX 完成黑铁 BOSS 黑棕野猪王首杀，奖励经验5000，声望50，银币10。连续3遍全服公告，让本来枯燥刷怪的玩家们再次沸腾起来。2个人的队伍就能杀 BOSS 了？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确定这个游戏没有充值买道具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昨天不还有人杀了巨魔兔王吗？这能比吗？这野猪王可是8级的 BOSS， 我偷偷跑去看过，那属性技能简直能吓死人，随便一个喷嚏就能秒了我，这不合理！我不信。某新手村巨魔兔王领地，哥哥，都有人杀野猪王了，你怎么还没把这个小兔子打死？少女在旁一边攻击着巨魔兔王，一边调侃道：哪里来的这么多变态？男子不以为意，不断的与巨魔兔王周旋，时不时出剑，牢牢拉住 BOSS 的仇恨，击杀 BOSS 只是时间的问题。人家好累，想休息了。少女嘟着嘴，有些撒娇。磨了这么久，终于只剩下 10% 的血了，再加把劲，打完就休息。男子鼓励道，手中短剑出手更快1分。呼，终于成功了。杨安长长舒了一口气。与野猪王的战斗虽然时间比巨魔兔王要短得多，但是危险性比巨魔兔王要高得多。白思瑶在一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天赋技能，杨安只能慢慢磨，或许又要花上数个小时才能将 BOSS 磨死。第27章收获。哇，你太厉害了，竟然真的能杀死这头 BOSS。 白思瑶看着杨安，眼神中充满星星。击杀野猪王后，他的等级也升到了6级，自从抱住杨安的大腿，他的等级就一飞冲天，根本停不下来。这场战斗你功不可没，有你的那个天赋技能，我才有机会杀了他。杨安被白思瑶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白思瑶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一股清灵的气息，特别是他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你就别安慰我了，看你后面的打法，即便没有我也能成功击杀他，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他虽然一直在打酱油，但是对场上的战斗却看得很清楚。杨安摸了摸鼻子，笑着说道，那不得打到猴年马月去，我可坚持不了这么久。好了，去摸装备，看看这野猪王爆了什么。还是我来摸吗？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摸装备环节，白思瑶灵动的双眸开心的弯成月牙。你去吧。杨安点点头，他对自己的运气不抱什么期待。白思瑶开心的一路小跑，来到黑棕野猪王的尸体旁，那里爆了一地的各种物品，蹲下身体，将地上所有的物品都捡了起来。野猪套装3件套，整整1套。白思瑶率先拿出3件白板装备，全部都丢给了杨安。杨安接过装备，留下1件鞋子，
将另外2件又给回白思瑶。我要这1件就够了，这2件给你吧，别转钱，这次你起了很大的作用。姐有钱，再给钱我可不敢带你了。杨安翻了翻白眼，行，那我可就收下了，谢谢。白思瑶也不再推辞，将2件野猪套装收下。他虽不缺钱，但对于杨安主动把装备分配给他，心里还是忍不住高兴。野猪战靴，品质白板，等级要求6级，职业要求通用，物理防御+10，灵力防御+8，移动速度+3。简介：用新手村里低级的野猪身上的皮制作而成的靴子，穿上它你将健步如飞。野猪套装1/3，2件套，气血+20，根骨+5； 3件套，攻击+20，力量+5。杨安直接替换掉身上的兔皮靴，激活野猪套装3件套，效果实力又更进一步。他还没来得及欣赏自己的属性，白思瑶的声音再次响起：哇，2件未鉴定的黑铁级装备，这得值多少钱？白思瑶兴奋地惊呼出声，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黑铁级的装备。白思瑶将2件装备都递给杨安，但是眼神却一直停留在其中1件披风上。原本他可以心安理得的花钱买，但这次杨安明确不让他转钱，他反而不好意思了起来。杨安拿出之前在王铁匠那里购买的初级鉴定符，对着2件装备使用。魔法披风，黑铁器，等级要求7级，职业要求灵工系，物理防御20，法术防御26，灵力攻击+20，灵力+12。简介：用黑棕野猪王的鬃毛缝制而成的披风，具有不错的灵力，怪不得白思瑶会一直盯着他，这件装备简直是灵工系玩家梦寐以求的。杨安也没有犹豫，将披风给了白思瑶，自己又穿戴不了，要来也没用。白思瑶高兴地接过披风，将其放在背包中。他现在的等级没有达到装备要求，看着躺在背包的披风还不能穿戴，惹得他心里痒痒的。杨安看向了另外1件黑铁级装备，彗星项链，黑铁器，等级要求8级，职业要求物攻系，暴击率正 5%， 暴击伤害正 10%， 敏捷+15。简介：承受我的愤怒吧。野猪王真是慷慨，报了2件黑铁装备，而且都是最难出的部件。这件项链附加15点敏捷，正是杨安目前迫切需要的属性。5%的暴击率，聊胜于无，只能随缘触发了。在与怪物之间存在等级差距时，命中属性不够就会出现大量 miss， 所以必须要尽可能的提升敏捷，只有命中敌人才能打出伤害，否则就是零输出。还有一个卷轴，你看。白思瑶将一个黑色卷轴递到杨安面前。召唤卷轴，召唤黑棕野猪王协助战斗，持续3分钟。野猪王的属性与使用者属性有关。这卷轴就给你吧。杨安没有拿卷轴，他得到彗星项链和凑齐野猪套装已经足够了。可是我已经得到很多了。他感觉自己一直都在打酱油，就拿走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的。没什么可是，我说了，这一战你的天籁之音至关重要，没有你，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快杀掉野猪王。更何况这个卷轴对我来说用处不大，你就拿着吧。杨安觉得这种召唤卷轴对自己来说用处不大，召唤出来也承受不住 BOSS 的攻击，还不如给白思瑶，他没有输出技能，正好留着防身。好吧，那我就收下了，这些银币铜币就都给你了。白思瑶将召唤卷轴收起，指了指地上的几枚银币和上百枚铜币。杨安快速地将地上银币铜币都收入包裹，随后对着野猪王的尸体发动采集术。叮，采集成功，获得黑棕野猪王的獠牙 X2。叮，采集失败。叮，采集成功，获得黑棕野猪王的皮 X1。又是接连几次失败后，终于采集到了杨安需要的东西。叮，采集成功，获得黑棕野猪王之心 X1。我们接下来去哪里？白思瑶见杨安采集完，开口问道。我打算回一趟新手村，交个任务。好，那咱们走吧。白思瑶死死抱住杨安的大腿，他可不想松开。先打钱。好好，不会少了你的。白思瑶瞪了眼杨安，随即赚了1万华夏币作为带杨安他升级的报酬。就在二人要离开时，杨安眼尖地发现山谷最深处有一个隐蔽的洞窟，外围被树木和断枝遮挡，之前一直都没有发现。那边有个山洞，过去看看。杨安率先走了过去，想要一探究竟。来到近前，这个山洞并不是很大，里边到处铺满杂草枯枝，还时不时传来一股恶臭。看来这里应该是那野猪王的巢穴了。哟，什么东西，臭死了！白思瑶捂着鼻子，表情痛苦。杨安仔细观察了一遍，随后用长剑将地上的枯枝掀开，地上露出2块有银色纹理的石头。获得密银矿 X2， 将2块矿石收入背包，以后再慢慢研究其用处。走吧。仔细探寻山洞后，发现确实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杨安开口道。不用杨安的提醒，白思瑶已经飞快地跑出去了。
第28章进阶任务。先回去吧，这游戏地图太大了，回去一下又要浪费不少时间。走出山洞后，杨安对着白思瑶喊道，然后便向新手村的方向跑去。哎，等下！突然白思瑶的声音响起，杨安停下脚步，回头问道：怎么了？白思瑶突然表情一滞，像是看傻子一般看着杨安。你不是要跑回去吧？不然呢？那用这个。白思瑶手中出现2个黑色卷轴，给了杨安一个。新手村回村卷轴，使用后将传送到新手村复活点，施法时间5秒。回村卷轴？你怎么有这个？新手村杂货铺里买的呀，我就是觉得老是跑来跑去的太麻烦了，就买了一些。杨安手捂额头，草率了。想起之前自己用在跑图的几个小时，那漫长的跑图时光，像极了是在经历人间疾苦。好吧。杨安注意到白思瑶那戏谑的眼神，有些小尴尬。他率先使用了回村卷轴。白思瑶看着杨安那狼狈的模样，不由轻笑出声，也跟着使用了回村卷轴。白光闪烁，二人先后出现在新手村复活点。从复活点一出来，便引起了周围人群的侧目，无他，就是白思瑶太吸引眼球了。杨安可不想成为焦点人物，在白思瑶旁边压低声音道：今天就先到这吧，我去办点事。那你以后还带我升级吗？白思瑶生怕杨安一走了之，不再带他刷怪，这么粗的大腿他可不想放过。有空再说，我先走了。杨安一溜烟就跑了。哼，跑这么快干什么？好友还没通过呢。奔跑中的杨安收到了白思瑶的好友申请，略微犹豫了一下后，还是选择了通过。毕竟1个小时白得1万华夏币，杨安还是觉得不要跟钱过不去。今天轻轻松松就好几万入账了，最重要的是白思瑶的天籁之音确实很好用。杨安先是去杂货铺买了2张回村卷轴，真黑，1个卷轴就要100铜币，按现在的比例相当于3000华夏币了。好在他身上铜币充足，咬咬牙还是买了2个，能节省数个小时的跑图时间，对他来说收益远远比100铜币高。随后杨安再一次来到了铁匠铺，想要找王铁匠购买些鉴定符备用。当他来到铁匠铺时，看见那赤裸着上身浑身肌肉的王铁匠刚好打造完一把长刀。王铁匠细细品鉴了一会刚刚出炉的长刀，随后叹息一声，随手将其丢在一个角落。王老哥，这把刀看起来也不差的样子，你怎么就给扔了呀？看见这一幕的杨安上前问道。是血染老弟来了。王铁匠见杨安到来，寒暄了一句，接着说道：老弟，你有所不知，这把刀是我目前能做出来的最好的品质了。杨安从王铁匠的行为以及只言片语，脑中很快就分析出问题所在。王铁匠对于自己最好的作品都嗤之以鼻，毫无成就感，说明他已经不满足于目前的水平了。王老哥，你是想要更进一步？血染老弟果然聪慧过人，不错，我锻造技术卡在这一步已经很多年了，奈何我这里缺乏上等的锻造材料，导致一直无法突破。叮，你触发任务王大锤的进阶，帮助王大锤顺利进阶高级锻造师，看来是需要帮助其寻找锻造材料。锻造材料？杨安若有所思，他的背包里有不少材料，大部分都是普通物品。正是，好的锻造材料难以获得，新手村外围多是凶猛野兽，我也曾为此多次出去寻找高级材料，好几次差点回不来。老哥，我这里有些东西，你看下是否用得上。杨安说着，从背包中拿出一对近1米长的巨大野猪獠牙。这是野猪王的獠牙。看到如此巨大的獠牙，王铁匠脸上露出震惊之色，不可思议地看着杨安。没错，就是黑棕野猪王的獠牙。哈哈，好东西，好东西啊！王铁匠接过巨大的獠牙，爱不释手地抚摸着。这对獠牙是否符合老哥的要求？符合，当然符合。血染老弟，你可否将这2根獠牙交给我来处理？王铁匠露出讨好的笑容，眼神中充满期待。当然可以，老哥尽管拿去，能帮上你的忙也是我的荣幸。这2根獠牙在杨安这里也没什么用，他一点都不心疼，反而说不定能提升与王铁匠的友好度，以后来鉴定装备或者买鉴定符，或许能再打个折。听着杨安的话语，王铁匠顿时激动起来。好，那就多谢血染老弟了。不过我也不能让你吃亏，我便用这獠牙为你量身打造一柄武器。你可有想要什么类型的武器？剑。杨安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他从小就喜欢剑，这样再好不过了，既能帮助王铁匠锻造技术更进一步，又可以获得一把剑，想来应该不会比他手中的黑铁剑差吧。剑乃短兵之祖，百兵之君。好，那就做一柄剑，正好我这里还有一块玄铁，融入其中能大幅增加其强度。王铁匠说着，拿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物体，正是玄铁。不过玄铁过于刚硬，刚过一折，
若是有秘银矿石增加其韧性，那效果或许会更好。秘银矿石，杨安双眼一亮，这不就是在野猪王巢穴捡到的那2块矿石吗？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从背包中拿出2块银色矿石，展示在王铁匠面前。我这正好有2块，不知道够不够用？1块足矣。想不到老弟，你竟然有秘银矿石，真是英雄出少年呀！据王铁匠所知，秘银矿只在新手村很远的地方才有，而且周围盘踞着一群高级野怪，在现阶段就能得到秘银矿，那杨安的实力定然不俗。杨安摸了摸鼻子，被这么一通夸赞，有些怪不好意思的。也是侥幸所得，老哥过奖了。你看看，还缺别的材料吗？材料已经足够了，其他的我这里都有，3个时辰之后你再来取件即可。那好，小弟便祝老哥旗开得胜，顺利进阶。杨安拱了拱手，随后便离开铁匠铺。从铁匠铺出来的杨安感觉神清气爽，看来自己的运气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新手村外，包牙兔领地，一群人正在围攻一只个头较大的包牙兔。很明显，这是一只精英级的包牙兔。一名梳着一丝不苟的大背头男子正在指挥着战斗。都小心点，前排轮流抗住他的攻击，抓紧输出。别人都刷 BOSS 了，我们对付一只精英怪还这么勉强，都干什么吃的？后排输出快点，前排要顶不住了。一个精英怪就这么强了，那些人怎么杀的 BOSS？ 老大，主要是他的攻击力太高了，而且现在也没有奶妈，我们的前排很难抗住攻击。一旁的黄毛出声道。在精英怪高额的攻防下，前排挨一下就得残血，一群人只能轮流顶住 BOSS 的攻击，而后排的输出攻击却不尽人意，基本都是个位数，能打个10多点血都算高了，只能慢慢磨。好在人数比较多，精英怪的血量下降的速度还算不错。老大，风雪阁那边有消息了，他们发现了一只3级 BOSS， 正集结一批人准备动手。龙飞双眼一亮，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了？我们这2天一直在招人，现在大概200左右。好 ，BOSS 可没这么好杀，给我盯住他们，我们这边赶紧击杀这头精英怪，然后召集所有弟兄。是。第29章杀戮之心。从铁匠铺出来后，杨安快速往新手村东门而去。接下来他要去守株老人那里提交击杀野猪王的任务，想到又能获得丰厚的奖励，杨安心情大好。出了村子，他毫不停留，径直往守株老人的方向快速飞奔。在前进中的杨安察觉到后方竟然有几名玩家一直鬼鬼祟祟尾随在其身后，又是腾龙的人，还真是阴魂不散。杨安侧头瞥了一眼后方的人，他直接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就这么冷冷地看着几人。后方的几人看到杨安如此，也是明白过来，杨安已经发现了自己，索性也不装了，大摇大摆地围了上来。腾龙的，杨安淡淡的说道，丝毫不以为意。小子，你知道就好，惹了我们腾龙帮会，你将会受到无休止的追杀。一名消瘦男子恶狠狠地盯着杨安，自己这边这么多人，他不认为杨安能翻什么风浪。如果他知道杨安将几名杂毛直接秒杀，或许就不敢这么装了。他也只是接到命令，在新手村门口守着任务目标。杨安嘴角泛起一丝冷意，显然这人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这么点人也敢来招惹自己。确定了对方身份，杨安也不想多费口舌，多说无益。手中瞬间出现黑铁剑，手起剑落，一道剑气横扫前方。负314、309、323、298、311、273。一剑过后，5名腾龙帮会成员被直接秒杀，只剩下一名全根骨加点的血牛，而且血条也只剩下一丝。不可能！仅剩的那人双眼圆睁，惊恐地看着杨安。杨安手持长剑，一步一步走到那人面前，每一步落下都给他带来无尽的压迫。啊！那人奋力挥舞着新手短剑，砍向杨安。叮！杨安轻巧横剑便格挡住他的攻击。虽然知道以对方的攻击力，估计都破不了自己的防御，但这游戏痛感是存在的，他可不想挨打。回去告诉龙飞，不要来招惹我，否则后果会很严重。说完，长剑一荡，顺势刺入那人的胸口，从背后贯穿而出。这一幕真实的让人瑟瑟发抖，杨安却习以为常。负240，那名血牛玩家瞳孔一缩，失去焦距，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苍白无比。这一刻，他很后悔，为什么自己是全根骨加点，要留下来承受如此恐怖的一剑。自己只是玩个游戏而已，但是这一剑真真实实的插入自己的心脏。此役过后，这名血牛玩家怕是产生心理障碍，需要找心理医生疏导才行。腾龙帮会最后的一人，此时也化作一道白光，被杨安送回新手村。他头顶名字已经变得深红，他是主动击杀这些玩家的，自然会获得杀戮值。看了一下，连杀6人，杀戮值达到350点。命劫的设定，恶意攻击其他玩家会变成灰名，
此时所有玩家都可以攻击灰名玩家，不会获得杀戮值。而恶意攻击且击杀其他玩家会变成红名，且会获得10点杀戮值。此后每击杀一名玩家获得的杀戮值会以20点递增，最高递增到100点。也就是说，击杀一人会获得10点，杀第二人获得30点，杀第三人获得50点，最高100点。杨安击杀了6名玩家，刚好达到最高的100点，总共350点杀戮值。此后每击杀一人都会获得最高的100点杀戮值。在野外每1分钟会降低1点杀戮值，每击杀10只野怪减少1点。杨安这350点杀戮值，如果单纯在野外挂机，需要近6个小时才能清零。关键红名会带来诸多不便，比如一旦死亡，金钱、装备和包裹中物品大概率掉落，还有所有玩家都可以攻击他。如果顶着大红名进入安全区，也会被守卫攻击。好在新手村没有守卫，不过红名也会降低 NPC 的好感，降低获得任务的概率，只能慢慢刷怪了。他也没有其他办法，收起黑铁剑便继续往守株老人的方向而去。在杨安全速跑图下，花了1个多小时便来到守株老人所在的位置。老人家，我回来了。看着守株老人安静的在烤肉，杨安大喊出声。我听得到，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守株老人颇为无语，这人都到跟前了，还喊这么大声。他瞥了一眼杨安，随后说道，你这一身杀戮之气怎么回事？路上顺手解决了几个不长眼的，我也没想到增加这么多杀戮值，想要消下去倒是有些麻烦。头顶着大红名是会影响与 NPC 之间的好感的，杨安也是挺担心，万一守株老人不给他任务奖励和下一步任务的话，损失就有点大了。不过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守株老人丝毫没有因为他的红名受影响，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守株老人随口说了一声，话锋一转，问道，我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当然。杨安把黑宗野猪王之心交给守株老人，看到野猪王之心，守株老人双眼一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不错不错，真是英雄出少年，想不到你这么快就能完成任务。侥幸罢了，运气好得到一些助力，才能完成任务。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任务，你若是接下，并且保证在3天之内完成，合并2次任务的奖励，我可以传你。我劝你们赶紧走。白思瑶强装镇定，尽量让自己显得更有气势一些。其实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和血染也不过刚认识没多久，而且也只有雇佣就是他，只要他敢出现，我就让他有来无回。哈哈，你去吧。杨安点点头，他也正好回新手一趟，看了下时间，裁缝铺徐大娘应该已经把衣服做好了。那我下了，拜拜。白思瑶的身影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杨安面前。杨安记了下这里的坐标，随后捏碎新手村传送卷轴，回到新手村，很快便从徐大娘手中拿到他的等了很久的装备——野猪王皮甲。简介：出自新手村徐大娘之手，使用黑宗野猪王的皮制作而成。品质：黑铁，等级要求10级，职业要求全职业通用。基础属性：物理防御加82，灵力防御加66，气血加265，根骨加21，耐力加10。还不错，看来装备品阶得达到青铜以上才有可能出现技能。杨安对于黑宗野猪王那个血量越低，伤害加成越高的被动技能很是垂涎，不过他也不强求，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都是10级的装备，还穿不了。杨安看了下自己的经验条，才9级1/3多些，以他刷怪的速度，整整6个小时才长这么点。由此可见，9级升10级的难度有多高。按这个速度，明天晚上应该就能升到10级，时间还来得及。距离守株老人的任务期限还有1天多，他必须先升到10级，才有资格与苍狼王一战。下线之前，他先去补充了些药水，红药水还好说，蓝药水消耗的还是比较快的，好在他如今也不是很缺钱。补充完毕后，杨安再次回到白思瑶下线的地点，才选择下线休息。第二天一早，再次进入游戏的2人继续刷怪练级。如今一身装备的白思瑶，全灵力加点下，攻击也能打得动普通苍狼了，虽然伤害很低。对于这种普通苍狼，有杨安在，基本也不需要他出手，偶尔他也会勤快的一起发动攻击，不过大多时候都是在打酱油，躲在一旁看风景。以杨安如今的技术，也不太需要他加血，偶尔喝一瓶红药水补充即可。一直刷，随机隐藏转职卷轴 X1， 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选择隐藏 ID？ 隐藏。叮！全服公告，命运的牢笼终将被打破，束缚身体的枷锁终将被撕碎。恭喜玩家 XXX 隐藏职业转职卷轴 X1。叮！全服公告。叮！全服公告。连续3遍的全服公告，再次让所有玩家们沸腾起来。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这才几天就有人10级了？我打了这么多天怪，都打到狗身上吗？楼上的，你确实是在打狗，太离谱了吧！我才3级啊，我见过我们村最高的也不过5级而已，怎么做到的？难道这游戏
还有别的快速升级的方法？难道你们没发现系统奖励的隐藏职业卷轴吗？那才是重点啊！叮，全服公告，等级排行榜已开启。叮叮，等级排行榜开了，快去看看有哪些大佬上榜，说不定我能上榜呢。你可拉倒吧，看看你那可怜的3级还想上榜？叮，你当前等级位列等级排行榜第1名，是否隐藏 ID？ 隐藏。杨安还是选择了隐藏，低调做人。等级排行榜第1名，隐藏无职业，等级10；第2名，天尊无职业，等级9；第3名，战神蚩尤无职业，等级9；第4名，逆天改命无职业，等级9；第5名，隐藏无职业，等级9；第6名，水清梦兰无职业，等级9；第7名，瑶光圣子无职业，等级9；第8名，诸神黄昏无职业，等级9；第9名，隐藏无职业，等级9；第10名，阿天无职业，等级8。杨安看完排行榜，发现自己并没有拉开差距，看来能人异士还是很多，不可小觑天下人。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的领先只是暂时的，并不是什么值得多骄傲的东西。哇，你是全服第1个升到10级的，哈哈，沾你的光，我现在也榜上有名。白思瑶开心地伸出白皙小手，比了个耶，运气好而已。杨安笑了笑，没有骄傲自满，他从来没有把升级当作目标。现在有很多任务需要他去做，守住老人的任务，老村长寻找儿子踪迹的任务，都和接下来要面对的苍狼王有关。先看看系统给的奖励。杨安手中出现一个黑金色古朴的卷轴，随机隐藏职业卷轴，使用后可随机获得一个隐藏职业转职卷轴。直接使用，黑金色卷轴爆发出一团亮光，周围出现无数光点悬浮在空中，短暂停顿后，全都化作流光汇聚到杨安的手中。叮！恭喜你获得隐藏职业金刚浮屠转职卷轴，职业定位守护重甲。可惜了，杨安眉头微皱，有些失望。怎么了？不是你需要的职业吗？白思瑶见状开口问道。是一个防守型职业金刚浮屠。防守型职业，杨安觉得不适合自己，看来是没办法在与狼王战斗前进行转职了。或许有一个人适合，杨安心中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不自觉露出一抹笑意。好吧，看来要便宜你这个死胖子了。收好转职卷轴，杨安将碎牙长剑和野猪王皮甲替换掉黑铁剑和黑山羊皮甲，属性呈现爆炸式增长。换下来的皮甲给了白思瑶，提升他的防御力，让他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可以更安全。这是你穿过的衣服。白思瑶接过黑山羊皮甲，略带嫌弃地说道。这里是游戏，没有我的味道，不要我可就不给你了。杨安白了一眼，伸手佯装要收回。我要。见杨安就要伸手拿回去，白思瑶眼疾手快地将黑山羊皮甲收入背包中。怎么说也比我身上的白板装备好太多了，不要太可惜了。白思瑶赶忙收了下来，生怕被抢走。杨安没有再理会他，看了下自己如今的属性：气血值1075，物理攻击440，物理防御184，灵力防御150。心满意足，甚至还有些膨胀。第39章鏖战狼王。杨安与白思瑶二人再次来到狼王领地。小山坡下，洞穴前方空地上，那头堪比水牛大小的苍狼王依旧趴在那里休息一下，等下会这个大家伙。杨安席地而坐，吃了些烤肉恢复体力，随后下线吃了些东西，再次回到游戏，吃饱喝足，疲惫一扫而空。杨安看了看趴在那里的狼王，取出3尺碎牙长剑，躲远点，别被波及到。杨安说完便冲了出去，直奔苍狼王。白思瑶法杖挥动，一道光芒没入正在奔跑的杨安。叮！你的技能奋力一击获得天籁之音 buff， 这次没有那么幸运，奋力一击是他目前伤害最低的技能，剑气横扫经过上次的进阶，伤害已经提升了整整1倍。随着杨安踏入苍狼王的仇恨范围，苍狼王瞬间便睁开眼睛，从地上站了起来，一双散发着红色光芒的狼眼死死盯着杨安。苍狼王一声怒吼，散发着摄人狼威。杨安丝毫不惧，长剑一挥，2道剑气激射而出。负406。苍狼王怒火中烧，卑微的蝼蚁看见他不但不逃跑，反而对他出手，真是胆大包天。他张开嘴巴，再次发出怒吼，这次不简单的声音威慑，而是发动了他的远程音波攻击技能狼王咆哮，对周围10米内目标造成每秒80%伤害，持续10秒。杨安早已进入10米范围，刺耳的狼啸声传来，让他有些难以忍受。负390，先退出攻击范围，我撑不了多久。每秒390点伤害，杨安最多撑2次就会被击杀。
好在还没有太深入，不然只能使用幻影游龙出来了。这种保命底牌，杨安并不想过早使用，必须用在关键时刻。他飞快地向后方退去，以最快速度退出狼王咆哮的攻击范围。加246 390加100。白思瑶发动了甘露诀，给杨安回了一口血，他也直接取出一瓶红药水喝下。杨安仅仅只承受了2次伤害，便退出了狼王的攻击范围。出师不利，刚开打就这么狼狈。不过好在这个技能有15分钟的冷却，没了这个技能，狼王就会好处理很多。加27加27。甘露诀的持续加血状态，继续为杨安恢复血量，虽然有些少得可怜。10秒过后，杨安血量已经恢复满。再来！杨安再次甩手释放剑气连斩，随后又再次冲了过去。狼王再次受到2次剑气攻击，愤怒的也朝杨安冲了过来。直到狼王行动，杨安才发觉这头体型如牛的巨大狼王速度却不慢，竟然比现在的他还要快一些。此前他刚换了疾风靴，还有升级以及系统奖励的属性点，速度已经大幅度增长，依旧比不过苍狼王。那如山一般庞大狼躯正在以高速向杨安冲来，二者越来越近，苍狼王一跃而起，抬起巨大而锋利的右爪，狠狠地向杨安拍击下来。速度不如你，但是论灵活，你还差得远。杨安借着前冲的惯性，身体以诡异的角度后仰，从苍狼王身下滑了过去，使他的拍击技能扑了个空。杨安看准时机，长剑直接刺入苍狼王的腹部。负499，奋力一击，苍狼王落地，转身，杨安也站稳脚步，二者相视。狼王的技能中，巨爪拍击的冷却时间是10秒，狼王咆哮是15分钟，他还有一个极刑技能。幻影游龙必须用来应对极刑，否则在速度上处于绝对劣势，会很被动。短暂的僵持后，杨安再次冲了上去，利用自身的灵活与苍狼王缠斗。负499 312 406 406 miss 499。杨安快速的攻击着，偶尔被苍狼王攻击到，不过他现在的血量足足有1075点，在白思瑶和红药水双重加血下，还能勉强撑住。在闪躲腾挪中找到出手机会，这样的战斗让杨安的攻击频率大大降低。不过好在苍狼王的血量在缓缓下降，这又会是一场持久战。嗷呜！苍狼王仰天长啸，一直被眼前渺小的人类近身戏耍，让他异常烦躁，开启了最后一个主动技能极刑。他的四肢缭绕着一股青色的风，速度大增。面对此时的苍狼王，杨安想要用自身灵活来缠斗就很难了。幻影游龙，杨安毫不犹豫使用幻影游龙，直接闪身到苍狼王的身后，对准他私密部位就是阴险的一剑。负799弱点攻击。哦！苍狼王迅速扭转身体，张开血盆大口，疯狂咬向杨安。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杨安大笑一声，轻巧地躲闪着他的攻击。在幻影游龙的加速下，速度比苍狼王要快上一半，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不过加速 buff 只有3分钟时间。这场战斗，杨安的精神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一旦出现连续失误，或许就会死亡。他最多只能接苍狼王2次攻击。5分钟、10分钟，苍狼王的血量掉落至 90%。嗷呜！狼王的召唤，一只苍狼头领出现在战场上，发出一声狼啸，回应着苍狼王。这才是苍狼王立于不败之地的恐怖技能。每次下降 10% 生命值就会召唤苍狼头领，而且数量还会递增。10分钟一过，白思瑶的天籁之音 CD 结束，他再次给杨安施加 buff。叮！你的技能奋力一击获得天籁之音 buff。运气不佳呀！杨安没有气馁，舍弃苍狼王向苍狼头领冲去。他如今的速度，即便没有幻影游龙 buff， 也要比苍狼头领快很多，就算他使用极刑技能也没用。同时面对苍狼王和苍狼头领，杨安的压力大增。不过他已经想好了应对方法。他迅速来到苍狼头领的身边，与他近身搏斗，利用他的身体格挡住苍狼王，使苍狼王无法对他造成攻击。杨安不断走位，攻击着苍狼头领，而5秒一次剑气连斩可以同时攻击到2头狼。如今攻击力大涨，仅耗费了4-5分钟时间，便把苍狼头领击杀。很可惜的是，被召唤出来的苍狼头领不会抱任何物品，也没有经验。继续面对苍狼王，杨安也越来越熟悉与他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间1分1秒过去，苍狼王每次下降 10% 都会召唤苍狼头领出战。90%、80%、70%、30%、20%。杨安面对的苍狼头领从一开始的1只到了现在的8只。好在杨安每次都会控制苍狼王的血量，在他召唤之前让白思瑶给自己刷 buff， 直到 buff 加到剑气连斩为止。这也大大延长了与苍狼王的战斗时间，胜在安全，可以更快更安全击杀召唤出来的苍狼头领。同时面对8只苍狼头领和苍狼王，杨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在狼群中不断闪躲腾挪，不断释放剑气连斩，一只又一只苍狼头领倒下，最后只剩下苍狼王，又只剩你一个了。你这狼王还是退位让贤吧。小狼崽，受死！19%、18%、15%、14%、12%、11%。杨安苦中作乐，已经持续作战5个小时了，才把苍狼王的血量磨到这个程度。希望就在眼前，他必须坚持下去。最后一次了，杨安打起精神，准备迎接苍狼王最后一轮召唤。而白思瑶此时也疲惫不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累过。他一刻也不敢懈怠，一直给杨安释放甘露诀和天籁之音。嗷呜！苍狼王仰天长啸，身体散发一阵红光。怎么回事？还差1%才会召唤呀！叮！由于持续受到你的语言攻击，苍狼王在愤怒中进阶，即将提升为白银级 BOSS， 全属性提升200%。第40章，白银级苍狼王绝杀。杨安，卧槽，这死狼气性怎么这么大？这都能进阶，不能让他顺利完成进阶。白银级 BOSS 不是他可以应对的，一巴掌就能把他拍扁。杀戮之心，杨安直接开启了嗜血杀戮状态，周身缭绕血色迷雾，双眼通红，对着还处于进阶状态的苍狼王发动最猛烈的进攻。-624、812、1001、1001、1299暴击、1248冲撞技能。杨安把所有技能都释放出去，在短短1秒的时间造成了6000加的伤害，直接将苍狼王的血量打到了10%以下。嗷呜！苍狼王愤怒咆哮，杨安造成的伤害大幅度削减，每次攻击只能造成几十点的伤害。不好，他进阶成功了！杨安神色凝重，怎么办？后方传来白思瑶担忧的声音，难道只能放弃吗？都已经打到这个地步了，要功亏一篑。杨安很不甘心，放弃意味着任务失败，对他来说损失惨重。嗷呜！进阶成白银 BOSS 的苍狼王血量虽然增加了不少，但却是按比例增加，依旧处于10%以下。此时他正在发动技能召唤苍狼头领前来助阵，这次他会召唤来9只苍狼头领。怎么办？要放弃吗？白思瑶看向杨安，眼中充满了担忧。放弃？杨安紧握着长剑，看向苍狼王。苍狼王白银级 BOSS， 等级10级，他还是10级。杨安想起了一个自从得到后从来没用过的物品，一直放在包裹里，差点忘记了。他从包裹中拿出一块黑色木桩，正是来自守株老人赠送的道具黑木桩。黑木桩，一块神奇的木桩，具有非常特殊的能力，放置在地上可以强制目标怪物用头撞击黑木桩，造成其最大生命值的10%真实伤害，并眩晕4秒，可使用次数1，仅对10级以内的怪物有效。对 BOSS 应该也有用吧？杨安将希望寄托于这块黑色木桩上。苍狼王已经召唤完毕，9只苍狼头领出现在他身边，狼视眈眈地看着杨安。他仰天长啸，下达发动攻击的指令，9头苍狼头领纷纷长啸，一齐向杨安冲杀而来。机会只有一次，杨安一手拿着黑木桩，快速迎了上去。幻影游龙，数道幻影浮现，杨安的本体出现在苍狼王身后，对准目标，使用黑木桩。黑木桩落地，发出阵阵光芒。苍狼王似乎受到一股无形之力影响，身体不受控制一般，闷头撞向木桩。他疯狂发出嚎叫声，试图挣脱奇异力量的控制，然而身体却完全不受他控制。砰！苍狼王庞大的身躯一头撞上黑木桩。-15000 10%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让他的血量直接被清空。苍狼王哀嚎一声，倒在了地上，爆出一堆物品。被召唤出来的苍狼头领也因苍狼王的死亡直接消散。叮！恭喜你成功击杀10级白银级 BOSS 苍狼王，获得经验2万点，声望100点。叮！由于你的队伍完成苍狼王首杀，且成为全服第一个击杀白银级 BOSS 的队伍，获得额外奖励等级+1，声望50，银币100。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选择隐藏 ID？ 叮！由于您未完成转职，无法升级。浪费了。杨安撇了撇嘴，他依旧选择隐藏 ID。 叮！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某某，玩家某某的队伍完成苍狼王首杀，且成为全服第一个击杀白银级 BOSS 的玩家，额外奖励等级+1，声望50，银币100。叮！全服公告。叮！全服公告。终于结束了。杨安一屁股坐在地上，高度集中精力数个小时时间，让他身心俱疲。白思瑶也不顾形象地坐在了地上，累到不想动，地上抱了一堆东西都没有第一时间去看。我太累了，完全不想动了。他有气无力地说道。我都还没说累，你倒是先喊上了。杨安打趣道，不看看报了什么吗？我哪有你那么变态？白思瑶白了他一眼，
看到爆了一地的物品，双眼放光，站了起来。杨安也走上前去，对着苍狼王庞大的身躯发动采集术。白银级的苍狼王，杨安采集的失败率极高，不过好在尸体不会马上消失，在他不懈努力之下，也是成功采集到苍狼王的獠牙 X2、苍狼王皮 X1，还有他心心念念的任务物品苍狼王之心。叮！恭喜你，采集术等级提升至高级。意外之喜，采集术在苍狼王的帮助下竟然升级了。出好装备没有？杨安看向还在清点战利品的白思瑶。那白思瑶把整理好的装备交易给杨安，1件白银级装备，2件青铜级装备，还有3件黑铁级装备。白银级的是一根法杖，银月法杖，白银级，未鉴定。2件青铜装，狼牙匕首，青铜级，笑月手镯，青铜级。3件黑铁装备，一个戒指，1件法袍，1件帽子，全都是未鉴定。杨安的只有2张鉴定符，而且只能鉴定黑铁级装备，索性等回去再鉴定。白银级法杖、黑铁级法袍还有帽子都是法工系用的，杨安直接给了白思瑶，让他自己鉴定。白思瑶也没有跟他过多客气，满意的收下这把绝对是目前全服第一的白银级武器。其余的白板装备，白思瑶通通装进背包，统一处理。地上还有一个银色卷轴，一本蓝色封面的书籍，还有一块预知令牌模样的东西和一些钱币。苍狼王召唤卷轴，召唤苍狼王一同战斗，持续10分钟。苍狼王等级与召唤者相同，和上次的野猪王召唤卷轴差不多，不过只限定了等级，意味着属性可能还是和苍狼王本体差不多。蓝色书籍是一本人级技能书，极刑，人级，效果释放技能提升 30% 移动速度，持续3分钟，冷却10分钟。职业要求通用，竟然真的把苍狼一族的看家本领爆出来了。杨安大喜，这正是自己所需要的。随后拿起那块预知令牌，信息浮现在眼前。神秘玉符似乎是用来开启某个门户。没有，怎么会没有？杨安眉头微皱，苍狼王没有爆出关于老村长儿子的任何线索，意味着线索在这里就断了。那要怎么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是会有等级掉落惩罚的。突然，杨安注意到小山坡下的那个洞穴，苍狼王一直守在这里，里面定然有问题。杨安把苍狼王召唤卷轴给了白思瑶，这东西对他来说没什么用，给他防身倒是合适。他则学了极刑技能，这个技能可以让他不那么依赖幻影游龙，当然如果两者一起使用，可以爆发出更可怕的速度。去那个山洞看看。杨安指了指那个足有1人高洞穴，里面黑漆漆的，深不见底。他率先走向洞穴，白思瑶紧随其后，生怕落单，毕竟是女孩子，进入这种黑暗阴森的山洞，多少会有些害怕。进入其中，没有想象中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洞内别有洞天，有人工的痕迹，不像是天然洞穴。杨安观察了下洞穴四周，有人工开凿的痕迹。沿着洞穴一直往前走，越往里面光线越差。白思瑶一直紧跟在杨安身后，伸出一只小手，紧紧抓着杨安的衣服，小脸上写满了紧张。杨安从包裹拿出烧烤用的火种，点燃挂在墙上一根火把，火光照亮了四周，火焰驱散了周围的森冷气息。二人沿着洞穴一直前行了10几分钟，终于走到了尽头。前面没路了。杨安举着火把照亮前方，那里有一扇巨大的石门。第41章封印之地，上面布满古老神秘的纹路，看起来似乎存在了无数岁月。他伸出手掌，用力推动石门，却纹丝不动。血染，看那里！白思瑶突然开口，指向石门旁边。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那里的墙面上有一处凹槽。走上前去，杨安仔细观察了起来，不由眼睛一亮，从包裹中拿出一块预知令牌。两相对比，发现凹槽与预知令牌完美契合。看来这玉牌就是用来开启这扇门的了。里面不会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吧？未知总是最恐惧，白思瑶显然有些害怕，万一里面跳出个大粽子怎么办？胆小鬼！杨安忍不住打趣。白思瑶哼了一声，也不松手，反正就一直抓着他的衣角，寸步不离。杨安嘴角轻笑，没有再打趣他，将手中的预知令牌放入凹槽中。咔嚓！玉牌嵌入凹槽后，像是触动机关一般，发出咔嚓声。预知令牌突然亮起一道光芒，凹槽周围亮起神秘符文，快速蔓延至整个石门。轰隆隆，石门正在缓缓地开启。杨安拿出碎牙剑，做好战斗准备。然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随着石门完全开启，并没有出来什么可怕的东西。走，进去看看。杨安率先迈步而出，跨过石门，走了进去。门内的景象映入眼帘，这是一处巨大的圆形空间，整个空间非常空旷，地下布满神秘纹路，看起来很像是一座巨大的圆形祭坛。在最中央位置有一朵金色莲花，
漂浮在半空中。金色莲花之上悬浮着一柄金色小剑，和金色莲花一起缓慢地旋转着。杨安怔怔地看着金色莲花，金莲之上布满神秘的道则纹路。杨安看不懂，他只感觉这朵金莲是夺天地造化，世间最美的东西。眼前浮现金色莲花的信息，只有一堆问号。呵呵，一道声音突然传来，打破了寂静。啊！白思瑶被这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谁？杨安迅速转身，将白思瑶拉到身后，手中长剑格挡在前。小兄弟，不必紧张。来人面容苍老，满头灰发，一身衣服破破烂烂，正是守株老人。老人家，你怎么来这里了？杨安没有放下警惕，开口问道。我想着交给你的任务期限快到了，来苍狼王的领地打探一下，发现他已经被人击杀了。守株老人面带着和煦的笑容，缓缓说着。想来应该是你们所杀，狼王之心你应该拿到了吧？守株老人的话让杨安放下大半疑虑，从背包中取出苍狼王之心。不过他没有马上交给守株老人，而是问道，不知道老人家要苍狼王之心有何用？不仅仅是苍狼王之心，杨安之前还提交了巨魔兔王之心和黑棕野猪王之心。前两个任务根据守株老人的说法，一是复仇巨魔兔王，二是为了解决野猪骚扰村民。如果是这样的话，只需要将他们击杀即可，为何还要得到他们的心脏？我自然有妙用，我有一秘法，可以用他们的心脏制作秘药，用于克制三族，让村民不再需要为此担忧。守株老人依旧面带笑容地解释着，既然已经完成任务了，那便将苍狼王之心交给我吧，这样你就能永远得到杀戮之心这个技能了。杨安闻言有些犹豫，守株老人说的不错，完成任务才能获得杀戮之心的永久使用权，反之不仅会失去技能，等级也会掉落。我还有一个问题。杨安说道。呵呵呵，你说，你到底是谁？杨安双眼盯着守株老人，想要看看他作何反应。守株老人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是问他为何会问这个问题。我问过老村长，他并不认识你，所以你之前所说的为了村民的话都是谎言，你必然另有目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老村长的儿子李大彪吧？但是不应该如此大年岁，或许说你只是占据了他的身体，对吗？此刻的杨安双眼似乎散发着光芒，将一切线索串联起来。守株老人脸上的笑容一僵，随即又露出一个更诡异的弧度，嘴中发出令人恐惧的笑声。结，你还挺聪明。你到底是谁？有何目的？杨安猜的没错，守株老人果然有问题。知道的越多，死的就越快。小家伙，你确定想要知道吗？不要觉得你们是降临者就不会死亡。守株老人的话让杨安大为震惊。难道玩家在游戏里会真正的死亡吗？不可能，这一定是守株老人恐吓他的手段。既然被你发现了，那也就没必要隐藏了。守株老人双眼瞬间变得猩红，干枯的双手食指长出恐怖的黑色指甲，身体周围不断散发出黑气。李大彪，魔化，等级10，白银级 BOSS， 属性技能白银级。杨安刚击杀完苍狼王，深知白银级 BOSS 的恐怖，自己绝对不是对手。他想不通守株老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伪装成普通濒死老人，给他颁发任务，给他奖励？他明明有实力自己去击杀那3只兽王，何必要借他的手？结，将狼王之心交给我。森冷沙哑的声音从李大彪身上传出。守株老人伸出干枯右手，浓郁的黑色雾气在手掌不断翻涌，朝杨安的方向虚空一抓，一颗血红的心脏从杨安的身上飞出，那是他刚刚放回包裹中的苍狼王之心。怎么回事？放在背包的东西还能被强行拿走？杨安心中震惊，却无能为力。他感受到一股恐怖的压力，无法动弹。这副躯体真是不堪，我的时间不多，一会再收拾你。苍狼王之心落入守株老人手中，他直接一口将其吞了下去。他舔了舔发黑的嘴唇，似乎是在享受人间美味一般，身体周围散发的黑气越发浓郁。在杨安眼中，他的品阶已经从白银级进阶到黄金级 BOSS， 看来这次是要交代在这里了，只是连累了你。杨安叹息，回头看向身后的白思瑶。白思瑶摇了摇头，露出一个微笑。你不是说大不了就掉1级吗？怎么到这时候就婆婆妈妈的了？好吧，白担心你了。杨安白了他一眼，本想安慰一下他，没想到被鄙视了。轰隆隆！就在守株老人完成进阶之时，脚下大地发出剧烈震动，好像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要从地底冲出来。中央位置的那朵金色莲花突然金光大盛，一阵阵金色涟漪向四周荡漾而去。结！守株老人邪笑一声，直接向金色莲花冲了过去，一掌拍出，
黑色雾气幻化成一头黑色巨龙，黑龙怒吼，疯狂地撞击向金莲。嗡！金莲之上的金色小剑不断震颤，发出剑鸣。它调转剑尖，直刺迎面而来的黑龙。十几万年了，本就被分为9份的你，在这个灵力枯竭的地方，力量早已不及当年，你挡不住我的。金色小剑金光暴涨，直接穿透黑色巨龙，巨龙化作雾气消散在空中。他在用实际行动回应守株老人的话。那又如何？封印很快就要破了，到时候你还能挡得住我吗？你我同出一源，臣服于我，是你最好的归宿。嗡！金色小剑爆发，剧烈剑鸣。哼，由不得你！守株老人身体裹挟浓郁黑雾，与金色小剑站在一起，二者不断爆发出惊人的碰撞。不过很明显，金色小剑占据绝对上风，守株老人节节败退。咚咚，地底持续不断在剧烈撞击。守株老人被金色小剑逼退，嘴中发出怪叫，周身黑色雾气突然爆发，转变成血红色，是杀戮之心的嗜血杀戮状态。杨安一眼便看出守株老人使用的技能。刚说完，杨安的身体同样出现血色雾气，双眼通红。怎么回事？就在杨安疑惑之际，突然，第42章破风，玄女降临。杨安身上血色雾气却是源源不断的飞向守株老人。原来如此，这就是你教我这个技能的目的吗？杨安有些愤怒，有些憋屈，但是他没有任何办法，身体被控制，无法动弹，血色雾气不断被抽走，快9000多的杀戮值就这样被守株老人抽空。这股气息真是美味啊！姐，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守株老人舔了舔嘴唇，瞥了眼杨安，露出诡异的笑容。随后他双爪接连挥出，左手凝聚一头血色巨龙，一声龙吟咆哮，冲向金色小剑；右手一只血色凤凰浮现，睥睨众生，凤鸣长立，直奔金色莲花。轰隆隆，剧烈的撞击声不断传来，金色小剑疯狂旋转，剑气爆发，与血色巨龙在空中猛烈碰撞。面对血色凤凰恐怖一击，金色莲花金光暴涨，身前凝聚出一道金色护盾，死死挡住血色凤凰的攻击。你本体需要消耗大量灵力维持阵法，还要承受内外夹击，还能守住这封印吗？守株老人看着金色小剑，露出得意的笑容。咚！一股恐怖的力量从地底爆发，咔嚓咔嚓，杨安似乎听到了镜子破碎的声音。姐，封印破了，本尊终于出来了！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从地底传来。一只巨大的爪子从地底破土而出，一巴掌拍击在金色莲花上。当！金莲凝聚的金色护盾破碎，在这一击之下，金光暗淡。当！又是一掌，金色莲花被拍飞了出去，落在杨安不远处，金光消散，露出它本来的面目。那是一片花瓣，呈现金色，布满符文，安静地躺在地上。空中还在与血色巨龙交战的金色小剑，随着金色莲花金光消散，没了能量支撑，也消散在空中。恐怖巨爪缓缓地底升起，这是一条不知是何种生物的断臂，那手臂漆黑如墨，肌肉虬结，周围不断缭绕着黑色与血色的雾气，像是来自幽冥的恶魔之手。整条手臂之大，快要撑满了整个地底空间，那手掌中心还有一颗紧闭着的眼睛。禁地之下，封印的仅仅只是一条手臂。杨安二人被眼前这一幕震惊，他无法想象这样恐怖手臂的主人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叮！系统紧急任务，请阻止上古凶兽深渊混沌右臂取走混沌金莲的花瓣，否则新手村将面临末日劫难。杨安和白思瑶都接到了系统的任务，这怎么办？白思瑶小脸有些发白，在这种存在面前，他们显得如此渺小，就他们俩这小身板，怎么去阻止他？姐，终于可以回归本体了，这具破烂身体真是一刻都不想多待。守株老人念叨了一句，双眼突然失去聚焦，身体笔直地倒了下去。他身体上的血色雾气飘起，飞向恐怖巨爪。巨爪上紧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血色瞳孔散发着破人威势，看向杨安的方向，准确地说是他前方的金色莲花花瓣。血色眼睛瞳孔微缩，金莲花瓣缓缓从地上飞起。必须阻止他！杨安来不及多想，随着守株老人回归本体，他也没了束缚，可以行动了。幻影游龙，杨安一个闪身，直接来到金莲花瓣的位置，伸出手一把将花瓣抓住，但是花瓣依旧在巨爪的控制下缓缓飞行着。蝼蚁竟敢燃制本尊的宝物！巨爪之中传来一道冰冷淡漠的声音，那血色眼睛浮现一道神秘符文。叮！你受到深渊诅咒，死亡后等级将直接归零。杨安，不至于这样对我吧？恐怖巨爪的食指指尖中突然射出一道血色光柱，速度之快，杨安都来不及反应，便被射中。-349-48389
血染！看到杨安头上冒出的恐怖伤害，白思瑶焦急不安，然而却也无能为力。叮！假死替身已生效，你已复活。重新复活的杨安一身冷汗直流，他感受到深深的无力，他的手依旧死死抓住金莲花瓣。怎么办？杨安疯狂思索着对策，即便收入背包中，对方依然能直接取走。不管了！杨安心中大喊一声，张开嘴，一口将金色花瓣咬进嘴里，花瓣入口直接被吞入腹中。愚昧无知！混沌金莲乃混沌深处孕育的先天圣物，岂是你这肉体凡胎所能承受？污染圣物，还是去死吧！巨爪伸出一根手指，一道比之前还要粗壮的血色能量激射而出，瞬息便降临至杨安头顶。嗡！杨安体表亮起一道金色护盾，将他守护其中。轰！血色能量与金色护盾碰撞，爆发出恐怖的爆炸。-564349。金色护盾为杨安抵挡了大部分伤害，然而依旧没能护住他。叮！你已死亡，受到深渊诅咒影响，等级已下降到0级。恐怖的爆炸波及了远处的白思瑶，还没来得及反应的他，直接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在原地。死亡后的杨安没有和白思瑶一样回心守村复活，他安静地躺在地上，显然已经失去了意识，体表隐约有一道淡淡的金色光芒。降临者又如何？本尊说过，可以让你永远消失在这世上。巨爪在空中轻轻一压，一只由血色雾气凝聚而成的巨爪从空中落下。死了！就在血雾巨爪距离杨安不到3米时，杨安前方空间突然被撕裂，一只纤细的玉手从空间裂缝中伸出，轻轻拍向血雾巨爪，巨爪瞬间炸开，在空中消散。随后一道倩影缓步踏出空间裂缝，一袭白衣飘飘，肌肤胜雪，细长柳眉，双眸深邃如星海，3000青丝随风摇曳，似是9天仙女下凡尘，只是脸上戴着面纱，无法看清其面容。随着他一步一步走出，周围空间飘落一片片桃花瓣。混沌，想不到你这条手臂竟然能破开封印。声音清冷，不带一丝情感。玄女，你来晚了，你不可能拦住我，你师父来或许还有机会。哼！玄女没有废话，直接动手，身前出现一柄长剑，漂浮在前方，直指巨爪。玄女手掐印诀，长剑迎风暴长成3米巨剑，漫天剑气肆意爆发，巨剑直奔巨爪的血色眼睛而去。伏魔宝剑，没用的，你的实力奈何不了我。混沌的巨爪在空中一握，一拳砸向激射而来的巨剑。当！巨剑被撞得倒飞而出，玄女纤细玉手轻轻一招，精准握住剑柄。滴答，一滴黑色血液落下。巨爪受伤了，看来本尊被封印太久了，竟让你这小娘皮伤着。等我其他部位合一，这世界还有谁能阻拦我？结，大言不惭！玄女依旧冰冷，手中巨剑再次飞出。玄天斩魔！巨大的伏魔宝剑上散发着凌厉的紫色剑芒，激射而出，周围空间似乎都被撕裂。哼！一声冷哼，空中的巨爪前身，浓郁的血色与黑色雾气环绕，只手遮天，直接向伏魔宝剑拍去。砰！二者碰撞，爆发恐怖爆炸，周围空间乱流疯狂席卷，上方地底土石被掀翻，一缕缕阳光照射而下。结，小娘皮，下次再找你算账！巨爪冲天起，化作漫天迷雾，消失不见。玄女没有再阻拦，因为她知道再出手也于事无补。地上留下了一滩黑色血迹，刚刚那一击，混沌断臂付出极大的代价，才博得一线逃生的机会。玄女伸手一招，被拍飞的伏魔宝剑飞了回来，恢复正常大小，直接没入玄女的丹田中。我让你阻止他夺取混沌金莲花瓣，没让你直接吃下去，即便他如今力量流失不少，那也不是你这肉体凡胎能承受的。玄女看着躺在地上的杨安，蹙着眉头。良久，唉。玄女伸出手，向着杨安的身体轻轻一挥，将他凌空挪移到原本金莲所在位置。他双手结印，周围空间的能量被引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涌向杨安。随着能量涌入，杨安身体爆发出阵阵金光，一朵巨大的金色莲花浮现，包裹着杨安，缓缓流转。随后，玄女所处位置空间荡起一阵涟漪，她的身影消失不见，只留下一道清冷的声音在空间中回荡。或许这就是你的命运，我只能帮你到这了，一切看你造化。若成，便一飞冲天；若败，便灰飞烟灭。第43章万箭穿心。新手村复活点。白思瑶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始终也没见到杨安出现。怎么回事？刚刚不是一起死的吗？怎么还没出来？他打开好友列表，想要联系杨安，却发现杨安的头像呈现灰色，而他的等级已经变为0级。怎么会掉到0级？白思瑶有些不可置信，不就是死了一次吗？怎么就掉到0级了？血染！白思瑶再也忍不住，给杨安发了一条消息。
发出去的信息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你还好吗？怎么掉到0级了？怎么回事？你是下线了吗？没事的，你这么厉害，就算掉到0级，也很快可以练回来的。你别伤心呀，快点上线，姐姐可以带你升级。你看，咱们刚刚打到的白银法杖，我装备上刷怪升级，那还不是轻轻松松？你放心，有姐姐在，很快就可以带你升回来。血染。白思瑶在原地坐了很久很久，始终没有得到杨安的回应。他的头像依旧是灰色的。玩家下线，头像是灰色，但是会有不在线的图标显示，杨安没有。不争气的眼睛已经有些模糊。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不回我话呀？他突然想起守株老人说过的一句话，不要觉得你们是降临者就不会死亡。不可能，这只是游戏，不可能的。他疯狂地摇头，想要把不好的想法甩出脑袋。你一定不会有事的。他站起身，疯狂地朝校月平原的方向跑去。血染，你一定会没事的，对不对？就在他跑出新手村时，传来了系统的声音。叮！恭喜你完成系统任务，阻止上古凶兽、深渊、混沌、右臂夺得混沌金莲花瓣，奖励等级+1，全属性20点。任务成功了，你一定没事了。白思瑶听到系统提醒，心中燃起希望，脚下速度也快了1分。为了能更快赶到，他把重新升回10级的5点自由属性都加在了敏捷上，只为速度能快上1分。持续赶路3个多小时后，他终于来到苍狼王的领地。只是那处山洞早已坍塌，眼前已是一片废墟。血染！他大声呼喊，然而没有任何回应。高空中，身着白衣的玄女平静地看着下方的白思瑶。天赋不错，是个难得的好苗子，可惜我教不了。不过，杨安等级掉落至0级，等级榜第1的大佬跌落神坛，自然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你们看到没？等级榜第1的那位神秘大佬突然消失了。咦？是啊，怎么回事？如果是死亡掉级，那应该也是9级才对，也依旧在榜单中，怎么会消失了？难道是被什么仇家围攻，直接被杀好几次？不排除这种可能，也许是大佬找到什么方法可以隐藏自己的排名呢？这是哪里？杨安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混沌，他感受不到任何东西。突然，一道金光从他脚下炸开，一朵巨大的金色莲花虚影从他脚下浮现，金莲之上布满神秘道纹，花瓣缓缓盛开。这是混沌金莲，这到底是在哪啊？我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没有回新手村？杨安心中有一堆疑问，但是没有人为他解答。混沌金莲在他脚下缓缓旋转，金莲周围突然出现一道金色流光，在空中肆意地飞舞着。是那把金色小剑。杨安认得当时与守株老人站在一起的那把金剑。金色小剑飞舞的一阵后，突然停在半空，剑尖对着杨安。嗡！金色小剑发出一阵剑鸣，它从静止突然爆发，以恐怖的速度飞向杨安。金色剑芒在空中划过，仿佛空间都要被穿透。啊！一剑穿心，金色小剑从杨安的身体穿透而出。杨安发出痛苦的声音，他躲避不了，也无法躲避。脚下的金莲缓缓旋转，似乎也将他束缚在莲花之中。为什么？他痛苦地捂着胸口，那里有一个血洞，血液不断地流淌而下。这种痛苦，真实的死亡之痛，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玩个游戏而已，自己怎么就会来经历这种磨难？他想下线，然而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噗！金色小剑再次袭来，从背后刺穿他的身体，再次出现一个血洞。杨安口中不断咳血，身体不自觉地半跪下去。就在他感觉意识模糊，就要死去时，缓缓旋转的金色莲花中，一股神秘力量进入他的身体。杨安意识瞬间清醒，他清晰地感受到，随着那股神秘力量的涌入，胸口的2个血洞快速被修复，很快就完好如初。我没死。只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金色小剑刺破空间的声音再次响起，他的胸口再次被刺穿。钻心之痛，神秘力量再次涌入，修复他的伤势。杨安站了起来，面对悬停在空中的金色小剑，目光坚毅。杨安心中思绪万千，金色小剑为何会过攻击自己？他和混沌金莲不是一体的吗？这股神秘能量为何又会为自己修复身体伤势？他想不到答案，只感觉一切都是迷雾。混沌金莲、守株老人、上古凶兽，一个又一个谜团涌上心头。空中的金色小剑突然一分为2，2柄剑先后飞向杨安。还来？怎么还越来越多？噗！噗！他的身体再次出现2道血洞，而神秘能量则再次为他修复。金色小剑继续分裂，4柄、8柄、16柄，空中越来越多金色剑影，不断地向杨安发起攻击。杨安的身体已经千疮百孔，身上已经没有一个地方幸免。漫天剑影，万剑穿心之痛，
杨安在痛苦中死死坚持，他咬着牙，目眦欲裂。他的牙被一剑崩碎，他的眼睛被一剑洞穿，他的脑袋被一剑穿透，他的四肢被斩断，心脏被剑气湮灭。啊！无边的痛楚，深入灵魂的痛，身体被一剑又一剑刺穿，再被神秘能量一次又一次的修复。他感受到身体似乎在发生着某种变化，只是这种变化非常缓慢。杨安看着不断袭来的漫天金色剑影，露出有些癫狂的笑容。痛苦只会让我更强大，来，让我看看能把我如何。在这里，每一秒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杨安在这无尽的痛苦中坚持着。1小时、2小时、1天、2天。第44章，混沌剑体。神秘空间中，这是杨安承受万剑穿心的第9天。整整9天，杨安面对无休止的金色小剑攻击，从一开始的撕心裂肺、痛不欲生，逐渐减缓。好在他守住了一丝清明，撑过了最痛苦的那段时间。他的身体每一寸肌肉、每一块骨头都被金色小剑摧毁过，又在混沌金莲的神秘的力量改造下再生，正在发生着某种特殊的变化。如今，金色小剑对他的伤害越来越低，痛感越来越微弱。哈哈，再来！杨安大喊一声，无数金光袭来，仿佛是沐浴在阳光之中。他的身体就像是一片湖，金色小剑是雨，它不再穿透而出，而是如同雨滴落入湖面，没入了他的体内。1柄、2柄、1000柄、10000柄，万柄金色小剑没入杨安的身体。此刻他身体在发光，金色光芒照亮了整个神秘空间。缓缓闭上双眼，杨安脚下的混沌金莲虚影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周围不断有能量被金莲吸收、炼化，随后被送入他的身体中。他感受到身体在蜕变，这种状态不知持续了多久。金色光芒全部敛入他的身体，杨安缓缓睁开双眼，眼中金光一闪而逝。叮！万剑穿心魂不灭，混沌炼体铸金身。恭喜你完成混沌金莲的考验，成功觉醒混沌剑体。叮！觉醒混沌剑体，全属性加200，暴击正 25%， 暴击伤害正 50%， 悟性加10，获得专属技能混沌剑心、混沌之眼、混沌剑域、金莲灭世未开启。杨安伸出双手感受了一下与往日不一样的感觉，力量感。他呼唤出属性面板，角色名血染，职业无悟功，等级0，经验0300，根骨223，力量225，灵力222，敏捷225，耐力224，悟性隐藏，运气隐藏，气血值2230，灵力值2220，物理攻击338，灵力攻击333，物理防御269，灵力防御268，速度27.5，暴击 25%， 暴击伤害 200%， 体力值100，装备无，体质万物，混沌剑体天生大道亲和，深化万道，熔炼于剑。寻找更多混沌金莲花瓣，完成考验可提升等阶，获得更完善的混沌剑体和更多特性。基础属性全属性加200，暴击正 25%， 暴击伤害正 50%， 悟性加10。熔炼万道，击杀特殊体质，可掠夺其本源，增强自身。技能混沌剑心，专属被动无垢剑心，剑心通明。所有剑类技能造成的最终伤害提升 200%， 受到剑类技能伤害负 30%。 混沌之眼，专属混沌生万物，万物归混沌。混沌天眼开，万物皆可破。效果1，睁开混沌之眼，对单体目标发射一道混沌之光，造成 500% 伤害，冷却15分钟。效果2，可鉴定等级不高于自身20级的装备。效果3，看破一切不超过自身10级的隐身、幻境、虚妄，可查探等级不高于自身20级的目标属性，无冷却。混沌剑域，专属混沌化万道，万道皆臣服。开启混沌剑域，自身获得领域加持，全属性正 100%， 且压制领域内所有敌对目标，使其全属性下降 50%。 领域持续10分钟，冷却24小时。在领域内击杀目标，有 0.00001% 的概率获取目标的一个被动技能。金莲灭世，条件不足。奋力一击，凡级剑气连斩，人级幻影游龙，神级自创，杀戮之心，未知极刑，人级野蛮冲撞，武器附带。这真的太强了！混沌剑体简直无敌。杨安此刻感觉到自己无比强大，不枉费自己经历漫长的万剑穿心之痛。即便等级掉落到0级，他现在也没有丝毫伤心。能获得混沌剑体，这点等级算什么？咕噜咕噜，突然他感受到一股强烈的饥饿感，
是现实中的身体对食物强烈渴望。过了多久了？杨安在神秘空间中承受非人待遇，早已没有时间概念，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他赶紧下达下线指令，回归现实。哦，一回到现实，他就闻到一股恶臭味，让本就饥饿的他差点把胃酸都吐出来。什么味道？怎么这么臭？他一动身，发现自己身上黏糊糊的，体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粘液。哦，什么东西？就是这黑色粘液发出的臭味。他强忍着，快步起身往浴室跑去。刚跑没几步，他突然停下脚步，不可思议地看向自己的左脚。他轻轻抬起左脚，又轻轻地踩在地上，随后慢慢加大力度，扭动脚腕在地上摩擦，竟然好了。他瞪大双眼，他的脚伤被全国最好的医生诊断为不可能再复原，除非有神迹。难道是因为……杨安想到某个让人无法置信的原因，又看了看自己身体表面黑乎乎、散发着恶臭的粘液。不，怎么可能？这太不科学了。杨安还是无法相信，可是事实却又让他无法解释。算了，不管什么原因，腿伤康复总归是好事。杨安不再多想，快速从桌子上拿起一包面包，狼吞虎咽吞了下去，暂时缓解这难以忍受的饥饿感，随后冲进了浴室。1个多小时后，终于从浴室中出来，全身上下搓了好几遍，一瓶沐浴露都快用完了，才洗干净。拿出手机，杨安不可思议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什么？已经过去整整9天了？怎么可能？手机坏了吗？在他反复确认下，终于确定时间没错，只是他还是不可置信。现实中自己的身体不吃不喝是如何熬过9天时间的？命劫真的是一款游戏吗？杨安现在已经确定，它绝对不是一款普通的游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科学已经无法解释。绝对的理智让他克制住想要扇自己一巴掌来确认是不是在做梦的行为。刚才只吃了一块面包，身体再次发出强烈的进食欲望，点外卖来不及了。杨安快速穿上衣服，跑到楼下找了一家最近的饭店。你好，想要吃点什么？刚一进门，老板就热情地问道。老板，随便给我上菜，要快。有什么现在就能上的？先给我来一些。好的。小伙子是饿坏了吧？我先给你拿个包子。老板显然看出杨安应该是饿坏了，即刻叫后厨做菜，自己则给杨安先拿了2个包子和一些饭前小菜。杨安道了声谢，当即把包子塞进嘴里，3两下就解决完，但是饥饿感依旧没有消失，只能先忍忍。好在后厨出餐速度不慢，很快就端上来一碗面条。杨安抄起筷子，3下5除2，风卷残云，不到10秒钟，一碗面条就从碗里消失，这让一旁的老板看得目瞪口呆。吃完面条的杨安看了看老板，又看了看空了的碗。后厨，再上一碗。老板会意，立马叫后厨再做一碗上来。很快，第2碗面条便端到杨安面前，依旧是10秒不到。老板，哦，好好，后厨继续上。一连吃了10碗，杨安才觉得稍稍减缓了些，依旧不够。他看向熟食区，直接叫老板拿来1只烧鸭。1只不够，2只、3只，直到把熟食区的所有烧鸭、烧鹅、各种卤肉吃了个精光。杨安这才满意的拍了拍肚子，这是把这9天的饭都补回来了是吧？好在店里除了老板和后厨的厨师，没有其他人。老板，结账吧。老板早已麻木，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能吃，真的是人吗？老板心中已经开始胡思乱想。老板看到他没反应，杨安再次喊道：啊，哦，好的好的。老板终于反应过来，一共3116，给你抹个0，给3100就行。杨安直接付了款，赶紧跑路，再留下来就得要大眼瞪小眼了。第45章再入游戏。回到家中，杨安再次拿出手机，刚刚一直都没注意看，有10多个未接来电，还有几条短信。打开一看，都是罗源打的。3天前他便已经升到10级，进入2级主城。安子，哥哥我已经10级了，你怎么样了？多少级了？怎么？等级太低，怕哥哥嘲笑你。哈哈哈哈。升到10级的第1天，杨安没有回复，他还没觉得什么，毕竟他是知道杨安以前的一些事，经常莫名消失也是能理解的。不过毕竟已经退役，回归普通人的生活。第2天，他依旧给杨安留了言：安子，怎么打你电话都不接？你在家吗？你要是再不回复我，明天我可就去你家了呀。杨安看着罗源给自己发的10几条信息，还是有些感动的，当即给他回了一条：胖子哥没事，手机丢了，刚去补办的卡。罗源，靠，你总算回我了，我都准备出门了。杨安，哈哈，这不是意外吗？你都10级了，这几天有点事，没怎么升级，不过很快也能升到10级，到时候给你个好东西。什么好东西？神神秘秘，到时候就知道了。就这样先，等我联系你。行行行，
嘿嘿，总算打发掉罗源。杨安打开游戏论坛，看看上边有没有这几天的一些动态。快速浏览了上面的内容，杨安总结了一下，等级最高的已经达到16级，第一梯队普遍都已经达到13级左右。离开新手村后，可以前往8大2级主城进行转职。现在已经进入全民转职阶段，所有玩家都可以前往转职大厅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转职后升级的自由属性会得到重置，可重新自行分配。共有7大职业供玩家们选择，分别是战士、灵术师、盾卫、神射手、医师、召唤师和刺客。其中战士根据专精武器不同，分为剑士、刀客、枪修、拳师，修炼方向不同，技能也不同。灵术师也是同理，根据擅长的元素属性不同，可分为火系、冰系、风系、雷系4大属性。除了这7大职业外，游戏中还会有很多强大的隐藏职业，等待玩家们去发掘。杨安津津有味地看完，开始考虑自己的转职方向。好像也没什么别的选择，只有剑士才契合自己刚刚获得的混沌剑体。浏览了一下，发现其他没什么有用的信息，他关闭了论坛。白光一闪，杨安再次回到游戏中，熟悉的场景再现，周围一片混沌，没有任何光线。你来了！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像是很遥远，又像是就在耳边。杨安心中一紧，不过没有过多异动，安静地等待着。临危不惧，心性不错。杨安身前的混沌，一道彩色光芒亮起，空间被切割开，一名身穿白色衣裳的绝美女子从中走了出来。她脸上戴着一层面纱，长发飞舞，衣裳飘飘，踩着莲步向杨安走来。与白思瑶的美不同，杨安觉得白思瑶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让人很舒服的感觉。而眼前的女子虽然美艳不可方物，但是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仿佛体内有一座冰山一般。杨安很想开启混沌之眼看看眼前的女子，不过还是忍住了。这种直接撕裂空间的存在，绝对不是现在的他能看出来的，若是暴露，反而会触怒他。不知您是？杨安很是恭敬地问道。代天宣命，9天玄女。女子淡淡的开口，似乎不是在介绍自己，而是昭告天下一般。9天玄女。杨安心中一惊，他对华夏古代神话还是有些了解。相传9天玄女是法术通神的正义之神，至高女神之一，也有说她是华夏的保护神。见过玄女娘娘。杨安抱拳行了一礼，不管她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玄女，都不是他得罪得起的。听到杨安的称呼，玄女面纱下的嘴脸微微翘起，随后又发出清冷的声音：你很不错，不过依旧很弱小，想要打破命运的枷锁，必须拥有更强大的实力。他伸出玉手，一指点出，一道七彩光芒亮起，瞬间便没入杨安的身体。混沌金莲蕴含混沌本源，与那上古凶兽同出一源，他定然不会轻易放弃。你身上已被他种下印记，我暂且帮你隐去混沌金莲的气息，不过这个印记我没办法驱除，只能掩盖，只要你不在他附近出现，便不会被发现。杨安直接吞服混沌金莲花瓣，那上古凶兽混沌的右臂是知道的，虽然不认为他能活下来，但日后若是感应到金莲的气息，杨安还是会很危险。多谢玄女娘娘。杨安很感激，他现在只是一个0级的小卡拉米，若是被那巨爪找上门，怕是十死无生。玄女娘娘，那巨爪究竟是何来历，又为何会封印在此？杨安趁此机会询问关于那巨爪的来历。玄女看了杨安一眼，淡淡说道：他本体是上古4大凶兽之一，后堕入深渊，实力更上一层楼，在上古之战中被众神合力击败，身躯一分为5，封印在不同的地方。而这处流放之地封印的便是他的右臂，如今已逃回深渊。流放之地，杨安心中疑问越来越多，难道整个新手村都是流放之地？你无需知道太多，实力才是根本，等你到达一定境界，自然会知晓。玄女说完，抬手轻轻一挥，周围空间如同镜子破碎一般，寸寸碎裂。杨安的身体出现在当时苍狼王的领地中，而玄女已经消失不见。刚一出现，杨安便看到了数十条好友留言，他的好友列表目前只有2人，一个是白思瑶，另一个是风雪书生。风雪书生给他发了一条消息，询问有没有装备，他想收购，见杨安没有回复，也就没有再多说。而其他的全部来自白思瑶。杨安打开一看，顿时头大如斗。这消失的9天，让白思瑶胡思乱想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了，当即给他发过去一条信息：南明城8大2级主城之一，10多名玩家正在15级野怪的区域练级。一名戴着面纱的少女远远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捧着脸，目光有些呆滞地望着远方，脸上隐隐带着一丝哀伤。小姐，你怎么又发呆了？少女身后传来一名女子的声音：青姐，你说在这里我们真的可以无限复活吗？她没有回头，依旧呆呆地望着远方。小姐，这里是游戏世界，当然可以无限复活了，只是会掉1级而已。我在新手村的时候可也死过好几次呢。
青姐面对少女满脸的宠溺，耐心的说道：“是吗？”少女喃喃细语，用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那他为什么会不见了？”血染，我已经转职医师了，有更强力的加血技能了，还有复活技能，可以更好的帮助你了。他打开好友列表，望着那依旧灰色、没有任何回音的头像。可是你在哪里？呆呆的看了好久，就在他要关闭好友列表时，突然那灰色的头像亮了。第46章，玉虚令。我没事，回来了。看着杨安发来的信息，白思瑶短暂的呆愣过后，突然站了起来，嘴角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随后双眼瞬间湿润，泪水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他低声念叨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身后的青姐见自家小姐一会笑一会又哭的，赶忙跑了过来：“小姐，怎么了？你没事吧？”“没，青姐，我没事。”白思瑶偷偷抹了一把眼泪，此时的她心情很复杂，既高兴又有些委屈。高兴，血染还活着；委屈，单纯就是很委屈。青姐，你说的对，这是游戏，死了都是会复活的。少女巧笑嫣然，多日来的哀愁褪去，笑容终于又在脸上绽放。青姐，小姐，你的反射弧有点长啊。杨安与白思瑶闲聊了一会，安抚她的心情。至于为什么自己会消失这么久，杨安也很难解释，只能说自己现实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所以这几天一直都没上线。白思瑶心中的巨石落地，也没有过多询问，在她心里，只要杨安平安，没有出事就好。通过聊天，杨安也得知，白思瑶如今已经转职成医师职业，与自己公司的几名成员汇聚在南明城，等级也已经13级了。她是第一个进入2级主城的人，然而却无心升级，转完职便无所事事待在城里。实际上的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不过她没有和杨安明说。命劫中8大2级主城之间都是互通的，不过传送费用高昂，一般人消费不起。8大2级主城周围都有各个等级的炼级点，没有特殊任务，一般人也不会到处传送。杨安如今还是0级，还没有打算去哪个主城。白思瑶所在的南明城倒是可以考虑。南明城位于华夏大区的南部，与他现实所在方位相当，这是他优先考虑南明城的理由，肯定不是因为白思瑶。抓紧时间升级才是正道。看着自己等级后边那个刺眼的0级，浑身不舒服，落后太多了。他打开等级排行榜，第1名战神蚩尤，职业魔神，等级17；第2名逆天改命，职业枪修，等级16；第3名天尊，职业灵术师，等级16；第4名水清梦兰，职业医师，等级15；第5名阿天，职业刀客，等级15；第6名瑶光圣子，职业灵术师，等级15；第7名诸神黄昏，职业剑士，等级15；第8名隐藏，职业神射手，等级15；第9名幽夜，职业刺客，等级15；第10名晴天，职业盾卫，等级14。目前等级第1的已经达到17级，而且还是榜上唯一一个隐藏职业。杨安感觉升级迫在眉睫，与大部队的差距太大了，必须跟上才行。正想去寻找野怪刷等级的他，突然想起身上还有一个任务。苍狼王镇守的山洞已经坍塌，他当即翻过山头，沿着山洞的方向来到了之前战斗所在地。这里因为之前地底的战斗导致坍塌，形成了一个巨坑，不过在玄女刻意保护下，他们所处的位置没有被乱石覆盖。杨安借着乱石跳下坑底，找到了他的任务目标，那具躺在地上的李大彪的遗体。因为是死物，杨安可以收入背包中，就是觉得有些膈应。做完这一切，杨安捏碎传送卷轴，回到新手村中，之后直奔老村长家中。村长爷爷！杨安进入老村长的院子中，对着那白发苍苍的老人喊了一声。听到杨安的声音，老村长抬头看了过来，突然猛地站起身，身体有些微颤抖，开口道：“血染少侠，老朽可把你盼来了呀。”血染少侠，可有大彪的消息？老村长快步迎了过来，拉着杨安的手说道。杨安看着老村长的焦急模样，欲言又止。少侠不必担忧，是什么结果？你尽管说，老朽承受得住。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老村长的声音有些颤颤巍巍。杨安叹了一口气，事实已经造成，无法再去挽回。他从背包中将李大彪的遗体挪了出来，轻轻放在老村长面前的地上。大彪！老村长扑通一声跌坐在李大彪身前，泣不成声。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是人间惨剧，老村长更接连送走孙子儿子。村长爷爷，您节哀。杨安也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年岁已高的老人，只能道一声节哀。在儿子面前痛苦哀嚎了一会，老村长渐渐恢复理智，向杨安问道：“血染少侠，可否告知老朽，我儿是因何丢了性命？”
大彪兄弟此前因寻而心切，误入禁地，被禁地那位恐怖存在夺了肉身。杨安将自己所知的情况和老村长详细道来，只是隐瞒自己获得了混沌金莲。哎，大彪啊，为父从小就告诫你，不得靠近封印之地，你怎么？看着躺在地上的儿子遗体，老村长本就苍老的面庞变得更加沧桑。血染少侠，感谢你把我儿遗体带回来，让他可以落叶归根。他由衷的感激道。随后他拿出一块古朴的黑色令牌，令牌的一面是一柄剑，另一面刻有玉虚二字。叮！恭喜你完成唯一隐藏任务，老村长的委托，获得道具玉虚令。这块令牌是老朽祖上流传下来的，祖辈有言，希望能交给有缘人，老朽便将之赠予少侠。多谢村长爷爷。杨安看了下这块来自唯一隐藏任务奖励玉虚令的信息。玉虚令使用后，开启玉虚秘境传送阵，开启条件需白银级 BOSS 血液浇灌，进入玉虚秘境要求等级10级，且未进行转职。这东西要求怎么这么苛刻？白银级 BOSS 啊，哪里有这么容易杀？杨安暂时把玉虚令收入背包。村长爷爷，没什么事，我就先告辞了。杨安说完就要离去。血染少侠请留步，老朽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老村长连忙叫住杨安。村长爷爷请说。少侠日后若是成长到足以强大，若有机会，恳请少侠帮我大彪报仇雪恨。老朽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封印之下的存在定然无比恐怖，可是老朽也别无办法了。老村长看着杨安，眼神中带着无比的哀求。叮！是否接受任务？老村长最后的愿望，击杀上古凶兽深渊混沌。该任务无任何奖励和惩罚。接受。杨安实在不忍心拒绝这位垂暮老人最后的愿望，等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定然会去一试。村长爷爷，日后若是有机会，小子定会去试一试。听到杨安的话语，老村长脸色也是稍微好了一些，对着杨安点了点头。杨安抱拳行了一礼，离开了老村长的院子。从院子中出来，杨安抬头看向天际，长长舒了一口气。调整了下情绪，杨安决定要尽快升到10级，去完成开启玉虚秘境的条件。第47章疯狂练级。以杨安如今的速度，正常状态下都比以前开启幻影游龙快不少。花了1个多小时，便赶到了笑月平原。他打算在这里杀苍狼升级。10级的苍狼已经是新手村中等级最高的野怪了，选择这里可以最大效率升级。很快便找到一处狼群聚集地。小狼，就拿你来试剑。杨安拉了一只苍狼的仇恨。此刻他手中装备的是那把只有3点可怜攻击力的新手短剑。苍狼嗷嗷叫着冲向杨安，不容许任何人挑衅于他。杨安嘴角上扬，发动剑气连斩。负640、1280，暴击。杨安都被这伤害震惊。混沌剑体对剑系技能有200%的伤害加成，在触发暴击的情况下，伤害竟然达到惊人的1280点。相较以前，相当于开了一个永久的杀戮状态。想到这，杨安看了下依旧存在的杀戮之心。现在这个技能是一把双刃剑，确实好用，不仅不用担心红名，开启后伤害爆表，还有续航能力。只是经过上次被守株老人强行吸走体内所有杀戮之力，杨安不得不担忧，若是日后再次遇上，将会很被动。不过很快，杨安就释然，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权，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这个技能也没办法遗忘，最多以后获得杀戮之力就尽快用掉。依旧前冲的苍狼吃了2记重击，哀嚎一声，张开血盆大口咬了过来。杨安脚步轻点，轻松避开。如今速度大增，即便苍狼开启极刑也没有他快，更何况他也有这个技能。负320，没有混沌剑体加成，奋力一击的伤害明显差很多。杨安再次补了1记普通攻击。负243，苍狼的血量瞬间便只剩下1/6。杨安几下普通攻击，轻松将其击杀。叮！恭喜你升到1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按4力量1敏捷的比例分配好自由属性。对于自己实力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杨安短剑一挥，豪气万丈，准备群刷。一起上吧，小狼崽们！杨安兴奋地冲入狼群，与群狼共舞。如今的笑月平原已经有不少玩家队伍在这里练级。看到杨安竟然可以轻松单刷苍狼，不少队伍前来发出组队邀请，不过都被杨安委婉拒绝。甚至有些人被杨安拒绝后，恼羞成怒，欲要动手教训他。在杨安一剑将其免费回新手村后，其余人有想法的人纷纷夹着尾巴退走。1天后，杨安刷怪的效率极其恐怖，如今已经升到9级，只差1级便可以出新手村。杨安越发的期待起来。外面的世界总是充满诱惑，他已经有些等不及了。某位来自南明城的朋友已经短信轰炸了他很多次。血染，你快点呀，
我这边已经找到一个15级的 BOSS， 就等你了。杨安笑着摇了摇头，已经在拼命刷了。我也想早点出去啊。又继续刷了2个多小时，前方出现一阵骚动，那里聚集了上百名玩家，而且还越来越多的玩家汇聚过来，应该是有 BOSS。杨安看着前方人群，慢慢靠了过去。这个 BOSS， 我们腾龙要了，闲杂人等赶紧离开。人群中有人厉声喝道：“哦，竟然是老朋友！”杨安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轻笑一声。人群中那一头黄发尤其显眼，正是那黄毛。龙飞并不在此，想来应该已经升到10级，前往2级主城了。黄毛等人被杨安多次击杀，等级落后其他人，才没有离开新手村。此刻腾龙帮会成员已经聚集到200多人，开始在清场。周围的散人玩家敢怒不敢言。在这个新手村，腾龙帮会一家独大，没有其他帮会能抗衡。之前还有风雪阁的人在，如今都已经前往2级主城了。杨安也没有上前，看了一眼前方的 BOSS， 苍狼王青铜级 BOSS， 等级10。简介：没想到我也有当上苍狼王的一天，不过听说这个位子会带来不祥。属性：又是一只新刷新出来的苍狼王。杨安深知苍狼王的可怕，直接退走。反正腾龙帮会的人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击杀苍狼王，他距离升到10级已经不远，不想在这干等着，重新投入疯狂刷怪练级的怀抱。1个多小时后，叮！恭喜你成功升到10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终于到了10级，升级太累了。杨安的吐槽，要是被其他玩家听到，怕是会想找块豆腐撞死。从背包中拿出碎牙长剑装备上，攻击力达到了巅峰。对了，还有装备没鉴定。杨安拿出一个手镯和一个戒指。混沌之眼。杨安第一次使用混沌之眼鉴定装备，只见他眉心发出一道金色光芒，神秘符文浮现，一只金色眼睛缓缓睁开。叮！鉴定成功。笑月手镯，青铜器。简介：天狼笑月，使用苍狼王头骨制作而成的手镯。等级要求10级，职业要求物攻系。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加123，力量加25，敏捷加10，暴击正10%。狼爪戒指，青铜器。简介：锋利的狼爪制作而成的戒指，具有不错的攻击力。等级要求10级，职业要求物攻系。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加86，力量加16。青铜级的笑月手镯没有附加技能，杨安感觉有些可惜。将2件装备穿戴上，杨安的属性爆炸。气血值3075，物理攻击1018，物理防御433，灵力防御390，速度41.6，破防15%，暴击40%。该去看看那头苍狼王了，不知道腾龙帮会将 BOSS 打到什么程度了。杨安快步向 BOSS 的方向跑去，只见那里依旧人群汇聚，腾龙帮会的成员们正有序的与苍狼王对抗着。杨安看了一眼，苍狼王的血量才降到80%多，很多人的伤害都不破防，大部分都只能打出10几20的伤害，太慢了呀！杨安等不及了，直接朝战场走去。喂，那个小子，赶紧滚一边去！刚靠近，就有人出声喝止。杨安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径直朝前走。靠，给你脸了是吧？兄弟们，给我干他！几名腾龙玩家应声出列，冲向杨安，远程攻击率先发动。-1-1-1，我什么东西？防御怎么这么高？杨安嘴角上扬，露出不屑神情，抬起碎牙长剑就要发动攻击。住手！都给我住手！突然，人群中跑出一道人影，大声喊道：“来人正是黄毛，因为某些原因，等级落后不少。如今他便是这个新手村腾龙帮会的话事人。谁让你们动手的？这位是血染老大，是你们得罪得起的吗？”黄毛指着一群小弟痛骂，随后看向杨安：“血染老大，对不住，没有管教好手下，您别介意。你们几个都过来给血染老大道歉。”黄毛大手一挥，几名小弟纷纷上前，排成一排，90度鞠躬，异口同声道：“对不起，杨安。”嘿嘿嘿，血染老大，您怎么还没出新手村呀？您现在来这边是有什么事吗？黄毛一脸笑容可掬，双手不停地来回摩擦，要多谄媚就有多谄媚。黄毛这种态度，一时之间让杨安难以适应。原本还想着免费送他们回新手村的，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本就不是什么非要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这种情况下，杨安还是尽量不把事做得太绝。这个 BOSS， 没问题，这个 BOSS 就是您的了，我立刻让他们解散。黄毛说完，就对帮会的玩家们下达撤退的命令。腾龙的帮众们内心很是不解，已经有人开始大声议论起来：“都给我闭嘴，听令行事！”现在黄毛在这个队伍里说一不二，其余人有想法也只能憋在心里。
在付出几个前排的生命后，其余人都纷纷退走，脱离战斗。血染老大，您看满意不？我们这就离开。黄毛对着杨安陪笑道。杨安向他挥了挥手，身体一个加速，冲到苍狼王身前，将仇恨拉住，避免他失去仇恨而快速恢复血量。黄毛见杨安没有对他们动手的意思，长长舒了一口气。黄哥，他是谁啊？咱们就这么把 boss 让给他，以后别人怎么看我们腾龙啊？我们这么多人，怕他一个作甚？一旁的小弟来到黄毛身边，有些不忿地开口道：呵呵，我们人多。小李，你是刚加入我们腾龙没多久，你不知道他的厉害，人多也没用啊。走吧走吧，不想死就离他远点。黄毛叹了一口气，龙飞离开后，他便接下带领帮会成员升级的重任，如今马上就要10级离开新手村了，他不想因此让努力白费。杨安这边已经进入战斗，2道剑气率先向狼王斩去。负4862， 4862。很幸运，2道剑气都触发了暴击，在混沌剑心的加成下，伤害爆表。还没离开的腾龙帮会成员。第48章，南明城。刚刚还不忿的腾龙帮众吓得牙齿都在发颤，庆幸没有冲动和杨安起冲突。更变态了啊！黄毛也是目瞪口呆，同时也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庆幸。如今青铜级的苍狼王对杨安已经无法产生太大的威胁，无论是攻击防御还是速度，都遭到杨安全方位的碾压。唯一比杨安强的就只有血量了，即便召唤出一群苍狼头领打手，也无济于事。仅仅几分钟时间，苍狼王便哀嚎倒地，眼中充满不甘。我就知道苍狼王这个位置充满不祥。由于不是首杀，而且只是青铜级 BOSS， 只报了1件青铜腰带和1件黑铁级护手，直接开启混沌之眼鉴定装备。苍狼王腰带，品质青铜，等级要求10级，职业要求通用，气血值加1000，灵力值加300，根骨加33。简介：用苍狼王的皮制作而成，100%真狼皮，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苍狼护手，品质黑铁，等级要求10级，职业要求通用，物理防御加35，灵力防御加29，气血加364，力量加11。简介：苍狼筋骨坐骑，狼皮包裹，坚固舒适与防护能力，刚好可以替换掉身上的蛤蟆护手和野猪腰带。杨安的血量得到巨大提升，将地上爆出的银币收入囊中。杨安没有理会周围呆若木鸡、久久没有回过神来的众人，直接捏碎了回村传送卷轴，回到新手村，直奔老村长家中。所有玩家等级达到10级后，可以通过老村长传送至各大主城。血染少侠，这是要离开新手村了吗？老村长见杨安到来，便猜出了他的来意。村长爷爷，我已经达到10级，也该离开了。杨安礼貌回应。老村长点了点头，很是欣慰。2级主城一共有8座，分别是南明、九黎、西漠、北原、寒渊、东荒、雷泽、苍梧。你想要前往何处？南明城吧。杨安直接报出早已决定的主城。好。老村长伸手一挥，一道传送阵出现在杨安脚下。杨安在传送阵的作用下，身体化作白光，消失在新手村。血染少侠，希望老朽有生之年能等到你的好消息。看着消失的杨安，老村长喃喃自语。南明城中心一座巨大的广场，杨安被传送到广场内的传送阵中。他打量了一下周围，这是一座古城，周围建筑古色古香，富有历史的沧桑感。此时的2级主城已经人来人往，来自不同新手村的玩家聚集到8座主城中，人口密度可想而知。可惜杨安不是第一个进入2级主城的玩家，根据以往的游戏经验，第一个进入主城的人可以抢占更多良机，比如地皮、商铺、房屋等。不过转念一想，如今还没开通兑换功能，就算自己第一个到达主城，也没有那个财力去购买那些东西。他可不是什么大帮之主，有众多帮众一起打钱，对于这些东西也没太大兴趣。他的目标仅仅是强大自身。杨安没有去转职大厅进行转职，因为他还有个任务，开启玉虚令，其中一个条件是等级达到10级，且没有任何职业。他必须先开启玉虚令，不然就浪费了。打开通讯录，再添加好友栏输入快乐的小青蛙，发送添加好友请求。对面很快就通过，并发来疑问：谁？胖子，是我。你在哪个主城？安子，你可终于加我了。我在苍梧城，你在哪里？来南明城，有好东西给你。不同2级主城之间是可以互相传送的，不过传送费高昂，一般人消费不起。主城之间传送费用可是很高的，你可别骗我，要是不能让我满意，你可得给我报销路费。别啰嗦，不来你可别后悔。行行行，我很快就到。打发完罗源，杨安再次打开通讯录。在哪？血染你10级了，到南明城了吗？我和朋友他们一起打怪练级，
不过升级好慢呀。我在南明城，你上次说的 BOSS 什么等级评阶的？真的来南明城了？那个是15级的白银 BOSS， 我们打不过，没敢去打扰他。等我联系你，一起去打 BOSS。好。关闭聊天，在等待罗源到来的这个时间，杨安突然感觉有点闲，又不能打怪升级，又没有其他任务，索性在城中闲逛起来。中心广场有不少玩家就地摆摊，售卖一些自己用不到的装备物品，普遍都是些白板装备，偶尔能看到1、2件黑铁级，不过对杨安来说都没什么用。他如今的武器碎牙剑早已经调出装备排行榜了，高居第一的是一把白银级长刀，白思瑶的白银级法杖位居第5，其余的都是15级的青铜装备。逛了一阵，杨安放弃了捡漏的心思，好东西一般都不会拿出来卖，而且以现在的物价，他兜里的这几个子随便都不够花。安子，你在哪？我到了。好友列表传来罗源的消息，杨安给他发了坐标，不多时便看到一个胖子向他走来，在他身后还跟着一名娇小可爱的女生。胖子，杨安露出笑容，伸出手掌。罗源哈哈一笑，也是伸出手掌与杨安拍了一下。安子，在游戏里行动自如的感觉不错吧？还行，能跑能跳。死胖子，不介绍一下？杨安拍了下他的肩膀，笑着说道：哈哈，这是我女朋友，叫呆萌的小天鹅，叫她萌萌或者小天鹅都行。杨安，合着你是那只癞蛤蟆啊？你好，叫我血染就行。杨安和呆萌的小天鹅打了声招呼。你好。呆萌的小天鹅娇小的身躯站在罗源身后，有些怯生，对着杨安点了点头。哈哈，安子，你说有什么好东西，快给我看看。罗源一心想着杨安所说的好东西，已经心痒难耐。杨安从背包中拿出一个卷轴，丢给他。你看看吧，应该适合你。罗源拿起卷轴仔细一看，立马发出惊讶的声音：卧槽！隐藏职业转职卷轴。安子，你从哪里来的？系统送的，想着以往你玩游戏都喜欢这类职业，正好适合你。杨安很随意的说道。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现在等级排行榜上也只有一个隐藏职业，我听说外界有人花重金求购，已经开到500万的价格了。罗源感觉手中的卷轴分外沉重，500万啊，对他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杨安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你你就拿着，别婆婆妈妈的，赶紧用了，我还需要你帮我扛 BOSS。这，罗源有些犹豫，实在是太贵重了。胖子，你还跟我客气什么？物尽其用，这东西在你手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罗源看着杨安，心中似乎做了某些决定，点了点头。好。随后他捏碎卷轴，一道金色光芒炸开，瞬间覆盖他的身体，无数经文从中浮现，不断环绕。第49章，再相见。持续了小一会，金光退散，而罗源的身体也跟着消失在原地。看来转职卷轴不是直接让人获得职业，而是需要完成特定的任务或者考验才行。杨安心中有了大概的猜测，果不其然，消失的胖子给他发来消息，需要通过考验才能完成转职，一时半会可能也出不来，拜托杨安帮忙照顾下他的小女友。杨安很是犯难，说实话他也是不太会和女生交流。那个天鹅。杨安挠了挠头，对着呆萌的小天鹅喊了一声。呆萌的小天鹅轻轻回应着，安静地等待着杨安的安排。走吧，我们先去练会集好了，罗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好的。杨安带着他想要出城去练级，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去哪里，索性打开通讯录。杨安，坐标。白思瑶，哎，你说话好冷淡爷，你都是这么对待女孩子的吗？杨安，白思瑶，哈哈，逗你玩呢。随后发了一个坐标给他，杨安看了下，在南明城东面，距离并不远。杨安带着呆萌的小天鹅往目的地跑去。血染哥。刚走没多久，就听到后方呆萌的小天鹅的声音。怎么了？杨安不解。那个，其实可以通过 NPC 直接传送到城门口。呆萌的小天鹅怯怯的小声说道。哈哈，这样啊，那个，我刚来主城，都还不熟悉。杨安尴尬的笑了笑。没事没事，习惯就好了，我带你去吧。呆萌的小天鹅也是露出浅浅的笑容。很快，在他的带领下，通过 NPC 传送到了东城门，节省了不少时间。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坐标位置，只见前方正有10多人在那边杀怪练级。血染。远远的便传来白思瑶那动听的声音，他正朝着杨安的方向挥舞着小手。不过当他看到杨安身边跟着一个呆萌女孩时，小手僵硬在半空，有些尴尬的挥了挥。杨安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快步来到白思瑶身前。看着白思瑶，他脸上露出笑意。好久不见。白思瑶小脸有些微热，想起之前给他发了那么多消息，不自觉的羞红起来。好久不见。声音如同蚊子般，他低声回应着。杨安，说话大点声，听不太清。白思瑶。
手中法杖忍不住要举起来敲他，最后还是哼了一声，心里安慰自己，不和钢铁直男一般见识。这位是……白思瑶偏头看向杨安身边的女孩，姐姐你好，我是血染哥兄弟的女朋友，他因为任务暂时离开一会，让我暂时跟着血染哥。呆萌的小天鹅虽然腼腆怯生，但是很会察言观色，都没介绍自己，反而直接告知自己与血染的关系。白思瑶心中莫名的松了口气，她也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西西，妹妹你跟着他有什么好玩的？跟姐姐走。白思瑶露出笑容，漂亮的大眼睛弯成月牙，拉着小天鹅的手，二人有说有笑，聊化妆，聊八卦，好像是多年未见的姐妹，留下杨安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她感觉自己被孤立了，两个女人的世界她融入不了，只能安静地站在一旁，抬头望天。哎，你发什么呆？白思瑶回头看见杨安这副模样，不由向他喊道。杨安摸了摸鼻子，看着前方战斗的人群，问道：那些都是你朋友？有几个是我公司的员工。哦，你怎么不下去刷怪？有你打怪速度会快很多。还没转职，没有经验，没有动力。杨安把玉虚令的事告诉了白思瑶。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我说的那个 boss。 我需要你的帮助。杨安静静地看着他，白思瑶的天赋技能可以给他带来巨大的提升。我能得到什么好处？白思瑶狡黠地看向杨安。咱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吧，怎么还能提要求呢？杨安摸了摸下巴，尴尬地说道。要我帮你也不是不行，除非以后你都带着我升级。白思瑶灵动的双眼眨了眨，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杨安脸上露出笑容，答应道：好。白思瑶嘴脸也是浮现一抹浅笑，转过身子，拉着呆萌的小天鹅快步向前走去。杨安则是跟在他们身后。前方战斗的人群中走出一男一女，向他们迎面走来。女子30左右，落落大方，一举一动都透露出一种现代职业女性的风格。而男子长相俊美，甚至有些阴柔，十足的小鲜肉模样。小姐。女子上前对着白思瑶恭敬地叫道。女子的态度让杨安为之诧异，看来白思瑶现实身份非富即贵。介绍一下，这位是青姐，明月清心，公司的经理。白思瑶对着杨安和呆萌的小天鹅介绍道。杨安对着明月清心点了点头，后者也报以微笑回应。瑶瑶。白思瑶还没介绍他，阴柔男子就率先开口，亲昵地称呼着。你还是叫我全名吧。白思瑶眼神中带着一丝嫌弃，又有些无奈。嘿嘿，瑶瑶，不用这么见外，这位是……阴柔男子看着站在白思瑶身边的杨安，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善。他是我朋友。白思瑶淡然道。你好，我叫天生不凡，14级神射手。天生不凡露出轻蔑的笑容，向杨安伸出右手。血染10级，无职业。杨安淡淡的说了一句，伸出手与阴柔男子握在一起。10级？瑶瑶，这就是你说的要一起去杀15级白银级 BOSS 的人。他眼中充满蔑视，与杨安握在一起的手掌突然发力，顿时从那手掌中传来一股力量。天生不凡想要仗着等级优势给杨安来个下马威。他是一名全力量加点的战装暴力射手，装备也全都是10级以上，武器更是黑铁器。无论如何都要比杨安这个才刚刚出新手村还没转职的菜鸟强。然而随着他手掌不断加大力量，杨安却不为所动，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感受到来自天生不凡的恶意，杨安当然不会就这么松手，手掌用力一握。天生不凡阴柔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强忍着没叫出声，想要把手抽回来，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也没能挣脱。放手！天生不凡对着杨安怒喝道。他不相信杨安这个10级的菜鸟能有这种力量，肯定是暗中使用什么增加力量的道具。就在天生不凡用力抽回手掌的瞬间，杨安松开了手掌，这让他身体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你！天生不凡刚想要发怒，却见白思瑶往前站了一步，眉头微皱。够了，吴又凡。第50章强大的金刚浮屠。天生不凡见白思瑶有发怒的迹象，赶忙陪笑道：好好好，看在瑶瑶的面子上，我就不和你计较了。他是谁？自从在 H 国出道后便一飞冲天，回国内发展后更是成为当今娱乐圈绝对的顶流，粉丝数量高达数千万。自从出名以来，都不曾有人敢忤逆他。天生不凡眼神阴翳地看了一眼杨安，哼了一声，便回到战场中找怪物发泄去了。白思瑶心中翻了个白眼，看向杨安，发出询问的眼神。杨安给了他一个微笑，示意他没事。被天生不凡这么一闹，气氛变得有些尴尬了起来。不过对杨安来说倒是无所谓，他一向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虽远必诛。若是这个天生不凡日后来找他麻烦，他也不会手软。就在这时，杨安收到了一条通讯信息：安子，
你们在哪里？我出来了。是罗源从转职任务空间出来了，杨安立即给他发了位置坐标，并问道：转职成功了吗？那当然，也不看看胖爷是谁，嘿嘿，等我到了再说。罗源到这里还需要些时间，杨安也不去打怪，他乐得清闲，就在这边与白思瑶他们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着。而明月清心则回到了大部队，指挥着队伍一起刷怪。在战斗中的天生不凡看到杨安这边的情形后，更是怒火中烧，却只能找野怪撒气。半个多小时后，罗源终于到来。看到他时，众人都纷纷侧目，神色古怪。你这脸是怎么了？杨安看着罗源脸上都是淤青，不由问道。还不是这个转职任务吗？你不知道，我进去后被5个光头大汉疯狂殴打，揍了我整整半个小时。罗源带着哭腔向杨安诉苦。杨安憋着笑意，表示爱莫能助。后来呢？后来他们打累了，看我没认输，就让我通过考验了。嘿嘿，胖爷我皮糙肉厚，怎么可能会认输？罗源成功获得隐藏职业，有些得意。给我看看这个隐藏职业到底有多厉害。杨安很好奇，这是个什么样的职业？罗源将自己的属性面板分享给杨安。快乐的小青蛙，等级13，职业金刚浮屠，气血值1799，灵力值350，物理攻击152，灵力攻击38，物理防御612，灵力防御600。金刚浮屠，执掌守护之力，护佑天下众生。金刚怒目，降妖伏魔。被动技能金刚不坏之身，专属，熟练度初级。效果基础双防加300，受到的伤害最终降低 20%。 主动技能金刚伏魔，专属，熟练度初级。效果对目标造成物理攻击 150% 的伤害，对黑暗类、死亡类生物伤害翻倍，冷却5秒，消耗无。金刚壁垒，专属，熟练度初级。效果释放金壁垒，自身获得 20% 减伤，15米范围内所有友方单位获得 15% 减伤，持续1分钟，冷却5分钟，消耗200灵力值。金刚怒吼，专属，熟练度初级。效果获得自身3米范围内怪物目标 80% 仇恨值，冷却10秒。好厉害，这职业想死都难。白思瑶和呆萌的小天鹅都惊讶不已。看完罗源的属性和职业特性，杨安也觉得金刚浮屠很强，妥妥的队伍中主 T 定位。那高额的减伤，想要打死他可不容易。只要给他配一个奶妈，抗住 BOSS 的伤害应该没有什么压力。普通的盾位职业被动只加了100点双防和 10% 减伤，金刚浮屠是他的2倍。嘲讽技能获得仇恨值的比例也更高，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主动技能金刚壁垒，不仅还能提升自己 20% 减伤，还能保护队友，这是普通盾位所没有的。有你在，接下来的 BOSS 将会轻松很多。杨安拍了拍罗源的肩膀，笑着说道。罗源拍了拍胸脯，打包票道：嘿嘿，放心，有我在，肯定能稳稳拉住仇恨。我们等会去打什么 BOSS？ 罗源自信满满，不过还是询问道。杨安也看向白思瑶，后者开口说道：一只15级的白银 BOSS， 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我们也是无意间发现的，目前应该还没有注意到他。白银级？就我们几个？罗源吓了一跳，他在新手村可是和青铜级的 BOSS 交过手的，完全打不了。他们那个新手村也是数万人一起才磨死，刚刚还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现在就怂了？杨安鄙视道：大哥，那是白银级 BOSS 啊，而且还是15级的。你现在已经是隐藏职业了，有点信心。罗源咬咬牙，好吧，既然你们想打，那我就豁出去了。在场的人也就只有白思瑶和杨安表现得很淡定，他们也是手刃过白银 BOSS 的人，虽然是取巧。杨安的自信源自于混沌剑体，而白思瑶则是因为信任杨安。那就出发吧。杨安将白思瑶、罗源还有呆萌的小天鹅拉进队伍中。血染，带上青姐和天生不凡一起吧，毕竟是一起发现的 BOSS。 白思瑶看向杨安说道：好，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杨安很爽快地答应。虽然天生不凡让他很不喜，但毕竟是他们发现的 BOSS， 杨安没有理由拒绝。青姐是冰系灵术师，能给 BOSS 一些简易状态。天生不凡有一个技能能打断 BOSS 技能，不过只能对 BOSS 生效1次。白思瑶给众人介绍他们的特点，杨安点了点头，能对 BOSS 起作用那是再好不过了。明月清心和天生不凡脱离大部队，加入到杨安的队伍中。等会你们都注意点，保护好我，由我来主力输出。天生不凡一脸倨傲，很是看不起杨安他们，他对于自己的输出能力非常自信。特别是你，连职业都还没有，等会可不要拖后腿。杨安没有理会他，罗源则肆意的上下打量着天生不凡，随后在杨安耳边小声的说道：安子，这谁呀？怎么娘里娘气的？他自认为的小声，
周围人却都能隐约听到。死胖子，你在嘀嘀咕咕什么？天生不凡恼羞成怒，怒喝道：嘿嘿嘿，说你长得帅。罗元露出憨厚的笑容，伸出右手比了个大拇指。哼，算你识相。好了，准备出发吧。为了避免事态扩大，白思瑶恰逢时宜地站了出来，消失70%多，只剩下700多点。加929加1114，两道绿色数字从罗元头上冒出。插秒治疗。白思瑶同时使用了活血术和甘露诀。甘露诀的回春转态，让罗元每秒持续恢复124点血量。他对于时机的掌握，杨安也很佩服，确实很有游戏天赋。杨安没有急于出手，需要等罗元把仇恨拉稳才行。小猫咪，你也不怎么样啊。罗元开口嘲讽道。死胖子，别只用嘴嘲讽。杨安喊道。哈哈，差点忘了。罗元哈哈一笑，发动嘲讽技能金刚怒吼，同时右手握拳，拳头上金光灿灿，神秘的梵文浮现，正是金刚伏魔。-2。罗元有些尴尬，他身上就没几件攻击装备，攻击力低的可怜，即便面对黑暗系怪物，金刚伏魔有双倍伤害加成，奈何他根本破不了防。安心做个人肉沙包吧，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罗元已经拉住仇恨，杨安他们也可以发动攻击了。一道冒着火焰的剑矢率先飞出，那是天生不凡的技能爆裂剑。-93，伤害太低了，他有52万的血量，即便坦克能抗住，这个血量根本打不完。面对强大的 BOSS， 天生不凡已经失去信心。-1492 3134，暴击。两道剑气飞出，斩向幽冥引爆，恐怖的伤害从他头上飞起，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天生不凡。第52章危局。卧槽，安子你这什么攻击？拉住仇恨。杨安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身形一动冲了过去。不可能，天生不凡呆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这是一个还没有转职的人打出的伤害。唯有白思瑶见怪不怪，在他眼里，杨安从来都不能用常理解释，只不过如今又变得更变态了而已。小手一抬，他对杨安使用了天赋技能天籁之音。叮，你的技能破云剑获得天籁之音 buff。 杨安听到系统提示，欣喜万分，他实在太喜欢白思瑶的天赋技能了。在 buff 的加成下，破云剑的伤害提升到 135%， 冷却也只有1秒。来到 boss 身前，杨安长剑快速挥动，带着凌厉的剑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剑刺出。破云剑。-1386。好！幽冥引爆接连受到伤害，愤怒不已，张开血盆大口咬向罗元。-941。罗元的金刚怒吼对于仇恨的控制非常强，在杨安如此高额的伤害下，依旧没有丢失仇恨。只要冷却一到，他都会立即释放技能，牢牢拉住 BOSS 仇恨。而白思瑶则持续使用技能为罗元恢复血量。明月清心也释放他的技能冰冻术，不过他的伤害无法破防，倒是技能附带的冰冻效果，虽然无法冻住 BOSS， 却能减缓他少量攻击速度，这让罗元和白思瑶的压力要小一些。队伍中完全发挥不到作用的只有呆萌的小天鹅了。他是一名召唤师，但是装备属性一般，召唤出来的一只黑色兔子只能打出一连串的1，就差把手中的胡萝卜塞到幽冥引爆嘴里了。-574 2911，暴击。746 3134，暴击。1492 574 1386。有坦克拉住仇恨，杨安这边可以肆无忌惮的全力发动攻击。好！幽冥引爆似乎不甘受到杨安的欺辱，抬起锋利的巨爪就要抓过去。杨安反应迅速，快速向后退去，避开幽冥引爆的攻击。你的对手是我！罗元身体横移，挡住幽冥引爆，再次发动嘲讽技能。安子，你的攻击太高了，控制下攻击频率，不然容易仇恨转移。杨安无奈点了点头，本以为可以肆意攻击，在他有意的控制下，总算没有再次抢到仇恨。战斗有条不紊的进行，幽冥引爆的血量在持续下降。每隔1分钟，幽冥引爆会释放一次幽冥爪击，这个技能有白思瑶在，罗元还承受得住。战斗到第5分钟，幽冥引爆发动分身技能，召唤2只分身。2只分身血量仅有52000，攻防也只有幽冥引爆的一半。对于胖子罗元来说，没有丝毫压力。他将分身的仇恨牢牢拉住，杨安则快速攻击，优先击杀分身。战斗到第10分钟，幽冥引爆的血量已经下降到 90%。好！本来还在与罗元缠斗中的幽冥引爆发出一声怒吼，只见他浑身爆发出一阵浓郁的黑暗能量，头顶上方黑色与火红色能量汇聚，一团燃烧着火焰的黑暗能量球缓缓凝聚。小心，他要释放黑暗岩爆！所有人退出仇恨范围。小天鹅的召唤兽留下。思瑶给自己释放天籁之音，
准备好加血。胖子，开金刚壁垒！杨安快速发出一连串命令。后排的几人本来距离 BOSS 就比较远，很轻易的就跑出了仇恨范围。场上只剩下杨安和罗源，还有呆萌的小天鹅的召唤兽兔子，三者距离也拉开3米以上，避免因为目标过多造成高额伤害。幽冥引爆的黑暗岩爆准备完毕，一声怒吼之下，能量球激射而出，众人纷纷紧张起来，到底会是哪个倒霉蛋承受这次攻击？我靠，怎么是我？天神不凡哀嚎一声，自己明明已经退出仇恨范围了，怎么还会成为目标？轰！负1517，秒杀！天生不凡直接倒在地上，白思瑶对其释放一道复活术，将其复活。这就是队伍中有医师的好处，死亡可以复活，只需要损失10%经验。不管天生不凡的输出如何，白思瑶都必须把他拉起来，多一个人意味着其他人就更安全一分。白思瑶没有给他加血补状态，而是让其自己吃药，他的加血技能必须留给罗源，只有他活着才能让杨安安稳输出。杨安看到 BOSS 对天生不凡发动攻击，眉头一皱，这意味着他想要通过脱离仇恨范围来躲避这个技能的想法泡汤。如果下次 BOSS 选择的目标是白思瑶，那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总不能碰运气吧？祈祷 BOSS 不要选中白思瑶。他的复活术冷却是10分钟，在此之前还必须控制 BOSS 血量，不然在 BOSS 下一次释放技能的时候没有复活术，那会很麻烦。不过很快他就发现想多了，随着 BOSS 召唤的分身数量增加， BOSS 的血量下降的也越来越慢，根本不需要刻意控制。战斗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杨安持续输出，白思瑶对自己使用天籁之音后，甘露诀治疗量暴涨30%的同时，冷却被降低到只有1秒。有如此高额的奶量，罗源表示毫无压力。幽冥引爆血量下降到80%，开始释放第2次黑暗岩爆。怎么又是我？天生不凡再次成为那个倒霉蛋，虽然可以被复活，但是死亡的痛苦还是要承受的。70%，不可能，这不可能！天生不凡再次倒下，众人神色古怪，杨安都差点笑出声。60%，呼，总算不是我了。天生不凡松了一口气，死亡的感觉确实不太好受。BOSS 不能总逮着一个人薅，这次选中了明月清心，有白思瑶在也不是什么问题。50%、40%、30%、20%。接下来杨安、罗源、呆萌的小天鹅各自承受了一次黑暗岩爆的攻击，而天生不凡则又一次成了那个倒霉蛋。他当前经验已经不足10%了，再死一次就得掉级。罗源是直接硬扛过去，而杨安虽然把装备给了罗源，但是血量也高达2500加，幽冥引爆的攻击还能扛得住。不过白思瑶没有时间给他加血，只能靠自己吃药慢慢恢复了。19%、18%、14%、11%，最后一次了，千万不要是白思瑶。杨安心中也有些紧张，这是决定胜败的一次攻击，若是选中白思瑶，很可能一切都功亏一篑。好！幽冥引爆一声怒吼，被火焰环绕的黑色能量球呼啸而出。不好！杨安大喊一声，黑暗岩爆是冲着白思瑶去的。众人脸色纷纷一变，大家都明白，队伍中谁都可以死，唯有白思瑶不行。萧姐！明月清心焦急的不知所措。金刚壁垒！罗源直接开启群体减伤技能，降低白思瑶受到的伤害。天生不凡搭弓上箭，随后叹了一口气，他的技能只能打断一次正在释放过程中的技能，而黑暗岩爆已经形成，来不及了。杨安开启疾行，速度暴涨30%，想要冲过去为他挡下攻击，然而两人相距甚远，根本追不上飞行中的黑暗岩爆。别过来！白思瑶阻止了向自己跑来的杨安，他过来反而会让二人一起陷入危境。轰！叮！你的队友白思瑶已死亡。第53章剑域之威，深渊再现。怎么办？胖子撑不了多久，要失败了吗？杨安目眦欲裂，想不到最后时刻，幽冥引爆还是对白思瑶动手了。明明胜利就在眼前，上天却给他开了这样一个玩笑。一道彩色光芒从爆炸中飞出，没入杨安的身体。那是白思瑶的天籁之音，他在死亡之际还是发动技能，希望能给杨安带来哪怕一点提升。叮！你获得天籁之音 buff， 你的技能混沌剑域效果提升30%。我没事，血染，你一定可以创造奇迹的。杨安收到了来自南明城复活点的白思瑶发来的信息，对于他那莫名的信任，心中微暖。不过想起他惨死在幽冥引爆手中，不由得怒意渐起，紧紧握着手中碎牙，长剑前指。真是该死的畜生！杨安的身体快速冲了过去，在开启疾行状态下，速度奇快，抬手挥剑，两道剑气呼啸而出。负3134暴击，3134暴击。
最后10%血量的幽冥引爆还剩下51000血量，在杨安接连2道剑气暴击下，瞬间便下降6000多。杨安已经冲到幽冥引爆身前，发起疯狂的攻击。在罗元拉住仇恨下，幽冥引爆对于杨安的攻击没有理会，他伸出锋利的爪子，对着罗元接连发动2次攻击。负828， 828。在金刚壁垒的作用下，罗元的减伤高达40%。然而在幽冥引爆恐怖的攻击力下，一个2连击足足掉了快2/3血。安子，我要撑不住了。罗元看着自己仅剩的1100多血量，对着杨安高喊道。没有了白思瑶的持续回血，他撑不了太久。混沌剑域开！杨安暴喝一声，双手紧握剑柄，剑尖向下，漫天金光从碎牙长剑之上爆发，一股恐怖威压降临。杨安身前长剑狠狠插向地面，轰！剑尖接触到地面的一刹那，一圈圈金色波纹从剑尖处向四周激荡，一股凌厉的气势从碎牙长剑中散发，似乎能斩断一切。受死！破云剑，负5908，暴击！一个恐怖的伤害从幽冥引爆的头上冒出，混沌剑域之威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负1340，普攻3657，暴击！奋力一击！好！幽冥引爆在杨安恐怖的输出下，直接放弃眼前的罗元，目露凶光，朝着杨安发出嘶吼，张开长满獠牙的巨嘴咬了过来。负850，开启混沌剑域后，杨安的血量已经高达5000加，防御也高达788，而且有罗元金刚壁垒15%的减伤。为了追求最大化攻击，他甚至放弃躲避，疯狂发动攻击。恐怖的攻击倾泻而出。负1340， 3483， 7314，暴击！1340， 2814，暴击！5908，暴击！1340。幽冥引爆血量在短短5秒钟内便下降到只剩下11000多，而杨安也硬扛了他6次攻击，就只剩下一点血皮，只要再挨上1次攻击便会死亡。好！幽冥引爆嘶吼着一跃而起，扑向杨安。安子！罗元紧张的大喊了一声。明月清心和呆萌的小天鹅也紧紧握着手中法杖，紧张的看着这一幕。在这最后一刻，杨安眉心神秘符文浮现，爆发出璀璨金光，隐约能看见一只紧闭着的金色眼睛。混沌之眼，金色混沌之眼骤然睁开，轰！一道恐怖的能量从金色混沌之眼轰然爆发，激射而出，瞬息间便穿透还在半空中的幽冥引爆脑袋，他的身体直接被恐怖的惯性带飞10多米远。负14066，暴击！秒杀！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这是人能打出来的伤害吗？众人心中只有这种念头。终于结束了，罗元长呼一口气，大大咧咧地瘫坐在地上。不，还没结束。杨安喃喃道，他可不会忘记幽冥引爆的最后一个技能。黑暗召唤。幽冥引爆在死亡之际会发动黑暗召唤，随机召唤一名深渊魔物，对攻击者发动1次攻击。果不其然，倒在远处的幽冥引爆尸体突然散发出浓郁的黑气，瞬间便蔓延开来。结，从浓郁的黑气中传出一道阴森恐怖的怪笑声。想不到本尊还有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一天，看来是有没用的废物被低贱的人类击杀了。让本尊看看是何人敢伤我深渊子民！一道恐怖的巨兽身影从黑暗中一步一步走来，每一步都带着恐怖的威压。杨安开启混沌之眼看去，那是一头身高有2层楼高的恐怖巨兽，形状似牛，头生4角，如铜铃般深红色双眼，浑身长满长毛，犹如蓑衣。深渊地狱使者，嗷嗷狠音。等级品阶，除了名字，杨安看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混沌本源的气息，你身上竟然还有混沌大人的印记。他的这段话顿时让杨安紧张了起来，他也没想到自己才刚刚出新手村，这么快就暴露了混沌金莲。一个小小的蝼蚁竟然会让混沌大人打入印记，看来应该是为了你体内的混沌本源，本尊只有1次攻击机会，那你就更该死了。杀了你，将混沌本源带回去。杨安面对如此恐怖巨兽，额头渗出紧张的汗水，右手死死握着长剑，似乎手握长剑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别废话，有能耐就杀了我！杨安长剑向前，指向那恐怖巨兽。卑微的蝼蚁，找死！嗡！愤怒的恐怖巨兽嗷狠，头上4根巨角发光，周围能量不断汇聚而来，一道恐怖的黑暗能量球在其头顶慢慢形成。快打断它！站在远处的明月清心向附近的天生不凡喊道。天生不凡看了一眼杨安，说道：我的技能对这种存在应该起不到作用，你的技能不是强制性的吗？不管如何都要试试。明月清心是知道他的技能效果可以强制打断怪物释放技能，
即便是 BOSS 也能成功一次。杨安是小姐的朋友，他也不希望杨安死在这里。天生不凡见推辞不了，只得不情愿地搭剑拉弓。他看着站在场上的杨安，内心的嫉妒与怨恨爆发。你就去死吧，战利品我会帮你收下。咻！天生不凡手中长弓上的箭矢带着烈焰激射而出，然而方向却歪得离谱。对不起，我手抖，射偏了。第54章，送你回城。对不起，我手抖，射偏了。天生不凡故作紧张地说道。你！明月清心愤怒不已，但以他的身份又不敢多言，只得作罢。天生不凡的所作所为，杨安看在眼里，不过并没有放在心上，一个路人而已。他从来都不会把性命交给不信任的人。别慌，有我在。罗元手持巨盾，已经挡在杨安的身前。杨安看着眼前罗元的身影，嘴角露出微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绕过他，站在了前面。没事的，退远点，让我来。罗元还想说些什么，但他知道杨安的性格，从来不会逞强去做无谓的牺牲。他看了眼杨安的背影，迅速后退。既然你想找死，那本尊就成全你。敖狠已经蓄力完成，恐怖的黑暗能量球裹挟着莫大的威压向杨安激射而来。杨安眼神坚定，死死盯着这颗比脸盆还要大些的黑暗能量球，正急速向他袭来。幻影游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安发动了神级自创身法技能幻影游龙，瞬间爆发恐怖的移动速度，在原地留下重重幻影迷惑敌人，自身可瞬间移动至10米范围内的任意位置。技能开启时获得 0.1 秒的无敌时间，并获得30点移动速度，持续3分钟。轰！黑暗能量球轰然炸开，将杨安所在之地炸出一个方圆5米的深坑。死了吗？天生不凡眼睛死死盯着爆炸的位置，应该死了吧？这个阶段谁又能承受这种恐怖存在的一击呢？结，本来在肆意怪笑的敖狠，突然感受到那股气息依旧存在，并没有死亡。杨安在黑暗能量球临体的一刹那，利用那短暂的 0.1 秒无敌时间免疫伤害，而后身体瞬间出现在10米之外，躲过爆炸。你好像并不能杀死我。杨安站在10米之外，平静地看着敖狠。好，卑贱的蝼蚁！愤怒的敖狠欲要再次发动攻击，然而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一道巨大空间裂缝，恐怖的吸力将他的身体吸入其中。可恶的规则之力！蝼蚁，你跑不掉的，混沌大人不会放过你的！敖狠愤怒的声音从空间中传来，越来越小，空间裂缝逐渐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随着敖狠的离去，幽冥引爆的尸体上一阵光华闪烁，一堆物品爆出。叮！恭喜你的队伍成功击杀15级白银 BOSS 幽冥引爆，获得经验3万。系统提示姗姗来迟，不过总算是真正完成击杀了。哈哈，爽！想不到胖爷我也能杀白银级 BOSS， 这经验也太丰厚了。罗元此刻心情非常畅快，以前的他别说白银 BOSS， 就是普通的青铜级都打不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过。不过安子，你没事吧？那个大家伙说的都是什么东西？我完全听不懂。他看向杨安，开口问道。我也听不懂，估计是剧情需要吧。好了，一起去看看爆了什么东西。杨安含糊其辞地敷衍了过去，直接来到幽冥引爆的尸体旁，看着满地的光华，兴奋不已。他已经看到地上有数件装备，一把黑色长弓，一块古铜色盾牌，还有一个银色项链。长弓和盾牌闪烁着银色光华，显然都是白银级装备，而项链则是青铜级的。看到地上的白银级长弓，天生不凡眼神中露出贪婪之色，快步上前就要伸手去拿。枪！一柄长剑如同幽灵一般出现在他脖颈之上，那闪烁着寒光的锋利剑刃距离他的脖子仅有半指，随时能将他喉咙割破。天生不凡被这突然出现的长剑吓得脸色发白，双腿不自觉地颤抖起来。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恼羞成怒地对着杨安喝道：你什么意思？杨安冰冷地盯着天生不凡，滚一边去！你！天生不凡怒气冲天，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他。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 BOSS 是我发现的，我有权利挑选战利品。杨安不为所动，眼神依旧冰冷。对于这种在战斗中耍心机欲要陷害他的人，没有直接将其击杀，已经是看在白思瑶的面子上了。滚，否则我送你回城。一旁的罗元也是忍不住了，你个小白脸，给你脸了是吧？是不是要打架？看着两人剑拔弩张，天神不凡有些怂了，嘴硬道：好，你们有种。随后他缓慢向后退去，脸上青一阵紫一阵，脸色难看之极。他看着杨安和罗元那所剩不多的血量，特别是杨安只有一点血皮，心中的愤怒、怨恨还有贪婪终究是压抑不住。后退中的他脸上露出阴狠之色，趁着杨安和罗元没注意，
拉弓搭箭，爆裂箭！一道火焰箭矢从长弓之上激射而出，直奔杨安。只要能击杀杨安，那个胖子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咻！砰！箭矢命中杨安，在他身前爆炸开来。-1，怎么可能？天生不凡瞪大双眼，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这个还没有转职的10级菜鸟是有多么恐怖。本以为对方所剩无几的血量，自己一剑便能击杀。对方不仅攻击恐怖，自己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10级玩家？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动手的那一刻，便处于杨安的剑域之内，属性受到巨大削弱。找死！对方主动出手，想要杀他。杨安此时也不再忍让，手中长剑挥动，2道剑气呼啸而出，快速斩向天生不凡。一个全力量加点的神射手，根本不可能躲避杨安的剑气。-3744，秒杀！在杨安恐怖攻击之下，天生不凡那孱弱的身体直接被秒杀，连第2道剑气都没摸到。别说第2道剑气，他还欠第1道剑气3000多血。呸！胖爷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爱搞小动作的垃圾货色。罗元啐了一口，满是嫌弃。天生不凡被杨安击杀，明月清心内心却有些解气，他也很不喜欢这个一直缠着自家小姐的人。好了，看看装备吧。终于没有了烦人的老鼠，杨安心情也舒畅很多。他先是上前捡起地上的装备，开启混沌之眼，逐一鉴定。定！鉴定成功。幽影功。简介：黑暗是我的主场。品质：白银。等级要求15级。职业要求：神射手。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加463，力量加66，暴击率正 10%。特性：使用幽影功在夜间或者黑暗的环境下，伤害增加 15%。附加技能：幽影连珠，短暂蓄力后向目标连续射出2箭，每箭造成 125% 物理伤害，正 20% 黑暗系伤害，冷却1分钟。青铜骨盾。简介：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品质：白银。等级要求15级。职业要求：盾卫。基础属性：气血值加800，物理防御力加281，灵力防御加243，根骨加36，耐力加48，格挡率正 5%， 移速负 10%。特性：受到最终伤害负100点。骨盾守护为一名友方目标施加一个自身 15% 生命值的护盾，冷却1分钟。夜影项链。简介：光明我不需要，黑暗才是我的归宿。品质：青铜级。等级要求15级。职业要求：物理系职业。基础属性：物理防御加156，灵力防御加162，敏捷加38，暴击率正 13%。特性：在夜间或黑暗的环境下，暴击率正 10%， 爆伤正 20%。第55章9楼冲突。15级的白银级长弓纯输出暴力武器，鉴定完毕后，系统就提示杨安，他已经登上装备排行榜第1的位置，而青铜骨盾则位列排行榜第2。罗元看着眼前的白银级盾牌，眼睛都直了，哈喇子直流。看个屁，等回去再分配，还有个队友呢。杨安看着罗元这腹部争气的模样，笑骂道：嘿嘿嘿。罗元摸了摸脑袋，尴尬的笑出声。爆出的东西等回去再统一分配，你们没意见吧？杨安看向明月清心和呆萌的小天鹅。我没意见。明月清心开口说道，队伍中他对击杀 BOSS 没有太大的贡献，只要自家小姐不吃亏就没问题。呆萌的小天鹅也点点头，他只是跟着来蹭经验的，当然没有什么意见。除了2件白银1件青铜装备，还有3件黑铁和数件白板装备。直接无视白板，地上还有一本蓝色技能书，一颗黑色珠子，还有一个玉质海螺，以及10多个银币。不愧是与深渊有关的怪物，爆出这么多东西。杨安看都没看，直接装进背包，因为白思瑶发来消息，在城中等他们了。临走前对 BOSS 使用采集术，采集到了一些血液和其他材料。走吧，回城。杨安打开背包翻了翻，有些尴尬地看着罗元，看我干啥？刚来就被你拉来打 BOSS 了，我也没有。2人都把目光投向明月清心。明月清心扑哧一笑，从背包中拿出3个回城卷轴，给他们1人1个。众人纷纷捏碎回城卷轴，回到了南明城。天穹之上，9天之地，这里仙气缭绕，一座巨大的莲台坐落其中。莲台之上正盘坐着一名戴着面纱的白衣女子，在她身后的虚空中，一只100丈神鸟虚影浮现，幽兰之语充满祥瑞之气。玄女，你越界了。突然虚空中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盘坐在莲台中的女子缓缓睁开眼睛，眸中的愠怒一闪而逝，随后冰冷的声音传出：帝红，本座执掌这方天地，有权做任何事，你还没有资格来质问我。哼，你不过是代为管理，妄谈执掌。若你一意孤行，肆意妄为，
本座只好上禀天尊了。玄女闻言神色不变，缓缓伸出玉手，在虚空轻轻一挥，身后百丈幽蓝神鸟虚影双眼爆发出幽蓝光芒，冲着虚空中发出一声尖锐长啸。虚空中传出一道闷哼。玄女放下玉手，缓缓开口道：“本座行事如何，自有师尊定夺，何时轮得到你指手画脚？”隐藏在虚空中地红此时愤怒无比：“玄女，你等着瞧！”聒噪！玄女眼神冰冷，抬手欲要再次发动攻击，不过却发现地红已经遁走。南明城中心广场复活点，数道白光闪烁，杨安一行人的身影出现在复活点中。血染，熟悉的声音传来，白思瑶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杨安嘴角微微上扬，欣喜之色浮现在脸上。走吧，找个地方坐一下，分配一下战利品。好。白思瑶来到明月清心身边，伸手挽住她的手臂。走吧，青姐。明月清心宠溺地看着白思瑶，被她拉着向前走去。一行人在附近找了一家名为醉江月的酒楼，准备进入其中，体验一下游戏世界中的美食。这座酒楼位于南明城中心广场边上，地处城中人流量最多的地方，即便价格不便宜，每天依旧是人满为患，今日也不例外。众人走入古色古香的大门，一楼大厅人来人往，数十张茶位已经差不多坐满。在大厅的中央位置有一个表演台，这里每天都会有表演节目，有时会是说书，有时格斗，有时戏曲，有时舞蹈。很多玩家进入游戏也只是为了休闲，来体验这个世界的风土人情。一些热爱 PK 的玩家们也都可以向酒楼掌柜申请，在台上切磋。随着杨安一行人走入酒楼，瞬间便吸引了周围玩家的目光。队伍中三女形象出挑，一同走来，赏心悦目。尤其是白思瑶，无论是身材容颜还是气质，即便有面纱遮挡，依旧吸引无数目光。呆萌的小天鹅则娇小可爱，我见犹怜，非常惹人喜爱。而明月清心相较二女，虽然年纪稍大，但是一股职业女性成熟的韵味，也让大厅中的玩家们多看几眼。突然杨安似有所感，朝一个方向望去，只见大厅侧边的位置正坐着一对男女。是他们。即便对方都改变了些容貌，杨安还是一下就认了出来。没想到世界这么小，这么快在游戏中就相遇了。不过自己如今的外貌做了些调整，理论上不会那么轻易被认出来。如今天高海阔，自己并不想再与他们有任何瓜葛，带着众人继续前行。那女子妖娆妩媚，颇有几分姿色，依偎在魁梧男子怀里，看了看杨安，又看了看一旁的罗元，对着魁梧男子不时低语。男子看向杨安，眉头微皱，随后双眸逐渐浮现怨恨之色。他站起身，带着妖娆女子走向杨安。这不是杨教练吗？杨安眉头微皱，转头看向二人，目光凌厉。此人正是星月俱乐部金牌教练许三元，而他身边的妖娆女子则是他刚分手没几天的前女友。他看了一眼身旁的罗元，忘记这货了。他容貌没有做任何调整，被姜丽认出来也不奇怪，很容易就能想到是他。杨教练现实失忆，游戏中倒是挺得意啊。许三元目光赤裸裸地盯着三女，当看到白思瑶时，眼神逐渐炽热，在她身上流连，丝毫不掩饰眼底的欲望。哪里来的脏东西，满嘴喷粪！看着对方不礼貌的眼神，白思瑶眉头微蹙。呸！猥琐男！呆萌的小天鹅也忍不住呸了一口。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召唤兽小兔子似是感应到了主人的情绪，很形象地跟着呸了一声，突然觉得手里的胡萝卜不香了，直接将其砸了出去。砰！第56章擂台赌战，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许三元大怒，欲要动手。杨安向前一步，将三女护在身后，目光冰冷地看着许三元。姜丽，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玩意？罗元望向那妖娆女子，咧嘴揶揄道：“死胖子，你是不是找死？”许三元感觉在众美女面前服了面子，愤怒地看着罗元。罗元咧嘴一笑，就这么看着他，毫不畏惧。杨安，这就是你新找的女朋友？怎么戴着面纱，这么见不得人吗？姜丽没有去回应罗元的话语，她也看出三女出众的容貌，眼里闪过一丝嫉妒，双手紧紧搂住许三元的手臂。青姐，有没有闻到一股臭的发酸的茶味？未等杨安说话，白思瑶清冷的声音传来。难闻得很。明月清心与白思瑶关系匪浅，多年的相处让他们有着非一般的默契。你意识到对方在骂自己，姜丽气得满脸通红。够了，姜丽，我与你们没有任何叙旧的必要，带着你的男人离开。杨安冰冷的声音响起。嘿嘿，杨教练这么凶干什么？他知道你现实中是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瘸子吗？许三元非常阴险的嘲讽杨安，毫不留情面的抖出杨安腿肌的缺陷。不过要令他失望了，杨安的情绪没有丝毫波动。自从经历万箭穿心，身体经过混沌本源的改造，现实中腿伤也莫名的复原。
他早已不用为腿伤而担忧，不再是那个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瘸子了。然而听到许三元的话，白思瑶却是心里一紧，眼里闪过一丝心疼。那么骄傲厉害的他，是怎么忍受人言碎语过来的？怎么，许教练似乎忘了，你可是连我这个瘸子都打不过。哼，杨教练敢和我来个擂台战吗？许三元怒从心起，现实被杨安一拳击倒，一直是他的耻辱，今日定要一雪前耻。三元，他只是个10级的菜鸟，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家呢？挽着许三元手臂的姜丽冷嘲热讽。杨安看着这副模样的姜丽，深感恶心，以前的自己真是瞎了眼，竟然会深陷白月光那虚情假意的温柔乡。许三元脸上露出阴狠之色，拍了拍姜丽的手：“丽丽，你说的对，这样我让他一只手。”哈哈哈哈！杨安嘴角微微上扬，看着那笑得肆无忌惮的许三元，身后的众人纷纷露出古怪的神色，默默为许三元默哀。真是脸都不要了，欺负安子还没转职，而且一点彩头都没有，没意思。安子，我看没必要跟他玩。罗源发挥着他那浅薄的演员功底，佯装生气。也不是不行，我这有一件青铜级手镯，打赢我就给你们，怎么样？敢不敢上擂台？许三元从背包中取出一枚古铜色手镯，在手中把玩，始终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杨安。他身旁的姜丽看着许三元拿出青铜手镯，不禁皱眉，在他耳边小声道：“三元，这手镯是要送给江公子的，花了我们大半积蓄，拿来做赌注不好吧？”许三元拍了拍他的手：“放心，他拿不走的。”姜丽闻言也是安心一些，毕竟只是一个10级且还没转职的玩家，怎么可能会是许三元这种已经是14级刀客的对手？杨安看着黑铁手镯，眼神透露着贪婪，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模样。不要以为你等级高就能轻易赢我。许三元眼神微眯，他想起那日被杨安一拳击退后那种冰冷恐怖的眼神，心中有些发悚。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里是游戏世界，他不但等级要高4级，且已经转职，杨安绝对没有可能是他的对手。一股自信油然而生，心底的怨恨也越发浓郁。不自量力！说完，他便走向酒楼掌柜，向他申请开启擂台比武，并将青铜级手镯设置为比赛奖励。擂台战很快便开启，许三元率先登上擂台，手持一把黑色长刀，气势逼人。擂台战开启，瞬间便吸引了周围玩家们的目光。许三元长刀缓缓抬起，指向台下的杨安，他低沉怒吼：“上来！”真是装的一手好臂。罗源看着台上的许三元，差点笑出声，忍得实在有些难受。杨安双膝微曲，轻轻一跃，身体轻盈如蜻蜓点水一般落入擂台，双脚站定，安静地看着许三元：“拿出你的武器，今天我便让你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你一个瘸子也想在游戏中翻身？”许三元压抑了许久的情绪仿佛就要得到释放，他胜券在握，绝无可能失败。来吧，和你打，用不到武器。杨安淡淡地看着他，没有取出长剑的打算。他甚至向许三元勾了勾手：“哈哈哈，不得不说你的表演很不错，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面对杨安如此嘲讽，许三元怒火攻心，手中长刀挥舞，向着杨安冲了过去。长刀由上而下，重重斩落，大有不将杨安劈成两半不罢休的气势。由此可见，许三元不愧是王牌教练，基本功扎实，出手狠辣。杨安脚尖轻点，身体迅速横移，轻易便躲过许三元势在必得的攻击。以杨安目前的移动速度，不开启急行都要比普通人快上数倍。许三元一击落空，长刀挥舞得虎虎生风，继续以各种角度攻击杨安，不过却总是差之毫厘。每当他觉得要砍到时，都会被杨安巧妙地躲避开去。你就只会躲吗？是男人就和我堂堂正正一战。多次攻击未果，许三元逐渐暴躁起来，太不要脸了。台下的罗源听到许三元的话，呸了一口。三女则淡定地看着台上的战斗，他们对于杨安有绝对信心。杨安躲过许三元的大刀攻击，开口道：“你就这点能耐吗？找死！”许三元后退2步，长刀高高举起，刀身上燃烧起火红色烈焰，正是刀客转职后学习的技能烈焰斩。长刀带着狂暴的火焰，力劈华山。杨安不闪不避，正好体验一下如今其他职业的技能和伤害。轰！火焰长刀落在杨安身上，将他击退半步。负162 36，灼烧36 36。刀客不愧是追求近战爆发的职业，烈焰斩不仅技能伤害高，还附带短暂击退效果，且有3秒灼烧伤害。怎么可能？许三元内心震惊不已，他经常与人切磋，深知自己属性和技能伤害，然而打在杨安身上，那低微的伤害和仅仅掉落一丝的血条，让他难以置信。这是10级还没转职的玩家，即便是盾位也不该有如此高的血量和防御。拿出你的真本事吧，不然你可就没机会了。杨安轻蔑地勾起嘴角：“瘸腿废物，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和我说话？”许三元暴怒，
刀身上再次散发一阵火红色光芒，这是刀客的另外一个技能火焰刀气，为刀客提升 20% 伤害，任何攻击都附带每秒 20% 火焰灼烧伤害，持续3秒，同时增加1米攻击距离。我看你怎么躲。第57章分配战利品。许三元手中长刀延伸出一道火焰刀气，绚丽的长刀挥舞，煞有气势。当，负120 24灼烧24 24，血多防高有什么用？迟早都会死。许三元歇斯底里，疯狂发动攻击。杨安的血量在缓慢的下降，这让他感觉有些无趣。他手握成拳，在许三元攻击的间隙，一拳挥出，快、准、狠，砰！拳头砸在许三元的面门，与上次一模一样。负1665暴击，奋力一击，一道恐怖的红色暴击伤害从许三元头上冒出，他缓缓倒在地上。秒杀？怎么可能？许三元瞳孔巨震，无法接受这种结果。白光一闪，倒在地上的他重新复活。擂台战结束，死亡的玩家不会有任何惩罚，不过事先定好的赌注会直接给到胜者的背包中。台下的姜丽嘴巴微张，双眸瞪大，一脸不可置信望着台上的杨安，心情极为复杂。擂台战结束，玩家血染胜，系统的声音传遍整个酒楼，众多玩家纷纷侧目。什么？10级未转职玩家战胜了14级刀客，这刀客怎么这么废？10级菜鸟都打不过，我靠，什么垃圾货色，给我们刀客丢脸！让我看看，霸绝天下！我呸！就你也配叫这个名字？就是，我单方面宣布，将这个人驱逐出刀客阵营。台上许三元脸色青红交替，极为难看，愤怒、怨恨、憋屈、耻辱，各种情绪汇聚。杨安从背包中取出那件青铜手镯，在手中把玩着，似笑非笑看着许三元。许教练如此慷慨，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你给我等着，我的装备可不是这么好拿的。许三元无比憋屈，只能放下一句狠话，脸色阴沉地下了擂台。三元，怎么办？那手镯，姜丽立刻迎了上去，想要安抚他。阿丽，你知道他家的地址吧？许三元低沉喝道，情绪如同火山，随时能爆发。姜丽复杂地看了一眼台上的杨安，点了点头，随后与许三元一同离开了酒楼。杨安也走下擂台，找酒楼掌柜要了一间2楼包厢，毕竟这里人多嘴杂，他又刚刚经历擂台战，众多玩家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在 NPC 店小二的指引下，众人来到2楼一间包厢中。薛冉，快把 BOSS 包的装备道具拿出来看看。这才刚进去包厢，白思瑶就忍不住内心的激动。杨安看着白思瑶道：“你那个朋友。”话还没说完，便被白思瑶打断：“我都听青姐说了，你做的没错，况且我和他也不是很熟，刚好在野外碰到而已。”听完白思瑶的话，杨安点了点头，不再多说，随即从背包中将 BOSS 爆出的装备和道具一件件拿出来。这次击杀 BOSS 一共爆了2件白银，1件青铜，3件黑铁，还有一本技能书，一个蓝色珠子，一个海螺，按需分配，谁适合给谁，大家没有意见吧？众人纷纷点头同意。杨安将白银级青铜古盾丢给罗元，后者早已望眼欲穿，得到白银级盾牌，对他来说实力能得到大幅加强。青铜级月影项链是物理系的，归属杨安。剩下的3件黑铁装备，白思瑶、呆萌的小天鹅和明月清心各分1件。这把白银级长弓，思瑶，你拿去处理，卖的钱大家平分。杨安将幽影弓交给白思瑶，让他去处理。若不是天生不凡自己作死，以杨安的分配模式，这把弓分给他又如何？好，目前排行榜第1的装备拿去拍卖的话，肯定能卖个天价，到时候再给大家分钱。白思瑶美滋滋的将白银级长弓收入背包，众人也露出欣喜之色。杨安拿起那本蓝色技能书，毒针穿刺，人级，释放附带剧毒的毒针攻击目标，造成灵力攻击 100% 伤害，并使目标中毒，每秒造成 3% 目标最大生命值的毒系伤害，毒伤害对 BOSS 下降 90%， 每秒最大不超过5000点伤害，持续5秒，冷却15秒。职业要求：毒师、医师、黑暗系职业、死亡系职业。竟然是一本毒系技能，而且医师也能学习，想来医术毒术本就道理相同，医师能学无可厚非。毫无疑问，这个技能交给了白思瑶，这样一来，他也拥有了一个输出技能，不再是只能在一旁辅助加血的小奶妈了。来试试这个技能伤害。看到白思瑶已经学习技能，杨安也很好奇，白思瑶现在能打出什么伤害，当即给他发了一个切磋邀请。进入切磋模式，2人可以互相攻击。来吧！白思瑶抬手，一道缭绕着墨绿色的毒针在手中浮现，小手轻轻一挥，毒针向杨安击射而去。噗！毒针命中杨安，直接扎穿皮肤，没入体内。负229、92、
毒92、92、92、92，一个技能直接打掉杨安689点伤害，相当于杨安血量的20%。要知道，他只是一个奶妈，就能有如此高的伤害，这若是让许三多看见，都恨不得找块豆腐撞死。这个技能更恐怖的是用在 BOSS 身上，虽然毒系伤害只生效10%，而且有上限限制，但是对于前期来说，那也是很恐怖的伤害了。以幽冥引爆举例，52万血量，毒伤害每秒能高达1560，一个技能下去就能打掉近8000血。哈哈，我以后要做命劫第一毒奶！白思瑶兴奋不已，众人羡慕不已。在命劫中，有时候一个技能就能大大提升玩家的能力。退出切磋模式后，杨安将蓝色珠子和海螺的属性也共享到队伍频道。冰心珠增加水系冰系技能10%伤害，放背包即可生效，不占用装备格。虽然只有10%伤害加成，不过却不占用装备格子，相当于比别人多了一件装备，也算是不可多得的极品了。冰心珠分配给队伍中唯一的水系灵术师明月清心。明月清心对于冰心珠甚是喜爱，不过却是连连推辞。他觉得自己打 BOSS 没起到多少作用，却是获得一件黑铁装备和一件极品道具。青姐，你就收下吧，你的减一 buff 对 BOSS 的作用也很大。再说了，我们是按需求分配战利品，这珠子只有你才能发挥它的效果。白思瑶将冰心珠放到明月清心手中，微笑着说道，众人也纷纷附和。那好吧。明月清心有些不好意思地收下冰心珠。杨安拿起最后一件物品玉质海螺，很奇怪的是，系统没有给任何介绍，即便是使用混沌之眼也没能看出什么来。难道只是一件装饰品？众人也一头雾水，看不出哪里有什么特殊之处。唯有白思瑶看着海螺，总觉得有些不同寻常。他拿起玉质海螺，仔细的观摩。我好像知道它的作用了。第58章开启玉虚试炼。白思瑶的话让众人纷纷侧目，好奇的看着他。这海螺或许是一件用来吹奏的乐器。他天生对一些东西极为敏感，这玉质海螺的尖端处是个断口，非常平滑，与乐器的特性一般无二。乐器？我们这有人懂音律吗？杨安有些失望，如果不能增强自身，只是一个乐器的话，对他来说还不如一瓶红药水。胖子和呆萌的小天鹅相继摇头，唯有明月清心面带笑意的看着白思瑶。白思瑶拿起海螺，掀起一点面纱，莹润朱唇恰到好处，嘴角扬起一抹动人心魄的弧度。呜，空灵幽婉的声音从玉质海螺中传出，众人感觉如同海风拂面，仿佛能听见一道道海浪翻滚，带着清凉的气息洗涤心灵。一曲作罢，余音绕梁，众人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如痴如醉。杨安回过神来，有些诧异地看着白思瑶，想不到后者还擅长音律。我接到了一个任务。白思瑶脸上露出欣喜之色。什么任务？杨安惊讶不已，吹个海螺就能接到任务？白思瑶将任务共享给众人。人鱼的悲歌1，唯一隐藏任务，前往临川镇帮助渔民解决危机，等级需求20级，单人任务。竟然是唯一隐藏任务！众人很惊讶，在游戏中，隐藏任务代表着丰厚的奖励，而唯一隐藏任务完成后，不仅奖励丰厚，还有可能获得唯一性的奖励。要到20级才能去做这个任务。虽然白思瑶接到了唯一隐藏任务，但如今等级却差距甚远，还不能去完成。等级而已，总会达到的，别人可是做梦都要唯一隐藏任务呢。杨安笑着说道。是啊，我宁愿不要这个盾牌，20级的唯一隐藏任务，奖励比这盾牌好不知道多少倍。罗元羡慕也没有用，唯一隐藏任务可遇不可求，那就赶紧练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白思瑶浅浅一笑，看着众人说道。战利品分配完毕后，杨安先行离队，与众人分别，他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做。其他人则约定继续组队刷怪升级，特别是胖子罗元，他迫不及待想要装备上白银级盾牌了。杨安先是在城中购买了一些补给品，之前的红蓝药水等级太低，加的血量和灵力值对他来说都不够塞牙缝。回血丹下品，服用后恢复300点气血值，冷却3秒，等级要求10级。回灵丹下品，服用后恢复300点灵力值，冷却3秒，等级要求10级。真黑，10级下品丹药竟然卖1个银币，什么时候能实现丹药自由？面对这高昂的价格，要不是之前还有一点积蓄，他都不舍得买。不过为了接下来的任务，他豁出去了，花了几乎所有存款，买了10个回血丹和5个回灵丹，还有一些低级的红蓝药水。对了，还有件装备。杨安拿出从许三元手中迎来的那个青铜手镯，吸血手镯。简介：血，给我血。品质：青铜级，等级要求10级，职业要求物理系职业。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加103，力量加19，敏捷加9，暴击正8%。吸血，为所有攻击附加10%吸血效果。
吸血手镯的基础属性相对于他身上的笑月手镯来说并不高，不过它的特性附加 10% 吸血效果，确实让杨安兴奋不已。以他的属性，这 10% 吸血看似不多，却可以让他血量一直处于健康状态。你们可真是好人，想不到还专程给我送装备。杨安美滋滋的下线去补充了一下能量后，再次回到游戏，一切准备就绪。从背包中取出那块古朴的黑色玉须令，将从幽灵引爆那里采集到的血液浇灌在其中。血液一接触到令牌就被吸收，消失不见。随后从黑色令牌中绽放出一抹彩色光芒。叮！开启玉虚界条件已达成，是否进入？系统的声音从耳边响起，杨安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进入其中。黑色令牌上的彩色光芒暴涨，瞬间覆盖他全身，随后身影消失不见。杨安出现在一片未知空间中，站在一块巨型演武场之上。演武场以外的空间一片虚幻，无法看清。在杨安有些迷茫之际，系统的声音终于传来：叮！你已进入玉虚试炼空间，试炼开启。随着系统音落，杨安身前20米突然出现一道男子身影。男子身背长弓，身材修长匀称，星眉剑目，眼神坚毅。杨安诧异，因为眼前的男子竟然与他长得一模一样。他睁开混沌之眼，男子的信息浮现：玉虚试炼分身，神射手，等级10，基础属性气血值43190，物理攻击1123，物理防御466，灵力防御411，速度42。技能爆裂剑，剑矢附带火焰，集中目标完成 180% 爆炸伤害，并造成每秒 20% 灼烧伤害，持续5秒，冷却10秒。三星连珠，快速向目标连续发射3道箭矢，每道箭矢造成 130% 伤害，冷却10秒。巨之门外，调动灵力在身体周围产生一股巨大的推力，将靠近自己的目标击退10米距离，冷却10秒。这试炼分身除了气血值是杨安的10倍外，其他基础属性和杨安竟然一模一样，攻击、防御、速度丝毫不差。一样的属性，不同的职业，不过技能也比普通神射手要厉害。这要是换成普通玩家来，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神射手的超长攻击距离配合巨之门外的击退效果，可立于不败之地。杨安眉头微皱，这个家伙的速度和自己一样，想要近身可不太容易。试炼分身可不会傻傻等待，只见他弯弓搭箭，一道箭矢激射而来，直奔杨安面门。杨安聚精会神，身体快速做出反应，脑袋向侧边一歪，险险躲了过去。好快！这名神射手的剑出乎杨安的预料，比起那个天生不凡，速度快了不知多少。还未等杨安喘息，又是一道箭矢飞射而来。不行，必须近身，不然会被一直放风筝。他的技能只有剑气连斩，是远程攻击，不过只有10米攻击距离，对于拥有和杨安一样速度的试炼分身，可不会傻傻站着承受伤害。普通神射手的有效攻击距离一般是在15米，但是刚才试炼分身的攻击很明显超出了这个范围。杨安思绪快速飞过，躲避袭来的利剑，身体猛然一个加速，向那神射手冲去。试炼分身见杨安冲来，自身也快速移动起来，始终保持与杨安的距离。哼！杨安冷哼一声，果然如他所料，神射手最猥琐的打法就是保持与对手的攻击距离，通过手长的优势击杀敌人。试炼分身的速度与他一样，正常来说不可能近身，可杨安不是正常人，他还有加速技能。急行！杨安直接开启从苍狼王那里爆出来的技能，速度暴涨 30%， 双方距离在这一刻被拉近了不少。杨安嘴角露出笑意，拥有了速度优势的美妙，他真的很喜欢。演武场虽然巨大，但毕竟是有范围限制，神射手不可能一直后退。没多久，杨安便逼近他10米范围内。剑气连斩！杨安直接释放了这个唯一的远程技能，2道剑气飞出，斩向试炼分身。第59章第一剑仙。面对杨安的剑气攻击，试炼分身快速横向移动，在剑气到达之前跑出攻击范围。在试炼分身躲避剑气期间，杨安已经靠近到他5米之内。嗡！试炼分身的身体周围灵力突然一震，一道肉眼可见的灵力光环以他为中心，瞬间扩大。杨安在这道灵力光环的巨力撞击下连连后退。咻！一道带着火焰的箭矢划破长空，直接命中正处于被击退状态的杨安。负1183 131，灼烧131。杨安在这一套连环攻击之下被打掉了1800多。接下来轮到我了。从开启急行，利用剑气连斩逼其走位，拉近距离，骗出试炼分身最关键的保命技能拒之门外。杨安脸上浮现自信的笑容，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再次快速冲了过去，10米距离不过眨眼之间。没有了拒之门外，试炼分身再也无法阻止杨安的靠近，只能不断发射箭矢，试图阻拦他。
杨安不仅速度快，面对试炼分身延绵不绝的剑矢攻击，总能以诡异的方式躲避。破云剑，负1526，加153，吸血，还有7秒。试炼分身的拒之门外冷却是10秒，杨安必须在这个时尽全力输出。一个被近身的神射手对杨安来说没有任何威胁，长剑在手中快速舞动，打得试炼分身连连后退。负730， 945，奋力一击，1526，普爆3969，剑气爆3969。在杨安疯狂的攻击下，短短10秒钟对试炼分身造成了3万多的伤害。试炼分身的拒之门外冷却结束，他再次释放这个技能，杨安在早有准备的情况下提前后退。不过在这个强行击退的效果下，还是硬接了试炼分身一记3星连珠。负854， 854， 854。好在有吸血手镯，杨安已经将血量恢复满，要不然在这攻击下不死也得脱层皮。你没机会了。杨安直接使用碎牙剑附带的技能野蛮冲撞，以200%的速度快速冲到试炼分身面前。大局已定，没有保命技能的试炼分身再次被杨安近身，很快便被他斩于剑下。随着杨安一剑落下，试炼分身的身体化作点点星光，直接炸开。满天星光在空中短暂停留后，再次凝聚出一道试炼分身。还有，看来想要通过这玉虚试炼没有那么简单了。杨安开启混沌之眼看了过去，玉虚试炼分身灵术师兵，等级10，基础属性气血值43190，灵力攻击1123，物理防御466，灵力防御411，速度42。技能冰锥连射，对目标发动3道冰锥攻击，每道冰锥造成80%伤害，并使目标减速30%，冷却5秒。冰霜禁锢，对指定一个区域召集寒霜区域，对3米范围内目标造成120%伤害，并冰冻2秒，冷却5秒。寒霜侵袭，爆发体内寒霜之力，对自身5米范围内目标造成每秒60%伤害，并造成50%减速效果，持续5秒，冷却30秒。试炼分身的属性依旧和杨安一致，冰系灵术师主打就是控制，但是这个试炼分的技能明显比普通灵术师要强太多。正常玩家到达10级第一次转职后，可以学习2个职业技能，例如明月清心只能学习到普通的冰冻术和冰锥。面对拥有强力控制的试炼分身，杨安感觉有些头疼，心中思索着该如何应对。命劫大陆某处未知区域，这里山峰高耸入云，云雾缭绕，一座座古老建筑矗立在山脚山腰处，时不时能看到一些强大修者在空中呼啸而过，竟然可以御空飞行。想来这里应该是某个实力强大的隐秘宗门。在那无数山峰中，其中有一座山峰如一柄巨剑般破开云霄，散发着凌厉剑意。峰顶悬崖峭壁之上，一名看似年轻的男子盘膝而坐，闭目修炼，没有任何一丝气息泄露，看起来与普通人无异。男子身着白衣，眉宇轻扬，长发半束，随风飘扬，显得慵懒随意。只是那一缕银丝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般年轻。在他身后站着一名年轻女子，女子身着青衣，气质出尘，温婉可人，飘飘若仙。细看之下，那双灵动的双眸透露出一丝古灵精怪。在他身后背着一个巨大剑匣。男子缓缓睁开眼睛，目光炯炯有神，看向身前虚空。玉虚兄，多日未见。前方虚空荡起一阵涟漪，一道鹤发童颜老者凌空而立。纯阳兄不愧是当世第一剑仙，瞒不过你的眼睛。纯阳尊者缓缓站了起来，露出笑容，侧身伸手示意。玉虚尊者踏空而行，缓步落地，与纯阳尊者并肩。玉虚兄，此番前来，不会又想打我九霄星辰酿的主意吧？纯阳尊者略作防备模样，打趣道。误会，误会。玉虚尊者打了个哈哈，显然内心对于九霄星辰酿的心思不小。纯阳兄，你看这个。玉虚尊者伸手在虚空中一抹，空中出现一道影像，正是杨安与试炼分身战斗的场景。三人静静看完杨安整个战斗过程，心思缜密，冷静坚毅，天赋不错。恭喜玉虚兄收获一名优秀弟子。纯阳尊者评价道。纯阳兄，此子擅长用剑，资质非凡。思来想去，我宗没有适合教导他的人，不如入你门下如何？玉虚尊者双眼放光，看向纯阳尊者，好像笃定他一定会将其收入门下。玉虚兄，我无心教导弟子，一个仙儿已经够折腾我了。纯阳尊者嘴角带着笑意，缓缓说着。身后那抹倩影听闻师尊所说，不由偷偷翻了个白眼，不过没敢开口打扰长辈的相谈。纯阳兄不先看看此子资质再做决定吗？玉虚尊者手捋花白胡须，呵呵一笑。他有何特殊？闻言，纯阳尊者也提起一丝兴趣。万中无一，当世第一体质混沌体。不过看起来与记录中的混沌体又有些不同，
更像是为剑道而生。听到这里，纯阳尊者站了起来，向前一步，看向前方的镜像，不一会，眼里闪过一丝惊喜的神色。见纯阳尊者如此神态，玉虚尊者适时的添了一把火。怎么样？你要是不收我，可就勉为其难收下了。有混沌体为基，学习我的紫霄神雷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荒谬，如此资质，怎能与你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纯阳尊者赶忙打断玉虚尊者这荒谬的想法。好一个混沌体，好一个为剑道而生！纯阳尊者说完，身体化作一道剑光，直接破开空间，消失在原地。刚刚还无心收徒，现在跑得比兔子还快。说好了呀，可以拜你为师，但必须入我宗门。还有，你别忘了我的酒。玉虚尊者对着早已消失不见的纯阳尊者大喊道，也不管他听没听到。小仙儿，准备一下迎接你的小师弟吧。随后他的身影凭空消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新来的小师弟吗？第60章遭遇围杀。另一边的白思瑶四人因杨安的离去，队伍中缺少暴力输出，所以决定先回之前的练级地点与其他人会合。经过上次的冲突，天生不凡已将他手底下的人全部带走，只剩下6名白思瑶公司的员工，清一色都是女员工，莺莺燕燕的好不热闹。这一下让罗源成为了队伍中唯一的男性，落入温柔乡的他倒是有些不自在起来。小天鹅则是很轻易的与众女打成一片。白思瑶对自己的技能应用已经越来越熟练，给队友们加血的同时，还能给怪物丢毒针。小姐，有人来了！明月清心注意到远方正有一群玩家朝他们走来。白思瑶转身望去，只见对面足足有上百人，最前方的3道身影有些眼熟，可算是找到你们了。最前方的魁梧青年有些阴狠地说道，他正是此前在南明城与杨安发生冲突的霸绝天下许三元。站在他身边的是杨安前女友江丽。当看到另外一人时，白思瑶不由眉头微皱。是你，吴有凡。白思瑶没有理会许三元，而是看向天生不凡质问道，瑶瑶，把那弓给我，我可以保你们安然离去。天生不凡面带微笑，痴迷地看着白思瑶。你做梦，你若不使阴招，这把弓本来就会给你的，现在还有脸来抢？白思瑶秀眉微蹙，冷声斥责。那就怪不得我了。天生不凡被白思瑶说得面红耳赤，只得发狠道，那个小子呢？许三元可不想听他们废话，他的目的很简单，杀杨安，夺回吸血手镯，一次不行就杀多几次，直到爆出来为止。喂，愿赌服输，你把装备输给安子，是你自己技不如人，这回来找茬是什么意思？输不起吗？罗源往前站了一步，将众女护在身后，他是队伍中唯一的男人，自然要承担起保护他们的责任。死胖子，你给我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许三元神色阴冷，怒喝罗源。哼，江丽呀江丽，安子对你这么好，你竟然转头跟这样的货色搞在一起，真是令人恶心呀。罗源撇头看向江丽，一脸嫌弃。一旁的白思瑶听闻罗源的话语，心中有些讶异，原来对面的女子竟然是杨安的前女友，血染的眼光怎么这么差？你……江丽显然被罗源的毒舌气得不轻。少啰嗦，死胖子，赶紧让那小子出来，否则我杀光你们所有人！许三元一声怒喝，身后的手下们也蠢蠢欲动。霸绝兄，咱们可是说好的，瑶瑶你不能动。天生不凡见许三元动了杀心，赶忙提醒道，不凡兄放心，答应你的事自然不会食言。事成之后，你我都会一同进入瑶光圣地，共同为江少谋事，也算是自家人。许三元恢复了些理智，陪笑道。天生不凡满意的点了点头，心中却满是鄙夷，就凭你也配结识江少？白思瑶见对面人多势众，当机立断给众人下达命令，血染不在，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和罗源留下，有我加血，他也能撑住，其他人找机会回城。小姐，要走一起走。明月清心焦急道，不愿留下自家小姐断后。没错，我们是队友，要死一起死，要走一起走。小天鹅也站了出来，一副不怕死的模样，怒视前方。身旁浑身漆黑毛发的小兔子也形象地点了点头，龇牙咧嘴，露出2颗大白牙。众女也是纷纷附和，死亡并不可怕，只是掉一级，大家都愿意留下共存亡。见众人都不愿离去，白思瑶内心有些感动。好，那我们一起共进退。玉虚试炼空间，杨安一剑将试炼分身击杀，这已经是他斩杀的第13个试炼分身了。战士和灵术师4大分支，召唤师、神射手、刺客、医师、盾卫，每个职业都已经交过手，应该结束了吧？杨安话音刚落，在他身前突然凝聚出13道身影。不讲武德！杨安迅速后退，拉开距离，看着前方13个加强版各职业试炼分身，严阵以待。叮！击杀所有试炼分身，可进入下一关考验。系统传来的提示音给杨安泼了一盆冷水。
这仅仅是第一关的考验，接下来还有第二关，或许还有更多。来吧！杨安没有气馁，他从来都不是畏惧困难的人，反而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同时面对13名实力强大的试炼分身，杨安压力巨大，心中快速思考战术。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必须第一时间击杀医师，不然根本无法对其他人造成有效杀伤。战斗一触即发，急行！杨安率先开启急行技能，他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行动起来，不然面对神射手和4系灵术师的远程攻击，他根本吃不消。在急行的加持下，杨安迅速与试炼分身拉近距离，试炼分身的各种远程技能接踵而至。一抹紫色电光率先出现在杨安头顶，一道闪电快速劈落。这是雷系灵术师的落雷术，不仅伤害高，还会造成麻痹效果，若是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杨安早有准备，快速向侧前方发动碎牙长剑附带技能野蛮冲撞，以当前2倍的速度冲了过去。随着他的身体冲出，爆裂剑、冰锥连射、爆裂火球、急速锋刃等技能纷纷落空。杨安快速奔袭，躲避着神射手的一支支箭矢和灵术师们的普通灵气弹攻击。突然，杨安身体骤然停下，因为前方地上出现3米直径的蓝色区域，那是冰系灵术师的冰霜禁锢。杨安只差一步便迈入他的陷阱之中，一旦进入就会被冰冻2秒，那就可以直接宣布试炼结束了。好在他反应极快，及时刹住车。前方道路受阻，杨安不得不改变方向，快速飞奔，直奔站在后面的医师分身。近战系的试炼分身们可不会坐以待毙，任由杨安去攻击医师。一名手持大盾的试炼分身远远的便发动技能，从10米外，身体如同炮弹般向杨安砸来。第61章极限操作，那是盾位的进阶技能灵山月，可以快速接近目标，落地后可对范围内目标造成短暂眩晕。杨安早有准备，在盾位分身发动技能之际，便快步横移，险险躲了过去。来到杨安身前的盾位分身大盾发出一阵光芒，盾位的第2个技能化干戈，杨安被降低了 15% 攻击。杨安此前1对1面对盾位分身毫无压力，而现在才真正意识到一个盾位对于队伍的重要性。强大的防御还能附加 debuff， 若是被他缠住，后方其他分身一拥而上，杨安也只能饮恨当场，不能与他纠缠。杨安战术明确，无视盾位分身，以绝快的速度绕过他的封堵。盾位分身因为装备盾牌移速降低，没有了灵山月，根本拦不住杨安。嗡！刚从盾位那里脱身的杨安就听到剧烈的剑鸣，一柄长剑笔直刺向他面门。是剑士分身，剑士是所有战士中速度最快、最敏捷灵巧的职业。面对这凌厉的一剑，杨安并不在意，剑士也是他最不担心的职业，因为混沌剑心的被动，所有剑系技能对自己伤害都会降低 30%。虽然如此，杨安可不会傻乎乎的任由剑士分身攻击自己，略微偏头，险险躲过这凌厉的一剑。叮！手腕一转，碎牙长剑荡开剑士分身的剑，杨安顺势欺身而上，与剑士分身擦肩而过，右手紧握碎牙长剑的剑柄，用力往剑士分身的后背砸去。负726。剑士分身在这一击之下，身体踉踉跄跄向前摔去。杨安没有继续理会剑士分身，因为他的面前一把火焰大刀正挥砍而来。刀客分身的攻击已经来到，手握长枪的枪修紧随其后，还有全师虎视眈眈，双拳难敌4手，杨安绝对不能陷入泥潭。当！他提剑横挡，长剑与火焰大刀狠狠碰撞在了一起。负1182 236，灼烧236 236。很可惜没有被系统判定为格挡，杨安受到了伤害，不过在他的承受范围内。借着火焰大刀之上传来的力量，杨安抽身而退，瞬间与4大战士拉开距离，笔直冲向与神射手灵术师们站在一起的医师分身。随着杨安的靠近，这些远程职业分身四散而开，试图拉开与他的距离。医师与神射手退去的方向一致，杨安心头略微松了口气。他最担心的是医师和冰系灵术师站在一起，冰系灵术师的恐怖控场能力让他很是头疼。1对1他可以很自信，可现在是1对13，一旦速度被大幅度降低，对他来说是致命的。双方距离很快就被拉近，杨安身影不断腾挪，闪躲着连绵不绝的远程攻击。这个方向不行，一旦靠近，神射手使用拒之门外，会把我推到近战职业的身边。杨安如今腹背受敌，前方是神射手和医师，两侧都有灵术师，而后方是一众近战职业。思索过后，杨安迅速调转方向，冲向左侧火系灵术师。神射手和医师没有杨安的威胁后，也不再后退，停下脚步攻击杨安。右侧冰系和雷系灵术师则加入了追逐杨安的行列。杨安通过简单改变方向，拉扯着场上众职业分身的站位。追了一半，杨安便放弃了火系灵术师，再次改变方向，笔直往上，与近战职业和医师神射手形成三角站位。机会！
此时，杨安朝神射手冲了过去，迅速便迈入神射手5米范围内。受到威胁的神射手周身爆发灵气，就要释放巨之门外，将杨安推出去。这一次，杨安瞬间做出反应，向侧上方退去。这个方向即便被推出去，只有火系灵术师和神射手能攻击到自己。砰！巨之门外击退速度远超杨安，将他推出神射手10米之外。杨安站定，一团硕大火球扑面而来，紧随而至的还有3只剑士。幻影游龙，数道幻影浮现，火系灵术师的爆裂火球和神射手的3星连珠接连落空。杨安出现在医师分身面前，他现在的速度在极刑和幻影游龙的双重加持下快若闪电。普通攻击负726，破云剑负3203，奋力一击负944，剑气连斩负1889， 3966。以医师为中心，杨安用恐怖的速度不断攻击，每次攻击之后都会快速移动，以躲避其他分身不断袭来的远程攻击。5秒过后，医师血量狂掉1万多，即便使用了恢复技能，依旧是杯水车薪。就在他肆意攻击时，突然手中长剑翻转，向身后刺去。叮！长剑精准刺在一柄匕首之上，正是从战斗开始便消失的刺客分身。杨安拥有混沌之眼，刺客分身的隐身对他没有任何作用。化解刺客分身的攻击后，杨安身影再次移动，追着医师分身就是一顿捅。在杨安不断的攻击之下，医师分身的血量疯狂下降。此时众多近战职业已经冲了过来，纷纷发动技能攻击杨安。拥有急速的杨安轻易便拉开身位躲了过去。他以医师分身为轴，拉扯着众多近战分身，使他们始终与杨安和医师分身保持一条直线。卡住他们的身位后，杨安可以肆无忌惮的攻击，只需要注意神射手和灵术师们的攻击即可。至于召唤师，存在感真的很低，即便是加强版的召唤师分身，目前的召唤兽站桩打怪还行，参与 PK 作用太低了。不到半分钟时间，杨安就击杀了医师分身。下一个神射手，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杨安将速度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一个又一个试炼分身倒下。3分钟后，双 buff 消失，杨安没有了速度优势。好在4大灵术师、神射手和医师都被击杀，没有了远程威胁，杨安显得从容很多。手段还是太少了，过于依赖加速技能。凭借着自身的灵活和过人的反应能力，杨安拉扯着近战职业分身们不断缠斗。唯有身形敏捷的剑士和刺客，时不时能找到机会对杨安发动攻击。杨安现在的战术就是拖，等技能冷却，期间只需要保住性命即可。拥有10%吸血，杨安的续航问题不大，更何况还有回血丹可以补充。10分钟后，极刑和幻影游龙冷却完毕，大局已定。很快，所有试炼分身均被斩杀，化作漫天光点消散。叮！恭喜你成功通过预虚试炼第1关，奖励全属性加20。终于解决了。杨安长长舒了一口气，同时面对13道与自己属性相同、血量10倍于自己、技能比普通职业要更高一阶的试炼分身，他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将目前的实力发挥到了极致。叮！第2关考验已开启。杨安神色一凝，严阵以待。方才消散的漫天光点再次浮现，向演武场中心汇聚而去。一名男子身影缓缓凝聚，形体逐渐由虚转实。男子年约30，身着白衣，眉宇轻扬，半束长发飘逸出尘。终于不是用我的模样了，砍了20多个自己，总归有些膈应。杨安心中嘀咕，同时不忘开启混沌之眼查看其信息。等级、属性、技能。第62章，最后一道考验。看着眼前这个无法看到任何信息的白衣男子，杨安神色凝重，连混沌之眼都看不出来，那意味着眼前之人的等级至少在30级以上。混沌之眼，白衣男子轻声开口，嘴角露出一丝笑意。杨安眉头皱起，有些紧张，眼前之人竟能轻易看出他使用了混沌之眼。就在他愣神之际，白衣男子身影突然消失，一瞬间便出现在他眼前，对着他邪魅一笑。砰！未等他反应，白衣男子直接出手，一拳击中杨安腹部，令他痛苦万分。太快了，他甚至连躲避的念头都还未起，便被击中。砰！又是一拳。极刑，幻影游龙。强忍着痛苦，杨安接连释放2个加速技能，身体一闪，出现在10米之外。砰！然而没用，根本躲不过去。砰！砰！砰！拳影一道接着一道，结结实实击打在杨安身上，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却让他痛苦万分，又只能无奈地承受着。足足过去10多分钟，兴许是觉得杨安太弱，又或许是白衣男子打累了，这才终于放过已经鼻青脸肿趴在地上的杨安。
不愧是传说中的混沌体，韧性果然不错。杨安，呵呵，你别紧张，现在考验正式开始，击败我便可通过最后一道考验。见杨安神色紧张，白衣男子轻快道：“杨安。”意识到自己白白挨了一顿打的杨安脸色发黑，心里忍不住一阵吐槽，却是不敢说出来，毕竟打不过人家。他神色变得更加凝重，以刚刚白衣男子展现出来的能力，自己竟毫无还手之力，更别提击败，且很明显对方压根就没有使用全力。不一会，杨安眼神逐渐变得坚毅，以他的性格绝不会轻易认输。这是任务，系统设计出来就是让人完成的，不可能一丝机会都没有，一定有破绽。看着眼前的白衣男子，杨安终是下定决心，那就试一试。他率先发动攻击，2道剑气斩出，直奔白衣男子。白衣男子从容不迫，并未闪躲。好机会！见白衣男子如此托大，杨安大喜。噗噗，凌厉的剑气斩在男子身上，如同石沉大海，竟然没有完成一丝伤害。怎么回事？他的剑气攻击竟然不起一丝作用。杨安脑中思绪电闪，将自己所有技能都在心中掠过。他冲了过去，手中长剑翻飞，一连串攻击倾泻而出。没有用，难道是免疫状态？他不信邪。混沌剑域，混沌之眼。杨安眉心神秘符文浮现，化作金色眼睛，混沌之眼骤然睁开，恐怖的能量激射而出。面对如今杨安最强的一次攻击，白衣男子丝毫没有在意。在混沌剑域加持下的混沌之眼，对白衣男子依旧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白衣男子气定神闲，淡然自若，微笑地看着杨安，显得他特别像一个小丑。即便意志坚定如杨安，也有了一丝自我怀疑。见目得达到，白衣男子邪魅一笑：“击败我的方法只有一个，南明城野外。”面对许三元这边上百名玩家，白思瑶10人小队视死如归。哈哈，让胖爷领教一下，你们这些阿猫阿狗有何高招？罗元手持大盾，横盾在前，朗声大喝，颇有大将之风。大言不惭！那小子不在，就先拿你祭刀。许三元手持长刀向罗元冲了过去，长刀烈焰燃起，竟是直接释放了烈焰斩。当，烈焰长刀结结实实地砍在罗元的盾牌之上。负一灼烧，一连串不破防的强制性一从罗元头上冒了出来。你是真不中用啊，怎么软趴趴的？罗元咧嘴一笑，讥讽道。许三元脸色涨得通红，为什么一天之内接连受到这种耻辱？这死胖子的防御竟然比杨安还恐怖，与杨安战斗至少还能破防，还愣着干什么？都给我上！除了那个女的，都杀了！他向后方怒吼一声，身后众人面面相觑，他们也看到了罗元的恐怖防御，连自家老大都破不了防，更何况是他们。不过既然老大发令，他们也只能听命行事，纷纷举起手中武器。远程灵术师和神射手们率先发动攻击，而近战玩家们也都冲了过来。在战场之外一处丛林中，此刻正有一队人马来到了这里，粗略估计有30多人。少爷，前面有情况。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恭敬地对身旁的少年说道。少年看起来仅有16、17岁，脸上稚嫩还未褪去，但眼神却是无比坚毅。去看看。少年朗声说道。少爷，小姐说过让我们尽量不要惹事。少年眉头一皱，回头看了一眼中年男子，严叔，你别告诉他不就行了。是。中年男子点头，悻悻地道。走。少年径直向前方走去。所有人都站在我身后。罗元对着身后的众女说道。他的职业金刚浮屠虽然强大，但是现阶段只学习了3个主动技能，只有群体减伤在团战中能起到作用。严格来说，在野外团战中，他只是一个沙包，只能被动挨打。灵术师们的各系灵术光华，神射手的箭矢铺天盖地飞来。白思瑶也对自己使用了天籁之音，随时准备好为众人加血。金刚壁垒。罗元开启群体减伤技能，大盾往身前一横，挡住了绝大部分攻击。然而还是有不少技能打在了后方众女身上，当场便有1人被击杀。好在有他的减伤，不然都会当场毙命。以10敌100，能撑住1轮攻击，已经很值得骄傲了。白思瑶释放技能，复活被击杀的队友，随后为众人回血。即便在天籁之音加持下，能1秒释放1个甘露诀，但是毕竟只有1个奶妈，还是觉得有些吃力。你们都在给爷挠痒痒吗？罗元大盾用力往前一推，将许三元震得连连后退。你不过就是乌龟壳硬一些而已，等我们解决完他们，再慢慢收拾你。许三元气得咬牙切齿，恶狠狠地说道。小姐，我们撑不了太久，等他们近战部队到了，怕是就要结束了。明月清心担忧地说道。白思瑶此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有这么一群队友陪着，他也豁出去了。别想那么多了，我们本来也没打算活着，能杀一个是一个，让他们知道我们也不好惹。
青姐，你来指挥。好。明月清心点了点头，双眼逐渐冷冽，锐利而坚定。这才是他真正的模样，冷静、自信。所有人听从指挥，点杀战术。第63章领悟心之剑。明月清心迅速下达指令，他的决策很明确，集合所有人的力量，共同点杀一人。他目光看向许三元，手中法杖一挥，一道冰冻术发动，将许三元冰冻在原地。队伍中的3名灵术师见状，纷纷发动技能，2团火球和1根冰锥激射而出，全都命中那被冰冻的许三元之上。负240、123、116、121，许三元的血量瞬间见底，只剩一丝。还好，只要没死，血量很快就会被奶回来。被冰冻的许三元吓得冷汗直流，在众目睽睽、人数也绝对碾压的情况下，自己若是第一个被击杀，那得有多丢脸。就在他以为安全时，眼前突然出现一只黑色兔子，正手持一根巨大的萝卜。这死兔子怎么会在这里？许三元瞪大双眼，黑色兔子手中大萝卜高高举起，用力朝他砸了过来。砰！负188。血条清空，许三元憋屈地倒在了地上。数道治疗技能姗姗来迟，没入他体内，却没有任何作用。一道绿光再度飞来，后方医师对他释放了复活技能，许三元重新站了起来。杀！他面目狰狞，暴喝一声，试图缓解尴尬。一直站在远处的天生不凡，眼神阴狠，弯弓搭箭。爆裂剑！一道火焰箭矢激射而出，直奔明月清心。负608，血量瞬间见底。一剑之威，顶着罗元的减伤都能造成如此伤害，若不是之前明月清心得到一件黑铁腰带，血量得到巨大提升，只怕是会瞬间毙命。青姐！白思瑶惊呼，急忙释放回血技能，将他血量拉了回来。明月清心没有理会史英昭的天生不凡，法杖一挥，蓝色光芒再起，一道冰锥激射而出。目标依旧是霸绝天下许三元。在众人合力下，许三元再次憋屈倒地，很快又被医师复活起来。白思瑶找准时机，发出一道毒针，直接扎入刚刚起身的许三元。负510、28。刚复活起来，血量本就只有50%的许三元再次憋屈倒下。白思瑶白银级法杖在手，面对普遍灵力防御低微的玩家，伤害异常的高。后排奶妈再次给他丢了个复活技能，连续死亡，他的经验已经不够扣出，直接掉了1级。大家一起上，给我杀了他们！再次复活的许三元愤怒的大吼，憋屈、耻辱，更觉得脸都丢尽了。50-60名战士玩家已经冲到近前，后方的远程攻击也再次袭来，人数差距太大了。明月清心心中有些无奈，不过眼神却依旧坚定。白思瑶冷冷盯着前方，心中不由念道：要是血染在就好了。小姐，撑不住了，我先走一步。明月清心在众多玩家的攻击下，终究是化作白光回城复活了。小天鹅也不其后尘。随着众女相继被击杀，如今队伍中还活着的只剩下没有受到攻击的白思瑶和防御恐怖的罗元。有白思瑶的强力治疗，即便是上百名玩家一同攻击，罗元的血量依旧非常健康。小天鹅被击杀，罗元也有些无奈，他目前的输出技能倒是有，奈何攻击力太低，打不出什么伤害。给我控住这女的，别让她加血，看这头死乌龟能撑到什么时候。另一边，试炼空间中，杨安再一次从地上爬起。悟了吗？悟什么？这已经是他第9次死于白衣男子剑下了。虽然与白衣男子的对决是无损耗死亡，但那痛感却是真实存在。难道是？杨安陷入沉思。白衣男子之前9次击杀自己，似乎用的都是同一种剑招。按他之前所说，击败他的方法只有一个，莫非就是他所使用的这一剑？所以，想要通过这关考验，就必须学会这一剑。我明白了。杨安当即闭上眼睛，之前的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犹如看电影一般，一帧帧回放。不行，太少了。杨安睁开双眼，看向白衣男子，请前辈再次见。看着杨安这副模样，白衣男子欣慰地点了点头，不错不错，总算是开窍了。随后他右手剑指缓缓抬起，指向杨安。在杨安眼里，此刻的白衣男子仿佛化身成为一柄剑，剑气肆意爆发，凌厉无比。杨安感觉灵魂都在颤抖，这凌厉剑气仿佛能切割灵魂。他死死盯着白衣男子，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斩！白衣男子轻声念出一字，来不及思索，杨安就感觉自己被这股凌厉的剑气斩成2半。他再次死亡，随后复活，脑海中不断回忆着这一剑。再来，再来，一连9剑。杨安也再次死了9次。为了能更清楚地看清白衣男子的动作，他甚至睁开混沌之眼辅助。这一次他没有再开口，复活之后便盘膝而坐，紧闭双眼，以心为重，以魂为神，心魂凝剑，
可斩神灭魂。杨安耳边响起白衣男子的声音，他的话语就像是一颗石子落入平静的湖面。盘膝而坐的他，身体散发出金色光芒，一朵金色莲花虚影在他身下绽放，缓缓旋转。杨安陷入一种奇妙的状态，体内似乎有某种神秘能量被混沌金莲引领，不断汇聚。原来如此，看着被金色莲花包裹着的杨安，白衣男子似乎已经看穿一切。良久，金色莲花虚影花瓣回收，没入杨安体内。他缓缓睁开双眼，金色光芒一闪而逝。叮！恭喜你领悟技能心之剑。心之剑，剑仙专属，纯阳尊者所创，剑仙基础技能。被动效果，装备的武器为剑时，攻击增加 15%。主动效果，以心灵之力为所有攻击附带 20% 真实伤害，无视防御，无视护盾，持续3分钟。消耗500灵力值，冷却10分钟，熟练度初级。一炷香时间，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快些。此关考验的便是你的悟性，万道清河，不愧是混沌剑体。白衣男子脸上浮现赞赏之色。在白衣男子面前，杨安感觉自己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他拱了拱手，多谢前辈。那这个考验，自然得先击败我。白衣男子轻笑，来吧，打出伤害便算击败我。得罪了。杨安直接开启心之剑状态，随后长剑一扬，2道剑气斩出。231真实伤害，231真实伤害。终于打出伤害了，虽然伤害很低。叮！恭喜你完成玉虚试炼全部考验，获得奖励全属性加30。白衣男子拍了拍衣服，看向杨安，不错不错，你身上的秘密倒是不少，混沌金莲、上古凶兽印记、玄女都是大因果呀。前辈，你的因果需要你自己去了结，我也无法帮你去除印记，且玄女已经帮你掩盖气息，只要你不入深渊，一般不会被感知到，毕竟他如今也不敢擅自进入命劫大陆。白衣男子的话语让杨安心中稍微安定些，那上古凶兽混沌就如同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时刻威胁着他。白衣男子继续说道，你只有强大己身，才有能力改变命运。既然你已领悟剑仙入门技能，可愿拜入我门下？叮！是否拜入当世第一剑仙纯阳尊者门下，转职为剑仙？第64章，少年阿天转职剑仙，谁会不向往御剑飞行、逍遥自在的剑仙？而且他的混沌剑体与剑仙职业极为契合。师尊在上，请受弟子一拜。杨安不带一丝犹豫，当即便要跪拜。纯阳尊者轻轻一挥手，杨安感觉身体被一股力量拖住，怎么都跪不下去。这只是我一具化身，现在拜的可不算，跟我走。还来不及疑惑，杨安便眼前一花，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片刻后，杨安才缓了过来，定睛一看，原来自己正站在一柄巨剑之上，周围景象模糊，不断后退，巨剑正在以恐怖的速度载着他破空飞行。在剑身中央靠近剑尖的位置，纯阳尊者背对杨安，负手而立。师尊，这就是御剑飞行吗？那是。丛林中，少年看着那被上百玩家围杀的2人，尤其是看到那名女子时，眉头紧皱。少爷，这种事情在游戏里每天都在上演，咱们没必要插手。一旁的中年男子非常了解自家少年的性格，生怕他一股脑冲上去，赶忙提醒道。少年看着被围攻的那名女子，有些出神，根本没有听到严叔的告诫。严叔，那好像是瑶瑶姐，我们不能见死不救。说完，不等中年男子回应，立马开启善恶模式，身体骤然爆发，冲向人群，双手各出现一柄长刀。少爷！身后严叔大喊了一声，然而少年的速度实在太快，瞬息间便冲进了人群。都愣着干什么？赶紧跟上！他朝身后的手下们大喊一声，跟着少年的脚步冲了过去。少年如同一头猛兽般冲入医师和灵术师的队伍，手中双刀上下挥舞，刀光掠过，数名玩家来不及反应，便倒在了地上。有滴血！人群中有人仓皇大喊。许三元回过头，只见一名少年正对自己的人马肆意杀戮，在更后方还有30多人向这边冲来。给我控住他！盾卫和近战分些人快去救援，调转阵型，后方还有敌人。数名前排迅速向少年跑去，试图阻止他，其他人则迎上严叔带领的队伍。天生不凡拉动长弓，爆裂剑射向正在人群中肆虐的少年。咻！少年神色一凛，似有所感。他迅速转身，手中双刀在身前挥舞，一道道刀光在身前形成。这是他独有的技能刀光护体，可格挡远程攻击。叮！剑矢与刀光碰撞后直接爆碎，少年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天生不凡眉头皱起，他想不通为何屡屡遇到强敌，这让他天生的优越感受到不小的打击。他连续拉动长弓，一道道剑矢激射而出，然而那少年却骤然加速，身影快速移动起来，飞出的剑矢纷纷落空。快！拦住他！
数名近战玩家来到少年身前，一拥而上。少年怡然不惧，手中双刀闪烁着紫色光芒，在身前不断挥舞，快到无法看清。一道道刀气从双刀之上溢出，流星斩，8道刀气在他身前扇形区域肆虐，一道道伤害飞起。短短3秒内，便对区域内每个目标造成8次攻击。首当其冲的几名战士玩家，在刀气肆虐下被直接击杀，唯有盾卫能够存活下来。少年直接冲了过去的双刀快速斩击，盾卫玩家们再也无法承受他的攻击，相继倒地不起。惊慌失措的医师队伍终于反应过来，复活被击杀的队友。快保护少爷！严叔所带领的队伍终于赶到，双方大战一触即发。想象中的势均力敌没有出现，严叔所带领的30多人竟然只有一种职业，那就是刀客。他们不仅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配合默契，如同一柄尖刀刺入许三元的队伍中，瞬间便冲破盾卫的守护，一击即溃，快速击杀后排的灵术师医师队伍，所过之处片甲不留。许三元看着眼前的形势，目眦欲裂，而那名少年已经穿过大部队，向着他这边冲来。三元，怎么办？姜丽开口焦急地喊道：“撤！快撤！”许三元下达了撤退命令，大势已去，他手下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他拉着姜丽迅速向后方退去。听到他撤退指令的手下们顿时松了一口气，纷纷放弃抵抗，逃离战场。严叔大手一挥，示意手下停下攻击，没有继续杀戮。想走？少年看着那想要逃离的许三元，脸上浮现怒色。他如同一道影子，快速冲向许三元。面对快速袭来的少年，许三元仓皇举起手中大刀，烈焰燃起，欲要发动烈焰斩、流星斩。高举大刀的许三元来不及挥下，他和姜丽便被数道刀气淹没，眼前一花，便已身中数刀，一连串的伤害从头上冒出。-458、463、691，血条清空，二人倒在了地上。少年双刀在手中挥舞，帅气收刀。真差劲！有医师举起法杖，想要复活许三元他们。你敢复活一次，我就杀一次！少年持刀而立，面露凶色。那些医师们只得收手，悻悻退走。许三元无奈，咽下所有耻辱与憋屈，化作白光回城复活。少年转身，一步步走向白思瑶，面带喜色：“瑶瑶姐，你是阿天？”白思瑶看着眼前的少年，有些不敢确定。哈哈，是我呀，瑶瑶姐。少年阿天抓了抓脑袋，脸上露出欣喜之色。真的是你啊，你怎么认出我的？白思瑶伸手摸了摸还戴在脸上的面纱，确定它没有掉落。可能是直觉吧。面对白思瑶，阿天有些不好意思，显得非常腼腆，与之前大杀四方的模样判若两人。小屁孩，直觉还挺准的嘛。白思瑶轻笑道：“瑶瑶姐，我已经17了，不是小孩子了。”阿天正色道：“17也是小孩子，虽然是长高了不少。对了，你姐呢？她有没有玩这个游戏？”白思瑶看着眼前的少年阿天，还是几年前见过，如今也是个近1米8的大男孩了。第65章转职剑仙。她与阿天的姐姐是好闺蜜，从小就认识。以前阿天便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他们身后。她在东方城呢，我正巧来这边做个任务，才刚出来，没想到就碰见你了。是啊，真巧。阿天，今天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及时出现，我们都得掉一级。白思瑶浅浅一笑，由衷感谢。瑶瑶姐，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对了，这位大哥是？阿天看向一旁的罗元问道。这位是我队友，快乐的小青蛙，职业是盾卫。白思瑶向阿天介绍道。哈哈，多谢阿天兄弟救援。罗元爽朗一笑，阿天兄弟实力很强，英雄出少年啊。阿天挠头憨笑，略显稚嫩的他被罗元一通夸奖，有些不好意思。哈哈，蛙哥你过奖了，我刚才看到他们一堆人都打不动你，想来蛙哥你也不是普通的盾卫。罗元对于蛙哥这个称呼一头黑线。不是我厉害，是他们太菜了。好了，你们俩别商业互吹了。阿天，跟姐姐去城里，我请你吃大餐。白思瑶打断两人的互相吹捧，向阿天发出邀请。瑶瑶姐，我就不去了，我姐还等着我呢。阿天略微犹豫后，还是拒绝了他。什么事这么着急？白思瑶疑惑。之前看到别人报了一把白银极弓，我姐眼馋得很，她想买，但是又联系不上那把弓的主人。这不刚发现一只白银级 BOSS， 就说要去报装备，吵着让我回去帮忙。提起自家姐姐，阿天就感觉脑瓜子嗡嗡的。你姐玩的是神射手？白思瑶想起阿天姐姐似乎一直都挺喜欢射击，不由问道。阿天点头回应。白思瑶伸出双手，一把漆黑长弓出现。你说的是这把弓吧？看着白思瑶手中的黑色长弓，阿天难以置信。瑶瑶姐，她怎么会在你手里？因为她是我们队伍打白银 BOSS 爆出来的呀。白思瑶轻笑道。
阿天。看到阿天震惊的表情，白思瑶露出笑容，当然不止我们两个。走吧，回去再细说。白思瑶说完，给了阿天一个回城卷轴，随后便回了南明城。阿天兄弟，我先走一步。罗元也捏碎回城卷轴，化作白光消失。少爷！一直站在远处的严叔走上前来。严叔，你带弟兄们先回去，我有急事。可是小姐那边……阿天挥了挥手笑道：我会和他说的，现在就算我想回去，他都得求我留下了。师尊，我能学这个技能吗？飞剑之上，杨安双眼放光，御剑飞行，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第一次以这种方式飞行，杨安身体僵硬，不敢动弹，生怕一个站不稳就掉落下去。小伎俩而已，用来载人倒是还不错。纯阳尊者随意说道：御剑飞行还是小伎俩？这可是我最向往的技能啊！杨安心生向往，暗暗发誓一定要学会这个技能。脚踩飞剑，上天入地，遨游太虚，逍遥自在，岂不快哉？你实力尚低，切勿好高骛远，先打好基础。纯阳尊者的谆谆教诲给杨安浇了一盆冷水。好的，师尊。说话间，飞剑骤然停下，杨安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身体飞了出去。啊！砰！杨安直接与大的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嗨嗨！他感受了一下快要散架的身体，浑身都疼。你没事吧？一道清脆的女声传入他的耳中。杨安抬起头，只见他身前正站着一道倩影，一袭青衣，身材修长匀称，白皙的鹅蛋脸上眉眼如画。他蹲下身子，看着趴在地上的杨安，举止柔婉而优雅，柔软的发丝被清风轻轻拂起，一股清香沁人心脾。没事。杨安双手艰难用力撑起身子，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女子连忙伸手扶着他的手臂，帮助他站了起来。谢谢。不客气。他温婉一笑，轻声细语：太久没有载人，忘记你还是一个凡人。一道白衣身影出现在杨安身边，他挥了挥手，一道光芒没入杨安体内。杨安顿时感觉如同沐浴在阳光之下，身体的不适快速褪去，浑身舒爽。师尊。青衣女子恭敬向纯阳尊者行了一礼。仙儿，这就是为师新收的弟子，以后他就是你小师弟了。纯阳尊者露出笑容，向洛仙儿介绍道：你就是小师弟？洛仙儿双眼一亮，好奇地看向杨安。师姐好。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年纪比自己要小很多的女子，竟然是自己的师姐。杨安有些尴尬，第一次就以这种方式见面。不错不错，师弟的出场方式当真是与众不同。洛仙儿掩嘴轻笑。杨安尴尬到脚趾都能抠出3室一厅来。闲话一会再聊，你先跟我来。纯阳尊者对着杨安说完，便带着他走向不远处的院落。非常普通的院子，周围数间木屋，弥漫着淡淡的木香和墨香。杨安甚至能看到最中心的那间屋子，敞开的窗内整齐地摆放着文房四宝。二人来到院中，那股墨香味更加浓郁。杨安心中了然，想来师尊平日里应该爱好笔墨书法。纯阳尊者转过身，神情肃穆地看着杨安，血染，你可愿入我门下，成为我的弟子？杨安闻言，跪下行拜师礼，弟子血染，愿拜您为师。好，从今往后，你便是我纯阳的弟子了。叮！恭喜你拜入纯阳尊者门下。叮！你已成为玉虚宗外门弟子。叮！御剑乘风来，逍遥天地间，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恭喜你成功转职唯一隐藏职业剑仙，全属性提升100点。叮！剑仙成长数值为每升1级，提升1根骨、3力量、1灵力、2.4敏捷、1耐力。叮！自由属性已重置，可重新分配。叮！恭喜你获得剑仙专属技能御剑术攻伐之术本命飞剑。叮！技能奋力一击与剑仙职业不符，已被遗忘。叮！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 ID？ 隐藏。叮！全服公告。御剑乘风来，逍遥天地间，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恭喜玩家 XXX 成功转职唯一隐藏职业剑仙。叮！叮！第66章青霜剑。全服公告一出，世界瞬间哗然。又有人转职隐藏职业，第几个了？怎么这么好运？什么时候轮到我？这是继魔神之后的又一个唯一隐藏职业。剑仙出世了，那可是我最喜欢的职业啊！别慌，没了剑仙，还有剑神、剑圣、剑魔，等着我去转职。想的倒是挺美。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让杨安有些消化不过来，他迫不及待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剑仙职业带来的改变。角色名血染，职业剑仙，一转，宗门玉虚宗，等级10。
根骨419，力量545，灵力382，敏捷451，耐力394。悟性隐藏，运气隐藏。气血值5819，灵力值4120。物理攻击1584，灵力攻击573，物理防御650，灵力防御591，速度58，破防45%，暴击48%，暴击伤害240%。体力值100。装备无。体质混沌剑体一阶，混沌体专属技能混沌剑心、混沌之眼、混沌剑域、金莲灭世，条件不足。剑仙专属技能星之剑，剑仙专属。被动效果，装备的武器为剑时，攻击增加 15%。主动效果，以心灵之力为所有攻击附带 20% 真实伤害，无视防御，无视护盾，持续3分钟。消耗500灵力值，冷却10分钟，熟练度初级。御剑术，剑仙专属，以气御剑，以意行剑。释放技能可自由操控飞剑，远程攻击敌人。所有伤害正 10%， 攻击距离加15米，消耗每秒300灵力值，熟练度初级。可自由选择开启或关闭御剑术。攻伐之术，剑仙专属被动，剑仙主攻伐，一剑出，天地失色，万物皆可破。被动效果，破防正 30%， 暴击伤害正 30%。本命飞剑，剑仙专属，条件不足。其他技能略。剑仙2个被动技能，星之剑是之前领悟，攻伐之术附加高额破防和暴击伤害，两者都是增幅攻击。不愧是攻伐第一的剑仙。看完剑仙技能介绍后，杨安非常满意。被动技能很强大，不过却没有一个输出技能，因为转职还遗忘了奋力一击。本命飞剑也提示条件不足，无法看到信息。若不是之前学了破云剑、剑气连斩，难道我堂堂剑仙输出只能靠普攻？好在有他一直向往的御剑术，这个技能可以改变他的攻击方式，让他变成远程攻击，攻击距离甚至能和神射手比肩。看完转职剑仙后的技能和属性，杨安这才有时间去查看那已经闪动了很久的好友信息。罗源和白思瑶都发来消息，讲述此前被许三元和天生不凡围杀的经过，这让杨安的心一沉，不由怒从中起，直到看到他们俩并无大碍，才略微松了一口气。不过小天鹅、明月清心还有她们6个小姐妹都因此掉了一级，杨安为此有些愧疚，许三元他们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等我回去。杨安按捺住心中怒火，给他们回了一条信息。好了，你也算跨入剑仙门槛了，不过你还需勤奋修炼，早日成为真正的剑仙。纯阳尊者满意的看着眼前新收的弟子，随后伸手一招，手中出现一柄通体蓝色的长剑。此剑名为青霜，乃是当年为师拜入你师祖门下时，他老人家所赐，今日便赠予你了。纯阳尊者将蓝色长剑递到杨安面前，接着说道：虽不是什么神兵利器，胜在装备要求低，它已是为师这里唯一一件你用得了的装备了。按纯阳尊者所说，就是他这里没有档次太低的，其他东西层次太高，杨安都用不了。杨安当然不会介意，他从来都不是贪婪之徒，而且即便给他一件神器，他也装备不了。想来这柄剑对纯阳尊者来说，纪念意义更加重要。杨安查看这柄通体蓝色长剑的属性：青霜剑，封印3/3。简介：轻盈若霜，寒光凛凛。本为一柄强大的灵剑，被纯阳尊者以神通封印灵性。品质：白银。等级要求10，职业要求剑士。攻击加362，力量加43，敏捷加16，破防正 10%， 暴击正 10%。解封条件：等级达到20级，献祭白银装备0时。附加技能：青霜剑气，被动，每次攻击命中会对目标施加冰霜状态，可叠加10层，每层降低目标 2% 移动速度，当达到10层时，消耗所有层数，对目标造成冰冻效果，持续2秒。一柄白银级长剑，正好是他能装备的10级。看那介绍，应该就是纯阳尊者为他封印的。相较身上装备的碎牙剑，破防少了 5%， 但是基础属性却大幅提升。日后等级达到要求，还能解开封印，这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不用为武器发愁了。装备入手便传来系统提示：青霜剑以10级的等级，位列装备排行榜第10。如今白银级装备越来越多，白思瑶的那把法杖已经跌出排行榜了。多谢师尊。杨安由衷的感谢纯阳尊者。纯阳尊者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待你职业2转之时，再回来找我。说完，他取出一块玉佩，交给杨安。这个玉佩你随身携带，具有一定的隐匿气息效果，另外也可以用它回到这里。纯阳玉佩放置在包裹中，可隐匿自身气息，阻止他人窥探，有效等级100级。
使用后可传送到玉虚宗神剑封顶。好东西！100级以内的目标，即便有特殊技能，也无法查看自己的属性了。是，师尊。杨安欣喜收起玉佩，乖巧点头。纯阳尊者看向站在一旁的洛仙儿，仙儿，你小师弟就交给你了，魏师还有要事去做。啊！洛仙儿呆愣了一下，有些愣住。师尊，这是你的弟子呀，交给我干什么？方才天禄山传来异动，魏师得去看看。纯阳尊者脸色略显凝重，随后直接化作一道剑光消失在原地。又是天禄山吗？那里的异动越来越频繁了。洛仙儿看着仓促离去的纯阳尊者，喃喃自语：师姐，天禄山是什么地方？杨安好奇发问。那里是一处封印之地，封印着绝世恐怖，最近隔3差5的就会出现一些异动。洛仙儿眉头微皱，虽然他也不知道那里封印着什么，但连师尊都无法杀死，只能封印的存在必然恐怖无比。封印之地，杨安不由想起新手村封印的恐怖凶兽。第67章玉虚宗。别想这么多了，有师尊在，肯定没问题的。洛仙儿对纯阳尊者充满信心。杨安点了点头，随后问出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对了，师姐，我怎么一个输出技能都没有？师弟，洛仙儿看着杨安，用纯阳尊者的语气教诲道：御剑术乃是剑仙最核心的输出技能，只需勤加修炼便已足够，等你将其修炼至一定的地步，自会知晓。那学习御剑飞行需要达到什么条件？杨安还是心心念念御剑飞行这个技能。扑哧，看着杨安的模样，洛仙儿扑哧一笑：师弟，这个技能不用学，你只需要将御剑术提升到宗师级，自然就会了。宗师级吗？这么久了，杨安可以升级的技能中，也就奋力榜上的任务根据难度系数被分简单、普通、困难、地狱4种难度。杨安看了下上边他能接的任务，大多是些端茶送水、送信跑腿、打扫宗门、打理药园、喂养灵兽等最简单最基础的，有不少击杀野怪的普通任务，以及少量挑战 BOSS 的困难任务。地狱级任务在他这个等级根本没有，最低要求都是20级。接下来，洛仙儿带着杨安陆续参观了丹药阁、藏宝阁、藏经阁、灵兽园等等。能用贡献点兑换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丹药阁中那能提升技能熟练等级的破级丹，让他心痒难耐，恨不得能一口气把御剑术升到满级。只可惜这种丹药每个玩家只能使用2次，而且只对大师级以下熟练度有效。不但如此，破级丹足足需要3万贡献点，并且成为内门弟子才可兑换。而藏经阁中的各种技能，杨安看了一下，以灵术师技能居多，开放的都是普通的人级和凡级技能，没有适合他的。任务阁那里，完成一次简单的任务才5个贡献点，普通的任务也才10个。而更高的困难级，奖励的贡献点会多一些，但是击杀 BOSS 可不是容易的事。杨安现在的目标不仅是要得到足够多的贡献点，还必须成为内门弟子。师姐，要如何才能成为内门弟子？想要成为内门弟子，需要达成2个条件。洛仙儿解惑道：第一，累计贡献点达到1万；第二，达到职业2转；第三，成功挑战3名内门弟子。3个条件都不是杨安现在能完成的，他只能收起心思。洛师姐。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后方响起，洛仙儿与杨安纷纷回头，只见后方正有6道人影联袂走来，领头的是一名风度翩翩、模样俊秀的男子。来到近前，6人纷纷行礼。洛仙儿挥了挥手，有些不耐烦：行了行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去。领头男子不为所动，满脸笑意：洛师姐可能不记得在下了，在下名为元天，此前跟随大师兄时见过师姐几次。哦，洛仙儿闻言翻了个白眼，又是那个烦人的苍蝇，你们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在下见这位小师弟有些面生，却又与师姐你一同而来，特意过来结识一下。元天满脸笑容地看着2人，但眼神里却隐藏着一丝寒芒。大师兄曾公开说过要追求洛师姐，如今有其他男人与洛师姐如此接近，而大师兄正处于闭关修炼的关键阶段，他作为大师兄最忠实的追随者，自然要打探清楚。哦，你说他啊？洛仙儿眼睛滴溜一转，露出狡黠笑容，只是一个刚入门的外门弟子罢了，看着有些眼缘，便多聊了一会。杨安，哦，原来师弟只是普通外门弟子。元天眼中寒芒一闪而过，似笑非笑地看着杨安。哈哈，我见师弟资质不凡，一时寄养，不知可否与师弟过上2招。元天哈哈大笑，看着杨安的眼里带着些揶揄。意识到对方是来找茬的，杨安眸色微冷，悄悄使用混沌之眼查看，却发现看不到任何信息，只是切磋切磋，想来洛师姐应该不会插手吧。元天看向洛仙儿，洛仙儿后退一步，直言这是你们宗门内部之事，他不便参与。杨安一头黑线，不过我觉得他只是一个刚入门的外门弟子，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不然我可看不下去。洛仙儿大义凛然，要为杨安撑腰。
杨安还没来得及感动，就听到洛仙儿继续说道：“这样，你们让他上场，让他们俩切磋切磋。”洛仙儿指了指6人中的一名消瘦少年。袁天回头看去，嘴角露出笑意，也是，让年轻人跟年轻人切磋才比较有意思。袁海，他向消瘦少年喊了一声。袁海从人群中走出，一脸不屑地看向杨安：“师弟，他只是个20级的菜鸟，别怕。”洛仙儿在杨安耳边小声地说道：“师姐，我才10级啊，有点信心，打赢了师姐给你奖励。”打赢了有什么奖励？杨安怀疑地看着洛仙儿，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小子，别磨磨蹭蹭了，不会是怕了吧？你放心，随便切磋一下而已，不会打死你的。那边袁海见杨安迟迟不敢上前，不由大喊。杨安走出，暗中开启混沌之眼，查看袁海的属性。袁海等级20，简介：玉虚宗外门弟子，资质一般，据说是某位外门长老远房亲戚，特招入门。气血值15万，攻击2243，物理防御683，灵力防御536，速度40。连环刀快速向目标连续发动5次斩击，分别造成80%、90%、100%、110%、120%伤害，冷却15秒。猎山斩向目标发动猎山斩击，造成165%伤害，并击退目标，冷却5秒。刀罡护体发动刀罡保护自身，使伤害降低30%，持续10秒，冷却1分钟。如影随形快速接近并攻击目标，造成130%伤害，冷却20秒。原来是个走后门进来的。不过杨安心中却暗惊，这个袁海相较于幽冥引爆来说，虽然血量只有15万，但是攻击高达2243的同时，技能冷却时间也很快，与普通玩家技能无异。要知道对方是一个 NPC， 血量、攻击还有技能伤害都要比杨安强太多，而且 NPC 的智商操作都比一般的 BOSS 要强很多。准备好了吗？袁海冷笑，蔑视看向杨安。杨安取出青霜宝剑，战意高涨。来战！成为剑仙之后的第一战，那便是你了。不自量力！袁海嗤笑一声。叮！袁海向你发起切磋，是否接受？接受。杨安没有犹豫，选择接受。切磋模式下，死亡不会掉落等级， NPC 也不会被击杀。二人相对而视，剑拔弩张，蓄势待发。周围人群纷纷退避，让出足够大的空间。来，我坐庄，压袁海胜1赔 1.3， 压刚刚入门新弟子胜出的1赔10。一道声音响起，正是那不靠谱的师姐洛仙儿。杨安。这场战斗瞬间让这边热闹起来，不断有弟子前来围观。洛仙儿也趁此机会开了赌盘，周围弟子见到立马围了过去。这不是稳赚不赔吗？我压袁海1000贡献点，我也压袁海500贡献点。第69章战袁海。因为纯阳玉佩的特殊隐匿效果，他们看不出杨安的具体属性，但是他头顶那耀眼的10级不会骗人。没多久，洛仙儿便收拢了大量赌资，其中当属袁天下注最大，足足压了3万贡献点，那可是整整一个破级丹的价格。杨安这边顾不上去管洛仙儿的骚操作，他快速调整状态，进入战斗，心中快速思索应对之法。试试御剑术。杨安早就想试这个技能了，一直都没有机会，如今正好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剑仙。御剑术。杨安发动技能，凝神感应，他感觉与手中青霜剑建立起了某种联系，似乎能够使用意念操控它。哈哈，这么简单。杨安心中大喜，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能操控飞剑。在他的控制下，青霜剑缓缓飞起，对准袁海。去！杨安右手剑指，气势十足。嗖！啪嗒！青霜剑才刚飞出半米距离，便失去控制，掉落在地上。杨安、袁海、洛仙儿捂脸，不好意思，没拿稳。杨安脸部红心不跳，关闭御剑术，捡起地上的青霜剑。哈哈哈哈！小子，你的表演很不错，把我逗乐了。袁海大声嘲讽，见杨安如此，轻蔑之色更甚。那就多笑点，一会不一定还能笑得出来。杨安咳了2声，正色道：“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笑不出来。”袁海狂笑，胜券在握，他胸膛一挺：“来，我让你先攻击。”那我就不客气了。对方如此托大，杨安当然不会客气。心之剑，他直接开启心之剑，3分钟内所有伤害附加20%真实伤害。手中青霜剑挥舞，2道剑气横扫而出，负8630爆359真伤3596 359。杨安一个剑气连斩，直接打掉袁海近13000的血量。袁海挨了一顿毒打，神色凝重，他明白过来自己是轻敌了。如此恐怖的伤害，连他都不可能打得出来。大意了，看来得认真对待。袁海心中暗道，随后抽出长刀，眼神冷冽地看着杨安。
袁海身影一花，以恐怖速度接近杨安。那是他的技能如影随形，可以快速接近目标并造成伤害。袁海这瞬间的速度比杨安还要快很多，眨眼间便来到杨安身前，手中长刀以诡异角度划出，枪！刀剑交击，杨安手持青双剑，精准格挡住袁海势在必得的攻击。然而，想要被系统判定格挡太难了。负2068，这高额的伤害吓了杨安一跳，血条直接少了近半。一击得逞，袁海再次挥刀，发动连环刀。面对袁海如此凌厉的攻势，杨安选择躲避。连环刀一刀比一刀强，他可承受不住如此伤害。况且杨安的速度远超袁海，如今趁他如影随形冷却，应充分发挥速度优势。急行 30% 速度增幅，让杨安如今的速度突破75点，几乎是袁海的2倍。杨安快速躲避袁海的第一刀，在他就力未去心力未生之际，快速一剑刺出，破云剑。负2904 359真。袁海吃痛，第二刀从下往上撩，速度更快了几分。杨安身体诡异后退，险险躲了过去，再次挥剑一记普攻。负1383 352真。袁海一直被戏耍，无法攻击到杨安，他龇牙咧嘴，手腕翻转，长刀横斩而出，直奔杨安脖子。面对速度再快1分的第三刀，杨安嘴角冷笑，自信仰头，长刀在鼻尖之上呼啸而过，森寒之意弥漫。杨安借着后仰之力，一个鲤鱼打挺，直接与袁海拉开距离，避开接下来速度更快的2刀。身前没了目标的袁海只得放弃继续使用连环刀紧追杨安，而迎接他的却是2道剑气。负8630爆359 8630爆862爆，真伤竟然也能暴击，杨安心中大喜。在恐怖的伤害下，凭借着10%吸血，他的血量已经恢复满。利用速度优势，杨安准备风筝袁海，就是可惜了自己那半吊子御剑术，还不能控制飞剑攻击，要不然持续远程攻击应该可以更快解决他。现在只能等待5秒一个剑气连斩。一直挨打的袁海心态快要崩溃，直接开启刀罡护体，降低杨安的伤害。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即便降低30%，击败他那也只是时间问题。如影随形，愤怒的袁海终于等到这个技能的冷却。消瘦的身影一闪，便来到杨安面前，大刀高举，裹挟着恐怖威压，挥砍而落，是要将杨安劈成2半。他竟然将2个技能结合在了一起，如影随形，快速近身，配合大威力技能猎山斩。袁海的快速近身使杨安想要用速度优势躲避攻击难度非常高。杨安快速反应，手中青双剑上扬，清脆的刀剑碰撞声响起，枪！负2601，没有被格挡，杨安血量再次掉了近半。系统对于判定格挡的要求极为苛刻，首先招式必须格挡成功，其次再根据双方属性差值计算出格挡率。以杨安和袁海的属性差，很难被判定格挡。所有职业中，盾位的格挡率相对来说会大一些，但也没有人去测试过。借着袁海猎山斩的击退效果，杨安迅速抽身而退，再次与袁海拉开距离。杨安觉得近战职业在单挑中击退目标后，如果没有速度优势或者补上控制效果的话，击退效果就会显得很鸡肋。没有了如影随形，杨安速度优势再次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以绝快的速度不断寻找机会攻击袁海，随着一次次攻击，在青双剑气的作用下，袁海的速度越来越慢。破云剑，负4880爆181。在袁海的刀罡护体下，伤害仅有 70%， 大大削弱了杨安的输出能力。杨安一击得手，只见袁海全身散发出一股寒气，全身僵硬，是青双剑气的冰冻效果，每次攻击叠加一层印记，10层后会冰冻目标2秒内。趁着袁海被冰冻，杨安欺身而上，疯狂发动攻击。冰霜剑气会在10层之后重新叠加印记，如果在冰冻期间达成，会不会使目标一直处于冰冻状态？杨安心中有涌现疯狂的想法，如果是这样，那他岂不是无敌了？负1383 259 2904 259 8630 259 3596 259 3319 259，真是一点 bug 都不给，令杨安失望了。在冰冻状态中，印记无法叠加，只有冰冻结束后才能重新叠加，要不然这么大一个 bug， 以后杨安还有什么不能杀？只要冰冻一次就能永久冻住。袁海血量在杨安疯狂攻击下就只剩下8万多啊！冰冻状态结束，袁海暴怒，眼前这个只有10级新人，自己竟然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回应他的是杨安凌厉的青双剑。没过几秒，在杨安攻击下，袁海再次陷入冰冻效果，他只能憋屈地承受杨安的攻击。轰！在杨安的剑气攻击下，袁海轰然倒地。切磋战，
玩家血染胜！哗！围观人群张大嘴巴不敢相信，真的不是打假赛吗？这袁海不是入门2、3年了吗？怎么被一个10级新弟子打败？啊！我的贡献点，那是我辛辛苦苦做了1个月的任务才攒到的。这该死的袁海怎么这么废物？哈哈，师弟，我们发达了！洛仙儿兴奋地跑到杨安身边，仅这一次赌局，他便赚了近5万贡献点。站在一旁的袁天看到袁海落败，脸色极其难看。废物！他朝袁海呵斥一声，愤怒挥手，一道火红色能量飞出，砰！袁海被火红色能量击中，倒飞10多米，鲜血狂吐不止。哼，想不到你还有2下子！想到自己白白亏了3万贡献点，袁天忍不住大怒，恶狠狠地盯着杨安。我很好奇你能不能承受我1/10的力量。说完，不等杨安反应，一抬手，身前凝聚一道火红色灵气剑，呼啸而出，直奔杨安。第70章，你好，血染大叔。面对这恐怖的一击，若是被击中，杨安将必死无疑。这不是切磋模式，死亡是会掉级的，而他一旦掉级，就得回新手村深造了。幻影游龙蓄势待发，这是他唯一能应对这恐怖一击的技能。哼！一声娇哼传入众人耳中，洛仙儿玉手轻轻一招，杨安体表瞬间浮现一道青色光幕。仔细看，那光幕是由无数道青色剑气组成，剑气以一种神秘的路线游走，只因速度太快，看起来像是光幕一般。这是剑气护体，火焰灵气剑瞬息而至，狠狠轰击在青色剑气护体光幕之上。叮！清脆的声音响起，火焰灵气剑如同镜子一般，寸寸碎裂，随后消散在虚空之中。当我不存在吗？我也很好奇，你能不能承受我1/10的力量？洛仙儿露出愠怒之色，玉手随意轻挥，一道青色剑气激射而出。袁天见状惊恐万分，没想到洛仙儿会对他出手。他体表瞬间浮现数道灵气护体，但依旧觉得不够，赶忙又取出一个如同龟壳模样的东西。龟壳在他操纵下迎风暴涨，形成一面盾牌，挡在他身前。洛仙儿的青色剑气终于来临，轰！龟壳破碎，袁天体表灵气护体被击穿，青色剑气结结实实轰击在他身上。噗！袁天倒飞10数米，口吐鲜血，胸口之上一道血洞，不断往外喷血。下次再敢以大欺小，我还揍你！洛仙儿凶狠训斥了一声，随后转身拉住杨安的手臂，玉手剑指，召唤出飞剑。快走快走，不然那几个老头又要找我麻烦了。他抓着杨安，轻巧跃上飞剑，也不管杨安什么反应，飞剑嗖的一声直冲天际。杨安，他只感觉此刻天旋地转，如同小鸡仔一般被洛仙儿拎着。是，姐，拉我上去。杨安想让洛仙儿把自己拉上去，被这么一直吊在空中，非常没有安全感。到了！飞剑骤然停下，二人已在神剑锋之上。哦，第2次坐洛仙儿的飞剑根本不是坐，简直就是被拎回神剑锋的。杨安再次干呕。师姐的御剑技术真是厉害，师尊带自己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哈哈，洛仙儿伸手拍了拍杨安后背，师弟，你干得不错，这3000贡献点是你应得的奖励。说完，他给杨安赚了3000贡献点。叮！你获得洛仙儿赠送的3000玉虚宗贡献点。师姐，你赚了这么多，怎么就只给我3000？那是我凭本事赚的。洛仙儿眼珠子滴溜一转，笑盈盈地看着杨安，你现在要这么多也没什么用，什么好东西都换不了。杨安，好啦，师弟你自己玩吧。洛仙儿收起飞剑，转身离去，嘴里嘀嘀咕咕，嘻嘻，有了贡献点又能换好东西吃了。随后加快速度，一溜烟没了影。杨安无奈地看了眼洛仙儿离去的方向，真是个不靠谱的师姐。四下无人，杨安取出青霜剑，准备熟悉一下御剑术。想到之前对阵袁海时的尴尬时刻，杨安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发动御剑术，杨安集中精神，再次与青霜剑建立联系，想象着自己的意念化作一只手，轻轻抓在剑柄上。青霜剑在杨安的操控下缓缓飘起，颤颤巍巍的模样，如同80老叟。别急，别急！杨安犹如婴儿学步一般，操控着青霜剑在空中慢慢飞行。他也很疑惑，游戏里的技能不是学会了就能用吗？怎么御剑术设计的这么真实，还要人真的去练习？就在他胡思乱想间，青霜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显然是因为杨安的分心失去控制。再来，杨安继续练习了一段时间，总算熟悉了一些操控方式。该回去了。杨安取出南明城回城卷轴，直接捏碎。回到南明城，杨安直奔醉江月酒楼，来到2楼一个包间。杨安礼貌敲了敲门，略等片刻，来人将门打开，发现是杨安后，他双眼一亮，哈哈大笑起来。安子，你可算回来了。杨安露出笑意，伸手拍了下罗源肩膀。走走走。罗源一把拉着杨安往包间内走去。安子，你不知道，
当时我有多猛？那几百个人，最多100来人，没有一个打得动我。行行行，算你厉害。杨安翻了翻白眼，没好气道。走入包间，众人纷纷打招呼，杨安也一一回应。除了白思瑶、明月清心和小天鹅外，白思瑶公司的6名女生也都在场，另外还有一名16、17岁的少年，正好奇地看着他。血染，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阿天，就是他出手救了我们。白思瑶向杨安介绍那坐在一边的少年。杨安早已从他们之前发来的消息中得知白思瑶与阿天的关系，他向阿天点了点头，礼貌地与之打招呼。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阿天已经不止一次从白思瑶口中听到血染这个名字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杨安，目光如剑，透露着面对强者的兴奋，同时还有一丝警告的意味。随后道：你好，血染大叔，久仰大名。杨安摸了摸自己的脸，确认自己真的不像一个大叔。杨安心中无奈笑了笑，这小屁孩。不过这小孩还是挺厉害的，名列等级排行榜前列，想来实力不一般。很抱歉，如果不是因为我，大家也不会被许三元他们针对。杨安没有去理会阿天对自己奇怪的称呼，对众人歉意地说道：血染，大家都是队友，不必说这些。一旁白思瑶赶忙说道：是呀，血染哥，你不知道，我们也杀了许三元好几次呢。最后阿天还把他虐了一顿。小天鹅明显有些兴奋，众女的点杀战术，疯狂针对许三元，让他屡屡吃瘪。听完小天鹅说的话，众女也兴奋起来，纷纷议论当时有多勇猛。好，有时间我带大家一起练级。看到大家的心情似乎真的没有受到影响，杨安暗暗松了口气，并向众人承诺。不过许三元，杨安眸色微沉。第71章五感强化。听完杨安的话，众人都异常兴奋。杨安的实力有多恐怖，他们是看在眼里的，连白银 BOSS 都能杀，刷普通小怪升级那不是轻轻松松。对了，血染，那把弓我打算出给我闺蜜，也就是阿天的姐姐，她刚好玩的是神射手。白思瑶向杨安说道：我没意见，你看着处理就行。杨安随意道：价格已经谈好了，就以200万卖给她吧。白思瑶说道：虽然是自己闺蜜，但是这把弓是属于队伍的，她没有权利做主，必须要队伍同意才行。这把弓是目前排行榜第1的装备，拿出去卖的话，估计能卖到250万左右。白思瑶准备不要自己的那一份钱，就按你说的来吧。杨安并没有放在心上，一切交由白思瑶处理。白思瑶将长弓交给阿天，随后给杨安、罗源、小天鹅还有明月清心一人赚了50万华夏币。瑶瑶姐，我们总共5个人的队伍，不是应该每人40万吗？小天鹅看着到账的50万，开口问道。这把弓按市场价起码250万以上，所以给你们一人分50万。白思瑶浅浅一笑，拉着小天鹅的手，让她安心收下。杨安不由多看了一眼白思瑶，为了让队友和闺蜜都不吃亏，她放弃了自己的那份，果然是小富婆，50万眼睛都不眨一下。那我就替我姐谢谢各位，这把弓她念叨很久了。阿天起身给大家道了个谢，看向杨安的眼神多了一些好奇。他不难看出，杨安虽然话不多，但是整个队伍都在以他为中心，这个仅有10级的男人到底有什么魅力？还有一件事，阿天姐姐那边发现了一只20级的白银 BOSS， 想请我们过去帮忙。血染，你觉得呢？白思瑶继续说道：当然不是白去，不管能不能打得过，每人10万华夏币报酬。另外，如果 BOSS 报了2件以上白银装备的话，我们队伍可以优先选择1件。20级的白银 BOSS 吗？杨安略作思索，随后说道：可以一试，不过我建议先去升级。胖子现在是13级，距离15级也不远了，先把等级提上去，换上新盾牌，也能更好的扛住 BOSS 的伤害。白思瑶点了点头，这次的 BOSS 等级也比较高，把罗源的等级提上来，确实更安全一些。那好，等青蛙升到15级，我们再去东荒城。明天开始练级计划吧，争取尽早将他等级升到15级，明早8点在这里集合。杨安对众人说道。众人纷纷同意，商议到此结束。瑶瑶姐，那个报酬我就不要了，能跟着去混个经验，我就很开心了。小天鹅弱弱的说道，他去的话完全就是打酱油，实在不好意思收这个钱。报酬是给我们队伍的，你是我们队伍的一员，不用不好意思。偷偷的告诉你，我姐妹是个富婆，不要白不要。白思瑶眉眼弯成月牙，笑嘻嘻的说道。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争取让我的小兔子争气点。小天鹅认真的点了点头。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大家都早点下线休息吧。白思瑶浅浅一笑，随后便下了线，明月清心也紧随其后。罗源带着小天鹅在南明城闲逛，阿天与众人道别后回到东荒城。众人离开后，杨安孤身一人传送到城外，随便找了一处野怪聚集点，开始练习御剑术。前方是一群15级的妍希，等级15，气血值13000，攻击643，物理防御583，灵力防御507，速度28。防高血后，攻击附带毒素，缺点是行动缓慢，
这也是杨安选择他们的原因，正好用来练习御剑术。青霜剑飞在空中，比起第一次已经好了太多了，不过依旧是摇摇晃晃，极为不稳定。现在的杨安已经能够控制飞剑往前飞行，但是拐不了弯，他表示难度有点高。控制着青霜剑摇摇晃晃的向5米外的岩溪刺去，飞剑速度非常感人，慢慢悠悠，跟个老大爷一般。慢是慢了点，好在岩溪也相当配合，杨安这一剑竟然命中了对方。负3175，伤害竟有这么高？杨安被御剑术这一击的伤害吓了一跳。御剑术不是只提升 10% 伤害吗？怎么会提升这么多？这要是触发暴击，那伤害岂不是更恐怖？杨安收回青霜剑，关闭御剑术，向岩溪冲了过去。受到攻击的岩溪张开满是唾沫粘液的巨口，想要攻击杨安，然而他的速度实在太慢了，根本摸不到杨安的衣角。杨安轻巧一剑刺在他的头颅之上。负1443，这才是正常的普攻伤害。按理说御剑术提升 10%， 伤害应该是1587。杨安略微计算便明白了过来，开启御剑术后的伤害是吃到了混沌剑心的 200% 加成，4舍5入正好是3175。按理说混沌剑心只对剑系技能有效果，御剑术只是增加攻击距离，飞剑攻击应该属于普通攻击。如今看来，开启御剑术后也是可以吃到加成的，这给杨安一个意外之喜。怪不得洛仙儿会说御剑术才是剑仙的核心输出。想通这点，杨安干劲十足，再次开启御剑术练习起来。速度缓慢的妍希成为了他最好的陪练对象，他也不追求练级速度，就这么慢慢悠悠的练习着，一直到凌晨1点，杨安才选择下线。回归现实，杨安缓缓睁开双眼，思绪回归，身体感觉好像又不一样了。杨安双手握拳，感受着浑身肌肉带来的力量感，明显比昨天要提升不少。没有具体测试，也不知道现在的力量达到了什么地步。嗡嗡嗡，突然一阵蚊虫声传入杨安的耳朵，杨安闻声定睛一看，发现在5、6米之外的窗口，一只蚊子正在振翅飞行，他甚至能看清那只蚊子翅膀上的纹路。这种感觉，杨安闭上双眼，凝神感应。蚊子振翅声音越来越响亮，他听到了隔壁房屋邻居睡觉的呼噜声，他听到楼下不堪入耳的嘈杂声，一切声音都被放大，再放大。他的五感竟然被强化到了如此地步。混沌金莲不仅治愈了他的脚伤，还在不断的强化他的身体。此时的杨安已经无比确定，命劫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里面的东西竟然能够带入现实。如果在游戏中不断提升实力，提升混沌剑体，会不会让现实中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大？杨安情绪越来越激动，这种可能性很大，他不由期盼起来，下定决心要加快速度练级，强大自己，寻找其他的混沌金莲花瓣。突然，凝神感应中的杨安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呼吸声，那是在门外走廊，躲在阴暗的角落中，杨安似乎能够看到那里有一道人影，正有意无意地盯着自己的房门。杨安居住的地方是一座普通的居民楼，刚才已经听到周围几户邻居的呼吸声，那么如今躲在走廊角落的人是谁？第72章暗巷激战，难道是几大家族派来监视自己的吗？自己都已经残废了，还不放过？呼吸紊乱，不像是世家之人，是自己想多了。杨安收回心神，嘈杂声如潮水般退去，略微整理了一下，伸手去拿放在桌子上的房门钥匙。不经意间，意念放在钥匙之上，手还没碰到，钥匙便自动飞到杨安手中。这是隔空御物，是因为御剑术吗？竟然连这个能力也带到了现实中。杨安大喜，这意味着在现实中他也有望成为一名剑仙。不过眼下还有事情需要处理，等以后再慢慢研究。他缓缓打开房门，屋内灯光倾洒而出，但是却无法照亮整个昏暗的走廊。杨安明显感觉到角落中那道人影突然紧张起来，屏住了呼吸，目光一直盯着杨安的房门。杨安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关上房门，一波一波地走过走廊，那道身影目光始终落在他身上。杨安似乎能感受到那若有似无的恶意。杨安嘴角微微扬起一丝弧度，确认此人就是冲自己来的。他没有打草惊蛇，拐角转身消失在走廊，下了楼梯。随着他的身影消失，阴暗中的人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发送了一条信息。得到回复后，那人起身，小心翼翼地跟在杨安身后，露出了阴狠的笑容。这里是五阳市郊区，人口并不密集，而且现在的人都沉浸在游戏世界中。自从命劫开启，现实世界的很多娱乐场所都面临倒闭风险。更可怕的是，这些场所在游戏中也能体会到，所以这个时间点已经基本没有人在外面了。杨安走下楼房，来到道路上，前方有一条昏暗小巷，在小巷的另一边有一家杨安经常去吃的夜宵档。他神色自若，淡定地走入昏暗的巷子。1、2、6、8个，加上此前监视的那个，一共9人。
杨安眼神微眯，在强大的五感下，清晰地感应到隐藏在巷子中的8道人影分布在各个位置，等待着他。他们的目光从杨安进入巷口的那一刻，便一直停留在他身上。杨安一坡一坡缓步前进，很快便来到巷子中心位置。突然，2道高大的人影挡住了杨安的去路。与此同时，剩下的人也纷纷出现，将杨安围在巷子中间。他们手持铁棍，凶神恶煞。你们是谁？他停下脚步，淡淡地望向前方。杨教练，真是贵人多忘事啊！熟悉声音从前方传来，一道魁梧青年从昏暗的巷子中出现，正是许三元。原来是你！看到是许三元，杨安反而心定一些，不是那些人反而更容易对付。他开口道：“你想如何？如何？”哈哈，杨教练是觉得我的装备很好拿吗？许三元眼神阴寒，挥动着手中的铁棍。怎么，输不起？杨安没有丝毫惧怕，讥讽出声。看来你是没搞清楚你现在的处境，今天要么将吸血手镯还回来，要么我打断你另外一只腿。许三元显然失去耐心，他找人蹲了杨安这么久，可不是来和他谈心的。还是不可能了，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打断我的腿。杨安神态自若，缓缓勾起嘴角，露出危险的弧度。既然你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这里没有任何监控，即便把你打残，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许三元恶狠狠地盯着杨安，向手下发令道：“给我打！”杨安身前的魁梧男子率先出手，抡起铁棍就砸了过去，其他人紧随其后，生怕出手晚了，杨安就先倒下了。面对这全是破绽的一棍，杨安双脚发力，瞬间爆发恐怖速度，欺身上前，伸出左手一把抓住那人手腕，右手握拳狠狠砸出，一记重拳击打在魁梧男子腹部。在杨安恐怖的一拳下，那人双眼瞪得滚圆，身体蜷曲，双脚直接离地而起，瞬间便失去了意识，昏死过去。杨安左手抓着他的手腕，用力向身后一抡，向身后围过来的6人砸了过去。紧接着右手一抓，死死抓住前方另外一名青年砸过来的铁棍。那青年只感觉铁棍砸在了一块巨石之上，没能造成任何伤害。他用力拉扯，发现未能扯动分毫，力量差距太大了。杨安用力一扯，青年身体被扯了过来，他脸上写满了恐惧。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记重拳，再次打晕一个。杨安如法炮制，再次砸向身后人群，身后6人被砸得连连后退，摔倒在地上。到你了！杨安目光冰寒，盯着许三元，清晰可见他那恐惧的神情，不断的咽着口水。许三元不断的压制着内心的恐惧，举起手中的铁棍砸向杨安。他是俱乐部金牌教练，他是跆拳道黑带9段高手，他杨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瘸子。去死！许三元愤怒咆哮，铁棍破空砸向杨安的脑袋。这一击狠毒至极，若是打实，杨安不死也废。然而在杨安眼中，许三元的动作无比缓慢，举起左手一把抓住铁棍，右手同时擒住他的脖子。杨安手臂发力，直接将许三元轻松提了起来。看着那脸色涨红、充满恐惧、四肢在不断挣扎的许三元，杨安没有一丝怜悯。杨安一把夺过铁棍，一棍砸向许三元的脚踝。啊！许三元发出低沉、痛苦的嘶吼声。这一棍，杨安很有分寸，足够让许三元在医院躺上10天半月，想要痊愈至少1年半载时间，让他也体验一下瘸腿的滋味。毕竟不是什么生死大仇，杨安没有必要让他终身残疾，让他受些皮肉之苦足矣。下一次就不是断腿这么简单了。杨安淡淡说了一句，右手直接将其抡起，砸向后方人群。砰！后方人群再次被砸到，一个个神色惊恐，不敢有任何异动。杨安冰冷的目光扫过众人，让他们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滚！似乎是听到射令，6人慌忙起身，将昏死的许三元3人抬起，紧张到不敢发出一丝声音，慌慌张张奔逃而去。随着众人离去，杨安继续一坡一坡地朝着巷子前进。他还想去吃一碗热腾腾的猪杂粉。第73章，你会御剑飞行吗？吃饱喝足，杨安回到住所，一番洗漱过后便安然入睡。仅仅过去不到3个小时，杨安便醒了过来。他感觉精神饱满，没有任何睡意。难道在混沌金莲强化后，身体恢复能力强到只需要一点点睡眠时间了吗？既然无法再入睡，杨安索性直接登入游戏。杨安再次出现在妍希领地，此时已是凌晨4点多，游戏内时间与现实同步，正处于夜黑风高的夜晚，距离大家约定的会合时间还有3个小时左右。趁这个时间，杨安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练级点，期间也继续练习御剑术。绕过妍希领地，杨安径直向前走去，路过数个怪物区域，不过都不太理想。走着走着，杨安只感觉眼前越来越暗，周围阴风阵阵。咔嚓，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杨安低头看去，那是一块枯骨，不知在此地多少年月被杨安一脚踩得碎裂。继续向前走了一段，
路越来越不好走，不再平坦，高低起伏，不时还有一些石块。因为光线太暗，他也没有太过在意。走了一段崎岖之路，突然一阵阴风刮来，杨安感觉全身发冷，总感觉不对劲。他取出青霜剑，仔细观察四周，发现也没有什么怪物出现。沙沙沙，阴风吹过，地上的枯枝落叶发出沙沙声响。杨安脚下泥土微微隆起，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地下欲要破土而出。唰！一只骷髅手掌破土而出，一把抓住杨安的脚踝。杨安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了一跳，一蹦而起。骷髅手掌抓着他的脚踝，竟被杨安一把卡了出来。那是一只身穿破烂盔甲的骷髅兵。靠！赶下老子！杨安恼羞成怒，一剑砍了过去。负1516 861，吃了一记剑斩，那骷髅松开了手。杨安迅速抽身而退，拉开距离，开启混沌之眼看去。骷髅残兵。简介：是谁？打扰无休眠。若是惊扰了将军，罪该万死。等级16，气血值12000，攻击1320，物理防御461，灵力防御382。这是一只攻高防低的骷髅残兵，他正踉踉跄跄地朝杨安走来，可以说毫无气势了。用来吓一吓女生或许可以，杨安绝对不会承认自己被这种东西吓到过。沙沙沙，地上不断传出枯枝落叶的声音。杨安定睛一看，周围地面一只又一只骷髅爪子破土而出，场面恐怖至极，密密麻麻，足有上百只。这么多，杨安的脸不自觉地抽了抽。杨安没有犹豫，趁着这些骷髅兵还在做出场动画，他一溜烟跑出了这块区域。在他跑过的区域地面上纷纷冒出骷髅爪子。杨安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正身处一片乱葬坟地。之前行走时那高高低低起伏的小山包，便是他们的坟头。罪过，他心中暗念一句，先出了这片坟地再说。若是停在原地，被这密密麻麻的骷髅残兵包围住，即便是他也无法生还。很快便跑到这片乱坟的边缘，后方已经出现一大片骷髅兵，他们手持一把细长断刀，歪歪扭扭地追着杨安。确定安全的杨安转身一挥剑，两道剑气横扫而去。负3942 359 9461 861。前方数十具骷髅残兵头上冒起一连串恐怖伤害，竟有超70%直接被秒杀。两道剑气只要有一道触发暴击，便能清空骷髅兵的血量。他如今的伤害竟如此恐怖。杨安的经验条肉眼可见地向前推进了一段，只可惜他只有一个群攻技能，没办法清扫剩下的那些残血骷髅残兵。趁着剑气连斩技能 CD， 杨安开启御剑术，操控着飞剑歪歪扭扭刺向一只残血骷髅残兵。负8070，爆！一剑秒杀，骷髅残兵直接散架，一身枯骨散落在地上。有混沌剑心加成的御剑术，伤害爆炸。一击过后，杨安控制着飞剑继续向下一个骷髅兵飞去。他如今就像是一个攻速特别慢的神射手，一件一件的攻击着。那些骷髅兵踉踉跄跄的模样，速度比妍希还要慢上几分，而且也相当配合。面对那同样歪歪扭扭的飞剑，丝毫不躲避。剑气连斩 CD 一道，杨安便又是两道剑气斩出。如此反复，杨安在这里刷着骷髅兵，一待就是2个多小时。天光渐亮，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阴气退散，所有骷髅兵消失不见。看来这里只能晚上来刷。杨安记下这个完美的练级点，不仅刷怪效率高，还能练习御剑术，升级练剑两不误。目前能达到16级的都是万中无一的大神级玩家，大部分人都还停留在13、14级，所以至少1-2天内都不会有太多玩家来这个区域练级。离约定时间还有不到1个小时，没有了骷髅残兵，杨安索性回到妍希领地，在这里继续练习御剑术。早上8点，众人都准时出现在醉江月酒楼。杨安一行11人队伍一起出了城门，来到野外。有胖子拉仇恨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高级区域试试。杨安提议道。大伙都没意见，有杨安在，只要罗源能扛住，根本不担心输出。出发！白思瑶和小天鹅都有些兴奋。众人出城，进入野怪区域，一路向前，来到一处荒凉地带。这里植被稀少，乱石林立，偶尔还能看到一些矿石。等玩家们等级提上来，这里应该会有很多学习采矿复制的人来开采矿石。也正因为这里有不少矿石，所以存在着一种叫是金属的野怪。是金属？简介：无胆鼠辈。我敢吃石头，你敢吗？气血10000，物理攻击982，物理防御430，灵力防御318。罗源战意高涨，手持大盾便向一只是金属走去。一见有人靠近，是金属放下手中矿石，对着罗源滋滋叫了起来。罗源对是金属的警告不管不顾，直接给了他一拳金刚伏魔。负1，他尴尬的收回拳头，还是安静的做一个沙包吧。是金属怒了，向罗源发动攻击。负282，以这个伤害，
一次性拉4到5只应该不成问题，前提是白思瑶的天籁之音技能能作用在加血技能上，否则一次拉3只会比较保险。胖子，去拉3只过来试试。杨安喊道。好。罗元很快便拉了3只是金属，发动金刚怒吼，牢牢将仇恨拉住。杨安直接发射2道剑气斩击，负4022、361、9653，爆866，爆！2只是金属当场毙命，剩下1只也只剩血皮。真变态！白思瑶小嘴微张，不可思议道。众人也都目瞪口呆，被这恐怖的伤害吓到了。卧槽，安子，你怎么又更变态了？罗元没忍住，直接爆了句粗口。白思瑶看着杨安，像是发现了什么。咦，你已经11级了？随后他想起了一件更加可怕的事，美目发光，血染。你老实说，昨天那个转职剑仙的是不是你？杨安嘴角微笑，不得不为白思瑶的聪慧点赞，点了点头承认道：是我。竟然真的是你！众人纷纷露出震惊神色，怪不得杨安现在会如此恐怖，原来强大的剑仙就藏在他们身边。不愧是你啊！哈哈。罗元顶着那只残血是金属，众人似乎都把他遗忘了。白思瑶直接一根毒针将其击杀，随后看向杨安：剑仙呀，那你会御剑飞行？第74章紫月寒烟。杨安沉默了片刻，不会。怎么不会？剑仙不会御剑飞行？白思瑶有些震惊，其他人也露出疑惑，想要知道答案。嗨，杨安摸了摸鼻子，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这个要以后才能学，等学会后一定要带我体验一下。白思瑶内心甚至有些期待，不禁雀跃了起来。行，若是以后飞剑能带人，杨安自然没问题。也带我。罗元不合时宜的出声，这怕是带不动吧？杨安目光上下打量了一下罗元，揶揄道：罗元，没有爱了。杨安将剑仙的3个技能心之剑、御剑术、攻伐之术分享到队伍中。太变态了，他们一致认为攻伐之术强得过分，另外2个技能中规中矩，特别是御剑术看起来伤害加成非常低，除了耍个帅应该没什么用。杨安也点头称是，连呼根本不想用这个技能，他实在不想在众人面前表演御剑爬行。胖子，拉怪吧，多拉一些也可以，但是不要超过7只，不然你很容易被一波带走。杨安岔开话题，让众人回到正轨。好，罗元直接跑了过去，引动了一群是金属，将他们聚在一起，方便杨安群刷。有杨安的恐怖输出，众人开启了轻松愉快的刷怪之旅。3个多小时后，白思瑶和罗元陆续升到14级，他们距离升级的经验本就差的不多。小天鹅、明月清心和6名小姐妹也兴奋不已，经验条蹭蹭往上涨。众人下线补充食物后，又继续投入练级大业，一直刷到晚上8点左右，期间还击杀了1只青铜级 BOSS 是金属王。白思瑶3人的等级终于升到了15级，而杨安也从10级升到了12级，距离13级也不远了。以这个升级速度，众人很有信心冲上等级排行榜。在是金属王身上得到了一件15级青铜腰带，另外还有一件黑铁级法袍和一件黑铁级皮帽。腰带类装备都是以加血量为主，优先分配给了罗元，提升他的血量。小天鹅等级还不够，15级法袍优先给了白思瑶。黑铁级的皮帽也是15级的，杨安穿戴不了，索性也丢给了罗元。如今罗元的属性有了十足的增长。快乐的小青蛙，等级15，职业金刚浮屠，气血值4348，灵力值770，物理攻击155，灵力攻击41，物理防御866，灵力防御806。技能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伏魔、金刚壁垒、金刚怒吼、古盾守护。装备技能，看着罗元如今的属性，众人只感觉安全感满满。特别是白银盾牌附带的技能，可以关键时刻保护自己或者队友。不知道这个职业成长到后期会有多厉害。杨安也挺期待，金刚浮屠如今就展现出强大的防御能力，被定义为守护职业的他，日后的上限会在哪里？那高额的血量防御还有减伤，只要给他配备医师，那他就能撑起一道擎天之盾。罗元已经升到了15级，白思瑶与阿天姐姐的约定便可以实行了。他早已和对方取得联系，众人一同回到城中。随后杨安、白思瑶、罗元和小天鹅4人乘坐传送阵来到了东荒城。明月清心则另有安排，带领公司其他小姐妹自行去了练级。白光一闪，杨安4人出现在东荒城传送阵。瑶瑶姐，在传送阵之外，2道身影已在此等候多时了。正是阿天，在他身边站着一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冷若冰霜的女子。白思瑶闻声看去，欣喜之色浮现在脸上，向着2人招了招手，小跑了过去。阿天、月月，名为寒烟的女子冷若冰霜的面容终于浮现一抹笑意，
张开手与白思瑶拥抱了起来。瑶瑶，好久不见。二人相互拥抱，许久未见，话题依旧不减，把众人晾在了一旁。阿天恰实的用手肘推了下冰霜女子，提醒二人：你们俩要是再这么聊下去，天就黑了。忘了介绍，月月，他们就是我队友，这位是血染，12级剑士，青蛙15级盾卫，小天鹅14级召唤师。白思瑶一一向冰霜女子介绍众人。你们好，我叫紫月寒烟，15级神射手，叫我紫月或寒烟都行。寒烟紫雾向众人点了点头，清冷的声音传来，让众人感觉温度都下降了一些。他眉目在三人身上流转，特别是看到杨安时，露出诧异的神色。此前与白思瑶信息交流时，便看出白思瑶对杨安非常推崇与赞赏，而此次也不难听出白思瑶的话语间隐隐把杨安定为队伍核心，而且那名盾卫和召唤师也是如此，一举一动间都以他为主，所以这名只有12级的剑士是有何魅力，能成为这个队伍的核心。杨安三人点头回应，与紫月寒烟打着招呼。紫月小姐，这次需要去打什么 BOSS？ 杨安问道。众人也好奇地望向紫月寒烟，他们专程从南明城过来，目的就是这个 BOSS， 是一个20级的白银 BOSS。此前我们的斥候探索地图时，在一处荒地发现了他。紫月寒烟缓缓说道：我们之前组织队伍去试过，但是根本扛不住他的攻击，反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次若不是白思瑶的缘故，可能他会暂时放弃这个 BOSS， 等日后等级和装备提升上来再去试。20级的白银级 BOSS， 不知道比幽冥引爆强多少。杨安心中也有些好奇，毕竟只差了5级而已。你们帮会还有医师吗？再找4个医师进组，应该可以去试试。杨安说道，一个队伍最多可以有10人，他们现在还有4个位置，可以再找一些医师进组，这样安全一些。你不会是想就我们一个队伍去打吧？这可是20级的白银级 BOSS。 紫月寒烟那如冰山般的容颜露出惊讶之色。杨安微微一笑，点头道，正是因为他是20级的 BOSS， 一般人根本破不了防，人再多也没用，反而会增加医师的治疗压力。好，我再找4名医师，其他帮众就不带了。不过我还请了一个工作室的队伍一同前去，已经谈好了，不好再拒绝。紫月寒烟同意了杨安的提议，随后发了一条消息，找来了4名医师。不多时，4名医师职业的妹子便前来报道，加入队伍之中。同一时间，一支7人队伍也来到了这里。看着这7人到来，杨安不由神色一惊。第75章荒牛守卫。因为他们的气质对杨安来说太熟悉了，他们均来自龙域第9队血色小队。龙域，华夏最高机密、最神秘的组织，他们代表华夏征战原初密地，与列强争夺密地出现的各种神秘之物。能进入龙域之人，无不是经历地狱考验、万中无一的天才。他们有些是从普通人中挖掘，有些是由古武世家输送，有些则来自部队层层选拔。如果仅有1人出现在他面前，或许认不出来，但是7人一起，他绝不可能认错。这7人勾起了他心中种种回忆，一幅幅画面浮现。队长，你怎么样？放心，还死不了。撑住，我们已经向上级求援了，附近其他龙域小队也很快会来支援。队长，老四死了，老八也死了，都已经过去5个小时，我们的援军呢？其他小队呢？为什么一个都没来？血牙，不要指望支援了，跟我一起杀出去。可是队长，你的脚……给我一针镇静剂。队长，我们还能再见吗？哈，说什么屁话，我只是退役了，又不是死了。走了。血染，你没事吧？青灵的声音从耳边传来，唤醒了陷入回忆中的杨安。没事，不好意思，有些走神了。杨安看着眼前那绝美少女脸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关心，露出微笑。走吧，该去打 BOSS 了。见杨安没有异样，白思瑶面纱下的嘴角也露出浅浅笑意。好。再次看向那7人，杨安心中盘算着是否要去相认，想了想还是放弃了。自己接下来还有很多计划需要去做，若是事情暴露，或许会影响他们。那7人中为首之人似乎是发现杨安的目光，也看了过来。只见他眉头紧皱，露出疑惑之色，随即向杨安走了过来。朋友，看起来有些面熟，不知如何称呼。杨安并不担心对方会认出自己，在龙域中的所有人身份都是绝对保密，执行任务都会佩戴面具或口罩。叫我血染吧。杨安略微改变说话方式，回应道：血染，名字倒是与我们很像。那人虽然疑惑眼熟，但却想不起来认识这样一个人。我叫血牙，不知你听说过没有？是挺巧的，不过不好意思，我没听说过。杨安表示歉意。血牙点了点头，陷入短暂的沉默，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杨安也没去想太多，即便名字差不多，也很难将自己与他们队长画上等号。血牙在与杨安随便闲聊了一会后，便回到了队伍中。你们觉不觉得那个人有些眼熟？确实有点。血染，名字与我们还挺像。
或许只是巧合吧。别管那么多了，赶紧帮助秦家小贝打完 BOSS， 我们好去升级。两个队伍一共17人，一路翻山越岭，越过一个又一个怪物聚集点，来到一处荒野之地。就在前面了，紫月寒烟指向前方，那里有一片废墟，残垣断柱，破败不堪，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野怪残骨。我们上次花费了好大力气，才将这外围的野怪清理掉，看来在 BOSS 击杀之前，应该是不会再刷新出来。阿天朝气蓬勃，即便又要再次面对那强大的 BOSS， 脸上也看不到丝毫惧色。众人走入废墟之中，只见在那废墟中心位置，正有一头近3米高的硕大黑牛，它浑身肌肉虬结，高大威猛，牛角冲天。在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一头牛？杨安也觉得不可思议，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发动混沌之眼看了过去，荒牛守卫白银级 BOSS。简介：荒牛一族守护神殿的护卫，不知何因被荒牛一族追杀，身受重伤，逃匿至此。等级20，气血值98万，物理攻击力2831，物理防御876，灵力防御788。才拟一脸大牛蹄，荒牛护卫人力而起，使用大牛蹄攻击目标，造成165%伤害，并完成眩晕3秒。莽牛冲锋，对随机一名目标发动莽牛冲锋，对路径上所有目标造成180%伤害，冲锋距离最长15米。若到达冲锋终点时没有攻击到任何目标，将再次发动莽牛冲锋。战争践踏，荒牛操控大地之力发动地震攻击，对10米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每秒130%伤害，持续10秒，下一次释放将增加1米范围。荒牛吼，发动愤怒的牛吼，降低20米内所有目标20%攻击，持续1分钟。不屈意志，血量每降低5%，防御提升1%。这荒牛守卫身受重伤，还这么恐怖，血量竟然达到离谱的98万，攻击高达2831的同时，防御还如此恐怖，怪不得紫月寒烟集合一帮之力也无法打过，这种属性不是目前的玩家能够对抗的。杨安将荒牛守卫属性面板分享到队伍中，让众人纷纷陷入沉默。这妥妥的一个超级坦克，超级肉盾，怎么打？白思瑶向杨安问道。罗元和小天鹅也看向杨安，等待他的安排。面若冰霜的紫月寒烟和阿天也投来目光，让本想低调的杨安成为场中焦点。荒牛守卫的攻击非常恐怖，我们这里怕是除了青蛙以外，其他人都无法承受他的伤害。杨安仔细查看 BOSS 技能后，郑重说道。他没有提自己，其实以他现在5689的气血值，扛住一击不成问题。随后他继续分析技能，安排战术。血色小队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眼中的疑惑之色越来越盛。杨安运筹帷幄，冷静分析的模样甚是熟悉。开始吧，杨安下令道。罗元当先迈步上前，手持青铜骨盾，一步一步逼近荒牛守卫。哞！发现有人靠近，大黑牛发出一声愤怒牛吼，双眸发出猩红之色，死死盯着罗元。见罗元一步步走来，他退后2步，左蹄不断刨地，那是发起冲锋的信号。他要发动莽牛冲锋了。青蛙开减伤，护盾走位引导 BOSS 冲锋方向，不要波及到后排。杨安快速下达指令，罗元立刻开启金刚壁垒，再给自己释放了来自青铜骨盾的技能骨盾守护，获得15%生命值的护盾。罗元如今血量高达4348点，护盾值便是652。哞！荒牛守卫热身完毕，直接向罗元发起冲锋，庞大的身躯如大山一般碾压而来，那冲天牛角让人望而生畏。面对莽牛冲锋，罗元横盾在前，身体下沉，用力顶着大盾，砰！护盾瞬间破碎。第76章战斗形态，根本无法阻止 BOSS 的冲锋。在荒牛守卫的冲击下，罗元的身体被他顶着推进了15米，并对罗元造成了1370伤害。好在冲锋路线上没有其他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能抗住，青蛙拉住仇恨，其他人输出，医师注意站远一点。来好青蛙！罗元发动金刚怒吼，牢牢拉住仇恨。白思瑶立刻给他丢了一个活血术，给他恢复血量。随后一发毒针射出，命中 BOSS。-1 2940，毒2940 2940 2940 2940。白思瑶的伤害让众人纷纷侧目，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医师能打出来的。不过很快就明白过来，这是百分比伤害，冷却也比较长。只可惜有伤害上限的限制，前期还好，到了后期伤害就会不够了。同为远程攻击的紫月寒烟也是搭箭拉弓，接连射出2箭，那是他手中白银弓附带技能幽影连珠，每箭造成125%伤害，正20%黑暗系伤害。-780 156 780 156。幽影弓在夜晚有15%伤害加成，令紫月寒烟的输出也很可观。杨安也不再保留，青双剑向前方展出，2道剑气直奔荒牛守卫。-8058爆363
3358、363。如此伤害，让除了原本小队4人外的其他人都明显一致。白思瑶已经够让他们惊讶了，这个在队伍中等级最低剑士，伤害更是夸张。阿天见状不甘示弱，他已经冲到 BOSS 身前，身体发出火焰光芒，开启了刀客增伤技能火焰刀气，伤害增加 20%， 随后发动自己特有技能流星斩。他手中双刀挥舞，对前方区域内所有目标造成8次刀气伤害，每次伤害为 60%。负192、192、307爆、192、192、38灼烧、38，一连串伤害冒出。阿天看着这伤害，早有预料，此前他就来打过一次，也是这般。随后又补了一道刀客一转大威力技能烈焰斩。负528，血色小队也加入战斗，7人中有2名剑士、2名刺客、1名拳师、1名枪修和1名刀客，全都是战斗类职业，也很符合他们现实的身份。血牙当先出手，绕至 BOSS 身后，手中匕首闪着森冷寒光，直刺荒牛守卫屁股。被刺。负824，伤害竟然比拿着全服第一弓的紫月寒烟还要高，不愧是来自华夏最神秘的组织成员。血色小队成员身手敏捷，战斗素养极高，其他成员也都纷纷出手，伤害竟然都非常可观，与阿天相差无几。杨安由于伤害太高，无法肆意输出，否则一旦仇恨拉脱，将会有团灭风险，一直在远处释放剑气连斩。青双剑的叠加10层印记后的冰冻效果，由于 BOSS 抗性太高，只能冰冻一瞬间，起不到什么作用。在场的所有人中，就属小天鹅最咸鱼，小兔子萝卜都抡碎了，也无法打动 BOSS 分毫，索性为众人加油助威。血量降到 95%， 荒牛长吼，众人攻击大减，是他最后一个主动技能荒牛吼降低 20% 攻击，这让本就输出不太够的众人更加艰难起来。若不是有杨安和白思瑶在，凭他们这点输出，估计打到明天都打不完。在杨安恐怖的输出下，荒牛守卫血量下降速度并不慢，很快便要降到 90%。 BOSS 血量马上下降到 90%， 根据以往经验，必定会发动技能，除了青蛙，所有人撤离。听到指令，所有人撤退，远离 BOSS。 杨安2道剑气发出，将荒牛守卫血量打下 90%。 只见他突然发出一声冲天牛吼，2只前蹄重重踩踏在地上，砰砰砰，大地不断震颤，正是他的大范围群体攻击技能战争践踏。不过场上只有罗源一人，以每秒1433的血量悲催地承受他的怒火。白思瑶当即给自己释放了天籁之音，1秒1个活血术为罗源恢复血量，再加上另外4名医师轮流释放技能，罗源总算是撑住了长达10秒的战争践踏。众人持续输出了近3分钟。不好， BOSS 又要发动蟒牛冲锋了。杨安一看 BOSS 动作，连忙发出指令，迅速散开。蟒牛冲锋会随机选择一个目标，这个机制非常麻烦，充满不确定因素。荒牛守卫转头直奔紫月寒烟，那庞大如山的身躯压迫感十足。咚咚咚，大地在不断颤抖。其他人都已退开，但是紫月寒烟不能，不然 BOSS 没有撞击到目标，会重新发动冲锋。兔子！杨安向小天鹅喊了一句。小天鹅早已准备好，那一直在打酱油的乌黑兔子明显一愣，感觉手中萝卜失去味道。在小天鹅操作下，黑色兔子站在了荒牛守卫冲锋路线上，紫月寒烟迅速横移，脱离危险地带。砰！小兔子那瘦小身躯被荒牛直接撞飞，一击秒杀，直接化作流光消失不见。我可怜的兔兔，别难过，重新召唤出来，它又能生龙活虎的。一旁的杨安笑着安慰道。小天鹅小手一招，黑色小兔子再次被召唤了出来，冲着杨安龇牙咧嘴。杨安还挺记仇。罗源快速跟上，拉住仇恨，众人进入新一轮的战斗。第5分钟，荒牛突然人力而起，嘴中哞哞乱叫着什么，2只前蹄重重向罗源踩去。负2494，眩晕3秒。有众多奶妈在，罗源表示毫无压力，掉落的生命瞬间便会被补回来。在陷入3秒眩晕状态的时间内，杨安停止攻击，避免拉脱仇恨。荒牛守卫每3分钟释放一次蟒牛冲锋，每5分钟释放一次踩你一脸大牛体，每 5% 释放荒牛吼，每 10% 释放战争践踏。技能释放频率非常高，正常队伍根本无法应对如此恐怖的 BOSS， 况且他还有一个被动，每降低 5% 血就会增加 1% 防御，确实打到后面防御越高，众人的伤害也越低。荒牛守卫血量在持续下降， 88%、60%、30%、15%、11%、10.1%， 最后 10% 了。不得不说，荒牛守卫自身的回血速度非常快，要不然早就打完了。在漫长的战斗下，终于将荒牛守卫的血量打到了快 10%。 都散开，应该又要释放战争践踏了，这次范围会在19米，老规矩，青蛙祭天。
战争践踏每次释放后都会增加1米范围，现在已经达到18米。医师没有办法站在战争践踏范围外给罗源加血，只能等待技能结束后再复活他。好在释放技能期间 ，BOSS 也不会发动攻击。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 ，BOSS 并没有释放战争践踏，而是身体表面突然缭绕一层血光，牛吼连连。他突然站了起来，身体发生着变化。片刻后，一个身高近5米、手持巨斧的牛头人出现在众人面前，众人面面相觑，怎么还有变身技？叮！荒牛守卫受到死亡威胁，强行开启战斗形态，攻击防御增加 50%。第77章神秘宠物蛋。怎么办？听到系统的声音，阿天下意识地将目光落在了杨安身上。荒牛守卫现在的防御，他们根本破不了防，即便是装备了排行榜第1攻的紫月寒烟，也只能打出100多血量。这里唯一不受影响的就只有白思瑶了，他的毒针按百分比计算，防御再高都是一样。不过现在的荒牛守卫不仅是防御更高了，攻击也提升 50%， 即便是罗源也难以承受。若不开启金刚壁垒，任何一个技能都可能秒他。卑鄙的人类，竟在我虚弱之时乘虚而入！一道瓮声瓮气的声音从巨大的牛头人身上传来，他愤怒地抬起右脚，用力踩在地面。战争践踏！2秒后，罗源当场倒地。等待技能结束，医师先复活青蛙。杨安神色凝重，没想到打个 BOSS 还能遇到这种事。战争践踏技能结束，罗源被立刻复活，还没来得及拉仇恨，就见荒牛守卫朝血色小队的一个成员发起莽牛冲锋冲了过去。小兔子在另外一个方向，来不及去顶罪了，直接被秒杀。罗源与 BOSS 的距离拉开，他那缓慢的移动速度，想要追上 BOSS 非常难。杨安当即发了2道剑气，负6418、2674。受到杨安攻击，荒牛守卫放弃追赶其他人，直奔杨安而来。杨安当即冲了出去，避免其他人受到波及。叮！玩家白思瑶对你使用技能天籁之音，剑气连斩技能冷却已刷新，技能效果增加 30%， 且10分钟内技能冷却缩短 80%。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天籁之音的美妙了。杨安心中大喜，剑气连斩冷却下降到1秒，2道剑气直接斩出，负3292、7900。急行！杨安开启加速，拉开与 BOSS 的距离，1秒一个剑气连斩，疯狂斩出。期间，白思瑶也丢毒针补伤害。该死的人类！荒牛守卫只能无能怒吼，血量持续下降，向杨安发动了莽牛冲锋。小兔子，叽叽叽！小兔子极为不情愿地朝杨安挥了挥胡萝卜，然而在主人小天鹅的命令下，只能无奈地跑过去，用瘦小的身躯抵挡那庞大的牛头人。杨安顺势横移，躲开冲锋范围，继续释放剑气连斩。BOSS 虽然回血很快，但也无法承受杨安的全力输出。轰！不，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我不能死！荒牛守卫血量被清空，双眼满是不甘，轰然倒地，爆了一地物品。叮！恭喜你所在队伍击杀20级白银 BOSS 荒牛守卫，高额经验让杨安直接升到了13级。所有人看着杨安的操作，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这还是一个13级的剑士。见众人还在发呆，杨安轻笑道：“别发呆了，来看战利品。”紫月寒烟看着杨安，眼里满是不可思议，自己手持第1的武器，输出竟然连他零头都没有，这让一向无比自信的他感受到双方之间巨大的差距。手持双刀的阿天不得不承认，如今的自己在输出方面与杨安差距甚大。不过输出能力不一定决定一个人的全部实力，阿天对自己依旧充满自信，看向杨安的眼神中多了些敬意的同时，也满是战意。你很强，有空切磋切磋。杨安笑了笑，随意道：“随时奉陪。”血色小队的7人击杀完 BOSS 便直接离去，他们与紫月寒烟有约定，不另外参与物品分配。不过临走时，雪牙向杨安丢了一个好友申请，表示对他很感兴趣，有事可以找他们。这让杨安有些犯难，犹豫了半天，不知该不该接。一番思考过后，杨安还是选择通过好友申请。过来看一下 BOSS 爆出来的东西吧。紫月寒烟已经清点好战利品，向杨安他们喊道。荒牛守卫非常慷慨，白银装备就报了2件，分别是20级的白银长刀、20级白银铠甲。青铜装备有4件，分别是18级头、16级戒指2个，还有一双17级的战靴。黑铁装备若干，还有一些卷轴、技能书等。杨安看着有些眼热，不过还是按捺住，毕竟已经与人家约定好，拿钱办事，只拿自己该拿的部分。这次能击杀这个 BOSS， 全仰仗血染的输出，还有青蛙强大的防御，要不然根本不可能是荒牛守卫的对手。所以作为报答，我提议，按之前所说，你们依然可以优先挑选1样物品，然后我和弟弟各挑1件之后，你们可以再挑选3件。紫月寒烟看着众人，
微笑说道：“真的吗？月月你太好了！”白思瑶一把抱住紫月寒烟，兴奋不已。你们先选择一件吧。杨安不由多看了一眼这个冷若冰霜的女子，竟有如此魄力。血染，你来选吧。白思瑶喊道。好。杨安点了点头。那我就不客气了。他走上前去，看了眼地上的装备，最值钱的无疑是白银级装备，长刀不适合他，铠甲倒是可以。这个是……杨安发现一颗人头大小的圆形石头，安静躺在地上。拿起一看，系统没有任何介绍，这让杨安起了一些兴趣，暗自发动混沌之眼看去。神秘宠物蛋，荒牛族神殿供奉万年的一枚圣卵，因神殿守卫受到深渊蛊惑，将其偷盗，失去神殿的力量，正在逐渐失去灵性。竟然是一枚宠物蛋！不过很明显，这不是一颗正常的宠物蛋，正在逐渐失去灵性。我选这个吧。杨安突然对这颗宠物蛋非常感兴趣。众人见杨安选了一颗没有任何介绍的石头，有些诧异。你怎么不选装备？白思瑶问道。我喜欢这个，而且那些装备等级太高，我都还穿不了。杨安笑了笑，将宠物蛋收入背包中。见杨安已经把那颗石头收入背包，也不再多说什么，纷纷开始挑选物品。阿天选择了那把20级白银长刀，紫月寒烟拿了白银铠甲，他虽然穿不了，但是可以给阿天。罗元选了18级的青铜头，白思瑶和小天鹅各自选了一枚戒指。剩下的东西按约定全部归紫月寒烟。分配完毕，杨安一行人准备回南明城。各位，不如一起加入我帮会。紫月寒烟向杨安4人发出诚挚的邀请。我们寒烟阁虽然不是什么超级大帮会，但也有近5万帮众，勉强能跻身一流行列。杨安有些诧异，紫月寒烟竟掌管着这么大一个帮会，比起腾龙、风雪阁之流强大太多了。只可惜现在依旧没有任何帮会获得建帮令，如此庞大的帮会成员不太好指挥管理。血染，加入寒烟阁可以直接给你副帮主，另外再给你500万年薪。紫月寒烟抛出令人难以拒绝的权利与金钱。抱歉，我这个人自由惯了，暂时还没有加入帮会的打算。坦白说，500万对于以前的杨安确实很诱惑，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赚钱并不是最重要的。加入帮会意味着责任，也会伴随一定的束缚，他更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罗元自然跟随杨安的脚步。见众人委婉拒绝，并无加入的打算，紫月寒烟无奈只得作罢。我会去找你。分别之际，阿天来到杨安身前，目露金光。咦，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暧昧了？白思瑶眉目流转，打趣二人。杨安，阿天。杨安先行回了南明城，紫月寒霜带着两女一同去逛东荒城。阿天把孤苦伶仃的胖子带入了擂台切磋。回到南明城后，杨安打开地图，在南明城中找到一处叫做灵兽园的地方，传送至距离最近的地点后，一路小跑来到灵兽园门口。灵兽园并不售卖灵兽，只协助玩家孵化宠兽，而宠物蛋则需要玩家自己去获取。这么长时间过去，也依旧没有见到有人孵化了宠兽，由此可见宠物蛋的获取难度是有多高。杨安走入灵兽园，来到园内的一座楼宇，在1楼大厅中正有数名工作人员在打盹。他轻轻地敲了敲敞开的大门。谁啊？能不能让人好好睡觉了？一位名为李持正的工作人员睡眼惺忪，迷迷糊糊的回应，显然还没有睡醒。你好，我要孵化宠物蛋。第78章闯通天塔。宠物蛋。李持正抹了一把眼睛，眉头一挑，努力睁开眼，看向杨安，拿给我看看。杨安将那枚未知的宠物蛋拿了出来，放到李持正面前。小伙子，你是来找茬的吧？这分明是普通石头。李持正看了眼杨安拿出的宠物蛋，发怒道：这是普通石头？看来这里的灵兽培育师无法看出这个宠物蛋的特殊。失望地离开了这里。杨安思考着该如何处理这颗宠物蛋。对了，去问问师尊，他一定知道。杨安当即拿出纯阳玉佩，传送到了玉虚宗神剑锋。师尊！来到纯阳尊者的院子，杨安大喊了一声，没有得到纯阳尊者的回应，想来应该不在这里。小师弟！一道青衣女子出现在杨安面前，笑盈盈地看着他，大半夜的不睡觉，找师尊什么事？师姐好。杨安礼貌打了一声招呼。师姐虽然很不靠谱，但实力却是极为恐怖。师尊他出远门了，一时半会回不来，有啥事跟师姐说，我说不定也能帮到你。洛仙儿嘴角上扬，一副非常热心的模样。杨安想了想，师尊不在，反正他也没什么好办法，索性将宠物蛋拿了出来。师姐，你看看这个。咦？洛仙儿投来好奇的目光，伸手接过宠物蛋。师弟你从哪里来的？洛仙儿仔细看着宠物蛋，双眼发亮。杨安似乎看到他在流口水。从一只荒牛守卫那里得到的，据说是荒牛族神殿里的东西。荒牛族神殿？相传那里存放着一颗圣卵，不会就是这个吧？
看起来也不像呀。而且他神性正在流失，很快就会变成一颗普通的石头了。洛仙儿偷偷抹了一把口水，抬头面对杨安露出笑容：“师弟，趁他神性还未完全消失，不如我们把他烤了吃吧。”杨安，师姐，你能不能靠谱一点？杨安感觉一阵头大，有没有办法保住他的神性，或者孵化他？你想要孵化他？洛仙儿有些失望，那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蛋了呀。杨安，师姐，我已经暂时将他封住，避免神性继续流失。不过他如今已经极其虚弱，急需充沛的能量补充。洛仙儿双手发出光芒，在宠物蛋上一阵抚摸，随后将宠物蛋还给杨安，继续说道：“玉虚宗有一处秘地，名为天灵池，那里便拥有充沛的灵气。那天灵池在哪里？”杨安欣喜，谁说师姐不靠谱？天灵池是不允许弟子擅自进入的。洛仙儿的话给杨安浇了一盆冷水。不过，你只需要通过通天塔第5层，便会获得一枚进入天灵池的令牌。通天塔，杨安向洛仙儿发出疑惑。通天塔共有99层，每通关1层都会有高额奖励，而第5层便可获得进入天灵池的通行证。第5层吗？我这就去闯通天塔。杨安当即就要出发，突然他停了下来，有些尴尬地看向洛仙儿：“师姐，要不你带我吧？”“行，不过师弟，你可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是我告诉你的。”洛仙儿召唤出飞剑，拉着杨安手臂，一把跳了上去。杨安还没理解洛仙儿话语中的意思，就又体验了一把洛仙儿的御剑托人术。很快，杨安便被洛仙儿带到通天塔前，他直接丢下杨安，一溜烟就没影了，生怕被人看见，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亏心事。那是一座古老巍峨的高塔，矗立在山腰处，临近的杨安感受到一股厚重古朴的气息。在通天塔前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之上记录着闯关之人排名。杨安走上前去，在那石碑最上方赫然写着师尊纯阳尊者的名字。第一，纯阳尊者98层；第二，玉虚尊者94层；第168，洛仙儿77层。师尊果然厉害，想不到师姐竟然也榜上有名。杨安很惊讶，这个看起来年岁不大的师姐实力深不可测。快步走向通天塔，入口处正盘坐着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是通天塔的守护者，掌握着通天塔开启的权利，所有要入塔之人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前辈，我来闯通天塔。杨安恭敬道。老者眼睛都没睁，淡淡开口道：“通天塔每5层为一个阶段，若不能通过第5层，失败后将重新从第1层开始，且每天只能挑战1次。考虑好要进入通天塔了吗？”杨安点点头，考虑好了。老者抬手轻轻一挥，一道光芒落入杨安身上，随后杨安只感觉眼前一花，身体便已经被传送至塔内。待杨安消失，老者才缓缓睁眼。此子竟有纯阳的气息，莫非是他新收的弟子？老者口中喃喃自语，随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可别又是一个惹事精。杨安出现在一片广阔又低矮丛林中，周围植被稀稀疏疏。叮！通天塔第1层闯关开始，击杀所有怪物即可通过关卡。随着系统声音响起，在杨安前方突然出现一只浑身血红色的狼形怪物，大小与一般狼无异。血狼，特殊怪，等级10级。简介：看，又有食物送上门了。气血值58000，攻击1233，物理防御322，灵力防御453，速度58。技能：嗜血，血狼每次攻击目标附带30%吸血效果，且有一定概率造成流血效果。凶残，血狼每损失10%血量，攻击增加5%。未等杨安准备，血狼便发出凶狠狼啸，目露凶光，朝杨安冲了过来。好快的速度！杨安有些惊讶，血狼的速度比他也慢不了多少。青双剑落入手中，向着前方挥舞，2道剑气飞出。-10208爆，4253。2道剑气触发一次暴击，打掉血狼1/4血量。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难，按师姐所说，通天塔的难度应该很高才对。杨安好像忘了自己如今是号称功法第1的剑仙，还有为剑道而生的混沌剑体。况且这第1层仅仅是玉虚宗给新进弟子的福利层，即便是福利层，换一个普通人来，面对拥有高额吸血、掉血还能增加攻击力、速度又超高的血狼，还不一定能应对得了。释放完剑气，杨安快速后退，与血狼保持距离，开启风筝战术。血狼的速度很快，却依旧比他要慢上一些，根本无法追上杨安。不多时便被杨安斩于剑下。叮！恭喜你通过通天塔第1层，获得经验10000，宗门贡献20点。好高的经验，而且还有20点贡献。杨安感到惊喜，20点宗门贡献点，比起端茶送水可轻松多了。只可惜每一层通关后，再回来打怪是不会有任何奖励的。眼前场景变换，依旧是一片低矮丛林。叮！通天塔第2层开启，击杀所有怪物即可通过关卡。
又是血狼。第79章另类御剑术。杨安前方再次出现血狼身影，但是却是整整10只，难度一下提升了10倍。杨安持剑而立，看着前方10只血狼，看了下自己的属性，心中没有丝毫惧意。角色名：血染，职业：剑仙，一转，等级13，气血值5699，物理攻击1829，灵力攻击578，物理防御656，灵力防御595，速度61，暴击58%，爆伤240%，破防40%，吸血10%。嗷呜！狼群咆哮连连，一起向杨安冲杀而来。剑气连斩，在杨安眼里，10只与1只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些而已。2分钟后，随着最后1只血狼被斩落，系统声音再次传来：叮！恭喜你通过通天塔第2层，获得经验10万，宗门贡献40点。第3层，杨安前方出现了50只血狼，等级也提升到了15级，属性全面提升。按这个节奏下去，第5层要面对多少血狼，等级又会达到什么程度？面对整整50只达到15级的血狼，杨安神色略微有些凝重。在一声声狼啸中，狼群浩浩荡荡连袂而来。好快！必须开启极刑。15级的血狼移动速度比他还要快一丝，如果不使用加速技能，被群狼围困，即便是他也无法生还。他是剑仙，以攻伐著称，保命能力与身板都很一般。杨安完全是凭靠自身属性和2个加速技能才能做到无伤杀怪。开启极刑后，速度暴涨，杨安才拿回主动权，在风筝战术下，依旧有惊无险击杀了所有血狼。杨安的等级也在这高额的经验下提升到了14级。第4层开启，100只血狼。杨安紧了紧手中青霜剑，压力前所未有。极刑还有7分钟冷却，接下来只能依靠幻影游龙了。战斗一触即发，剑气接连斩出，100只血狼凶狠包围了过来。杨安当机立断使用幻影游龙，闪至10米之外，等待剑气连斩冷却之后再次释放。3分钟时间，杨安击杀了60多只血狼，加速状态结束了。幻影游龙的加速效果也只有3分钟，极刑的冷却还有4分钟。杨安神色凝重，没有加速技能，剩下30多只血狼该如何处理？难道要使用混沌剑域才行吗？不到万不得已，杨安是不愿意使用这最后底牌的，更何况这里才第4层，不难想象接下来的第5层只会比这里更加恐怖。御剑术不行，如今熟练度太低了，飞剑发出去若是操作不当，只怕收不回来，就更加陷入绝境。群狼环伺，他们露出尖锐獠牙，目露凶光，死死盯着杨安。若是这些畜生都打不过，拿什么去面对接下来的第5层？来吧！杨安紧握手中长剑，眼神变得越来越坚定，身体却快速后退，尽量与狼群拉开距离，拖延时间。哦！没多久，血狼便追了上来。破云剑，负7964爆。杨安一击击退，迅速从群狼间隙滑了过去。负793加238 938加281 1083加325。杨安头上冒出伤害，受到3头血狼的攻击，好在没有触发撕裂效果，不过也掉落了近半血量。而这3头血狼在30%吸血效果下恢复了一些血量。没有理会身后几只血狼，杨安向前方密集的狼群释放2道剑气，一片高额伤害从他们头上飘起，在吸血效果下，杨安的血量也被回满，技能都进入冷却，杨安只能使用普通攻击，在狼群中苦苦支撑。不行，普通攻击伤害太低了，吸血不过来，只有剑气连斩造成大量群体伤害才能维持血量健康。血狼攻击造成的撕裂效果使杨安的血量正在以每秒近100点血量掉落，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必须坚持5秒，等到剑气连斩冷却。可是还有什么办法？御剑术。杨安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种可能。死马当活马医，反正这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了。杨安当即开启御剑术，与手中青霜剑再次建立神秘联系。不过这次他并没有用意念去操控青霜剑飞出去，而是依旧紧握在手中。星之剑开启，一剑快速向一头血狼砍去。负8343爆加834 972爆，果然有效。开启御剑术后，直接用手操控，也能使攻击吃到混沌剑心200%的伤害加成。这样一来，普攻伤害大幅增加，吸的血能勉强维持。不过形势依旧很严峻，杨安从背包中拿出回血丹和低级的红药水，一口吃下，恢复一些气血。这个时候，他无比想念白思瑶的天赋技能天籁之音，如果有这个技能的加持，他能轻松击杀这些血狼。暂时稳住血量，杨安竭尽全力在狼群中闪躲腾挪，躲避血狼的攻击，时不时发出一剑攻击血狼，总算能够稳住，撑过5秒，在血量即将清空之前，释放出剑气连斩，一连串高额伤害
在10%吸血下，直接将他的血量回满。惊心动魄的5秒钟，差一点就要结束了。杨安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刚才心跳都明显加快了不少。不过现在还不是懈怠的时候，还有下一个5秒，更多的5秒都很关键，不能有一丝大意。一旦受到的攻击过多，血量回复不过来，很有可能就会当场暴毙。接下来，杨安不断与血狼群周旋，终于一只血狼倒下，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小。随着最后一只血狼倒下，终于完成了第4层通关任务。叮！恭喜你通过通天塔第4层，获得经验50万，宗门贡献100点。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15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终于升到了15级，之前击杀幽冥引爆获得的夜影项链都快在背包中发霉了。夜影项链，简介：光明我不需要，黑暗才是我的归宿。品质：青铜级，等级要求15级，职业要求物理系职业。基础属性：物理防御加156，灵力防御加162，敏捷加38，暴击率正 13%。特性：在夜间或黑暗的环境下，暴击率正 10%， 爆伤正 20%。直接装备：替换掉之前的彗星项链，可惜的是在通天塔中没有时间之分，无法获得夜影项链夜晚增加暴击率和爆伤的加成。呼，杨安长舒了一口气，随后自嘲道：我堂堂剑仙，御剑术竟然让我用成这样，千万不能让师尊看到。不过总算过去了，接下来就是第5关了。极刑已经冷却完毕，幻影游龙还有4分钟左右。场景变换，杨安身处一片空旷的广场之上。叮！通天塔第5关开启，击杀守关者即可通过关卡。守关者，第80章。3尾银月狐，终于不是血狼了吗？杨安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更不希望面对数量庞大的血狼。在他前方缓缓凝聚出一只体型比血狼还要略大一些的怪物，形似狐狸，浑身银白色毛发，嘴巴细长，尖耳，生有3条毛茸茸的尾巴。3尾银月狐，白银级 BOSS。简介：我是一只小妖怪，逍遥又自在。等级20，气血值83万，灵力攻击2253，物理防御752，灵力防御984，速度75。灵气爆炸，向目标区域投掷1枚灵气炸弹，造成180%灵力伤害，并眩晕3秒。银月幻境，将目标拉入幻境，每秒造成30%灵力伤害，幻境持续时间与双方灵力差值有关。银月护盾，释放银月生命值 5% 的护盾保护自己，护盾持续1分钟，若护盾未被击破，将恢复3尾银月狐剩余护盾值的 500% 生命值。银月分身，血量下降到 10% 时，3尾银月狐牺牲 20% 防御，幻化出3道分身，分身继承本体当前血量和攻防，每一道分身死亡将恢复3尾银月狐和其他分身最大生命值 30% 的血量，同时提升灵力攻击 10%。这是杨安第一次遇到灵力攻击型的 BOSS， 虽然血量不如荒牛守卫，但是灵力攻击却高达2253，技能也一个比一个厉害。幻境，杨安看着3尾银月狐的技能，很是好奇，在游戏中幻境效果会如何体现？试一试就知道了。杨安持剑，起手2道剑气飞出，落在3尾银月狐身上。负8133，8133。嘤嘤！受到攻击的3尾银月狐发出一阵怪叫，尖尖的双耳不断喷出白色雾气，彰显他的愤怒。杨安严阵以待，可不会因为对方卖萌就小瞧了他。只见那从3尾银月狐耳朵中喷出的白色雾气凝聚成一颗乳白色灵气炸弹，突然就向杨安这边飞了过来。是他的技能灵气爆炸，杨安不敢大意，身形一动，迅速撤离原地。轰！杨安刚跑出爆炸范围，就听到后方发出一阵剧烈轰鸣。还好跑得快，要不然被炸到还会造成3秒眩晕，这个时间足够让自己万劫不复。好在这个技能前摇比较长，杨安能够快速反应过来。嘤嘤！剑没有把杨安炸死，3尾银月狐身体一闪，便向杨安冲了过来，速度极快。经过计算，即便开启极刑，也不过是比对方快一点，索性留着技能与幻影游龙一同使用，爆发极致速度。无法再使用无赖的风筝战术，杨安只能选择迎了上去。他从来都不畏惧近身战，只是有时候远程更安全而已。开启御剑术，杨安依旧手持青霜剑，发动破云剑。负2992。杨安一击得手，但也让3尾银月狐挠了一爪子，掉了1494点血量，还能承受。看着那掉落了1/4的血量，杨安心安一些，与3尾银月狐缠斗了起来。3尾银月狐非常灵活敏捷，杨安的攻击屡屡被其躲避，出现了不少 miss。 自从敏捷属性提升以后，杨安已经很少出现 miss 的情况了，没想到竟然在这小狐狸身上吃瘪。缠斗一番后，3尾银月狐突然向后退去，双眼突然散发出阵阵紫光。杨安只感觉视线一阵模糊，思绪也变得混乱了起来，眼前如梦似幻，
场景变换，他出现在一处神秘之地，眼前是一汪灵泉，浓郁的灵气凝时可见，袅袅如烟。这里是天灵池？我怎么来这里了？杨安甩了甩有点发懵的头，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进入天灵池的。既然来了，那就直接将它放进去吧。杨安从背包中拿出那颗宠物蛋，放置在灵池之内。随着宠物蛋放入，灵池内的灵气突然被股强大的吸力吸入蛋中，宠物蛋爆发出耀眼金光，咔嚓咔嚓，蛋壳在破碎，它要出事了。杨安目光死死盯着这颗宠物蛋，期待起来。嘤嘤，那是……只见一只生有3条毛茸茸的尾巴，浑身银白色毛发，嘴巴细长尖耳的狐狸破壳而出，它嘴角微微上扬，似乎在嘲讽杨安。是幻境！杨安终于反应了过来，那是三尾银月狐的技能银月幻境，自己竟然不知不觉中招了。没想到这技能还能扰乱人的记忆，进入幻境中每秒都会掉血，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第一次面对这种攻击，杨安不禁觉得有些惊奇，难道自己已经知道身处幻境也无法解除吗？如果一直持续下去，自己必定会死在这里。突然他闭上眼睛，眉心一阵金光闪烁，神秘符文浮现，随后一颗紧闭着的眼睛出现。嗡，混沌之眼，可看破不高于自身10级的幻境，隐身虚妄。神秘眼睛骤然睁开，金光四散，周围一切景象瞬间退散，似是云开雾散，拨云见日。嘤嘤，杨安耳边传来凄厉的惨叫声，三尾银月狐似乎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睁开眼睛，见自己血条就只剩下一丝，若是再晚一步，闯关就要失败了。而三尾银月狐也在此期间差不多回满了血量，赶忙吃下一颗回血丹，随后2道剑气甩出，斩向那正在痛苦嚎叫的三尾银月狐，总算吸回了一些血量。趁你病要你命！杨安二话不说，开启心之剑上去就是一顿输出，血量也被吸满。嘤嘤，三尾银月狐总算恢复过来，双耳冒出白色灵气。杨安立刻明白，这是又要释放灵气炸弹。他身体一闪，倒退而去，与三尾银月狐拉开距离，轻易便躲了过去。二者再次缠斗在了一起。三尾银月狐的血量逐渐下降到 90%， 身体突然被一层银色光幕保护，那是银月护盾，护盾值高达41500。护盾若是在1分钟内不能击破，剩余的护盾值会以5倍的量恢复他的生命值。1分钟足够了。在开启御剑术下，杨安的普攻伤害也足够爆炸，并不担心输出问题。护盾很快便在他的攻击下破碎，三尾银月狐的血量继续下降 90%、80%、50%、20%、11%、10%。嘤嘤，三尾银月狐发出一声尖笑，身体周围出现浓郁雾气，遮挡视线。他身后3条尾巴同时散发光芒，随后竟从身体上脱落下来，幻化出3只与其一模一样的分身。一共4只三尾银月狐出现在杨安面前，外观一样，血量一样，攻击防御也一样。一旦杀错分身，将会恢复三尾银月狐本体和剩余分身 30% 血量，还会增加攻击。第81章天灵池。杨安再次闭上眼，眉心神秘符文再现，金光亮起，混沌之眼再次睁开。看到了，在他眼中，三尾银月狐的3道分身由实化虚变成透明模样，唯有本体才能保持实体。混沌之眼果然强大，杨安心中不由感慨，若不是混沌之眼，自己根本无法应对这头三尾银月狐，仅仅是之前的幻境，自己就无法活下来。即便使用混沌之眼发现了三尾银月狐的真身，杨安此刻依旧不敢有丝毫大意。分身的攻击防御与本体是一样的，一只三尾银月狐就令他如此狼狈，更何况现在是4只。率先发出2道剑气，直奔三尾银月狐的本体而去。负9058、3938、3938、9058。2道剑气攻击到了所有分身，杨安当即放弃，直接冲了过去。急行，幻影游龙，2个加速技能同时使用，杨安直接闪身至真身后方。破云剑7381。凭借着如今暴涨的速度，杨安在众分身围攻下游刃有余，不断找机会攻击着三尾银月狐真身。负7381普爆3209、3209、7381、7381、3063破云。不到1分钟时间，三尾银月狐的血量便被杨安清空，在一阵哀嚎声中倒地不起。叮！恭喜你成功通关通天塔第5层，获得宗门贡献300点，获得天灵池通行令 X1， 总算成功了。杨安这时才真正松了一口气。这次闯塔惊险万分，稍有不慎便会失去挑战资格。天灵池通行令玉虚宗为每位弟子准备的一次洗礼，使用后将会传送至天灵池，接受灵池洗礼。叮！通天塔第6层开启，
击杀所有怪物即可通过关卡。嗷呜！杨安前方出现了200只血色巨狼，血幽狼，特殊怪，等级20。杨安看了一眼，当即退了出来，那不是如今的他能够应对的。传送至通天塔外，那名须发皆白的守塔者察觉杨安出来，不由睁开眼睛。你修为如此低微，竟然能通过第5关，不愧是纯阳的弟子。老者的话语中并没有任何轻蔑之意，反而是在夸赞杨安。杨安拱手行了一礼，前辈谬赞了。老者不再说话，缓缓闭上眼，向杨安挥了挥手，下了逐客令。杨安退去，使用纯阳玉佩，回到了神剑峰。找了一圈，发现洛仙儿不在。如今的神剑峰冷冷清清，只有他一个人。他拿出那块天灵池通行令，直接使用。白光亮起，杨安被传送到天灵池密地之中。一进来，杨安就感觉呼吸顺畅，全身毛孔似乎都在张开，呼吸着周围空气，舒服至极。周围仙气缭绕，灵气浓郁，前方正有一处灵池，袅袅生烟。杨安走向前去，站在灵池边缘。叮！是否开始灵池洗礼？这个灵池洗礼是什么？杨安没有选择开始，他怕一旦开始之后就不能再做别的事了，这样一来，他来此的目的也将成为泡影。从背包中拿出那颗宠物蛋，就要将其放入灵池中。叮！警告！将此宠物蛋放入灵池，将吸收灵池大量灵力，你将无法再进行灵池洗礼。灵池洗礼会提升你全属性50点，请慎重选择。系统的提示音让杨安一愣，接受灵池洗礼的效果竟然这么好，全属性50点，一共250点属性，相当于比别人多10多级的属性了。50点全属性与一个未知的宠物，怎么选？根据这颗宠物蛋上的介绍，它是荒牛神殿中供奉万年的一颗圣卵，定然不会让人失望。但是50点全属性也让杨安很是不舍。杨安犹豫了良久，终于下定决心，毅然将宠物蛋放入灵池中，赌一把。放入灵池内的宠物蛋发出微弱的光芒，似乎是感受到周围浓郁的灵气，光芒不断闪烁。周围灵气开始缓缓被吸收，进入宠物蛋中，渐渐以宠物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缓慢旋转的灵气漩涡。灵气漩涡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宠物蛋吸收灵气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灵池内的灵气开始沸腾，灵气漩涡也在逐渐变大。外界，玉虚峰，正在修行的玉虚尊者突然睁开眼，看向某个方向，同时还有数道强大的身影纷纷起身，望向同一个方向。数道人影凭空出现在玉虚尊者身前，众人恭敬行礼。尊者，玉虚尊者眉头微皱，问道：怎么回事？天灵池的灵气怎么消耗的这么快？是否有人进行灵池洗礼？满头白发的守塔老人站出，神色有些古怪。今天正好有一名弟子通过了第5关，是何人？按理说弟子进行灵池洗礼不应有如此动静。守塔老人犹豫了一下，是纯阳尊者新收的弟子。是他？玉虚尊者诧异，随后了然。好，都退下吧，这件事你们不用管了。是。众人身影化作流光，纷纷离去。玉虚尊者身体突然消失，凌空出现在一处山峰之上。天灵池的灵力都要被消耗完了，这小子不愧是混沌剑体，洗礼所需要的灵力竟如此之多。由于灵池内有特殊阵法保护，玉虚尊者并不能看到里面的情况。他伸手向虚空中一招，漫天灵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落入山峰。天灵池内，杨安有些惆怅地看着宠物蛋疯狂吸纳灵气，灵池内的灵气已然消耗大半，眼看就要枯竭。突然，不知从何处涌来一股精纯的能量，很快便将灵池补充满。灵池得到补充，杨安稍微放下心来，又继续吸收了大半灵池的灵气后，那颗宠物蛋才终于停了下来。它从灵池内缓缓飞出，落入杨安手中。这颗宠物蛋模样已经大变，蛋壳之上充满神秘金色道纹，不断泛着金色光芒。天荒神牛宠物蛋可孵化，孵化时间未知，连孵化时间都不确定。杨安非常期待这个几乎吸收了整个天灵池灵力的天荒神牛宠物蛋孵化出来后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直接选择孵化，既然条件允许，总能孵化出来。叮！天灵池灵力不足，无法再进行洗礼，5秒后将会被传送出天灵池。把宠物蛋收进背包中，杨安看了一眼天灵池，有些可惜，无法再进行洗礼了。等待一会，杨安被一股能量包裹，传送出天灵池，回到了神剑峰。眼看时间也不早了，杨安直接传送回南明城，之后选择下线，回归现实，伸了个懒腰，活动筋骨。突然，杨安发现窗外一抹黑影急速掠过。第82章神秘怪物。杨安目力惊人，一眼便看清了飞过去的东西，不由心中惊讶，这是什么生物？他确定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生物，身形似人，佝偻枯瘦，四肢细长有爪，身体呈暗褐色，无毛。
能够飞檐走壁，速度还如此之快，这绝对不是杨安认知中的蓝星生物。片刻后，一股淡淡血腥味传来。这个味道，杨安眉头不由皱起，他对这种味道太熟悉了，绝对是人类的血液。也就是他如今身体经过混沌精炼改造，嗅觉灵敏，换一般人根本无法察觉。到底是什么？那黑影已经消失在夜色，杨安暂时放下心中疑惑。一番洗漱过后，再次来到那家熟悉的宵夜档，点了一碗特色猪杂粉，一边嗦粉一边刷着手机。先是打开论坛看看最近热点。命劫全新宗门玩法开启，玩家可通过各种任务加入宗门，在命劫中各大宗门林立，加入后可以兑换各种物品、宗门特色技能等等。经宗门竟有高低之分，榜一大神战神蚩尤加入了超级宗门。杨安快速浏览着一条条帖子，发现不止自己加入了宗门，其他玩家也都有各自的际遇。随后点开一条来自命劫白小生的帖子，浅谈如今各大主城势力。8大2级主城势力无数，错综复杂。根据调查和以往其他游戏中的数据，暂时列举前10排行榜。第1名战神殿，帮主战神蚩尤，预估帮会成员数80万。第2名民族之劫，帮主逆天改命50万。第3名仙庭，帮主天尊40万。第4名神域，帮主诸神黄昏40万。第5名森罗殿，帮主幽夜35万。第6名瑶光圣地，帮主瑶光圣子30万。第7名云梦阁，帮主水清梦兰25万。第8名问仙，帮主剑指苍穹20万。第9名梵天神阁，帮主我佛慈悲16万。第10名傲视，帮主龙傲天15万。榜一大神果然牛逼，不仅个人实力强大，还有如此恐怖的帮会。管你们多厉害，我要去云梦阁，我要和梦兰女神贴贴。楼上想得美，人家只收女玩家，你们还在等什么？是男人就该去傲视，跟着男主龙傲天吃香喝辣的。龙傲天这个名字一看就有男主光环。杨安随意浏览一下，他对于帮会并不太在意，反而对于榜一大神战神蚩尤的好奇心越来越大。这个人绝对不一般。且杨安心里满是疑惑，为什么这个人能取名战神蚩尤？按理说上古神话人物的名字是被禁用的。还在继续浏览论坛的杨安，突然浏览器中跳出一条新闻推送：紧急突发，今晚22时，五阳市阳光小区多名居民神秘失踪，现场发现大量血迹。阳光小区距离他这里并不远，杨安点开了其中附带的视频。视频中是案发现场，位于小区公园，官方已经封锁了现场，只能从视频中看到满地血迹，恐怖至极。杨安不由想起此前在窗外看到的那个神秘生物，太过于巧合了。默默放下筷子，感觉碗中的粉已经食之乏味，起身离开。杨安引入黑暗之中，戴上口罩和一顶黑色鸭舌帽，身形快速移动起来，向阳光小区而去。如今他的速度极快，比起以前最巅峰的自己都要快上1倍。以这个水平，就算世界短跑冠军来了，都只能干瞪眼。且他还没有爆发全力冲刺。1分钟后，他便来到数公里外的阳光小区。阳光小区如今已被全面封锁，官方正在调查监控数据，试图找出凶手。然而却很遗憾，没有任何一个摄像头能拍到案发现场，也没有发现小区各个入口有可疑人员进入的痕迹。杨安远远地观察小区摄像头的位置，避开所有监控区域，来到小区侧面的围墙处，观察了一下四周，确定没有任何人后，杨安轻松越过4米多高的围墙，进入小区。隐匿在黑暗中，很快便来到案发现场附近。远远望向案发地点，可以清晰看到地面那一滩血色，那浓郁的血腥味还没散去，弥漫在空气中。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凝神仔细分辨，一样的味道。杨安神色凝重，他无比确定这里的味道与之前窗外那未知生物身上传出来的血腥味一模一样。那到底是什么生物？那些人是否被杀？若是被杀，为何没有留下任何尸体？被带走更不可能，他亲眼见到过那神秘生物，并未携带任何东西。杨安不认为那个神秘生物能将人直接吞吃，何况按新闻所说，不止一人失踪。带着心中重重疑惑，杨安离开了阳光小区，独自行走在街道上，脑海中思绪万千，却又毫无头绪。或许只有再次遇见那神秘生物，才会有答案吧。杨安突然停下脚步，迅速引入黑暗之中。紧接着，数道黑色人影突然从后方快速掠过，一道道熟悉声音传入他的耳朵：“快，发现他踪迹了，就在前方。”血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他或许不是蓝星生物。所有人打起精神，务必完成任务。是，他们正是血色小队成员，队长血牙，队员分别是血刀、血狐、血瞳、血手、
血鹰、血狼。如今已不再需要征战原初密地，龙域所有小队分散到各个城市执行最隐秘的任务，而血色小队便驻守在五阳城。如今出了超自然神秘失踪事件，这种任务自然需要他们出马。7名血色小队成员快速消失在长街，杨安身形一动，悄无声息跟在他们后方。10多分钟后，血色小队来到一处废弃工厂，血牙拿出一个特殊生命探测仪器，低声说道：“在里面开始行动。”7人手中纷纷拿出武器，全都是刀剑、匕首类冷兵器，这些都是用原初密地获得的特殊金属打造而成，锋利无比。龙域需要面对的敌人，普通枪械基本很难发挥作用，更多的都是短兵交接。而这一次任务面对的生物更是恐怖，根据先进探测仪器显示，它的速度极快，普通枪械想要命中难如登天。血色小队小心翼翼进入废弃工厂，谨慎观察着四周。血牙手中的探测仪器红光不断闪烁，说明目标就在他们附近。然而周围却没有任何异常。啪嗒，血色队员血狐发现一滩液体从上方落下，刚好落在他脸上。他伸手抹去，手指被染成红色。第83章血色小队。血狐缓缓抬起头，上方一个奇特生物正死死盯着他们，血红色双眼，佝偻的身体，细长四肢，长爪锋锐，散发森寒之意。吼！神秘生物发出恐怖吼声，从上方一跃而下，口中满是尖锐牙齿，不断流出血色液体。散开！血牙大吼一声，所有人迅速反应，四散而开，紧握手中武器，严阵以待。那神秘生物落地后没有丝毫停留，双腿爆发，如同炮弹一般直奔血狐，恐怖利爪挥舞而来。血狐临危不惧，手中长剑直刺神秘生物面门。砰！双方刚一接触，血狐被利爪击中胸口，身体便倒飞出去，口中鲜血狂喷，手中长剑也脱手跌落在地上。他被那神秘生物一击便已重伤。好强的防御，好强的力量，血色小队怕是无法应对。隐藏在暗处的杨安对神秘生物的实力有了大概判断，同时也为血色小队担忧。不出杨安所料，那神秘生物强大无比，血色小队成员很难应对，节节败退。在默契配合之下，还能阻止纠缠1、2。然而他们的武器仅只能破开那怪物的皮肤，根本无法完成实质性伤害。必须击杀他，不然还会有更多无辜平民枉死。血牙狠狠咬牙，随后大喝出声：“你们缠住他！”血色小队成员不顾身体受伤，全都拼了命与这恐怖怪物纠缠。众人同时出击，血刀长刀高举，力劈华山，斩向怪物右手。血瞳一剑袭来，挡住怪物左手。血鹰匕首寒光乍现，刺向他的脖颈。血手拳头之上闪烁金属光芒，一拳击中怪物腹部。众人合力之下，死死牵制住怪物。血牙找到机会，手中匕首直接刺进怪物的眼睛，插入他的脑袋。好！怪物痛苦倒地，双爪抱着脑袋疯狂嚎叫。终于搞定了！血色小队成员松了口气，这怪物铜皮铁骨，力量和防御都可怕至极，集众人之力才能勉强对抗。好！就在众人放松之时，从墙壁后方传来一声怒吼，又是一只神秘怪物缓缓走了出来，血色双眼冰冷地盯着众人。怎么还有一只？比之前那只体型要大很多。众人惊讶无比，一只已经要竭尽全力才能应对，现在又出现一只更加强大的怪物。怒吼间向血色小队冲了过来，恐怖巨爪一击便将血鹰拍飞。怎么办？血牙！血刀紧了紧手中战刀，向血牙问道。血牙神情无比凝重，怎么会有这种生物？想要击杀他是不太可能了，若是队长还在，以他的实力或许能够做到。血牙叹息了一声，随后下令道：“准备撤退。”然而血色小队现在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那神秘生物的速度比他们快太多，根本没有撤退的条件。走，我来殿后！血牙大喝一声，冲了过去，与神秘怪物缠斗在一起。他的速度也不慢，且很灵巧，勉强能与那怪物交手1、2。砰！短暂接触，血牙便被砸得倒退数步。血牙，都给我走！现在我是队长，服从命令！血牙再次冲了过去，露出视死如归的眼神。砰！他再次被击退，又一次冲了过去。血色小队成员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一同冲了过去。TMD， 你们这群目无军法混账东西，回去后老子一定要上报！血牙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再次与那怪物站在一起。他身上已经满是伤痕，但却毫无惧色。少废话，能活着回去再说吧。血刀冷声说道。血色小队再次与那神秘怪物站在一起，但是情况却极不乐观。好！神秘怪物暴怒，一爪拍飞一名队员，随后又是一拳打在血刀胸口，令他狂喷鲜血，身受重伤。神秘怪物不依不饶，
直接冲向倒飞的血刀，锋利的利爪直奔他的头颅。血刀！血牙焦急大吼，然而却没有任何办法。这神秘怪物太强大了，在龙域或许只有队长级别才能真正应对。锋锐利爪距离血刀越来越近，眼看就要抓破他的头颅。砰！突然，一道身穿黑衣、头戴鸭舌帽、面戴口罩的男子出现在血刀面前。他右手紧握成拳，与神秘怪物的利爪碰撞在一起。那怪物接连倒退10多步，而杨安身体在巨大的力量下也倒退距离3、4步。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震惊无比，来人竟然比队长级还要厉害，而且怎么这么眼熟？队长！血牙看着这突然出现的身影，双眼一亮，脱口而出。血牙的话点醒所有人，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退后！杨安没有时间和他们解释，直接向那神秘生物冲了过去。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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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拳又一拳，杨安的拳头轰击在他的身上。真的是队长！血色小队成员大喜，队长也太生猛了，他的腿好了。众人这才注意到杨安的双脚灵活无比，看不出有任何问题。他的防御太高了，根本无法造成真正的伤害，这样下去只会被消耗体力，最终力竭而亡。疯狂攻击中的杨安再次感慨这怪物的恐怖防御能力。突然他灵光一闪，伸手隔空抓向之前血狐掉落在地上的长剑。嗡！地上长剑发出一阵剑鸣声，竟从地上飞起，直奔杨安而来。长剑入手，他与手中长剑建立起了一种神秘的联系，只感觉如臂指使，似乎这剑本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好！那怪物一直处于挨打状态下，不由愤怒大吼，锋利的利爪之上泛起黝黑光芒，高高扬起，抓向杨安。杨安目光如炬，手中长剑挥舞，剑影寒光斩向抓来的巨爪。噗！那怪物整条手臂被整齐切断，掉落在地上，断臂处不断涌出黑红色血液。嗷！怪物痛苦嚎叫。杨安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欺身而上，长剑接连斩出。噗！噗！噗！四肢尽断，杨安竟直接将其削成质，就差给他安排一个瓮了。怪物疯狂嚎叫，即便没有了四肢，生命力依旧顽强。杨安收剑走上前去，近距离观察起来。嗷嗷！怪物凶狠朝杨安怒吼，张开满是尖锐獠牙的巨口，想要攻击杨安，然而终究只是虚张声势。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第84章血染 vs 阿天。杨安不得答案，陷入沉思。队长！血色小队的成员围了上来，与杨安打招呼。好久不见了，各位。杨安看向这些与自己同生共死过的兄弟，也是有些感慨。之前在游戏中相遇，但是他们并没有认出自己。队长，你的腿好了？血牙问出了心中的疑惑，那个被诊断永远无法复原的腿伤是如何康复的？杨安点了点头，并没有多做解释。这两只怪物便是此前失踪案的始作俑者吧？叫人来处理，带回去研究。是，队长，我已经通知他们了。血牙回应道。杨安拍了拍血牙的肩膀，口罩下的嘴脸露出一丝微笑。血牙，现在你才是队长。队长，你永远是我的队长。血牙诚恳道，他永远无法忘记杨安多少次拯救了自己的命。是呀，队长，你永远是我们的队长。血色小队其他成员纷纷开口。杨安内心还是有些感动，虽然大家都不曾见过面具下真正的模样，但情感却更加真实。好了，我该走了，记住，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杨安说完，将手中长剑递给血牙，随后快速引入黑暗之中。血色小队成员有些失神地望着杨安离去的方向。良久之后，终于有人回过神来，伸出手掐了下自己的手臂。哎呦，真的是队长吗？肯定是啊，化成灰我都认得。放屁，我的意思是，这是真实的吗？队长怎么会突然出现？而且他的腿是怎么好的？他刚刚使的什么招数？剑怎么自己飞到他手中了？还有，队长现在好强，比起以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感觉不比那些古武世家的族老差多少。别说那么多了，记住队长的话，今晚他没有出现过。众人纷纷点头，势必守口如瓶。杨安回到了住处，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直思索着与那神秘怪物有关的事情。出现一只这样的恐怖怪物，任谁都会感到不安。不过杨安思考的是，会不会还有其他怪物存在？如果还有，那么人类社会将会面临怎样的灾难？将会有多少无辜生命受害？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怪物实力无比强大，普通人根本无法应对。他叹了口气，不再去想，觉得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毕竟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想通过后，他渐渐睡去，进入梦乡。这一觉依旧没能睡多久，杨安很快便醒了过来。凌晨5点，精神抖擞的他开始了晨练。在锻炼过程中，体会如今身体的变化，
以致更好地掌控身体。随后，杨安拿了一把水果刀代替飞剑，在现实中练习御剑术。1-2个小时后，吃了早餐的他再次进入游戏之中。回到南明城，其他人都还没有上线，杨安找了个角落，拿出烧烤架和各种材料，将这些天采集到的肉食都做成烤肉。期间，他打开等级排行榜，看看各个大佬等级排名。第1名战神蚩尤，职业魔神，等级20。第2名逆天改命，职业枪修，等级18。第3名天尊，职业灵术师，等级18。第4名隐藏，职业神射手，等级18。第5名瑶光圣子，职业灵剑士，等级18。第6名诸神黄昏，职业剑士，等级17。第7名水清梦兰，职业医师，等级17。第8名阿天，职业刀客，等级17。第9名幽夜，职业刺客，等级17。第10名晴天，职业盾卫，等级17。战神蚩尤依旧一骑绝尘，遥遥领先。杨安看到排行榜上一个不同寻常的职业，来自瑶光圣子的灵剑士，又一个公布的隐藏职业。根据论坛上的消息，命劫中已经有不少玩家转职隐藏职业了，只不过大部分都没有公之于众。不知道这个战神蚩尤的魔神和瑶光圣子的灵剑士职业有怎样的能力？杨安对于各种隐藏职业非常好奇，希望有机会可以与他们交流一番。叮！全服公告：玩家战神蚩尤成为全服第一个获得宠物的玩家，奖励经验1万，声望500，龙血丹 X1。叮叮叮！宠物功能已开启，玩家可通过击杀 BOSS、野外驯服、任务等方式获得不同宠物。宠物品阶从低至高分为凡级、人级、地级、天级、灵级、仙级、神级。叮！宠物排行榜功能已开启。一连串的公告让杨安有些懵，自己的宠物蛋还处于孵化状态，没想到竟然被人截胡了。打开宠物排行榜，如今在榜的只有一只宠物。第1名石铁兽，品阶0级，主人战神蚩尤，竟然是一只仅次于仙兽的0级宠物，不愧是能久居榜1的人物，游戏之初便获得一只0级宠物，这将会成为一个极大的助力。杨安有些羡慕起来，同时也期待着自己的宠物孵化到底会是什么品阶。不再去想这些事情，杨安继续烤肉，时间很快便来到了8点。白思瑶、胖子和小天鹅都已上线，众人再次组队一起练级。而今天的队伍中多了一个人，正是阿天。此时的他与罗元称兄道弟，一口一个蛙哥，就像是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据说是昨日打完 BOSS 后，阿天拉着罗元切磋了一晚上，被罗元的强大防御力折服。虽说到最后他能胜出，但是过程却无比艰难，每一局都是膀胱局。阿天一来就找上了杨安，来切磋一把。好，杨安点头，看着眼前这个少年，自己当年也是这般年少轻狂。你属性比我强，输出比我高，这是事实，所以我们这笔操作。杨安的输出有多恐怖，他已经见识过。阿天虽然年少轻狂，但并不是傻，对于自己的操作非常有信心。杨安同意了他的要求，拿出了一把新手短剑，向阿天发出切磋邀请。在杨安的混沌之眼下，阿天的属性浮现在眼前，令他非常震惊。阿天竟然拥有一个双刀天赋，可以同时装备2把刀。正常玩家虽然可以手持2把武器，但是只会生效一把武器的属性。他一直以为这只是阿天的习惯，才使用2把刀，没想到竟是天赋技能，这令杨安非常羡慕，自己果然平平无奇。二人相对而视，战斗一触即发。阿天目光如电，战意十足，率先发动攻击，身形一动便冲了出去，快速接近杨安，手中双刀寒芒闪烁，一刀斩向杨安脖颈，一刀诡异无比，直刺杨安腹部。杨安一眼便看出阿天现实中绝不简单，双刀之术极为精湛。他动了，新手短剑在他手中如游龙一般，闪电出手，剑柄直接顶住阿天那斩向脖颈的右手手腕，剑尖轻点那以诡异角度刺向腹部的刀，轻易便化解了阿天的攻势。在阿天惊讶之际，新手短剑快速翻转，直刺他面门。杨安这一剑快若闪电，阿天急忙应对，双刀交叉在前，挡住了杨安的剑。叮！刀剑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攻守转换，阿天双刀快速出击，一刀又一刀，刀法凌厉，没有丝毫多余动作。杨安手中短剑灵活无比，总能精准落在阿天长刀发力点之上，让他难受至极。双方都默契的没有使用技能，完全凭借自身的实力与操作，让周围观战的白思瑶三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两人是怪物吗？白思瑶一脸不可思议。阿天他多少有些了解，但没想到杨安的实力竟然也如此恐怖。我怎么感觉像是在看武侠片？小天鹅难以理解，
这二人现实中都是什么人？阿天久攻未果，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一直以为杨安只是属性强，真实操作肯定不如自己，如今却让他大吃一惊。一番交战，杨安对阿天实力也有了大概了解，实力可圈可点，大概处于荣誉门槛的地步，还算不错。杨安一剑逼退阿天，开口点评道。阿天眉头皱起，他知道自己处于绝对下风，不过他可不会轻易认输，看你能不能接下我这一招。第85章腐朽洞窟。话落，阿天目光变得凌厉，此刻的他身心双刀仿佛融为一体，颇有一种人刀合一的感觉。身形一闪，骤然爆发，冲杀而来，斩向杨安。面对阿天这一招，杨安也认真了起来，速度爆发，同样冲了过去。刀光剑影闪烁，双方交错而过。负1176，阿天头顶冒出一道伤害，他停下身形，呆愣地站在原地。他败了，败得很彻底。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不如你。杨安目露赞赏之色，安慰道：你很强，不过我一定会击败你的。阿天看着杨安，目光灼灼。战斗结束，众人一起出城寻找合适的练级地点。阿天竟然留了下来，与他们一起练级。按他的话说，是要随时向杨安发起挑战。从白天一直刷到晚上，有杨安这个恐怖的刷怪机器在，众人的经验蹭蹭往上涨。15级后升级，难度再度大增。杨安看着那仅仅过半的经验条，惆怅不已。怪不得自己9天没玩，其他人的等级都没有拉开太多。黑夜来临，我有一个很不错的刷级点。杨安带着众人来到乱葬坟地，白思瑶与小天鹅满脸抗拒，极不情愿待在这里。这些可都是经验。杨安不以为意，让罗元进入坟地，将地底的骷髅引出来，他则使用剑气轻松收割。期间使用那不太熟练的御剑术，击杀漏网之鱼，也不怕队友们笑话了，毕竟御剑术还是得不断练习，他不想浪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安子，这就是你的御剑术吗？怎么奇奇怪怪的？看着空中颤颤巍巍如同80岁老人一般的飞剑，罗元忍不住笑出声。杨安汗颜，死胖子，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闻言，其他人也都看了过来，神色古怪。众人一路横推，将乱葬坟地的骷髅残兵清扫了一遍。随着最后一只骷髅残兵被击杀，地上突然出现一个漆黑洞穴。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杨安招呼大家要一探究竟。青蛙血然走前面，阿天你走后边，我们俩走中间。白思瑶紧紧拉着小天鹅的手。杨安3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在看到白思瑶与小天鹅那愤怒的目光后，才收敛了一点。嗨嗨，下去吧。跳下漆黑洞穴，里面是一条狭小的通道，散发着一股腐朽的味道。通道上方偶尔闪烁着幽绿光芒。沿着昏暗通道行进了一段距离，通道逐渐变得宽敞，很快便到了尽头。众人走出通道，看向前方，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面前是巨大的洞窟，空间极其宽敞，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一具具骷髅怪物。他们身穿战甲，手持各类武器，身上还挂着不少腐肉。这么多！叮！你的队伍发现隐藏地图腐朽洞窟1层，奖励声望100。看来这里不止眼前这些骷髅，还有第2层，甚至更多。杨安看着前方的骷髅，双眼发亮，这些可都是经验，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杀怪练级了。骷髅精兵，等级20，器械值2万，物理攻击1642，物理防御523，灵力防御407，速度35。死亡重击，骷髅兵使用武器向目标发动死亡攻击，造成110%伤害。胖子，去拉怪吧。罗元举盾朝骷髅精兵们走去，一踏入仇恨范围，附近的6只骷髅们纷纷举起手中武器向他冲了过来。他丝毫不敢大意，直接开启了金刚壁垒。骷髅精兵发动技能，砍在罗元身上。负412 412 412 412 412 412，加951加1321加264，一连串伤害让罗元血量瞬间掉落近半，吓得他赶紧向后方撤退。好在白思瑶的治疗非常及时，瞬间便将他奶了回来。不敢再多拉仇恨，避免撑不住，毕竟治疗技能也是有冷却的。杨安发动剑气攻击，2道剑气斩出。负10006 4003 10006 10006 4003，一连串恐怖伤害从骷髅精兵头上冒出，当场有3只被直接击杀，剩余的也都血量大减。自从装备了夜影项链，在夜晚或黑暗环境下，暴击率增加 10%， 爆伤增加 20%， 这让杨安现在的暴击率直接来到了 66%， 爆伤也高达 250%。 阿天身影一闪，来到骷髅精兵面前，身体冒着火光，开启了刀客增伤技能火焰刀气，伤害增加 20%， 并为所有攻击附加 20% 灼烧伤害。流星斩！
前方区域刀气肆虐，负537、537、860，爆，负107，烧107，烧，密密麻麻的伤害从骷髅精兵头顶冒出，2只骷髅精兵血量被清空，仅剩1只幸运儿，一次暴击伤害都没触发，一根毒针射出，命中骷髅脑袋，负227、600，毒600。这只骷髅精兵承受了一轮攻击后，竟奇迹般依旧坚挺着，还剩下近5000血。杨安还是发动御剑术，补了一道飞剑攻击后将其击杀。爆装备了！看着地上爆出的装备，看其光泽就知道不是白板。骷髅战甲黑铁级，气血值560，物理防御158，灵力防御142，根骨35，耐力18。骷髅套装1/4，及其套装可激活套装属性，攻击正3%，防御正3%，气血正2%。等级需求20，职业需求盾卫、战士。黑铁级骷髅套装，众人惊讶不已。套装比起散剑价值要高不少，因为有额外附加的套装属性，这让几人干劲十足，决定要把这里的骷髅精兵杀得干干净净，送他们去往生极乐。就按这个节奏继续杀吧。杨安说道。罗元应了一声，等待技能冷却才继续开始拉怪。现在输出勉强足够，白思瑶给自己使用了天籁之音，保证安全。一直刷到12点，4个小时的时间，骷髅套装只集齐了2件，这装备爆率低得令人发指。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杨安小队一直待在腐朽洞窟，从第1层刷到了第5层。在杨安恐怖输出下，他们升级速度飞快。等级最高的阿天已经达到19级，距离20级大关只差1步之遥。其余人都达到了18级，换成了15级以上的装备，属性增加不少。骷髅套装只差1件便能集齐2套，等到他们20级便可以装备。不得不说，命劫对于高品质装备的产量极为苛刻，普通怪想要爆出黑铁级装备的概率太低了。骷髅套装大部分都是击杀精英级骷髅精兵爆出来的。杨安身上到现在还有几件白板装备没有更换，确实有些落魄。这里的骷髅灵术师等级已经达到25级了，也不知道这腐朽洞窟还有多少层。一连打了几天的骷髅，罗渊现在感觉看到这些骷髅就想吐。25级的骷髅灵术师输出很高，他一次只能拉2-3个，升级的效率有所下降。坚持一下，把这一层刷完。杨安安慰众人，一直待在这暗无天日的腐朽洞窟中，即便是他也觉得有些乏味了。就在这时，杨安感应到背包中传来动静，要孵化了吗？第86章灵级受宠天荒神牛。杨安从背包中拿出那颗表面布满神秘道纹、泛着金色光芒的宠物蛋，宠物蛋发出细微的颤动，似乎有生物要破壳而出。杨安欣喜若狂，等待了这么久，终于要等到这个神秘的宠物诞生了。咦，这是什么？众人见杨安突然拿出一颗蛋，都好奇地围了过来。这是宠物蛋，马上就要孵化成功了。杨安说道，眼睛始终盯着手中的蛋。什么品级的？白思瑶既好奇又羡慕，他也特别想得到一只宠物，增加输出能力。杨安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得等它孵化出来。宠物功能已经开放了好几天，排行榜上除了战神蚩尤的食铁兽外，全都是不入流的凡级宠物，可见高品级的宠物获取难度非常之大。咔嚓，杨安手中的宠物蛋出现一丝裂痕，咔嚓咔嚓，裂痕越来越多，很快便布满整个宠物蛋，蛋身突然金光大闪，令人刺目。杨安隐约看到有一个生物破壳而出，落在地上，金光散去，只见一只半米高、通体纯白、头生金色双脚、胖乎乎的小牛犊子，正人立而起，扑闪扑闪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众人。猫，太可爱了吧！白思瑶与小天鹅看着眼前这可爱的牛犊子，感觉都快融化了，恨不得马上抱在怀里。叮！恭喜你成功孵化天荒神牛。杨安看着眼前这只只会卖萌的天荒神牛，怎么看都没有神牛的威势。哞哞，小牛犊子向众人发出奶里奶气的哞叫，伸出小蹄子指向杨安。什么意思啊？杨安看向天荒神牛，有些疑惑。虽然孵化成功了，但是系统没有提示这天荒神牛是自己的宠物。哞哞哞，小牛犊子接连叫了几声，一副很欣赏杨安的眼神，随后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扬起高傲的头颅。杨安，他算是看出来了，这小牛犊子的意思是你很不错，以后跟着他混，吃香的喝辣的。叮！天荒神牛见你天资不凡，决定认你为宠，是否同意？同。杨安差点就同意了，这才发现系统提示的内容。他一脸愤怒地盯着那扬着高傲头颅的天荒神牛，小牛犊子想造反。哞哞哞！天荒神牛见杨安拒绝了他，顿时愤怒地跳脚，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向杨安发起了冲锋。
2颗金色牛角闪闪发光，顶向杨安。只是他刚靠近杨安，便发现再也无法寸进，因为他的脑袋正被一只大手死死按压住，使了吃奶的劲也不能前进分毫。他伸出2只小蹄子在空中胡乱挥舞，奈何手太短，根本打不到杨安。认我为主，做我宠物。杨安看着这头一身反骨的小牛犊，厉声道。天荒神牛愤怒：哞哞，我堂堂天荒神牛，岂能认你这小小人类为主？乖乖做我人宠吧，以后本神牛带你飞。杨安似乎听出来了他的意思，右手一翻，青双剑刺出，剑尖直接抵进天荒神牛眉心。哞！小牛犊当场双膝一弯，直接跪趴在地上。叮！天荒神牛愿认你为主，成为你的宠物，是否同意？杨安同意。叮！契约签订成功。叮！你的宠物天荒神牛位列宠物排行榜第1，是否隐藏 ID？ 隐藏。哞！契约一签订，还趴在地上的天荒神牛立马就站了起来，突然一跃而起。杨安伸出双手，本以为是要拥抱，却见天荒神牛一滑溜翻到他背后，骑在了他脖子上，双蹄在杨安头上狂敲，报复刚才杨安对他的威胁。杨安眉头一挑，这小牛犊子简直全身都是反骨，一伸手抓住他脖子，直接拎起丢了出去。被丢出去的天荒神牛转而跑向白思瑶与小天鹅，直接跳入白思瑶怀中，亲昵乖巧地发出哞哞叫声，惹得二女欢笑连连。杨安不仅一身反骨，还怕死好色。杨安对这只天荒神牛性格已经有了定论。安子，这什么宠物？还挺可爱的。对于杨安获得的新宠物，罗源也很好奇。杨安当即查看起天荒神牛的属性，并分享到队伍频道。天荒神牛0级，等级0，生命值10000，攻击时物理防御1000，灵力防御1000，技能无。看着这样的属性，杨安不由瞥了一眼还在二女怀抱的天荒神牛。0级，这不是一颗圣卵吗？不是神牛吗？一点攻击力没有，一个技能也没有，就血高防厚，也就名字拉风点。似乎是感受到了杨安的目光，那小牛犊哞哞2声，将头埋进二女怀中，不敢抬头。杨安翻了个白眼，长叹一口气，50点全属性啊！众人倒是非常惊讶天荒神牛高额的防御，特别是罗源，隐隐有一种队伍第1肉盾地位不保的感觉。算了算了，就当宠物养吧，希望他不要不识好歹。招呼众人继续练级，杨安急需找骷髅发泄发泄。杀了10多只骷髅灵术师后，天荒神牛等级提升了。天荒神牛0级，等级1，气血值11000，攻击20，物理防御1050，灵力防御1050，技能无。纯一个辅助肉盾宠物。天荒神牛现在正在战场上撒丫子乱跑，很奇怪的是，那些骷髅竟然都不主动攻击他，只要有骷髅死亡，爆出东西都会被他用奇怪的方式收走，全都出现在杨安的包裹之中，竟然能够自动拾取物品。杨安开始觉得他也不是一点用没有，就是什么垃圾都捡，那骷髅牙齿你捡来干什么？杨安觉得有必要教导一下他，向天荒神牛发了指令，让他过来。然而那牛犊子在场上上蹦下跳，在骷髅群中玩得不亦乐乎，根本没有理会杨安的命令。杨安当即掌剑前指，森寒之意爆发。小牛犊似乎感受到寒气袭体，打了一个哆嗦，屁颠屁颠的向杨安这边跑了过来。哞哞，一脸讨好的向杨安哞了2声，伸出小蹄子将杨安的长剑轻轻压了下去。别什么垃圾都捡，杨安告诫他，随后教他分辨什么能捡什么不必要捡，提前过上了教导熊孩子的生活。第87章夜黑风高杀人夜。腐朽洞窟第5层，刷了近4个小时才将这一层的骷髅清理完，终于集齐了2套骷髅套装。天荒神牛的等级提升到了9级，防御属性进一步提升。先去下一层看看。进入下一层的入口已经开启，杨安招呼众人，随后率先进入第6层。第6层依旧宽敞无比，不过却没有一只骷髅兵。在洞窟的中心位置正摆放着一个石质棺椁，棺椁前方一道身披金甲，头戴战盔，手持一柄丈长战矛的高大身影正面向棺椁单膝跪地。小心点，应该是 BOSS。 杨安当即开启混沌之眼看了过去。骷髅将军，黄金级 BOSS， 等级20，气血值300万，物理攻击4500，物理防御1358，灵力防御1164，速度60。横扫千军。骷髅将军使用战矛向前方扇形区域内所有目标发动横扫千军，造成180%伤害。腐蚀之息，骷髅将军释放死亡之力，对目标造成120%伤害，死亡之力会侵蚀目标，降低30%防御，持续5秒。死亡召唤，若周围有已死亡目标，骷髅将军可对其使用，召唤出骷髅精兵头领协助战斗。
死亡汲取释放一道死亡之藤，缠绕目标，造成每秒60%伤害，持续5秒，并以造成伤害的500%恢复自身生命值。死亡之矛，骷髅将军随机向一名目标投掷死亡之矛，造成200%伤害。若击杀目标，骷髅将军将再次释放死亡之矛攻击下一个目标，每次击杀目标，伤害提升20%，最多提升200%。是黄金 BOSS。杨安神色凝重，将骷髅将军的属性分享至队伍频道。太恐怖了，能打吗？走吧，现在打不了。杨安当即放弃与黄金 BOSS 大战一场的想法，攻击力太高了，扛不住。众人点头同意，都不想现在面对这只恐怖的 BOSS。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去打白银级 BOSS， 把装备提升上去。杨安的提议众人也明白，只不过白银级 BOSS 也不容易找，我让青姐去找吧。这段时间组建了一个小势力，也有几百号人了。白思瑶站出来说道。好，那就要辛苦他了。杨安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今天就先到这吧，明天再继续。众人约定好会合时间后，纷纷下线休息。下线之后，杨安先是洗漱了一番。几日时间，杨安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大，力量大幅增加，五感神识在增强。如今的目力，1000米之外的蚊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先去收点利息。杨安换上一身黑色战斗服，戴上口罩，头戴一顶黑色鸭舌帽，打开窗，直接一跃而下，融入黑暗之中。深夜，福源大厦，这里地处五阳市最繁华区域。地下停车场，一名青年男子正快步走向一辆黑色商务轿车。他叫李承德，如今是一名外贸公司老板。呸！老子给你做了这么多事情，现在就想把我一脚踢开？李承德一边走一边低声怒骂着。很快，他便走到黑色商务车旁，低头翻找着口袋里的钥匙。突然，一道黑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身前。砰！没有任何反应时间，李承德便被黑影一拳击中腹部，恐怖的力量将他直接击飞，直到身体撞在柱子上才停下来。啊！此刻的李承德感受到腹部传来剧烈的疼痛，身体蜷曲着，低声嘶吼。那道黑影一步一步向他走来，每一步落下都给他带来巨大的压迫感，好像死神在来临。强忍着痛苦，他从兜里掏出来一把手枪，要射杀眼前之人。然而他刚拿出手枪，就见一道亮光闪过。啊！一柄水果刀直接刺穿了他的手掌，他发出痛苦嚎叫，手枪掉落在地。你太吵了！一道嘶哑的声音响起。杨安一脚踩在李承德脸上，让他暂时停止嚎叫，弯下腰拔出插在李承德手中的水果刀，在他衣服上抹干净血液。说。杨安眼神冰冷，淡淡的盯着李承德。李承德只感觉一股寒意袭来，顿时浑身发凉。说什么？你是谁？想要做什么？回答他的是那把水果刀，直接插入他另外一只手掌。啊！杨安再次拔出水果刀，在他身上抹了抹。我说。李承德终于缓了过来，脸上写满了惊恐，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我私自挪用数百万华夏币公款，一点一点转移到海外账户。我同时包养了3个女人，藏在竹星小区。我贿赂高官。杨安口罩之下的嘴角抽了抽，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料，真是该死。水果刀刀锋在李承德身上缓缓游动，停在了他脖颈之上。你为哪个家族办事？还在惊恐中的李承德瞳孔瞬间一缩。你既然知道我是给大家族办事，还敢对我动手？看来你是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杨安手中水果刀轻轻一划，割破了他脖子上的皮肤，鲜血瞬间冒了出来。杨安只不过随口一问，便看出李承德根本不是世家之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卒子。别，有话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这一刀让李承德脸色煞白，为了保命，已经顾不得其他了。关于大家族之事，说了可能生不如死，但是不说现在就会死，他没得选择。很好。水果刀在李承德脖子上来回抹动，杨安继续说道：1年前你在龙域调度中心工作，接到血色小队求救信号，为什么没有向上级汇报？杨安的话让李承德神色一变，当年这个案子死了很多人，他运气好才逃过一劫。你最好不要有别的想法，否则……杨安冰冷的眼神，还有脖子上那随时能切开皮肉的刀锋，让他不敢再胡思乱想。我只是一个普通职员，怎么敢不向上级汇报？看来你是没打算说实话。杨安似乎失去了耐心，手中水果刀略微用力，抵在李承德脖子上。是严部长，是严部长让我这么做的。李承德大吼出声，他豁出去了。当时严部长找到我，让我收到血色小队的求救信号，就当作没看到。我只是一个普通职员，没有拒绝的理由。他给了你多少钱？200万。李承德有些心虚，随后又说道：我可以都给你，要多少钱都可以，只要你放过我。
你应该庆幸自己多活了1年，那些大家族竟然没有将你灭口，正好我可以先收点利息。不，你不能杀我，求求你放过我。杨安没有理会李承德的求饶，拿出一卷胶布封住他的嘴。噗噗噗，一连9刀，刀刀避开要害。这9刀是替血豹刺的，他为了救我，被敌人连捅9刀而死。李承德眼珠暴突，剧烈的痛苦让他青筋暴起。噗噗，又是8刀，这8刀是替血阳刺的。他年迈的老母亲每日每夜都在盼望着他回家。杨安起身，冰冷地看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李承德，没有丝毫怜悯。200万，我2个兄弟的命，得用命偿。水果刀直接割破他的喉咙，割破大动脉，血水如泉涌，疯狂流出。啊！李承德双手死死捂着脖子，却没能阻止不断流出的鲜血。拥有强大五感的杨安并不担心会有人发现这里，更何况来之前附近的监控都已被他暗中破坏，没有去看慢慢迎接死亡的李承德。杨安转身融入夜色。第88章神光净化。第二天，杨安再次与众人会合。青姐他们发现了一只白银 BOSS 和一只青铜 BOSS， 就等我们去杀了。白思瑶带来了好消息，昨天他便让明月清心发动工作室的力量，大肆寻找白银级 BOSS。好，出发！众人战意高昂，跟随白思瑶前往 BOSS 所在地。南明城野外一处幽暗森林深处，明月清心已经在此等候多时。小姐，明月清心见众人到来，脸上浮现笑意，向白思瑶喊了一声，随后与众人打起了招呼。清姐，在游戏中，白思瑶与明月清心也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她开心地跑了过去，抱住了明月清心的手臂。明月清心加入了队伍中，同时还带来了3名医师，保证队伍的安全。在他的带领下，众人很快便开始与第一只白银 BOSS 战斗。15级白银 BOSS 火蜥蜴，以众人如今的实力，拿下这个 BOSS 基本没有压力，很快便解决了。击杀 BOSS 后，报了2件白银装备，一件披风，一个戒指。披风是刀客专属，给了阿天，另外一个戒指则让杨安收入囊中。青铜级装备3件，分别是武器全套、法袍还有手镯。全套给了罗源，盾卫职业也是能够装备武器的，只不过因为缺乏输出技能，即便装备了武器，输出也很低。法袍分给了小天鹅，他总算拥有了第一件青铜装备，可把他高兴坏了。手镯是灵工系的，给了白思瑶，提升他的灵力，增加奶量。这些大家用不到的装备，我都以市场价收，我手下的玩家能用得上。白思瑶指向那些众人用不上的黑铁和白板装备，你直接拿去就行了，大家为了给我们找 BOSS 也花费了大量时间。杨安笑道，那怎么行？怎么能让大家吃亏？白思瑶坚持要花钱买下这些装备，不想让队友们吃亏。那以市场价5折吧。杨安见拗不过白思瑶，只能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众人也纷纷表示赞同，白思瑶也只得同意了这个方案。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他们不是在打 BOSS， 就是在打 BOSS 的路上，没有 BOSS 的时候便就地刷怪练级。期间他们想回腐朽洞窟继续杀骷髅精兵，奈何里面的骷髅精兵并未刷新。击杀 BOSS 回报也是丰富的，杨安总共获得2个白银戒指。火蜥戒指，白银级，等级15，物理攻击加210，力量加38，根骨加15。特性：攻击有 10% 概率点燃目标，使其获得 20% 灼烧伤害，持续3秒。蜜獾戒指，白银级，等级15，物理攻击加208，力量加41，敏捷加16。特性：永不服输，对 BOSS 伤害增加 2%。白思瑶获得一把15级的医师专属白银法杖，一个青铜手镯，还有一个青铜腰带。小天鹅则收获了数件青铜级防装，白思瑶换下来的10级白银法杖也送给了他。而罗源则获得一件白银项链和一件青铜级披风。所有人的等级都提升到了20级，阿天更是差一步便能达到21级，他直接换上了从荒牛守卫身上抱的20级白银长刀，让他攻击力暴增。众人换上新装备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杨安和罗源也穿上了骷髅4件套。角色名：血染，职业：剑仙一传，体质：混沌剑体一阶，宗门：玉虚宗，等级20，根骨493，力量730，灵力392，敏捷532，耐力412。悟性：隐藏，运气：隐藏，气血值7146，灵力值4220，物理攻击2479，灵力攻击588，物理防御1158，灵力防御1091，速度74，破防 40%， 暴击 66%， 暴击伤害 230%， 体力值100。装备：青霜剑、火蜥戒指、
蜜獾戒指、吸血手镯、笑月手镯、骷髅头盔、骷髅战甲、骷髅战靴、骷髅护手、苍狼王腰带、夜影项链。装备特性：冰霜之力、青霜剑、灼烧、火吸戒指、永不服输、蜜獾戒指、吸血手镯、夜间增伤、夜影项链。混沌体专属技能：混沌剑心、混沌之眼、混沌剑域、金莲灭世。条件不足。剑仙专属技能：心之剑、御剑术、攻伐之术、本命飞剑。条件不足。其他技能：破云剑、剑气连斩、幻影游龙、极刑、杀戮之心。生活技能：采集术、烹饪术。杨安看着现在的属性，有种自信心爆棚的感觉，恨不得马上找骷髅将军大战一场。接连击杀 BOSS 带来的高额经验，以及这几天一直刷怪练级，也让杨安的宠物天荒神牛终于提升到了10级。天荒神牛升级所需要的经验远超杨安的想象，不过等级提升倒是给杨安带来了意外之喜。他终于拥有了第一个主动技能天荒神牛0级，等级时气血值2万，攻击110，物理防御1500，灵力防御1500。神光净化释放神光，可为目标解除一个不高于天荒神牛20级的控制或负面效果，冷却2分钟。竟然是解控技能，杨安欣喜不已，这个技能弥补了他一直以来的缺陷，看来这小牛犊子也不是那么没用。他最害怕的就是控制技能，一旦被控制将会非常被动，而如今有天荒神牛在，能够大大降低控制技能对自己的威胁。不过冷却时间比较长，必须用在关键时刻。还有最后一个 BOSS， 出发吧。阿天也很兴奋，这几天等级蹭蹭往上涨，如今他已经到了等级排行榜前5了。第一名战神蚩尤，职业魔神，等级25。第二名天尊，职业灵术师，等级23。第三名瑶光圣子，职业灵剑士，等级22。第四名逆天改命，职业枪修，等级21。第五名阿天，职业刀客，等级20。第六名隐藏，职业神射手，等级20。第七名诸神黄昏，职业剑士，等级20。第八名我佛慈悲，职业灵术师，等级20。第九名幽夜，职业刺客，等级20。第10名隐藏，职业剑仙，等级20。如今等级排行榜，战神蚩尤25级依旧是断层式领先。令人惊讶的是排名第2的天尊，以普通灵术师职业等级竟然直追榜一大佬。就在众人兴致满满要前往击杀下一个 BOSS 时，明月清心突然停下，似乎收到了什么消息，随后眉头紧锁，神色越发冰冷。小姐出事了。第89章兄弟相见。怎么了，青姐？见明月清心神色，白思瑶开口问道。众人也都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我们安排在 BOSS 附近的几名弟兄都被人杀了。什么？白思瑶脸上浮现罕见的怒容。根据死亡的兄弟所说，有一支上百人的队伍也发现了那个 BOSS，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杀了。别着急，我们过去看看。杨安当即说道。众人纷纷传送回城，随后在明月清心的带领下直奔 BOSS 所在区域。一路翻山越岭，很快众人来到一处丘陵地带。前方有战斗。杨安率先发现前方传来的战斗声，众人沿着战斗声传来的方向小跑了过去，声音越来越近。TMD， 凭什么让我们离开？难道这地方写你名字了？一名手持长枪，角色名为折戟沉沙的男子，长枪一扫，奋力荡开围杀过来的数人，怒而出口。男子面容清秀，略显儒雅，又有几分凶悍之意。此时的他愤怒无比。在他身边，地上已经躺了10多道死亡的玩家尸体，还没有选择回城复活，这些都是他的队友，如今只剩下他一人苦苦支撑。而在他对面，除了面前围攻的几人，后方还有数十人正虎视眈眈。这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杨安感觉非常熟悉，不由看了一眼胖子罗元。只见罗元同样看了过来，投来疑惑的眼神。是徐凯。走到近前，杨安定睛看去，确定了男子身份，正是杨安死党之一，与杨安、罗元并称杨高3剑客之一的徐凯。杀！对面那人群中，一名身背长弓的神射手冷冷地看着徐凯，抬起左手随意地挥了下，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蝼蚁。参与围杀的人得到命令更加兴奋起来，脸上充满戏谑的笑容，纷纷举起武器，是要斩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面对数人挥砍而来的武器，徐凯满脸怒容，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带着滔天愤恨与憋屈，等待死亡来临。死！就在他以为要死亡之际，一道冰冷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只见2道剑气横斩而来，穿过他的身体，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随后继续向前方而去。负5510，12673，报
12673。一连串恐怖的伤害从人群中飘起，所过之处竟无一人幸免，全部毙命。这恐怖的伤害深深震惊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呼吸一滞，陷入短暂的安静。杨安手持散发着蓝色光芒的青霜剑，缓缓走入战场之中，身后罗元、白思瑶等人紧随其后。多谢。徐凯看着杨安，总感觉无比熟悉，但是又从来没有见过的面容。不过当他看到杨安身后另一道身影时，双眼顿时发亮。罗胖子，哈哈，徐凯，没想到会在这里相遇。罗元爽朗大笑，伸出双手给徐凯来了个熊抱。哈哈，死胖子，真的是你！徐凯用力拍了拍罗元后背，随后看向杨安发出疑问：你是安子？怎么认不出我了？杨安看着徐凯，嘴角微微上扬，笑意浮现在脸上，随后向他伸出了右手。安子，真的是你！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徐凯终于确定眼前之人的身份。他也同样伸出右手与杨安互相击了一掌后，手握成拳，轻轻碰撞在一起，随后二人张开双手给了对方一个拥抱。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徐凯疑惑道。先处理眼下的事，一会再细说。杨安拍了拍徐凯的肩膀，示意他安心，随后转过身，冷冷地看着前方有些发愣的人群。你们是什么人？那个领头的弓箭手咽了一口口水，强装镇定道：他是我朋友。杨安淡淡的说了一句，不怒自威。这位朋友，我们是瑶光圣地的，我们堂主正在前方攻略 BOSS， 所以这一带需要人员管控，任何人不得靠近。帮会排行榜第6的瑶光圣地。杨安讶异，论坛百晓生罗列的帮会排行中，瑶光圣地名列第6，至少拥有30万帮众。以为杨安是被自家帮会名号镇住，那名神射手变得傲然无比，不过还保留了一些理智。既然知道，那就速速离去吧，不要妨碍我们。瑶光圣地行事这么霸道吗？杨安淡然道。怎么？难道你要与我们作对不成？给你机会，现在低头道个歉，今日杀我弟兄的事就一笔勾销。那名神射手头颅高昂，说出的话却又威又耸，杨安都觉得有些好笑。杀就杀了，欺负我兄弟还要我道歉？杨安手持青霜剑，目光冰冷，直视这名神射手。你！神射手怒极攻心，奈何杨安刚才展示的实力太过恐怖，他不想轻易丢掉性命，强压着心头怒火。你要考虑清楚，能否承受30万人的怒火？伤我们的人，抢我们的 BOSS， 而后又欺负我兄弟，不管你们有多少人，都要付出代价。杨安长剑向前一挥，两道剑气再次飞出，直接秒杀了那名还打算口出狂言的神射手。副堂主死了，医师快复活！见神射手被杀，人群中有人大喊道，当即有医师释放复活术，将神射手拉了起来。杀！都给我杀了！神射手一起来就愤怒暴喝，眼前不过是区区6人，有什么理由畏怯？然而他话音未落，一名少年已经冲入后排医师队伍中。流星斩！负885、863、801、952、704。脆弱的医师被8道刀气疯狂肆虐，瞬间倒下一片。保护医师！近战职业一拥而上，想要围杀阿天。那名副堂主也搭剑拉弓，射向在人群中肆虐的阿天。然而罗元大盾亮光一闪，阿天身体周围出现一道护盾，挡下了大部分伤害。随后一道绿光飞来，白思瑶将阿天血量直接拉满。杨安也快速冲向人群中，手中长剑挥舞，没有一人能抗住他的剑。战斗没持续多久，在杨安与阿天恐怖的输出下，很快就将这数十人屠戮殆尽。这只是个开始，看来今日必有一场大战了。第90章大开杀戒。那些家伙敢直接杀人抢 BOSS， 就该杀。白思瑶一脸不忿。瑶瑶姐说的对。小天鹅非常赞同地点了点头。滋滋，身旁的小兔子也形象举起了自己的小短手。徐凯，要一起去吗？杨安看向一旁的徐凯。去，他们杀我这么多弟兄，这口气咽不下。徐凯丝毫不惧，等级掉落而已，很快就能练回来。胖子，你名字还是这么特别啊。徐凯不由打趣起罗元来。嘿嘿。罗元看了一眼小天鹅，满脸幸福的笑容。爱情果然会让人降智。徐凯手摸下巴，若有所思。去你的！罗元笑骂，抑制不住内心的开心。安子，你伤害怎么这么高？徐凯看向杨安，实在是他的输出过于离谱，不得不好奇。职业特殊吧？杨安笑笑，并没有细说，混沌剑体是他最大的秘密，不会轻易说出去。走吧，去看看他们把 BOSS 打到什么程度了。说完，杨安率先向 BOSS 的方向走去，众人也纷纷跟上。虎啸森林，一支100人的团队正在有序地与一只 BOSS 战斗。在 BOSS 身前，10多名盾卫轮流死死顶着他，后方20多名医师不停地释放加血技能，保证他们的血量健康。只是那犹如过山车一般的血量，让人看得心惊肉跳。
数十名神射手和灵术师疯狂发动攻击 ，BOSS 血量缓慢的下降着，他们的攻击堪堪破防，基本不过100，只有寥寥几人能达到400、500的伤害，完全靠着人数优势弥补输出的不足。丛林的另一边，几道身影浮现。动手吗？阿天下意识看向杨安。等等，杨安挥了挥手，现在还有50%多血，先让他们吃些苦头。20级的白银 BOSS 黑虎王不是那么容易击杀的。杨安暗中发动混沌之眼，观察到黑虎王有一个大范围群体攻击技能，定能造成大片伤亡。他打算坐收渔翁之利。场上的战斗还在继续，虽然瑶光圣地的人挺多，但是 BOSS 的回血速度太快，他的血量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下降。53%、50%、30%、15%、10%。在漫长的等待中，黑虎王的血量终于下降到了10%。吼！黑虎王仰天长啸，吼声震天。只见一道黑色波纹以黑虎王为中心，瞬间向四周扩散，足有15米范围。那是黑虎王最后的绝技黑暗波动，对15米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180%伤害，并且每秒造成30%黑暗伤害，持续10秒。一道道高额的伤害从瑶光玩家们头上冒出，瞬间将周围脆皮秒杀。唯有几位全血盾卫勉强撑住一击，随后被接下来的持续伤害击杀。15米范围内形成一个真空地带，这个技能直接击杀了近30名瑶光圣地玩家。替补盾卫准备顶上，医师等待 BOSS 技能结束，优先复活盾卫。人群中，一名身材魁的刀客正在发号施令，他正是瑶光的一名堂主 ，ID 叫贫僧法号乱来。BOSS 技能结束，死亡的玩家被医师一一复活。是时候了，你们原地待命。青霜剑入手，杨安神情淡定自若，身体骤然爆发，冲了过去。一道彩色光团后发先至，没入杨安体内。叮！你的技能剑气连斩获得天籁之音 buff， 冷却已刷新，10分钟内伤害提升30%，冷却缩减80%。这技能真是逆天，杨安心中非常羡慕这些有天赋技能的人。直接开启杀戮模式，以恐怖的速度冲到 BOSS 附近，2道剑气斩出，直奔前排的盾卫。刷！刷！一片片恐怖伤害从前排盾卫玩家头上冒出，这些刚刚复活起来的盾卫血条瞬间被清空。有滴血！有人大喊，人群瞬间骚乱起来。MD 找死！贫僧法号乱来暴怒，竟然有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前来捣乱。更可怕的是，因为盾卫玩家的死亡 ，BOSS 仇恨丢失，直接扑向后排输出的灵术师队伍中。快，给我控住这个人！拉盾卫，把 BOSS 仇恨稳住！贫僧法号乱来快速发号施令，有医师赶忙释放复活术，复活盾卫。同时，一堆控制技能向杨安丢了过来。幻影游龙，杨安直接一个闪身，出现在医师队伍前方，又是2道剑气斩出，没有一人能抵挡杨安恐怖的攻击。住手！贫僧法号乱来大吼，试图阻止杨安，奈何杨安对他的话语无动于衷，手起刀落，瑶光玩家一个又一个倒下。杨安的速度极快，反应迅速，令那些弹道轨迹类技能根本无法命中。他娘的，这什么鬼东西！贫僧法号乱来暴怒，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漆黑卷轴，对着杨安直接使用。杨安只感觉自己被一股神秘之力禁锢，竟然无法动弹，也无法使用技能。叮！玩家贫僧法号乱来对你使用禁锢卷轴，你已被禁锢，无法攻击，无法使用技能，持续1分钟。杨安心中暗惊，又是卷轴，而且控制时间竟然长达1分钟。不好，安子被控制住了。罗元见状，当即向这边跑了过来，手中大盾一挥，给杨安套了一个护盾。其他人也纷纷冲了出来，尤其是阿天，速度极快，冲进人群厮杀，高额的伤害吓了瑶光玩家一跳。竟然还有同伙！急火！先给我杀了他！贫僧法号乱来咬牙切齿，对杨安非常痛恨。如今 BOSS 肆虐，还有人来捣乱，他恨不得将这些人大卸8块。一时间，一堆剑士和灵术师技能飞向被控之中的杨安。负10、48、140、81、53、16、99、22、62，一大串低的可怜的伤害从杨安头上飞出，一轮攻击下来，破了罗元的盾后，也不过造成了近1000点伤害。一道绿光入体，是白思瑶的甘露诀，直接将他血量恢复满。玩够了，到我了！杨安嘴角一勾，不见一丝慌乱之色。天荒神牛，一头通体白色的小肥牛出现在杨安面前，他头上2根金色牛角发出璀璨光芒。神光净化，杨安感觉身上的禁锢之力瞬间消失，恢复了自由。极刑，剑气连斩，没有了控制，他再次化身死神，收割着弱小的生命。他是魔鬼，快跑！杨安杀得对方胆寒，丢盔弃甲，疯狂逃窜。
就连贫僧法号乱来也心生退意，若不是还有手下在，他都想掉头逃离。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敢对我们瑶光圣地动手？绝望中的贫僧法号乱来向着杨安怒喝道：敢抢我们的 boss， 杀我们的人，就算你们是瑶光圣地也得死。第91章黄金骷髅将军。贫僧法号乱来总算明白过来，眼前这些人与之前守在 boss 周围的人是一伙的。放肆！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我们帮主是排行榜第3的瑶光圣子，隐藏职业零件事，你最好想清楚，能不能承受我们瑶光圣地的怒火？聒噪！杨安眼神冰冷，2道剑气直接甩出，直接命中贫僧法号乱来，将他斩杀当场。快复活堂主！贫僧法号乱来被一击击杀，当即让瑶光圣地存活的众人军心大乱，慌忙呼喊。当即还存活的医师向他丢了一个复活术。撤！贫僧法号乱来一复活就下达撤退命令，自己也立马转身向后方跑去，想要尽快逃离现场。走得了吗？杨安淡淡说了一句，身体骤然爆发，以恐怖的速度冲了过去。看来你们是打算不死不休了。贫僧法号乱来愤怒无比，自己人数占据绝对优势，却不是一合之敌，让人家一个队伍就打得溃不成军。给我拦住他！他大喝一声，转而冲向白思瑶，是要让杨安等人付出代价。然而一道身影鬼魅一般突然出现在他身前，一柄蓝色长剑以诡异的角度刺入他的咽喉。负4874，爆！秒杀！怎么这么快？他双眼暴突，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之人，不明白对方是什么时候靠近自己的。还有医师想要复活他，然而被杨安2道剑气直接斩杀。在杨安与阿天的联手之下，其他的瑶光圣地玩家很快就被屠戮一空。战斗结束，杨安拍了拍小牛犊的头，示意他做得不错。哞哞！小牛犊不屑地拍掉杨安的手掌，鼻孔朝天，高傲无比。杨安手中青双剑缓缓抬起，高傲的小牛犊察觉，立马换了一副面孔，抱住杨安的腿，哞哞叫着，全是谄媚。南明城某个野外地图，一队10人玩家队伍正在与一支20级白银 BOSS 战斗，他们进退有序，配合默契。在那最前方，有一名容貌俊朗的青年，手持长剑不断攻击着，他的每一剑都能打出4、5千的输出，远远超过普通玩家。BOSS 血量下降极快，终于释放大范围群体攻击技能，顶在前排的盾位都倍感压力。然而 BOSS 的攻击打在这名青年身上，却被他使用奇异的力量化解，根本打不出任何伤害。在他持续攻击下，这头白银级 BOSS 中士不甘地倒在地上。男子收剑并没有前去摸装备，他只需要等待手下将所有物品整理好即可。少爷，出事了！一名看起来50多岁的中年男子来到他身边，恭敬地说道。说。男子眉头一拧，淡淡开口：我们一个堂主率领帮众打 BOSS 时遭遇袭杀，不仅丢了 BOSS， 还被人全歼。全歼？男子眸色渐冷，身体发出破人寒意，真是废物！枉我花这么多资源养他们，是谁敢对我们的人动手？神域还是民族？都不是。中年男子回道。即便是他收到消息时也觉得震惊，随后将虎啸森林那边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自家少爷。你是说只有一队人就把他们杀到溃败？俊朗男子声音更加冰冷起来。他们都是什么人？那是一支散人队伍，领头之人名叫血染，他们背后有个刚组建的小势力，还有一名刀客叫阿天。中年男子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少爷，那阿天是秦家的人。秦家？俊朗男子阴沉着脸，不管是哪个家族的，我都要他们给个说法。至于其他人都给我查，特别是那个叫血染的，我要他所有信息。这个名字我很不喜欢。一场危机悄然降临。杨安这边战斗结束，地上掉落了不少装备，全都交由明月清心拾取，用于补偿被杀掉级的兄弟们。而杨安小队成员则去击杀那只白银级 BOSS 黑虎王。本就不多的血量，在众人围攻下，很快便被击杀。或许是众人杀孽太重，这次的 BOSS 连个白银装备都没有爆，只出了2件青铜级，一把长枪和一个护手。徐凯，给你做见面礼吧。杨安把长枪丢给了徐凯。青铜级的长枪？徐凯双眼发亮，这玩意可是值不少钱，真就给我了。拿着吧，以后还有更好的。杨安笑了笑，没有告诉他队伍里的人用的基本都是白银级武器。罗元可就没这么细腻的心思了，特意来到徐凯身旁，悄悄在他耳边说道：我们用的都是白银装备。徐凯，原来我是井底之蛙，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一些麻烦。杨安看向白思瑶，此役将瑶光圣地的人马屠戮殆尽，必然会迎来他们的报复。杨安他们目标小，倒是不担心，但是明月清心他们工作室人数众多，一旦被针对会很艰难。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他们不仁在先，
就别怪我们不义。白思瑶丝毫不惧怕，面对外人的欺负非常护短，性格果断，敢打敢杀，杨安也很是欣赏。接下来，杨安一行人回到南明城，向着腐朽洞窟而去，目标直指骷髅将军。明月清心留在了队伍之中，另外还找来了3名医师玩家，增加队伍的安全感。徐凯也被杨安和罗源绑在队伍，美其名曰带他去见见世面，无奈的他只能暂时抛下自己的团队。现在玩家的等级大部分都处于17、18级，所以乱葬坟地附近区域还是能看到不少队伍在练级。不过白天乱葬坟地并没有怪物，晚上又过于阴森恐怖，骷髅数量众多，一般人都不会待在这里。这也让腐朽洞窟至今都还没有被其他玩家发现。杨安一行人再次来到腐朽洞窟第6层，前5层的骷髅精兵并没有刷新出来，或许是要杀掉 BOSS 之后，那身披金甲、头戴战盔的黄金骷髅将军依旧单膝跪在棺椁之前。看到骷髅将军的属性，新加入的队友都呼吸一滞。300万血，还有这攻击防御，安子，这真的打得过吗？徐凯震惊，别说是黄金 BOSS， 就是白银 BOSS， 他也没有打过。他那10多人的团队也就击杀过黑铁级的 BOSS， 见到青铜级都得绕道走。试一试。杨安笑了笑，示意他安心，与众人分析骷髅将军的技能，安排战术。上吧，胖子。好。罗元手持着大盾，一步步向着骷髅将军走去。随着罗元的靠近，骷髅将军那空洞的双眼突然亮起2道猩红之色，他站了起来，缓缓转过身，手中长矛前指，发出沉闷的声音：“来者何人？速速退去！”胖爷，我是来超度你的。罗元怡然不惧，笑着迎了上去：“胆敢冒犯我主，杀无赦！”第92章黄金 BOSS 首杀。骷髅将军高大的身体一步迈出，手中长矛扫向罗元，竟是直接发动了横扫千钧。-4564。卧槽！这高额的伤害吓了罗元一跳，仓促之下竟然忘记开金刚壁垒减伤。加1872，加2413，加483，加483。白思瑶在罗元伤害冒出的瞬间，便接连丢出活血术和甘露诀，将他的血量拉了上去。他换了一把15级白银武器后，治疗量大增。金刚之怒。等到罗元将骷髅将军的仇恨拉住，众人才开始发动攻击。杨安挥剑，2道剑气呼啸而过，斩在骷髅将军身上。-9953，爆！9953。卧槽！已经不是第一次见识杨安恐怖的输出，徐凯还是惊呼出声。其他人倒是见怪不怪，心里已经认定杨安是个变态，不能用常理解释。阿天不甘示弱，冲到 BOSS 身后，开启火焰刀气，火焰双刀挥舞，烈焰斩、流星斩接连释放。-2400，爆！426、727，爆！426、727。一连串伤害从骷髅将军头上冒出。阿天在装备20级白银长刀后，攻击力提升恐怖，伤害大幅增加，跟你还有很大差距。战斗中的阿天喃喃自语，手中火焰双刀快速攻击着骷髅将军。兔兔，给我打！小天鹅命令着小兔子冲上去，与黄金 BOSS 大战一场。小兔子看着眼前黄金级 BOSS， 非常慌张，但在主人命令下，也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前去，手中大萝卜挥舞，砸在骷髅将军头上。-89。哈哈，我终于能破防！看到小兔子终于能打出伤害，小天鹅兴奋不已。得益于白思瑶换下的那把10级白银法杖，再加上更换了不少装备，他的灵力攻击也提升了不少，总算能够破防了。白思瑶给自己释放天籁之音，不过这次运气不佳 ，buff 作用到了复活术之上，哪怕是用在毒针上面，也比用在复活术上强。奈何他这个天赋技能目前并不能自由选择使用目标。他向骷髅将军甩出一道毒针，然而让他失望至极，毒针的毒伤害对骷髅将军不起作用。徐凯也跃跃欲试，冲过去就是势大力沉的一枪。-1。随后他默默地退了回来，憋屈地坐在地上看众人表演。战斗持续1分钟，骷髅将军再次举起手中长矛，离开这里。他发出低沉的声音，长矛再次横扫而出。在他前方仅有罗元一人，阿天一直都是在他身后。金刚壁垒。-3398。掉落的血量很快便被奶妈拉了回去。活血术的冷却只有3秒，4名医师轮流加血，虽然压力不小，不过在罗元不断走位拉扯，降低 BOSS 普通攻击频率下，足以保持他血量的健康。大家注意，马上要降到 95% 了。杨安提醒众人，按以前经验 ，BOSS 血量每下降 5%， 应该会发动技能。果不其然，就在 BOSS 血量降到 95% 时，他再次出声了：“死亡不过是另一个新生，和我一起下地狱吧。”骷髅将军突然举起手中长矛，向小天鹅投射而来。萌萌！罗元焦急大喊，但是他却无法阻止这一击。杨安心中暗道不好，
没想到 BOSS 这么快就用这个随机选择目标的技能。死亡之矛这个技能一旦击杀目标就会继续释放，而且伤害还会递增，必须保住小天鹅。杨安心中思绪电闪，开启极刑，身体爆发，出现在小天鹅面前。轰！负5682。死亡之矛命中杨安，在罗元金刚壁垒的减伤下，依旧造成了恐怖的伤害，让他血量只剩下1000多。下次控制血量，必须保证 BOSS 释放死亡之矛的时候，有胖子的金刚壁垒减伤存在，不然很危险。随后杨安提示阿天，让他在 BOSS 每次释放死亡之矛前与他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杨安才能帮助他们扛下 BOSS 的攻击，不会导致 BOSS 暴走，无限制使用死亡之矛。你的行为让本将军感到愤怒。战斗进行至5分钟，骷髅将军突然开口，发出愤怒的声音，随后他张口向身前的罗元喷出一道灰黑色雾气。负2504。叮！受到腐蚀之息效果影响，你的防御下降 30%， 医师的压力大增。 BOSS 如今对罗元随便一个普攻就能造成2000多伤害，这还是在拥有双重减伤的作用下，不然压力会更大。而这个减防效果长达1分钟，在这个期间，若是 BOSS 使用技能，罗元的血量怕是很难保持。杨安从宠物空间中召唤出天荒神牛，向他下达指令，用净化。小牛犊子关键时刻倒是不会违背杨安的命令，直接向罗元使用神光净化，驱除他的减防状态。使用完技能的小牛犊无所事事，转而一蹦一跳来到了另外一个无所事事的小天鹅身边，直接抱住他的大腿不放，口中发出哞哞奶音。杨安没有理会这只好色牛，战斗再次回到了正轨，众人持续输出。只要他们不死人， BOSS 的技能死亡召唤就起不了作用。而另外一个主动技能死亡汲取只有 60% 基础伤害，对罗元来说毫无压力， 500% 的血量恢复也不过是回复3万多而已。摸清楚了 BOSS 的技能，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骷髅将军的血量持续下降着。半小时后，骷髅将军的血量终于被清零，他仰天一声长啸，充满不甘。末将无能，无法再继续守护殿下了。至死，骷髅将军身体始终保持战力，犹如擎天之柱，散发着不屈意志。他应该是这座关谷的守护者。杨安再次看向眼前的骷髅将军，多了一丝敬意。叮！恭喜你成为全服第一个击杀黄金 BOSS 的玩家，获得奖励声望1000，经验10万，金币100。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角色名？隐藏。杨安还是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叮！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某某某某阿天、快乐的小青蛙、呆萌的小天鹅、明月清新、折戟沉沙成为全服第一个击杀黄金 BOSS 的队伍，额外奖励声望1000，经验10万，金币1000。叮！全服公告。叮！全服公告。第93章剑帮令，黄金 BOSS 首杀。哈，我们可是出名了，想不到胖爷也有一天能上电视。众人欢呼雀跃间，全服公告让世界一阵哗然。黄金 BOSS 首杀出现了，我还以为首杀应该是魔神的，没想到还有人这么猛。阿天小哥哥，我要跟你生猴子，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猛？我连黑铁 BOSS 都没杀过呀。九黎城野外某个练级点，一名身材魁梧的青年男子，身披黑甲，手持长矛，正在与一只体型巨大的黑熊战斗着。男子大开大合，每一击都势大力沉，伤害高达上万。黑色巨熊的攻击打在他身上，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男子的血条却只掉落了一小截。在男子旁边还有一只毛色黑白交剑、圆头圆脑的宠兽，配合着他一同进攻。黑色巨熊的血量所剩不多，眼看便要坠入死亡深渊。此时系统全服公告响起，传入他的耳朵，首杀竟然被抢了。男子眉头皱起，自己马上就要击杀这头黑熊王，想不到还能被人截胡。虽然首杀的奖励一般，但那是极好的宣传自己声望的方法。站在他这个层次的人，声望可比一些奖励更加重要。魔血沸腾，魔神领域，屠神天矛。男子浑身散发出黑色魔气，手中长矛燃烧着血焰，散发出滔天威慑，向黑熊王刺去。轰！负29463。这一击伤害恐怖无比，竟然将血量所剩不多的黑熊王直接秒杀。去看看爆了什么。地上爆了一堆东西，眼尖的杨安已经发现有2个散发着金色光芒的物品，一定是黄金级的装备。我来。白思瑶一直都是他们队伍中手气最佳人选，基本上摸装备的活都给他干了。他快步走了上去，捡起地上那2个散发金光的装备。骷髅金甲，黄金级。简介：威廉战士锤金甲，不上游人著白袍。等级要求20，职业要求盾卫战士类职业。基础属性：气血值加1300，物理防御加645，
灵力防御加632，根骨加76，耐力加22。附加技能：患难与共，选择一名队友，为其施加共患难 buff， 持续10秒，在 buff 存在时间内为队友承担 50% 伤害。剑影披风，黄金级。简介：灵流无限风沉思，浊酒淋漓剑影摇。等级要求20，职业要求剑士。基础属性：气血值加1000，物理防御加306，灵力防御加331，力量加77，敏捷加25。附加技能：惊鸿剑影释放技能，幻化5道剑影分身对目标发动攻击，每道分身造成 60% 伤害，消耗1000灵力，冷却3分钟。骷髅金甲适合罗元，而这件披风应该没人跟我抢吧。杨安将黄金甲给了罗元，自己满意的收获一件更加稀有的披风。黄金级装备啊，羡慕死我了。徐凯满眼金光，青铜级装备他都视若珍宝，黄金装备想都不敢想。白银装备有3件，20级法袍，20级灵力戒指，一把30级匕首。白银级的法袍，白思瑶、小天鹅、明月清心还有4名医师都能使用。在杨安队伍中，只要出力了，所有装备物品按需分配，如果都可以用，则公平肉点，谁点数大归谁。我们就不要了，你们投点就行。那3名医师明显不敢过来与自家老板一起争夺法袍归属权。你们都是队伍中的一员，都出了力，自然有权分配。来吧。白思瑶大大方方的将3名医师拉了过来，一起参与 roll 点。小天鹅率先出手，数字不断变化，最后停留在98点。98点，应该不会有人比我高吧？小天鹅兴奋地跳了起来，胜券在握。明月清心和3名医师接连投点，数字快速变化，最后定住。4个数字出现在众人面前：85、23、63、99。哇，99点！一个名叫前男友1.5米的医师投出这个数字，尖叫出声：“瑶瑶姐，加油，就剩你了！”白思瑶无奈笑了一下：“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她并不认为自己能超过前男友1.5米的99点，不过还是按下了按钮，数字开始跳动。数字跳动速度由快变慢，56、43、15、99、100，终于停下，数字定格在100点。哇！小天鹅兴奋跳了起来，抱着白思瑶手臂，一脸不可思议。这运气，杨安笑了笑，白思瑶的运气一直都很好，没想到这次还能绝地反击，投出最大的100点。白银级法袍被他收入囊中，另外一个灵力戒指，众人再次 roll 点，终是被运气绝佳的前男友1.5米投了去。白银匕首则交由白思瑶处理，卖了钱之后大家平分。早知道跟着你们这么赚钱，我还开什么工作室？徐凯感慨，他开工作室累死累活，也不过是勉强度日。哈哈，以后胖爷带你飞。罗元哈哈大笑，拍了拍自己胸膛。徐凯白了他一眼：“是你带飞吗？那是安子输出太变态，胖爷我才是队伍核心。”罗元抬起下巴，自信满满：“啊，对对对。”剩下青铜级和黑铁级装备则都按需分配给每一个合适的人。地上还有2本技能书，一块古铜色令牌以及一些金币。技能书一本是蓝色横扫千军，人级，适合枪修，队伍中唯一的枪修就是徐凯，毫无疑问给了他。另外一本技能书同样是蓝色人级品质，死亡缠绕，人级，造成 80% 灵力伤害，并且降低目标 15% 防御，持续1分钟，冷却3分钟。职业要求：灵术师、召唤师。2个技能都是骷髅将军的看家本事，不过死亡缠绕修改成了灵攻系，虽然基础伤害不高，但是那 15% 减防却是非常好用。死亡缠绕自然给了小天鹅，收获一个强力技能，令他非常亢奋。和大家熟络之后，小天鹅也一改以往害羞内敛的性格，显得很是活跃。还有最后一个，杨安伸手将地上那块古铜色令牌捡起。叮！恭喜你获得剑帮令，帮会功能开启，即将进行全服公告，是否隐藏角色名？隐藏。叮！猛虎长鸣，蛟龙腾跃，狼烟四起，热血征程。恭喜玩家某某获得剑帮令，帮会功能已开启，拥有剑帮令的玩家可前往主城申请建立帮会。叮！叮！第94章神秘棺椁，帮会功能终于开启了。有人得到剑帮令，肯定是刚刚首杀黄金 BOSS 的队伍吧？发财了！这第一个剑帮令肯定是能卖出天价。第一个建立帮会拥有莫大好处，那是实力声望的体现。一时间，刚刚首杀黄金 BOSS 上了全服公告没有隐藏角色名的人，突然收到大量好友申请。罗元等人赶紧关闭了好友申请功能。这剑帮令拿去拍卖的话，应该很值钱吧？杨安看着手中古铜色令牌，随意把玩着，少说1000万起步。白思瑶对于市场价值还是比较了解，深知这块剑帮令的价值有多巨大。不过，薛然，这块剑帮令
可以先不要拍卖吗？白思瑶突然开口说道。你是想要用它建立帮会吗？杨安福现一抹担忧，这块剑帮令是烫手山芋，若是超级大帮，第一个建立帮会会有巨大的好处。而白思瑶的工作室如今也不过数千人，并不太适合，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不，白思瑶否认自己要第一个建立帮会的想法。晚些时候，我带你去见个人，等见完之后，你再选择要不要拿去拍卖。杨安沉吟了一会，随后点头，好。瑶瑶姐，我姐她也想买这块剑帮令。一旁的阿天收到来自紫月寒烟的消息，他也将剑帮令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这次不行，这块剑帮另有更需要他的地方。白思瑶轻笑，拒绝了好姐妹的要求。那好吧。阿天无奈点了点头，也明白白思瑶话里的意思。杨安收起这块烫手的剑帮令，看向那个被骷髅将军守护的棺椁，这里面不会有粽子吧？之前在腐朽洞窟杀骷髅这么久，白思瑶和小天鹅的胆子也大了不少，不然早吓跑了。让我看看。罗元大步向前，来到神秘棺椁前。棺椁由一整块巨石雕刻而成，棺盖严丝无缝，看起来更像一块方形柱子。罗元伸手推了推，却毫无反应，应该是没用的道具，场景需要吧？不，肯定有问题。杨安走上前，仔细观察起来，心中思绪快速闪过。之前骷髅将军面向棺椁单膝跪地，表明棺椁的主人地位肯定在骷髅将军之上，而且骷髅将军死之前口中曾呼喊殿下，或许就是这棺椁的主人。那么该如何打开这棺椁？打不开就算了吧。白思瑶拉着小天鹅的手退得远远的。杨安仿佛没有听到白思瑶的话语，围绕着棺椁仔细查看。棺盖根本无法使用人力推动，而整个棺椁除了表面有一个神秘阵图以外，没有任何机关。这个阵图应该是4象阵图，不过看起来只是简化版。杨安之前为了研究原初秘地，也研读了不少道家典籍，对这4象阵图倒是熟悉。集4象之力，或许就能打开这棺椁。什么是4象之力？众人一脸茫然。4象之力指的是东方青龙之力、西方白虎之力、南方朱雀之力和北方玄武之力。不过这里区一个棺椁，绝对不可能需要使用传闻中的4象之力来驱动。那要如何才能打开这棺椁？罗元听得云里雾里。杨安看着这简易版4象阵图，陷入短暂沉思。4方之力或许就在这洞窟之中。他抬起头看向4个方位，不过周围一片空旷，并没有任何物体。混沌之眼。杨安开启混沌之眼看了过去，终于在墙上看到了一个青龙阵纹，这个方向对应的正好是东方。随后他又看向另外3个方向，果不其然，其他3个方向的墙上都有一个圣兽阵纹。杨安走到青龙阵纹所在的那面墙，仔细观察。青龙阵纹之下有一个微微凸起的方形机关，如果不是靠近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快过来！杨安招呼着众人，这个便是青龙方位的机关，对应的就是棺椁上的青龙方位。其他3个方位肯定也有，只要按下机关，应该就能开启棺椁。当即，他安排罗元、徐凯和阿天前往另外3个方向找到机关。他们3人很快就发现了机关所在。按！杨安说完，伸手按下青龙阵图之下机关。咔咔咔！一阵机关转动声音传来，随着杨安按下石块，上方的青龙阵图突然将其青色光芒，随后化作一束光，照向棺椁之上的4象阵图。阵图所在东方，亮起青龙虚影。随后西方白虎之力、南方朱雀之力所在方位，接连将其圣兽虚影。唯独缺少了北方玄武之力，罗元迟迟没有按下机关。胖子，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呀，怎么按都按不下去。罗元一脸无辜，吃奶的劲都用上了，都无法按动分毫。略作思索，杨安将除了武器以外，其他附带力量的装备都交给罗元，让他穿上再试试。在穿戴了附加高额力量的装备后，罗元果然将那机关按了下去。这个机关应是要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按得下去。杨安解释道：“哈，原来死胖子你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徐凯哈哈大笑。罗元，随着罗元按下机关，最后一道代表玄武之力的光束照射在4象阵图之上，终于集齐4象之力，4圣兽虚影漂浮，发出阵阵龙吟呼啸之音。随后4道虚影环绕着阵图不断旋转起来，最后融合在了一起。咔咔咔，棺椁被缓缓打开。啪嗒，一只白皙小手从棺椁中伸了出来，抓在棺椁边缘，随后一颗头颅缓缓伸了出来，披头散发。这一幕诡异至极，令众女汗毛竖起，浑身发麻，躲在远方。杨安轻双剑入手，安静地等待着。你们是谁？我又是谁？一道稚嫩的声音传来。一只小手拨开散乱的头发，露出精致可爱的面容。那是一个极其可爱的小女孩。呼！众女长舒一口气，
方才那一幕冲击力实在太大了。不过大家并没有放下防备，一个从棺材中爬出来的小女孩绝对不简单。杨安发动混沌之眼，看向小女孩。第95章，紫熙公主。紫熙公主，特殊等级5，天元族最小公主，因遭遇死亡生物攻击，在众将士拼命守护之下，依旧受到死亡之力侵蚀。将军使用秘法，献祭所有剩余将士生命，护住其命源，并以4项之力将其封印在棺椁之中，等待后世之人救援。命源剩余9分41秒，命源耗尽后，紫熙公主将永久失去生命。杨安看着小女孩的信息，眉头微皱。这个小女孩的生命只剩下这最后9分钟了吗？随后将她的信息分享到队伍中，众人神色变得复杂起来。她只剩下不到10分钟的生命了吗？白思瑶看完介绍，眼里闪过一丝心疼，眼前的小女孩竟然马上就要死去了。按信息提示，应该是这样。杨安肯定回答道。众人无不陷入沉默，一定有破解之法。杨安开口，他觉得游戏不会设计出毫无用处的人物，在众人眼前上演走向死亡的过程。话虽如此，但是众人却毫无办法。白思瑶满是复杂之色，看着小女孩，不由想起自己幼时的经历，也曾经是那么无助。强烈的共鸣和内心的柔软使他放下心中防备，向小女孩走了过去。你不记得自己是谁了吗？他鼓起勇气，伸手摸了摸小女孩的头，温度有些发凉。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小女孩眼中茫然，突然间她痛苦抱头，似乎受到什么刺激。白思瑶看着小女孩痛苦的样子，心疼地说道：想不起来我们就不想了。过了一会，小女孩总算缓了过来，她脸色看起有些苍白，也许是因为生命逐渐在流逝。姐姐，我好冷。看着眼前的女孩，白思瑶感觉很难过，很难过。她将小女孩揽入怀中，轻轻抚摸她的背。姐姐抱着你就不冷了。感受到怀中小女孩那冰凉的温度和轻微颤抖的身体，白思瑶越抱越紧，同时也分散着她的注意力。我叫你西西好不好？西西。小女孩在白思瑶怀里低声呢喃，我很喜欢。姐姐，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小女孩突然抬头看向白思瑶。小女孩的这句话让在场的人一阵揪心，却又无能为力。不会的。白思瑶紧紧抱着小女孩，抬头用求助的眼光看向杨安。杨安内心复杂，想不出有何解决办法。他看向小女孩，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师尊，对，去找师尊。杨安突然想起那个绝世剑仙师尊，当即拿出纯阳玉佩。我去找人问问。丢下一句话后，杨安立即使用纯阳玉佩。白光一闪，杨安身影出现在神剑峰。师姐。在他面前正站着一名青衣女子，嘴巴鼓鼓的，似乎在吃什么东西。她手里拿着一柄断剑，断口处凹凸不平。看见杨安出现，洛仙儿一愣，小手一挥，断剑消失不见，随后一口把嘴里的食物吞了下去，差点被噎到。师弟，可嗨嗨！他拍了拍胸口，过了好一会才缓过来。师弟，你回来有什么事吗？师姐，你听我说。杨安当即把腐朽洞窟的事情快速告知洛仙儿。师姐，有办法吗？这个简单，如果有人愿意与他签订生命共享契约，那他就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下去。洛仙儿听完不慌不忙，缓缓出口道：要怎么签订契约？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杨安脸上浮现焦急之色。洛仙儿看着杨安这副模样，露出浅笑，随后将签订契约之法告诉了杨安。闻言，杨安一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杨安当即打开好友功能，给白思瑶发去一条信息：师弟，你上次没有被那些老家伙收拾？见杨安忙完，洛仙儿开口问道：啊，没有呀。杨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洛仙儿的意思。谁要收拾我？为什么收拾我？洛仙儿，师姐，我还有事，先回去了，有空再来看你。杨安丢下一句，直接捏碎传送卷轴回了南明城。洛仙儿看着离去的杨安，陷入沉思，那把断剑再次出现在手中。腐朽洞窟第6层。就在白思瑶焦急如焚之际，收到了杨安发来的信息，他双眼发出亮光，不过对于这个方法感觉有些难以置信。真的可以吗？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这也是最后的办法。西西，你愿意跟着姐姐吗？姐姐带你出去。白思瑶抱着小女孩，心疼地问道：可以吗？小女孩脸色苍白，柔弱地看着白思瑶。白思瑶点头，跟着姐姐，你就会好起来的。好。小女孩将头埋进白思瑶的怀中，紧紧抱着她。白思瑶打开宠物功能，向小女孩发起宠物收服技能。叮！因目标特殊，请确认是否与目标签订生命共享契约。契约签订后将与目标共享生命，且会占用一个宠物空间。确认。白思瑶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了确认。嗡！一道金色光芒从他们头顶亮起，一个神秘符文浮现，
照耀着二人。二人似乎因为这神秘符文建立起了某种联系。叮，契约签订成功，恭喜你获得特殊宠物紫溪公主。白思瑶看向怀中的小女孩，在契约的作用下，她脸色变得红润，正沉沉睡去。终于救活了她，不会再有命源耗尽的问题。轻轻抚摸着小女孩，白思瑶如释重负，将她收回至宠物空间中。搞定了，大家回去吧。此间事了，众人传送回南明城。杨安已经在南明城传送点等候多时了。成功了吗？看着从传送点出现的众人，杨安向白思瑶问道。成功了。白思瑶双眼弯成血牙，脸上抑制不住的喜悦，从来没有一刻比现在更开心。杨安也微笑点头。那就好，现在能看到属性吗？他也很想看看这个特殊的人形宠物会是什么样。白思瑶打开宠物功能，将紫溪公主的信息分享到队伍频道中。紫溪公主，特殊，等级0，气血值5，与主人共享生命值，灵力攻击1000，物理防御300，灵力防御300。技能5。注：已签订生命共享契约，紫溪公主与主人共享生命值，所受到任何伤害由主人承担。若主人死亡，紫溪公主等级将会双倍掉落。好高的灵力攻击，0级就有1000点。这是一个灵攻系宠物，众人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也想要一个宠物。小天鹅非常想要一只宠物，显然已经不满足只有一只召唤兽兔子。小兔子，叽叽，应该和我那头牛一样，要升到10级才会有技能。白思瑶如今对紫溪公主甚是喜爱，就像是自己女儿一般。天色已晚，众人决定下线休息。就在杨安也决定下线时，突然传来白思瑶的声音：血染，和我去见一个人。第96章镇南王白虹。杨安明白过来，应该是为了见邦令而来，不由好奇起来，白思瑶所说的会是何人？在白思瑶带领下，二人来到醉江月酒楼2楼一个豪华包间门口。咚咚咚，白思瑶敲了敲门：进来吧。一道略显苍老却又中正平和，透露着一丝威严的声音从门口传了出来。杨安感觉这道声音有些熟悉，但是又不太确定是否心中所想的那个人。白思瑶推开门，带着杨安走了进去。包间内正坐着一名身材高大、年约60的老者，虽已过花甲之龄，却身躯笔挺，眼神深邃如星海，那不苟言笑的脸上透露着一股威严。看着眼前这名老者，杨安心中震惊无比，果然是他。此人正是华夏国南部战区最高统帅，龙神军第1总指挥，号称镇南王的白虹。此时的白虹也一直盯着杨安，心中不知在想着什么。爷爷，白思瑶轻呼一声，将愣神的白虹和杨安都拉回了现实。他欢快地小跑过去，亲昵地抱着白虹的手臂。白虹那威严的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眼中满是宠溺，伸手拍了拍白思瑶手背道：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冒冒失失，还不介绍一下？爷爷，这位是我朋友，叫血染。白思瑶向老者介绍道。老者闻言双眼一亮，似乎心中的猜想得到了确定，意味深长地看着杨安。血染小兄弟处事不惊，实力强大，不愧是英雄出少年，你可以称呼我为白老。杨安恭敬道。白老谬赞了，小子不过是有些运气而已，不必自谦，在这个阶段就能击杀黄金 BOSS， 有这种实力的人屈指可数。白虹丝毫不吝啬对杨安的夸奖。瑶瑶，你先出去，我和血染小兄弟私下聊聊。白思瑶心中有些疑惑，为何爷爷会支开自己，好奇地看向白虹，在后者投来安心的眼神后，才放心离去。待白思瑶走出房门，白虹恢复到以往严肃模样，没想到瑶瑶所说的朋友会是你。杨安向眼前老人行了一个军礼，随后笑着说道：白老，多年不见，您老依旧精神矍铄，老当益壮。白虹看向杨安的眼神中充满复杂之色，你怪我吗？若不是您将我送去龙域，可能我这一辈子都只是一个普通人，就不会有机会见识这广阔天空。杨安很是恭敬，白虹对他有知遇之恩，毕业后在偶然的机会下被白虹发现，送往龙域接受地狱级特训。虽然过程中遭遇了一些曲折，但是如果没有那些经历，也不会有现在的杨安。白虹长长叹了一口气，看向杨安的脚时有些自责。当时南部诸国陈兵国界，我脱不开身，这不怪您，远离打打杀杀，回归平静生活也很好。杨安并没有告知白虹自己已经恢复，毕竟这太过匪夷所思。他心中对于绞伤之事虽然有怨，那也是针对各大世家，当时自己已成废人，再多憋屈也只能往肚子里咽。而现在一切都不晚，他会一点一点讨回公道，让各大世家付出代价。杨安不知道的是，在他黯然离开后，白虹归来，一怒之下大闹京都，与第一首长联手，才让那几个世家略微服软，推出来一些明面上的罪魁祸首。奈何他们也没有得到更多实质性证据，无法做到更多。也好。白虹沉默了一会，随后拍了拍杨安的肩膀。
没想到您老也会进入这个游戏。杨安主动跳出这个略显沉重的话题，笑着说道：“是啊，我都这把老骨头了，还要和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较高低。”白红也露出笑容，转而严肃说道：“不过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简单，不要真的把它只当一个游戏玩。”杨安点头，如此看来，国家和军方也是看出这游戏的不凡之处了。自从觉醒混沌剑体后，他就没有再把命劫当成普通游戏对待。这个世界充满神秘，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很多部队都已经入驻命劫，这不算什么机密，世界各国皆是如此，告诉你也无妨。白红直言不讳，就这么告诉杨安。杨安会意，从背包中拿出那块帮会令牌，直接递到白红面前。所以您才会第一时间通过思瑶找到我吧？没错，这块令牌对于龙神军极其重要，有了它，可以更加轻松地调遣部队，发号施令。白红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的古铜色令牌，就这么直接给我，不谈谈报酬吗？为国家做贡献是我们华夏子民应尽的义务。杨安觉得国家有需要，那就应该无条件奉献给国家，至于队友的那一份，只能之后再用其他方式补偿了。哈哈，你有这想法就够了。听瑶瑶说，这个剑帮令是属于你们队伍的，怎么能让你们如此吃亏？既然这样，那我就不给您省钱了，我们的队员每人给50万就行，也就是第一块剑帮令，过段时间就不知多少了。杨安见白红不愿白拿这块剑帮令，他便报出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好，明天瑶瑶会把钱给你们。白红接过剑帮令，看着杨安郑重道：“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直接找我。”杨安点了点头，心中有些暖意。那我就先走了。与白红告别，杨安走出包间房门。门外一直在这边等候的白思瑶见杨安出来，便迎了上去。血染，谈好了？怎么样？我爷爷他没有为难你吧？他平常都比较严肃，但是对人还是挺好的。没有，就是他说没钱买剑帮令，打算卖孙女换钱。杨安满脸笑意。白思瑶翻了个白眼，不过也看得出来，他们应该相谈甚欢，不然杨安不会表现得这么轻松自在。我先下了，明天再见。杨安不再打趣他，时间也不早了，选择下线休息。好，明天见。第二天，众人会合。白思瑶给每人账户打了100万华夏币，让众人兴奋不已。我现在也是个小富婆了。就属小天鹅最兴奋，他与罗源二人短短几天时间，已经拥有超过400万华夏币资产。怎么这么多？杨安好奇向白思瑶发去私聊，就当是我为我爷爷出一份力吧，总不能让你们太吃亏。杨安心中不由感慨，果然是小富婆。第97章，遭遇暗杀。我先回东荒城了，我姐那边有任务需要回去帮忙。阿天有些无奈，在他看来，杨安几人可比他姐姐有趣多了。我会回来找你的。临走还不忘看向杨安，神色认真地说道：“去吧。”杨安微笑点了点头。对于阿天这种年少轻狂不服输的性格，他倒是挺喜欢的。南明城野外一处深山老林中，杨安此时正一个人打怪练级。白思瑶如今已到20级，正好可以去做接了许久的任务人鱼的悲歌。小天鹅也在南明城接了个任务，由罗源陪同，徐凯则趁此机会回去处理工作室的事情。已经很久没有独自练级的杨安，直接跑到了30级的野怪区暗夜之森，一边练级一边继续练习御剑术。周围是一片森林，植被茂密，地上随处可见黑色巨石，环境非常阴森黑暗。这里有一种岩石类怪物，黑石怪。简介：咕噜咕噜，等级30，气血值10万，攻击2680，物理防御1300，灵力650，速度25。被动：受到物理伤害降低10%。这种怪物防御超高，比起20级黄金 BOSS 骷髅将军都不遑多让。不过杨安拥有攻伐之术附加的高额破防，伤害倒是不低。他主要看重黑石怪可怜的移动速度，对他无法产生任何威胁。2道灵力剑气斩在黑石怪身上，随后御剑术开启，轻双剑笔直刺向他的头颅。负9878爆，4295 8358爆。受到攻击的黑石怪缓慢地迈着双腿向杨安走来，嘴中竟然还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奈何速度实在太慢，杨安一边后退保持距离，一边操控飞剑使劲戳黑石怪的头颅。不到10秒钟，黑石怪便被杨安戳成一堆碎石。叮！恭喜你，剑气连斩技能熟练度提升至中级，终于升级了。杨安不由感慨技能升级的难度，过去这么长时间才将剑气连斩提升到中级。剑气连斩，人级。向前方扇形区域释放2道剑气斩击，每道剑气对区域内所有目标造成140%伤害。熟练度中级，消耗60点灵力值，冷却时间5秒，伤害仅提升了10%，聊胜于无吧。杨安虽然有些失望，但好过没有。
就在杨安打算继续杀黑石怪时，突然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直刺背心。千钧一发之际，杨安手腕翻转，青霜剑快速从身后上撩。叮！清脆的声音响起，青霜剑精准地劈在匕首之上，将这灵力一击化解。他迅速转身，看见一名黑衣蒙面人正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杨安没有废话，既然对方来刺杀自己，那也没有必要留手，长剑刺出，直取对方咽喉。黑衣人反应迅速，面对杨安凌厉的一剑，快速后退，身体突然透明，消失在视线中。职业杀手吗？杨安没有开启混沌之眼，而是凝神仔细感应着周围，突然向身后刺出一剑。叮！青霜剑被匕首抵住。你竟然能发现我！沙哑的声音中充满惊讶。隐身被破，黑衣人短时间内无法再使用隐身技能。杨安直接欺身而上，青霜剑带着凌厉威势再次刺出。黑衣人身体一扭，以诡异的方式躲了过去，同时手中寒光乍现，刺向杨安腹部。他出手极其刁钻，令人防不胜防。但是杨安更快，身体后退一步，让他这一击直接落空，手中长剑顺劈落。叮！再次被黑衣人匕首格挡住。杨安丝毫没有气馁，再次出剑，出手速度越来越快。在杨安凌厉的攻势下，黑衣人只能被动防守，疲于应对，一步步在后退。嗡！剧烈剑鸣声响起，杨安再次一剑斩落。黑衣人仓皇之间举起匕首格挡。不好，中计了！黑衣人心中一惊，念头刚起，便见那把蓝色长剑诡异的改变攻击方式，避开他的匕首，一剑刺入他的咽喉。负4498暴击，谢条瞬间见底，没有开启御剑术，普通攻击伤害差太多了，只差一点便能将其击杀。黑衣人迅速向后方退去，与杨安拉开距离。杨安并没有追赶，手持长剑，淡淡的看着他。你很强。沙哑的声音从黑衣人口中传出。谁派你来的？杨安冷声道。暗中发动混沌之眼，却看不到方的信息，想来应该是有防止窥探类的道具护身。嘿嘿，死人没有必要知道。黑衣人从背包中拿出数颗丹药，一口吞入腹中，血量迅速恢复，不一会便恢复健康。杨安不打算再与对方废话，直接爆发速度冲了过去。青霜剑再起，依旧是从上方斩落。同样的伎俩不可能再次奏效。黑衣人双眼露出讥笑之色，对于他这种层次的人来说，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败在同一招。他佯装格挡，果然被他猜中。杨安手中青霜剑再次诡异变换攻击方式，以诡异的角度向他刺了过来。黑衣人嘴角上扬，匕首刺出，精准击中青霜剑靠近剑柄位置。叮！青霜剑直接脱手，从空中坠落。好机会！黑衣人虽然疑惑这一击竟然能轻易将对方武器击落，但是机会稍纵即逝，他并不想放弃。手中匕首爆发森冷寒芒，直接刺向杨安身体。噗！负9895爆！一道恐怖伤害，但并不是来自杨安，而是从黑衣人头上冒出。杨安脱手从空中掉落的青霜剑，在御剑术控制之下，直接命中毫无防备的黑衣人。怎么可能？黑衣人至死都无法理解，那掉落的剑竟然会自己发动攻击。他眼中露出深深的忌惮，身体轰然倒地，化作白光回城复活。杨安陷入沉思，除了许三元，自己最近得罪过的也就只有瑶光圣地。不管是谁，尽管来吧。杨安丝毫不惧，手握长剑的他拥有绝对的自信，继续向暗夜之森一路前行，击杀着沿途遇到的黑石怪。南明城醉江月贵宾房，一名风神俊逸的青年男子正独饮浊酒，他正是高居等级排行榜前列的瑶光圣子。吱呀！房门缓缓被推开，走进来一名中年男子，行了一礼后道：“少爷，黑风失败了。”闻言，瑶光圣子眉头一皱，其他人呢？除了秦家那个少年和医师外，其他人行踪都在掌握之中。中年男子回答，紧接着继续说道：“他们手底下还有近500人，也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区区500人，让狂刀他们去办，他知道该怎么做。”瑶光圣子冰冷的话语不带一丝感情。是。第98章，城门围堵，风雨欲来，暗潮汹涌。此时的杨安已经来到暗夜之森深处，正在与一只30级白银 BOSS 黑石巨人激斗着。黑石巨人与普通黑石怪一样，都是高防低速。面对超高防御的黑石巨人，杨安的伤害大大降低，不过速度却有绝对的优势，再加上青霜剑气的减速效果，黑石巨人根本无法攻击到杨安。唯一可惜的是，青霜剑气的冰冻效果对 BOSS 的冰冻时间极短，显得有些鸡肋。由于一直开启御剑术，杨安的灵力值消耗非常快，战斗持续了近半个小时，终于在杨安的蓝药快吃完前将黑石巨人击杀。黑石巨人非常慷慨地报了3件白银装备和2件青铜装备。
3件白银装备都是30级的，杨安目前也用不上，索性直接献祭给青霜剑。青霜剑解除第一个封印的条件，便是要献祭10件白银装备。眼下的目标就先给你解除封印吧。杨安已经不满足于这把10级的白银武器了。就在杨安拾取战利品之际，突然传来系统公告：叮！全服公告，烽烟四起乱乾坤，热血沸腾战天下。恭喜玩家白红建立帮会龙神军，成为全服第一个建立的帮会，特奖励帮会等级+1，7天内帮会所有玩家杀怪经验挣20%。叮！全服公告，叮！全服公告，叮！帮会排行榜功能开启，玩家可自行查看。公告一出，瞬间全服沸腾，全服第一个帮会成立了。这也太突然了！龙神军是哪个势力的？白红是什么人？怎么从来没听过？20%经验加成，我要去申请入帮。各大势力的帮主也都坐不住了，去，给我查查这个龙神军是什么来头？建帮令怎么获得？我们也杀了好几个白银 BOSS 了，都没出过建帮令。龙神军的成立掀起了一波刷 BOSS 的热潮，但是令他们失望了，只有黄金 BOSS 才有概率出建帮令，而目前能击杀黄金 BOSS 的帮会并不会太多。很快人们发现，龙神军虽然成立，却不招收任何散人玩家，也不做任何招人宣传。白老竟然拖了这么久才成立帮会，看来成立帮会也是有其他条件的。杨安将黑石巨人豹的所有物品收入包裹，听到系统提示露出笑意。就在他打算继续深入暗夜之森时，突然收到一条来自罗源的信息：安子，我和萌萌被人杀了。杨安眉头紧皱，问道：瑶光圣地的人吗？是他们。徐凯和明月清心手下的队伍也遭遇他们的围杀，全都损失了1级。等我回去。杨安心中怒火燃烧，直接捏碎回城卷轴，回到了南明城。南明城传送阵，杨安的身影出现，快步走向在此等候的徐凯、罗源、小天鹅和明月清心4人。安子见杨安这个主心骨回来了，罗源和徐凯纷纷喊道：说下现在的情况。他直奔主题，要了解当前局势。我们的人全都被杀了回来，而且瑶光圣地在南明城各个出口都安插了人手，只要我们一出城，便会受到他们的截杀。明月清心快速将当前形势说了一遍，随后又道：血染小姐在特殊任务副本中无法与外界联系，短时间内可能都无法出来，让她安心完成任务，这里交给我。明月清心不由多看了眼杨安，此时的他在明月清心眼中身影变得格外高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自然是要会他们。杨安目光凌厉，透露出一股肃杀的气息，仿佛有杀气在弥漫。身上的丹药都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杨安先是去药铺补充了一些丹药，随后带领着众人来到南明城东门。城门口门内外分别是2帮人马正在对峙着，远处站满了围观的群众。门外上千名瑶光圣地的玩家虎视眈眈，戏谑地看着城中不敢出去的数百人，不断的叫嚣嘲讽。明月清心手下的玩家都集结在城门内，不敢出城。你们这些人渣，就会仗着人多欺负我们吗？那名杨安见过的医师前男友1.5米，愤怒地向瑶光圣地玩家呵斥着，然而却惹得瑶光圣地玩家们哈哈大笑。瑶光圣地的这支队伍领头的是一名身材高大、面相凶恶的刀客，名叫狂刀，在他身侧还有3名玩家并排站立，显然与狂刀地位相当。此刻狂刀狂笑一声，脸上满是讥讽，有能耐就出来，别说这些没用的屁话。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们也别想活着走出南明城一步。见城内众人鸦雀无声，狂刀更加猖狂起来。这就是触怒我们瑶光圣地的代价。别说不给你们机会，现在只要你们退出这个团队，以后不再为那几人办事，我可以放过你们。你做梦，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城内的人内心都很是憋屈，却只有寥寥数人敢站出来发声。这个刚刚组建没有多久的队伍，人心并没有那么齐。有些人已经忍受不住，低声说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瑶光圣地作对？是啊，他们可是拥有30万人的超级帮会，这么下去，以后我们怎么玩？我不想以后一出门就被杀，玩个游戏时时刻刻都要心惊胆战。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只是想好好玩游戏。当即有人开始退出团队，有了第1个，就有第2个，越来越多人退团。前男友1.5米有些气愤，却又无话可说，这比被瑶光圣地针对还要令人难过。让他们走。明月清心看着那些退团的人，眸色渐冷，留不住的人不必强留。清姐，剩下的人纷纷喊道。明月清心这个主心骨到来，才让众人安心一些。他们确实很强大，让人生畏。对比起来，我们就像蚂蚁，有勇气的敢对强权说不的跟我留下，不想留下的我也不会责怪你们。现在还有人退团吗？明月清心看着众人，一字一句认真说道：清姐，我们会一直跟着你。对，管他们是什么帮会的，游戏中谁怕谁。很多人表态愿意留下来，
一同进退。然而也有很多人犹豫起来。对不起，青姐，人性终究是自私的，很多人看不到希望，并不想让自己的未来陷入黑暗之中。退团的人占据了大多数，只剩下200多人还坚定地留了下来。看着留下来的人，明月清心心中感到暖意，脸上浮现笑容。谢谢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给你们每人涨工资，以后就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退。留下来的人顿时兴奋起来。接下来交给我吧。第99章斩狂刀。杨安见明月清心这边已经处理好，便走了出来。明月清心点了点头，让众人给杨安让出一条路。杨安反手持剑，一步一步走向城外，步伐坚定，从容淡定。他是谁？怎么敢一个人就这么走出去？围观的人好奇起来。狂刀此时还在得意，自己3言2语便让对方人心涣散。见杨安从门内走了出来，脸上横肉一跳，露出凶狠笑容。狂刀老大，就是他杀了我们的人。提醒他的正是之前被杨安所杀的贫僧法号乱来，敢挑衅我们瑶光圣地，都得死！狂刀盯着杨安，在他眼中，对方已经是个将死之人。杨安走出了城门，一步跨入非安全区，他眼神冷冽，盯着对面上千名瑶光圣地的玩家。不得不说，你还有点胆色。狂刀扛着大刀走了出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今日你们杀我兄弟朋友，必须付出代价。杨安冷声道。瑶光圣的针对他没什么，但是杀他朋友兄弟，他忍不了。狂刀闻言狂笑了起来，随后看着杨安一字一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听清。杨安眼神冰冷，没有再废话，身体突然爆发，直接冲了过去。狂刀见杨安冲来，露出狠辣之色，长刀拖地，竟也向着杨安冲来。寒光、霸雪，你们说这小子能在狂刀手下坚持多久？之前与狂刀并排站立的3人中，一名面容姣好、身姿妖娆的女性灵术师向另外2人说道：最多10秒。寒光双手抱胸，冷酷道：呵呵，我看最多2刀。看上去足有2米高，身躯庞大魁梧的霸雪，说话声音瓮声瓮气。你们太小看这小子了。沙哑的声音从后方传来，突然一道黑影凭空出现在3人身后，正是此前刺杀杨安的那名刺客。黑风，你不是去执行任务了吗？3人对于黑风的突然出现，眼神深处隐藏着深深的忌惮。秋一，不该问的别问。显然黑风并不想谈论此前任务的经历，因为这是他进入游戏以来的第1次失败。风哥说的哪里话，人家只是担心你的安危罢了。秋一白皙的手指轻抚发端，脸上露出妩媚的笑容，笑盈盈地看着黑风，美色在前。然而黑风却不为所动，眼神依旧冰冷。这个人很不简单，好好看着吧。他并没有去阻止狂刀与杨安之间的战斗，而是想看杨安更多的实力。黑风此言令得3人心中对杨安好奇了起来，纷纷看向战场之上。狂刀龙行虎步，每一步落下都充满力量感，手中战刀裹挟着恐怖的威势，冒着火光横斩而来。面对狂刀势在必得的一刀，杨安手中青双剑迅速出击，剑尖精准点在长刀力量薄弱处，轻松化解了狂刀的攻击。青双剑在他手中灵动无比，一击过后毫不停留，借着力量直接抹向狂刀的咽喉。这一剑速度极快，狂刀拼命向后一仰头，终是险险躲了过去，令他不禁冒出冷汗。战场上这一幕让围观的玩家们震惊不已。这个人是谁？竟然能够和狂刀交手，不落下风。狂刀可是瑶光圣地10大神将之一，实力操作在以往的游戏中就已经得到所有人认可。这哪里是不落下风，分明是占尽上风啊！有人开启视频录制功能，拍下这难得一见的高手过招，更有甚者直接开启直播，当起了解说。直播间人数疯狂飙升，瞬间便占据了直播板块头部位置。兄弟们，现在给大家直播的是瑶光圣地10大神将之一的狂刀与一名名不经传的散人玩家之间的战斗。大家可不要小看这名散人玩家，你们看，狂刀竟然被他打得节节败退，只能拼命防守。这一剑刁钻至极，狂刀可能要撑不住了。卧槽，他竟然一个普攻打掉了狂刀4300血量，太恐怖了！兄弟们，没出暴击4300啊！狂刀的血量只剩下30%左右，目测大概6000多血。如果出暴击，很可能就是一击必杀。他到底是谁？场上的杨安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直播了出去，他眼中只有狂刀。刚才一剑将狂刀打掉大半血量，虽然开了御剑术，但是很可惜没有触发暴击。此刻2人相对而立，杨安手中长剑斜指地面，冷冷地看着狂刀。狂刀眼中闪过忌惮之色，随后眼神逐渐变得愤怒。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不过依旧不会是我的对手。有什么后手，尽管用吧，一会就没机会了。杨安冷笑道。狂妄！狂刀暴怒，他不允许有人比他还要张狂。他突然暴喝一声，身体发生变化，全身肌肉隆起，长出灰色长毛，头颅竟然在顷刻间变成一颗榔头。
竟然还有变身技能。杨安开启混沌之眼，看了过去。狂化，天赋技能，拥有妖族血统的人类可以使用狂化技能。狂化后，伤害提升 20%， 速度提升 20%， 防御力提升 10%， 持续5分钟，冷却1小时。狂化结束后，进入虚弱状态，全属性下降 80%， 持续30分钟。又是一个天赋技能。狂化后的狼人狂刀再次冲了过来，长刀冒着火焰刀气，对着杨安发动刀客通用技能烈焰斩。面对这一刀，杨安不躲不避，在混沌之眼下，狂刀的属性他看得一清二楚。他想试一试这一刀的威力。轰！一刀落下，负2770，爆554，灼烧554，554。这一击竟然造成了4400多点伤害，好高的血防！看着那仅仅掉落一半的血条，狂刀终于不敢再狂妄，脸上露出震惊之色。轮到我了。试过伤害后，杨安不打算再留手，2道剑气甩出，逼迫狂刀闪躲走位，同时身体向前滑去，趁其反应不及，刺出诡异一剑。这一剑比以往都要快，快到狂刀根本反应不过来，便被刺中。负9227，爆加923，吸，秒杀！怎么可能？这么高的伤害！狂刀满脸震惊，倒在地上。围观之人无不震惊杨安的恐怖实力，太恐怖了吧！他竟然打赢了狂刀！这个人看起来有点眼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我想起来了，曾经在论坛看过他的视频。他叫血染，当时还在新手村的时候，有人发视频说他开挂，后来还惊动官方出来辟谣。没想到人家实力是真的强，那可是10大神将之一的狂刀啊！快，复活狂刀老大！瑶光圣地的医师当即丢了个复活术，将狂刀拉了起来。狂刀复活，脸上尽是疯狂之色，他恶狠狠地看着杨安：“你一个人再厉害又有什么用？能打得过我们30万大军吗？”哈哈哈！你还有他们，一个也别想出城，站着不动，让自己杀也杀不完。自己要提升实力，罗元、徐凯他们也要练级做任务。杨安不再去想其他，眼神逐渐变得坚定，凌厉的目光直视狂刀，浑身散发破人的气势。废话少说，今日便先拿你开刀！狂刀闻言癫狂大笑，哈哈哈！狂妄！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制定规则，而弱者只能被命运左右。你们便是那可怜的弱者，剑下亡魂，妄称强者！杨安嘴角翘起，露出讥讽之色，长剑一挥，2道剑气激射而出，斩向狂刀。你！狂刀怒火中烧，面对袭来的剑气，一个鲤鱼打挺躲了过去。他因为死亡，如今处于虚弱状态中，根本不是杨安的对手，但是躲避这种弹道类技能还是很轻松。这也是为什么杨安在与高手战斗时很少使用这个技能的原因。杨安欲要再次出手，却见狂刀身后4道身影连袂而来，站在他的身侧，正是秋衣、霸雪、韩燕还有黑风。是你！杨安看着那名黑衣人，眸色愈发冷冽。嘿嘿嘿，今天你必死！黑风浑身散发着杀意，直接开启隐身，消失不见。动手吧，别浪费时间了。韩燕长剑入手，身体迅捷如风，直奔杨安。呵呵呵，很久没有人动手了。霸雪手中出现一面土黄色巨盾，巨盾重重砸落在地，发出一声巨响，一道土黄色波纹瞬间扩散。这是一个为身边队友降低 15% 减伤的技能，与罗元金刚壁垒类似。妖娆女子秋衣站在霸雪身后，开始发动技能。只见她法杖一挥，数道寒冰箭矢激射而出，若被那一道道寒冰箭矢击中，定然会造成高额减速，甚至被冰冻。城门内的众人内心无比紧张，徐凯与罗元当场忍不住就要冲出来帮忙，却被杨安阻止。都别上来，让我会会这些人。罗元闻言只得作罢，紧张地看着场上的形势。面对4人联手，杨安压力大增。混沌之眼看到他们属性与狂刀相差无几，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秋衣。战斗一触即发，他不敢大意，身体快速移动起来，躲避激射而来的寒冰箭矢。嗡！一道剑鸣声响起，韩燕手持长剑直刺而来，青霜剑一扫而出，将韩燕凌厉的一剑破解。2人身体交错而过，杨安反手甩出2道剑气，直奔身后的韩燕，看都没看一眼，速度竟再快1分，直奔那被保护着的秋衣。秋衣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闪烁着蓝光的法杖挥动，一股冰寒气流凭空出现，吹向杨安。在这股气流之下，杨安速度受到极大削减，这更加让他坚定要优先击杀秋衣的决心，继续放任这个浑身都是控制的女人留在战场，对自己只会越来越不利。来不及去思考太多，杨安反手一剑将再次逼近的韩燕击退。韩燕身手不在狂刀之下，甚至更加狠辣与果决。惊鸿剑影，杨安发动剑影披风附带技能，只见他身前突然幻化出5道手持长剑的黑影，如鬼魅一般向韩燕发起攻击。
一道道剑影以恐怖的速度从韩燕身体一穿而过。负4748，爆2065。第3道剑影的伤害还没打出来，韩燕的血条便被清空。没有了韩燕阻拦，杨安径直向秋衣冲去。虽然被持续减速，不过基础速度高达77的他，依旧很快便冲到了秋衣近前。秋衣没有任何慌张，烈焰红唇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寒冰囚笼。只见以秋衣身体为中心，周围10米范围地上瞬间凝结一层厚厚的冰层，一道道冰柱在杨安脚下冒出，瞬间形成一个寒冰囚笼，将杨安困在里面。随后爆发出一阵寒冰之力，将杨安冻成一个巨大的冰块。叮！你已被冰冻，持续5秒。去死吧！寒光乍现，一道闪烁着森冷寒光的匕首直刺杨安后心，正是从战斗开始便消失的黑风。负2495，爆！一击过后，黑风匕首再次刺出，是要将杨安击杀在地。远处数道寒冰箭矢也激射而来。某千钧一发之际，天荒神牛出现，黄金双脚散发出阵阵神光。寒冰瞬间融化，杨安恢复自由，反手一剑刺向黑风腹部，速度快若闪电。黑风不敢应接，赶忙收回刺出的匕首，抵挡住杨安的轻双剑。嗡！一柄长剑出现，刺向杨安咽喉，竟然是此前被杨安击杀的寒焰，被医师复活后再次杀向杨安。杨安身体诡异一扭，以毫厘之差险险躲过这一剑，随后双腿爆发力量，身体迅速离开原地。嗖嗖嗖！3道寒冰箭矢落空，杨安身影快速跑到15米之外，目光凝重地看着4人。此战没有任何意义了，对方从来都不是4个人在战斗，无论击杀多少次都会被对方的医师复活。没想到瑶光圣地的人这么无耻，那就大开杀戒吧。杨安眸色一冷，看了眼那聚在一起的医师队伍，速度骤然爆发，直接冲向了过去。医师复活术冷却时间是10分钟，自己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将他们全部击杀。杨安这一动，瞬间令瑶光圣地的玩家露出讥讽之色，区区一人就敢向瑶光圣地1000精英玩家对抗。前排盾位站成一排，大盾死死拦住杨安的去路，后方神射手灵术师各系远程技能纷纷释放，近战玩家也一拥而上，是要拿下杨安人头，争夺头等功。一时间密密麻麻的箭矢和各系灵术铺天盖地向杨安袭来。急行！杨安速度暴涨，身体瞬间冲出，主要躲避附带控制效果的冰锥和落雷术，被其他一些难以躲避的技能命中也不用太过担心，大都只能打出100-200伤害。剑气连斩，2道剑气直接斩向前排盾位玩家。负5979 13752，爆！恐怖的伤害从那些盾位玩家头上冒出，瞬间吞没他们的血条，被击中的玩家没有一个还能安然站着。医师快复活！看到如此恐怖的伤害，瑶光圣地的玩家有些慌乱起来。快拦住他！灵术师火力覆盖！秋衣大喊，他们4人速度远远不如杨安，根本无法阻止，只能让灵术师释放范围技能，火力覆盖杨安身前区域，让他无法前进。杨安身前区域爆发阵阵绚丽光芒，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的攻击想要命中杨安很难，但是直接覆盖一个区域却非常简单。幻影游龙，数道幻影浮现，吸引了不少攻击，而杨安的身体却瞬间出现在医师队伍中，犹如虎入羊群。在疾行和幻影游龙双重加速之下，杨安快速在人群中冲杀，手中长剑翻飞，一个又一个瑶光圣地的医师玩家被击杀。见杨安冲入瑶光阵中，罗元他们再也忍不住了。诸位，和我一起杀出去！罗元大喝一声，巨盾冲了出去。徐凯、明月清心、小天鹅紧随其后，带领着剩下的200多人冲向瑶光圣地的1000人队伍，为杨安分担压力。盾位保护医师，医师注意斜燃血量，其他人全力输出。明月清心快速下达指令，人数如此悬殊，却没有一人胆怯，一个个视死如归。第101章剑仙阵势。在医师队伍中肆虐的杨安明显感受到压力下降了不少，这200多人分担了不少火力。不过在巨大的人数差距下，很快便出现伤亡，而且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必须尽快解决这些医师。足足有几十名医师玩家，想要快速击杀还是很有难度。每个医师都有一个复活术，在互相复活之下，相当于拥有双倍数量的医师。要是他的剑气连斩有白思瑶的天赋技能加持，或许可以做到快速屠杀。而如今在释放完剑气连斩后，只能靠普通攻击输出，虽然在超高的移速下能够快速出手，但还是无法与群攻技能相比。一直在医师队伍中冲杀，还要承受灵术师那漫天的范围技能，杨安的血量也在缓慢下降，10%的吸血有些恢复不过来。杀戮之心，杨安开启了很久没有使用的杀戮之心，进入嗜血杀戮状态，伤害正200%，吸血正20%。血色迷雾在身体周围缭绕，杨安双眼变成血红色，疯狂的杀戮欲望在干扰着他的神智。杀！2道剑气斩出，
负14512加4353 33399加10020。前方出现一片真空地带，剑气所过之处，无一人生还。这恐怖的输出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那些正在冲过来的近战玩家们见状，纷纷停下脚步，不敢上前。就连秋一、黑风四人也都呼吸一滞，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圣子也做不到如此地步吧？杨安不知他们心中所想，他的眼里只有杀戮，继续在人群中冲杀起来。御剑术，青霜剑在他控制下笔直飞出，直接穿透一名玩家。负13240加3972 30452爆加9136，再次秒杀一片。经过这段时间不停的练习，杨安对御剑术的掌握已经小有成效。躲在远处的狂刀见到这一幕，愤怒地打开通讯录，让神刀堂所有成员都来南明城东门，立刻马上！他恶狠狠地看着在人群中肆虐的杨安，今日无论如何必杀你！秋一四人脸色凝重，竭尽全力阻拦杨安，然而杨安仅凭借御剑术杀敌，自身快速移动，根本不与四人交战。这一刻，他无比渴望学会御剑飞行这个技能，到时候自己掌握制空权，在空中操控飞剑杀人，岂不是无敌？在杨安恐怖的输出下，仅仅过去3分钟时间，所有医师玩家被屠戮一空，全部回城复活。没有了医师复活加血，杨安在瑶光圣地的队伍中予取予求，疯狂杀戮，杀戮值的增长速度比杀戮之心消耗要快得多。周围围观的玩家和在观看直播的人都已经目瞪口呆，一人战5大神将游刃有余，如今更是直接当着他们的面将医师团全灭。这还是人吗？他的剑能自己攻击，是御剑术吧？难道他就是目前等级排行榜第10的剑仙？你们看，瑶光圣地的支援来了，是神刀堂。想不到剑仙一人就逼出了瑶光圣地的王牌军团之一，这一个堂口就有1万人。据说神刀堂是瑶光圣地中攻坚之力最强的。剑仙危险了！还在战场上的杨安发现，从城内源源不断冲出来一大批玩家，他们个个手持战刀，气势磅礴。列阵！狂刀怒吼一声，上万名刀客瞬间排列整齐，爆发滔天战意。给我杀！他战刀指向战场之上，杀！对方如此阵仗，明月清心鼓舞众人，兄弟们，我们已经赚了，现在能杀一个是一个，大不了就是一死，回头我给你们发奖金。上万名刀客一同开启火焰刀气，步伐整齐冲锋而来。轰！罗元、徐凯等人本就不占优势，在这一波冲杀下，近100人几乎死伤殆尽。萌萌！罗元大喊，给小天鹅套了一个盾，然而却无济于事。在这万名刀客恐怖的冲锋之下，小天鹅难逃一死，唯有罗元还在坚持着，然而也不过是多坚持了一会。胖子！徐凯！杨安此刻愤怒无比，近乎失去理智。随着杀戮值不断增加，杀戮之心对他心智的影响越来越大。哈哈哈！一群蝼蚁！狂刀张狂大笑，看着场上最后一个目标，给我杀！万名神刀堂的刀客向杨安发起冲锋，火焰大刀染红了整片天空。都给我死！杨安收回青霜剑，2道剑气斩出，剑气斩过，直接打开一个豁口，然而却又被迅速补上。他们人太多了，根本杀不完。围住他！我不信杀不死！神刀堂大量玩家从2翼快速冲出，向杨安包围而去。杨安的行动空间被压缩，一大波灵术师的技能瞬间覆盖他所在区域。既然你们想死，那就成全你们！混沌剑域！杨安暴喝一声，双手紧握青霜剑，剑尖向下插向地面，漫天金光从长剑之上爆发，一股恐怖威压降临。轰！剑尖接触到地面的一刹那，一圈圈金色波纹从剑尖处向四周激荡，一股凌厉的气势从青霜剑中散发，似乎能斩断一切。剑域降临，周围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庞大的威压，似乎有一块巨石压在身上。杀！杨安祭出飞剑，在他操控下，青霜剑激射而出，数名神刀堂玩家被击杀。在混沌剑域之下，杨安发现对于青霜剑的操控如臂指使，那股生涩感大大降低，竟然能够轻易控制。飞剑在人群中急速飞过，一个又一个被斩落。此时的杨安不躲不避，在混沌剑域之内，其他玩家对他的伤害已经无法破防，掉落的那点血量，在他恐怖的攻击下，瞬间便会恢复满。我说过，你们要付出代价。2道剑气甩出，再次击杀一片玩家。他就像一名地狱归来的修罗，无情地收割着一个又一个弱小的生命。这人是魔鬼吗？神刀堂的气势已经不复存在，在杨安散发的恐怖杀意之下，他们已经战战兢兢，上去就是送死。一时间，杨安周围15米范围内空无一人，再无人敢踏入，要承受不住了。此役杨安斩敌3000多人，此时的杀戮值已经达到3万多，身体周围的血色雾气越来越浓郁，嗜血杀戮的欲望不断侵蚀他的神智，在杀戮之心的影响下，他感觉自己神智越来越模糊。
杀戮之心竟然有如此大的副作用，不能再杀下去了。杀戮值越多，对我的影响越大，这样下去只怕会成为一个只知道杀戮的疯子。然而他却发现，即便关闭嗜血杀戮状态，依旧无法阻止杀戮之意的侵蚀。杨安心中保留着一丝理智，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瑶光圣地，今日之事，来日再清算。杨安手中出现一枚玉佩，随后化作白光，消失在原地。第102章藏剑骨。他的离去让场上的瑶光圣地玩家松了一口气。五大神将聚在一起，面面相觑。禀报圣子吧！秋衣叹息，脸上布满愁云。混蛋！狂刀咬牙看向杨安离去的方向。没办法，玩家一转阶段强控技能太少了，普通玩家的冰锥和落雷根本无法命中，他又能解除我的控制，根本限制不住他。这是秋衣第一次感觉到一个人可以强大到这个地步，即便是圣子也做不到吧。今日一战，剑仙之名震惊整个世界，各大论坛、社交媒体等争相报道，这一战的视频更是火爆异常。这就是剑仙，输出太 TM 变态了！我单方面宣布，剑仙以后就是我大哥。早就看不惯瑶光圣地了，我要去追随剑仙大哥。我有个朋友就曾被瑶光圣地杀死 ，BOSS 也被抢了。楼上经典朋友，一人独占5大神将，再杀3000多人。瑶光圣地这下是踢到铁板了。白光一闪，杨安传送回神剑锋，疯狂的杀戮之意在冲击他的神智，他痛苦的双手抱头，身上不断溢出浓郁的血色雾气。嗡！一道白衣身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正是纯阳尊者。他神色凝重看着杨安，当即伸出右手，指尖闪烁紫色光芒，一直点在了杨安的眉心。杨安只感觉一股清凉之意从眉心瞬间传遍全身，那股杀戮之意被短暂压制。凝心定意，抱元守一。纯阳尊者的声音传入杨安耳中。来不及多想，杨安盘膝而坐，闭上眼睛，努力静心凝神，抵抗再次侵袭而来的杀戮之意。在纯阳尊者的引导下，他渐渐进入一种玄妙的状态。师尊，师弟他怎么了？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杀戮气息？一袭青衣身背剑匣的洛仙儿出现，看着坐在地上的杨安，神色凝重。混沌在他体内种下杀戮之种，等待杀戮之气的滋养，待种子开花结果，便是收获之时。纯阳尊者眉头皱起，之前因为杨安并没有杀戮值在身，他没有发现杨安体内还有这颗杀戮之心，如今看来，这个种子已经到了萌芽阶段。混沌，那师弟他现在怎么办？洛仙儿脸上露出关切之色，这个才入门没几天的小师弟，不会就这么死掉吧？我带他去藏剑谷，你待在神剑锋，不要乱跑。纯阳尊者说完，向着入定中的杨安一挥手，随后二人一同消失不见。好的，师尊。洛仙儿乖巧应了一声，待纯阳尊者离开后，脸上露出俏皮笑意，灵动的双眼滴溜溜一转，有师尊在，师弟肯定没事，那我就去摘点灵果，等师弟回来给他补补吧。藏剑谷位于玉虚宗山脉深处的一座悬崖峭壁之下，这里随处可见一柄柄绝世神剑散乱插在地上，石头上或是峭壁之上，一道道凌厉的剑气从神剑之上散发，弥漫整个藏剑谷。在藏剑谷的最深处有一座石台，纯阳尊者将杨安放在石台之中，看着那不断溢出的浓郁血气，他轻叹一声，随后他手掐印诀，一柄通体散发着金色光芒的神剑凭空出现，漂浮在身前。徒儿，今日为师以纯阳剑引动着万剑之意，助你一臂之力，能否跨过去还需靠你自己。嗡！纯阳神剑爆发一阵剑鸣，金光暴涨。嗡嗡嗡！藏剑谷内一道道剑鸣声响起，漫天凌厉剑意爆发，直接向着杨安斩了过去。痛！剑意入体，将那些杀戮之意斩碎，但同时也直接斩向杨安的灵魂。杨安感觉灵魂被撕裂，这种痛苦与万剑穿心不同，这是深入灵魂的痛。那些杀戮之意很快又汇聚在一起，想要再次向杨安发起进攻。每一道剑气斩落，纯阳剑便会爆发一阵金光，没入杨安体内，帮助他修复神魂。感悟灵魂碎裂后残留的剑意，感悟杀意，磨练意志，凝意为剑。纯阳尊者的声音直接在杨安灵魂深处炸响。感悟剑意，杀意，磨练意志。剑意斩落，灵魂破碎，再被修复。杨安在承受无边痛苦的同时，仔细感悟那残留的剑意。渐渐的，他陷入一个神妙的状态，一朵布满神秘道纹的金色莲花虚影在他身下浮现，瞬间绽放。一柄金色小剑悬浮在他头顶，缓缓旋转，速度越来越快。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废物，都是废物！一个人就把你们杀得丢盔弃甲，最后还让人安然离去，瑶光圣地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南明城一座高档酒楼包间内，瑶光圣子大发雷霆，怒斥归来的狂刀、秋衣等人。狂刀等人一个个都低着头，不敢说话。少爷，这也怪不得他们，
对方是剑仙职业，输出能力堪称一绝，最后还爆发出恐怖的续航能力，确实很难对付。一旁的中年男子开口，狂刀等人纷纷投来感激的目光。我不管他是剑仙还是剑神，给我废了他！陈叔，这件事交给你去办。瑶光圣子强行压抑着内心的愤怒，向中年男子说道：“是，少爷。”陈叔应声退去，仿佛是接了一个无比轻松的任务。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显得很自信。在他看来，剑仙的强大不过是体现在输出能力上，他有绝对的自信应对，甚至击杀对方。南明城的某个偏僻之地，罗元、徐凯还有明月清心等人在此商量着对策，还是联系不上安子。罗元有些焦急，自从被击杀回城没多久，他就发现杨安的头像变成了灰色，他没有从复活点出来，说明并没有死亡，难道是下线了？徐凯看着杨安那灰色的头像，有些疑惑。不，血染应该是在特殊的副本空间内与外界断绝联系。此时明月清心发现了端倪，解释道：“小姐就是这种情况，也是灰色头像，但是没有显示已下线。”闻言，罗元也安定了一些，只要没事就好。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已经连掉了2级，如果不能出城，与第一梯队玩家差距会越来越大。明月清心一脸愁云，瑶光圣队就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在他们愁眉莫展之时，一名少年迎面走了过来。第103章杀戮剑意。阿天，罗元率先发现来人，与他打起了招呼。蛙哥，青姐，我有个建议。阿天看着众人打过招呼后也不啰嗦，直接提出自己的意见。目前的局势对你们很不利，瑶光圣地拥有30万玩家，随便派点人就能将南明城各个出口堵死，想要安然出去几乎没有可能。大家可以暂避锋芒到东荒城发展，在那边寒烟阁也可以庇护1、2。而且东荒城有民族这个瑶光圣地的死对头在，他们还不敢将手伸得太长。阿天的一席话让明月清心陷入深思，随后点头同意道：“眼下这是不错的办法，等小姐出来再另做打算。”罗元等人也表示同意。如今杨安还在特殊副本之中，不知何时能出来，趁这个时间，他们可以先到东荒城刷怪练级，等杨安出来，若有其他安排再说。藏剑谷，一柄柄神剑不断震颤，发出剑鸣，凌厉的剑意从剑身发出。若是此刻有人胆敢踏入此地，瞬间便会被漫天剑意斩成碎屑。在石台之上的杨安，他的灵魂已经被这漫天剑意摧残整整3天时间，但同时也变得更加坚韧，似乎能感受到自己的灵魂如同一把带出鞘的利剑一般，锋芒毕露。凝意为剑，此刻他的灵魂化成一柄剑，凌厉的剑意爆发，整个人都变得锋锐无比。纯阳尊者见到杨安的变化，脸上露出笑意，大手一挥，纯阳剑金光爆发，周围剑意退散，藏剑谷逐渐变得平静。只能靠你自己了。纯阳尊者呢喃道。现在是杨安与杀戮之翼的单独战斗，他灵魂化剑斩向那正在汹涌而来的杀戮之翼，这一剑仿佛撕裂天地，杀戮之翼被一剑斩断，然而却对其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杀戮之翼瞬间愈合，随后竟化作一柄血色巨剑与杨安凌空对立。还不够，剑意，我需要更多更强大的剑意。杨安的灵魂之剑剧烈颤动，爆发一阵嗡鸣。嗡！藏剑谷内上万柄神剑似乎感受到召唤一般，纷纷震颤，与杨安产生共鸣，漫天剑意再起，涌入杨安体内。站在一旁的纯阳尊者有些惊讶，万剑共鸣，不愧是混沌剑体。随着一道道剑意的汇入，杨安的灵魂所化之剑变得越来越凝实，凌厉的剑意肆意爆发。斩！一剑斩出，杀戮之剑寸寸碎裂，随后化作漫天血气。杨安的灵魂之剑爆发出强大的吸力，将漫天血气吸收，融入剑身。一种强烈的狂暴、嗜血、杀戮的欲望从杨安内心生出，与之前一模一样。哼，到现在还想影响我？都融入我的剑意之中，为我所用。嗡！杨安的灵魂之剑爆发剧烈剑鸣，剑意滔天，一切负面情绪退散而去，杀戮之意尽数被吸收，纯粹的杀意融入自己灵魂所化的剑意之中，让他的剑意更加强大，更加凌厉。叮！恭喜你成功领悟技能杀戮剑意。是杀戮剑意，终于成功了。此刻杨安兴奋不已，意识沉淀，身体周围的混沌金莲虚影缓缓闭合，头顶的金色小剑也消失不见。他睁开双眼，便看见纯阳尊者一脸笑意地看着他，当即站起身，恭敬行礼，多谢师尊。看着杨安，纯阳尊者很是欣慰地拍了拍他肩膀，我本只是想让你领悟剑意，驱散杀戮之气，没想到你竟然直接将其吸收，成功领悟了更高阶的杀戮剑意。若非师尊相助，弟子怕是会被这杀戮之意侵蚀，成为一个只知杀戮的傀儡。虽然是在游戏中，但是杨安却真实感受到，如果放任不管，自己肯定会沉沦杀戮，
失去自我。纯阳尊者笑道：“让我看看你的剑意。”青霜剑入手，杨安当即释放杀戮剑意。只见杨安人剑合一，身周弥漫一层血色杀气，凌厉剑意与杀意爆发，冲天起，铺天盖地向纯阳尊者压了过去。杨安就站在那里，却让人感觉是一柄凌厉之剑，随时能取人性命，恐惧会不由自主从内心生出，无限放大。刚领悟便有如此威势，杀戮只是一种手段，本无好坏之分，坚定道心，好生磨练这剑意，未来成就不可限量。纯阳尊者满意点头，随后轻轻一挥手，便化解了杨安的剑意。是，师尊。混沌在你体内强行种下的杀戮种子已被化解，日后你也不用再为此担忧。纯阳尊者为杨安解释，原来之前杀戮之心是混沌强行种下，这个技能太过强大，根本不是现在的他能够驾驭的。混沌的目的远不止杨安此前所了解的那般简单，他想让杨安为杀戮之心提供养分，待时机成熟，便是摘取果实之日。再次感谢师尊出手相助，杨安打开技能栏，查看这个自己刚刚领悟的技能：杀戮剑意，一阶，剑斩众生，以杀正道。杀戮剑意，无物不杀。基础：被动，物理伤害正 10%， 吸血正 10%。入心：被动，击杀其他玩家获得的杀戮值将滋养剑意，不会获得红名状态。灭魂：被动，被击杀的目标将强制死亡，无法被复活。主动，爆发滔天杀意，震慑敌方目标，使其眩晕3秒，且在1分钟内伤害降低 10%， 移动速度降低 15%， 消耗1500灵力值，冷却3分钟。3个被动效果，好强！相对于杀戮之心来说，现在的杀戮剑意的 10% 伤害加成低得可怜，吸血也只有 10%。但杀戮剑意的加成效果是常驻被动，永久生效，且保留了杀人不红名的效果。新增的灭魂被动，以后将不再担心敌人会被医师无限复活。这是属于自己的技能，杀戮之心伤害加成虽高，但根本无法控制。走吧，回神剑锋。纯阳尊者说完，大手一挥，杨安的身体被一股力量抓起，眨眼间便出现在一柄巨剑之上。再一次乘坐纯阳尊者的飞剑，杨安不由感慨，这和洛仙儿的比起来简直是太舒服了。飞剑破空而行，速度比起洛仙儿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是飞剑之上的杨安却只感觉到微风拂面，数息时间便已到达神剑锋。在纯阳尊者有意的保护下，这次杨安没有再摔个狗吃屎，飞剑稳稳悬停在1米多高的空中，杨安稳稳地跳了下去。二人刚一回来，洛仙儿便快速出现，他轻快地向这边跑了过来，小嘴鼓鼓的，似乎在吃着什么东西。第104章玄灵仙果。师尊，他将口中食物囫囵吞下，向纯阳尊者行了一礼。又偷吃什么了？纯阳尊者剑眉一竖，看向洛仙儿，但脸上却是看不出多少愤怒。没有没有。洛仙儿连连摆手。纯阳尊者半信半疑，见洛仙儿极力否认，也只好作罢。他背负着双手向着木屋走去。你们二人好好修炼，接下来为师要出趟远门。是，师尊。洛仙儿与杨安异口同声。待纯阳尊者进入木屋，洛仙儿这才看向杨安，师弟，你没事了？托师姐的福，已经没事了。杨安点头，向洛仙儿说道。洛仙儿小手一招，一颗晶莹剔透的灵果出现在手中，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递到杨安面前。师弟，这个给你补补身子。杨安拿起一看，当场被惊吓到。玄灵仙果，稀有的仙品灵果，据说是某位玉虚宗长老所种，历时100年才开花结果。食用后根骨加20，灵力加30，灵力值加3000，每名玩家只能食用1次。杨安如今对灵力值的需求很大，一直开启御剑术支撑不了太久，战斗起来需要经常吃药补充，这颗灵果正好弥补了一些缺陷。多谢师姐。杨安开心地收下仙果，一口咬了下去，清香可口。仙果入口即化，化作一股清流，瞬间传遍4肢百骸。杨安只感觉无比舒爽。叮！恭喜你服用玄灵仙果，体质加20，灵力加30，灵力值加3000。突然，纯阳尊者的身影出现在二人面前，看到这枚仙果，当即脸色发黑。仙儿啊，师傅，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洛仙儿惊叫一声，转身就跑。然而纯阳尊者大手一抓，直接将洛仙儿吸了回来，提着他的脖子跳上了飞剑。洛仙儿就像一只小鸡一样，被纯阳尊者拎着脖子。走，跟我去玉禅长老那赔礼道歉。嗖，飞剑急速而去。杨安还看到洛仙儿脸上露出尴尬笑容，向他挥了挥手。看着纯阳尊者和洛仙儿消失的背影，杨安有些发愣。师姐真好。又咬了一口玄灵仙果，清甜可口，美味至极。吃完仙果，杨安才发现好友列表不停地闪烁着光芒。打开一看，都是罗源和徐凯发来的消息。这几天他们都去了东荒城，倒是没遇到什么麻烦。经此一役，让杨安感觉到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自己能杀1000、2000人，
那1万、2万、10万呢？人力有穷时，仅靠个人实力根本无法保护想要保护的人。面对瑶光圣地这样的庞然大物，罗元、徐凯他们只能远走他乡，躲避追杀。此刻杨安心中思绪万千，思索着自己该如何应对如今的局势。良久过后，才回过神来，与罗元他们约定过段时间再与他们会合，让他们先在那边发展。已经过去3天了吗？杨安有些无奈，又稀里糊涂的度过了这么长时间，想必等级又落后了不少，还有现实中的身体。咕噜噜，刚想到这，肚子便传出咕噜声，伴随着一股强烈的饥饿感。来不及多想，杨安迅速下线补充能量。上线之前，习惯性打开游戏论坛，查看最近的动态。自己与瑶光圣地大战的视频依旧是这段时间最火爆的热点新闻，不少人将自己新手村斩杀黄毛的视频挖了出来。如今的杨安可谓是人尽皆知，剑仙之名传遍天下。一时间，他的论坛账号瞬间多了上千万粉丝，还有无数条私信。无奈之下，只能关闭聊天功能。同时，也有很多瑶光圣地的玩家在论坛发帖，各种嘲讽与辱骂，更有甚者立下擂台，要与剑仙一较高下。特别是杨安这3天来杳无音讯，更是助长了瑶光圣地的嚣张气焰。呵呵，什么剑仙，屁都不敢放一个，估计是知道我们瑶光圣地的强大，躲起来了。缩头乌龟，我连摆了3天擂台，连头都不敢冒，这就是所谓的剑仙吗？没有去理会这些人，杨安看到一条特别的帖子。自从玩了命劫后，我感觉好像身体变强壮了。帖子内容很短，但却有很多人回帖，纷纷表示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好像也是，感觉视力越来越好了，以前800度近视，现在最多500。看你们这么说，我多年慢性咽炎，最近好像都不怎么咳了，难道也和游戏有关？我发现我那陈年痔疮突然也消下去一大半。对，我的灰指甲都只剩2了，一定是因为我玩了游戏的原因。看来游戏改变现实身体的不止我一个，其他人也都多少有些变化，或许也有人和自己一样，已经将游戏里的能力带回现实，只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杨安感觉有一种紧迫感，自己的事情需要加快进度了，不然要是世家之人也将游戏能力带回现实，会更难应对。他拿出手机，向一个陌生号码发去了一条信息。如今时间是下午3点，关闭论坛，重新进入游戏。纯阳尊者与洛仙儿都没有回来，估计还在玉禅长老那里。杨安拿出回程卷轴，回到南明城，看了下如今的排行榜。第1名战神蚩尤，职业魔神，等级27。第2名天尊，职业灵术师，等级26。第3名逆天改命，职业枪修，等级24。第4名瑶光圣子，职业灵剑士，等级24。第5名诸神黄昏，职业剑士，等级23。第6名隐藏，职业神射手，等级23。第7名我佛慈悲，职业灵术师，等级23。第8名幽夜，职业刺客，等级22。第9名独钓寒江雪，职业行义宗师，等级22。第10名阿天，职业刀客，等级22。自己已经跌出等级排行榜，榜上有名之人基本上都是老面孔。装备排行榜之上，前5名已经被黄金装备占领，其余清一色都是白银。高居第一的是来自战神蚩尤武器，一柄20级黄金长枪，杨安的剑影披风则位列第2。而宠物排行榜依旧只有2只0级宠物，其他最高也是人级，远远不如杨安的天荒神牛。白思瑶的紫溪公主作为特殊宠物，并没有出现在榜单中。第105章危险来临。帮会排行榜之上，则还是只有孤零零的一个龙神君。关闭所有榜单，杨安在补充完丹药后，传送到城门口，径直向城外走去。他现在急需提升等级和实力。他的到来瞬间引起了数名玩家的注意，他们眼神不善，盯着杨安的一举一动。杨安没有理会这些人，大摇大摆出了城，向高级怪物区域而去。他的速度极快，那些有心的玩家根本不可能跟得上，不一会便被甩得干干净净。再次回到暗夜之森，这里怪物等级都是30级以上，以目前玩家的等级，基本都还不会来这里。快速穿过黑石怪体的领地，杨安来到一处密林之中，前方出现一群生有双头的犬类生物，一颗头颅呈红色，一颗为蓝色。双头黑猎，简介，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冰火两重天。等级32，气血值69000，物理攻击2957，灵力攻击2842，物理防御932，灵力防御1045，速度64。被动，双头黑猎会喷吐冰雾与火焰攻击，被冰雾命中后，双头黑猎喷吐火焰将造成融化效果，伤害大幅提升。冰雾，对前方3米扇形区域喷吐冰雾，造成80%灵力伤害，并减速30%。火焰，
对前方3米扇形区域喷吐火焰，造成120灵力伤害。一个普通怪物不仅拥有2个主动技能，竟然还有被动效果。青双剑入手，从怪物群中拉了一只双头黑猎出来，直接斩出2道剑气。-14188爆，14188。御剑术开启，青双剑嗖的一声笔直飞了出去，一剑命中那正在愤怒吼叫的双头黑猎。-11351爆。随后杨安速度爆发，身体直接冲了过去，伸手接住飞回的青双剑，身前突然幻化出5道手持长剑的黑影，从4面8方向双头黑猎发起攻击。-2879、2879、6621爆，2879、6621。好，二者终于碰面，双头黑猎2只头颅大吼一声，蓝色头颅喷出一道冰蓝色雾气，紧接着红色头颅喷出一道火焰。-1128、3102融化，伤害果然挺高。杨安只是尝试一下双头黑猎2个技能的组合伤害，被冰雾命中后再喷吐火焰造成的融化伤害提升了2倍。青双剑斩落，一记破云剑加普通攻击，直接将双头黑猎击杀。召唤出天荒神牛，让他去捡掉落的钱币。猫猫，天荒神牛一出来，发现只有杨安一个人，有些失望，很不情愿地跑到双头黑猎的尸体旁，捡起掉落的金钱。叮！你的宠物天荒神牛发动采集术成功，获得火金 X1。叮！你的宠物天荒神牛发动采集术成功，获得冰晶 X1。杨安惊讶地看着小牛犊，你竟然还会采集术？猫猫猫！天荒神牛高傲地昂起头，杨安不禁嘴角抽了抽，似乎能感受到天荒神牛眼里的鄙视。既然你有这能力，怎么不早用？杨安嫌弃地看着小牛犊子。猫！天荒神牛圆圆的眼睛乱转着，露出尴尬之色。忘记了。杨安一阵无语，没再理会尴尬的小牛犊子，拿出刚刚采集到的2颗水晶。火晶打造材料，蕴含少量火系元素。冰晶的介绍也如出一辙，都是打造材料。他也不打造装备，丢了也可惜，暂且收着先。肥牛，你去引怪。杨安向天荒神牛喊了一句，给他下达引怪指令。猫猫猫！天荒神牛顿时跳脚，2只小牛蹄不断向杨安比划，嘴中发出怪叫，可以想象骂得不怎么好听。还想不想见小姐姐了？杨安戏谑一笑。天荒神牛顿时停了下来，脸上露出猪哥笑容，疯狂点头。那就赶紧干活，晚点我就带你去。猫猫猫！天荒神牛干劲十足，圆滚滚的头颅一沉，顶着2颗金色尖角，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径直冲向一只双头黑猎。砰！他一头撞了上去。-1！双头黑猎2颗头颅投来疑惑的目光，并没有被他的攻击激起仇恨。猫！天荒神牛一蹄子敲在红色头颅上，双头黑猎依旧没有反应，甚至还讨好一般用头拱了拱他胖嘟嘟的身体。水头更过分，伸出舌头就舔，被小牛犊一蹄子打飞。猫！天荒神牛无奈转头看向杨安，杨安也无法理解双头黑猎为何不攻击天荒神牛，只能放弃用他拉怪的想法，还是让他打酱油吧。他走上前去，飞剑激射而出，直接命中一只双头黑猎，随后去势不减，直奔后方怪物群，引动周围数只怪物的仇恨。在强大的输出下，群刷双头黑猎对杨安来说并不难，只需要尽量保持距离，躲开冰雾攻击即可。在速度上，杨安有很大的优势，躲避技能并不困难，而且如今还有20%吸血，掉落的血量很快就能恢复过来。杨安开始枯燥的杀怪升级之旅。暗夜之森外围，一名身穿黑衣蒙面的男子和一名中年男人的身影出现。就在里面吗？中年男子开口道。没错，我的天赋技能不会出错，具体坐标我已经发给你了。黑风非常自信，因为他有一个天赋技能追魂，只要知道玩家名字便可以追踪目标的位置，只是这天赋技能有一定的距离限制。好，你回去吧。中年男子背负双手，径直走向暗夜之森。不需要我帮忙吗？看着中年男子的背影，黑风问道。中年男子摆了摆手。黑风见此点了点头，随后消失在原地。此刻的杨安并不知道，一个强大的对手悄然来临。他已经在双头黑猎的领地刷了1个多小时，越级打怪带来的高额经验让他经验条蹭蹭往上涨。甩出2道剑气，将这一波双头黑猎尽数击杀。杨安收剑而立，眼神凌厉，看向一棵巨树的位置。出来吧。呵呵，不愧是剑仙，这么快就能发现我。一名中年男子从巨树之后缓缓走了出来，他相貌普通，身高1.7米左右，也不健硕，看起来一切都平平无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让杨安感觉到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第106章形意宗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独钓寒江雪。中年男子露出一丝笑意，平静地看着杨安。
杨安心中微惊，此人正是目前新晋等级排行榜的独钓寒江雪，隐藏职业形意宗师。你是瑶光圣地的？杨安发问。这个时候来找自己的，想来定是与瑶光圣地有关。他暗中发动混沌之眼，却发现只能看到他的基础属性，应该是有什么防窥探的道具，或者与其职业特性有关。不错，独钓寒江雪背负着双手，一步一步走向杨安，步伐稳健。在杨安眼中，独钓寒江雪每一步落下都有一种独特的韵律，从他身上散发出破人的气势，时如猛虎，时如蛟龙。我想看看能不能化解瑶光圣地与你之间的恩怨。独钓寒江雪在杨安10步之外站定，神色平静。化解？你们瑶光圣地公开向我们道歉，承认你们的错误，便可化解。杨安淡淡开口，没有丝毫惧意。换一个如何？你入我瑶光圣地位列神将，以往之事便一笔勾销。独钓寒江雪看似在邀请杨安，实则语气霸道，不容拒绝。堂堂瑶光圣地怎能向普通人低头？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若我不答应呢？杨安紧握手中长剑，战意凛然。那今日你可能就无法活着离开了。独钓寒江雪说完，向前迈了一步，恐怖的气势爆发，如同猛虎出山。杨安凛然不惧，剑气凝聚在青霜剑之上，他想要试试这位形意宗师的深浅。长剑向着独钓寒江雪斩去，2道凌厉剑气呼啸而出，而他自身也如炮弹一般向前冲去。面对2道凌厉剑气，独钓寒江雪气势一变，身形一动，如同飞燕一般灵巧地躲了过去，随后身体双腿力量爆发，如长鹰破空，瞬间冲向杨安，速度竟不比杨安慢多少。烈！一声鹰鸣传入杨安耳中，只见那独钓寒江雪双手成爪，那锐利之感似乎能撕裂空间，直奔杨安面门而来。杨安长剑斩出，与那利爪碰撞在一起，爆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巨大的力量让杨安后退3步，而独钓寒江雪则退后了6步。显然是因为杨安的力量属性上有巨大的优势。二人目光对视，皆是凌厉无比。能接下我一招，你可以很自豪了。独钓寒江雪冷笑一声，再次冲了过来，一拳击出，一只猛虎虚影在其身后浮现，虎啸之声传来。形意拳，猛虎出击。杨安神色凝重，形意拳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招数，对方更是此道宗师，对形意拳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拳裹挟着莫大威势，不能硬接。杨安直接开启极刑，身体迅速后退，躲过这猛烈一拳。形意拳，猿猴步法。一击不中的独钓寒江雪速度突然暴涨，如同猿猴一般迅捷，竟直接追了上来。杨安一剑动出快若闪电，直接抹向独钓寒江雪的脖颈，使其连忙躲。一剑落空，剑势再起，杨安剑法诡异凌厉，与独钓寒江雪攻守转换，打得有来有回。轰！剑拳碰撞，爆发强大的力量，让二人再次后退而去。这场世纪大战若是让外人知晓，定会感慨大家玩的根本不是一个游戏。剑法凌厉，招招攻击要害，看来你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独钓寒江雪淡淡道：你的形意拳也出乎我的意料。杨安确实很佩服对方的实力，不亚于世家族老了。哼，我刚入这游戏世界不久，还无法发挥形意拳真正的实力。独钓寒江雪自信无比，一脸傲然。杨安心中暗惊，看来自从命劫世界开启后，对于华夏古武传承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机会，将来或许会有更多像独钓寒江雪这样的强者现世。你有这样的实力，为何还会为瑶光圣地卖命？杨安问出心中疑惑。瑶光圣地的强大远超你的想象，你还年轻，很多事情看不透。独钓寒江雪看向杨安，露出赞赏之色。只要你追随于我，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道不同，不相为谋。杨安很平静，并没有因为对方的傲慢姿态而扰心，看得出来独钓寒江雪对自己的实力拥有绝对的自信。既然如此，那便结束吧。独钓寒江雪眸色一冷，突然改变拳意，一股恐怖威压降临，如潜龙在渊，身后浮现一头巨大的蛟龙虚影，缓缓抬起硕大的头颅，凝视着杨安。形意拳，蛟龙出海。他一拳击出，身后蛟龙虚影腾跃而起，庞大的威压散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蛟龙发一声怒吼，扑向杨安。正有此意。杨安长剑斜指，凌厉剑意爆发而出，恐怖的杀戮气息弥漫，染红了青霜剑，铺天盖地般压了过去。杀戮剑意，杀意，剑意，你是谁？独钓寒江雪露出震惊之色，意志境的强者在华夏屈指可数，而杨安竟然同时拥有2种。死亡、恐惧，各种负面情绪从他内心深处疯狂涌出，一股眩晕感传来，滔天杀戮之息让他短暂失去意识。御剑术，青霜剑带着凌厉无比的杀戮剑意，以恐怖的速度击射而出。轰！血色流光洞穿了蛟龙虚影，刺入独钓寒江雪的身体。
负9227爆秒杀！在杨安蕴含恐怖杀戮剑意的一剑下，青霜剑摧枯拉朽，直接斩杀了这名形意宗师。这让他意识到杀戮剑意的强大，远不止数据层面上描述的那般简单，很多东西是数据无法体现的。不过杨安却没有放松下来，因为他迟迟没有收到击杀对方的系统提示。只见独钓寒江雪那倒在地上的身体突然炸开，化作点点星光，消散在空中。待我将形意拳在这个世界磨合完毕，领悟拳意，必来杀你。独钓寒江雪的声音从远方传来。杨安神色凝重，想不到这都不能将其击杀，在杀戮剑意灭魂效果下，若成功击杀对方，必然会死亡。看来他是拥有替死类的技能或者道具，而且对方似乎能够掌握自己的行踪，总能精准找到自己的位置。瑶光圣地与自己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杨安的出现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威望，肯定还会继续来找他麻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管来的是谁，一剑杀了便是。杨安眼中闪过凌厉寒芒，随后转身向暗夜之森深处走去。他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快速提升等级。第107章单挑黄金 BOSS。3个小时后，杨安已经进入到暗夜之森深处，周围环境变得更加昏暗起来，视线范围越来越小。突然，前方的阴暗之处传来数道吼叫声。杨安定睛看去，一头庞大的3头巨兽正惬意地躺在前方地上。它身躯乌黑发亮，3颗如犬般的巨大头颅颜色各异，巨大锋利的獠牙看起来极其凶悍。3头黑猎黄金 BOSS。简介：地狱3头犬认识吗？那是我表弟，他过得比我苦多了，只能做一只守门犬，不像我自由自在。等级32，气血值500万，物理攻击5630，灵力攻击5318，物理防御1980，灵力防御1842，速度75。烈焰焚烧，火系头颅喷吐烈焰，对前方10米范围内目标造成150%火焰伤害，并造成20%灼烧效果，持续5秒。对持有冰霜效果的目标造成额外100%伤害，对有麻痹效果的目标造成100%范围火系伤害。寒霜漫天，冰系头颅喷吐寒气，对前方10米范围内目标造成120%冰系伤害，并附加冰霜效果造成30%减速，持续10秒。雷弧电闪，雷系头颅召唤雷弧攻击单体目标，造成180%雷系伤害，并造成麻痹效果，无法使用技能，无法行动，持续3秒。对拥有冰霜效果和灼烧效果的目标造成额外100%范围雷系伤害。3系连爆，融合雷冰火3系元素之力，制造一颗3系莲花，对目标区域15米范围造成300%元素伤害。寒冰护体，释放寒冰之力，将自身冰封，并生成一个生命值5%的护盾，持续5秒。冰冻期间，若自身未受到任何伤害，则每秒恢复2%血量。元素抗体，3头黑猎天生对3系元素抗性极高，受到火、冰、雷系伤害降低15%。3头黑猎恐怖的属性和技能让杨安凝重无比，心中盘算着与这只30级黄金 BOSS 交战会有多少胜算。他拥有多个大范围技能，可想而知届时各大帮会想要击杀这只 BOSS 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试一试，杨安毅然上前，打算与这头黄金 BOSS 一战。就在此时，突然传来系统的声音：叮！全服公告，华夏国大区达到20级的玩家已达3万人，20级副本阴阳谷将于明日12点开启，等级达到20级的玩家每日可参与1次副本。副本难度由低至高分为普通、困难、地狱3个等级，组队模式分为单人副本、6人副本。叮！全服公告，叮！全服公告，20级副本吗？这一次便全力以赴吧。杨安决定不再隐藏自己，既然自己已经被所有人注意到了，那就放开手脚，让世人都记住剑仙之威。一颗种子在瑶光圣地的压力下已经开始萌芽，就先拿你来检验我如今的实力。杨安看向远处的3头黑猎，战意高涨。杨安上前走去，一踏入3头黑猎的仇恨范围，立马受到他的警告。只见他3颗头颅之上6只眼睛纷纷睁开，散发着血红光芒，凶狠地盯着杨安。面对恐怖的3头巨兽，杨安没有一丝恐惧，2道血色剑气从青霜剑之上斩出，直接命中3头黑猎那颗火红色的头颅之上。自从领悟杀戮剑意后，杨安如今斩出的剑气变成了血红色，技能特效一下子变得拉风起来。负10792爆4282，得益于夜影项链在黑暗环境下的10%暴击和20%爆伤加成，才能打出如今的伤害。另外，蜜獾戒指的永不服输效果对 BOSS 也增加了2%的伤害，虽然不多，但也聊胜于无。吼！吼！受到杨安的挑衅，雷头与冰头纷纷发出怒吼，唯有火头仅仅是露出愤怒的眼神，并没有吼叫。他那庞大的身躯站起，足有3米多高。御剑术！杨安可不管他如何，直接发动御剑术，
青双剑似一道流光，激射而出，依旧是奔着火头而去。负8633爆，一剑直接命中火头额头，让其愤怒，张开嘴想要怒吼，不知为何又忍住了。吼！冰头发出怒吼，似乎是在替火头不忿。紧接着他张开巨嘴，一道蓝色光芒在他口中爆发，周围温度骤降，寒霜漫天技能蓄势待发。杨安见状立即后退，保持10米以上距离。BOSS 释放技能有明显的前摇动作，给足了他反应时间。冰系头颅蓄势完毕，寒霜之气从巨口之中喷吐，覆盖了身前10米扇形区域。躲在范围之外的杨安都能感受到那股冰寒。杨安人虽然站在远处，攻击可没停，遇剑术再起，青双剑再次激射而出，依旧还是火头。火头实在忍受不了杨安屡次欺辱，庞大的身躯上前冲来，途中便张开巨口，火红色光芒闪烁。与此同时，雷系头颅竟然也发动了攻击，紫色电弧在巨口不断闪烁。吃啦！紫色雷弧后发先至，几乎在一瞬间便命中杨安，这个技能无法躲避。负6987，一道恐怖的伤害从头顶冒出，让杨安血条瞬间消失80%，只剩下1000多。紧接着他只感觉全身发麻，无法动弹。肥牛！一只胖嘟嘟的白色小牛凭空被召唤了出来，没有时间去抗议那难听的称呼。天荒神牛2根金色牛角发出彩色神光，麻痹效果消失。杨安当即开启极刑，速度爆发，与3头黑猎拉开距离，躲过火头的烈焰焚烧技能。他如今的血量根本无法再抗下 BOSS 的任何一击，将天荒神牛收入宠物空间，避免他被范围伤害击杀。青双剑在他控制下，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从后方刺向3头黑猎背部。负8633加1727。随后青双剑快速飞回他手中，2道剑气再次甩出。负10792加2158 4282加856。接连的攻击让他血量恢复到健康状态。如今 BOSS 的3个技能已经放完，接下来的时间杨安一直保持着 BOSS 的距离，他需要测试这3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好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BOSS 发动技能之前拉开距离。3分钟后，冰系头颅再次释放技能，一直保持距离的杨安毫无压力地躲了过去。随后他特意踏入 BOSS 攻击范围内，吸引雷系头颅和火系头颅释放技能。吃啦！紫色雷弧再次劈中杨安的身体，麻痹效果再次来临。杨安再次呼喊：肥牛！哞哞哞！小牛犊紫鼻喷白雾，狠狠地瞪了眼杨安，随后小手一挥，一道神光笼罩在杨安身上。干得好！第108章御剑术升级，直接忽视气呼呼的天荒神牛。杨安快速后退，等待火头释放完技能后，冲了过去与 BOSS 近身战斗起来。围绕着 BOSS 快速发动攻击，3头黑猎身躯庞大，灵活度虽然不错，却很难攻击到杨安。往往杨安攻击了他4、5次，他的攻击才能命中杨安1次。惊鸿剑影，破云剑，负1998 5036爆5036 5036 1998 8274爆。在恐怖的输出和10%吸血效果下，杨安的血量始终保持在健康状态。每隔3分钟他便会与 BOSS 拉开距离，等待他释放一波技能后才再次近身搏杀。很快 BOSS 血量下降到 95%， 只见冰系头颅之上蓝光暴涨，3头黑猎身下出现一层厚厚的冰层，随后他全身在瞬息之间便被冰层包裹，将自己冰冻起来。星之剑！杨安见状立即开启星之剑靠了过去，一剑又一剑刺出。他的伤害想要短时间内打破冰层很难，但是星之剑附带的真实伤害却无视防御与护盾，可以对被冰封的 BOSS 产生伤害，避免他因此持续回血。如果没有星之剑， BOSS 在被冰冻的时候回血速度恐怖至极，短短5秒时间便能回复10%血量。摸清 BOSS 释放技能的时间，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杨安把控着节奏，有条不紊地攻击着 BOSS。 95%、90%、45%、30%、15%、10%。终于 BOSS 血量下降到了10%。3头黑猎3颗头颅同时张开巨口，3色光芒爆发，周围灵力不断汇聚在一起，3道绚丽的光团吐出，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朵3色莲花，悬浮在空中不停旋转着，随后急速飞向杨安。3系连爆 BOSS 的最后一个主动技能。面对这恐怖的一击，杨安怡然不惧，在莲花靠近一刹那发动幻影游龙，直接闪身至15米开外。轰！恐怖的能量瞬间炸开，站在技能范围之外的杨安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波动。轮到我了！爆炸消失，杨安瞬间冲了过去。混沌剑域，恐怖威压降临，杨安只能开启他最大的绝招星之剑，杀戮剑意。灵力剑意冲天起，青双剑被染成血红色，剑气连斩。负26081 10350。御剑术，
负20865，破云剑，负19000。哦！冰头见状，立即发出怒吼，释放寒霜，漫天逼退杨安，同时也打断了火头想要发生的想法。三头黑猎新一轮的技能释放过后，杨安再次近身疯狂攻击 ，BOSS 的血量很快见底，再不叫你就没机会了。那巨大的火系头颅龇着牙，发出愤怒呜呜声，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张开巨口向杨安怒吼：“汪！汪汪汪汪！”杨安，他能感受到火头骂得极其难听，骂完了就送你上路吧。混沌之眼，杨安不打算再听下去了，直接发动最强一击，负443338，爆！咆哮过后的火头感觉身心舒畅，虽死无憾，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爆出一堆物品。叮！恭喜你等级提升至21级，获得5点自由属性。叮！你的宠物天荒神牛等级提升至15级。叮！你的技能御剑术提升至中级，御剑术升级了。杨安经过这么久以来的练习，已经能够很好的驾驭飞剑了。之前2次开启混沌剑域，在领域内能够轻松操控飞剑，做到很多平时无法做到的动作，这让他对飞剑的掌控变得更加熟练。御剑术，剑仙专属，以气御剑，以意行剑，释放技能可自由操控飞剑，远程攻击敌人，所有伤害正 30%， 攻击距离加20米，消耗每秒400灵力值，熟练度中级，可自由选择开启或关闭御剑术，伤害得到略微提升，攻击距离增加到了20米，这已经比大部分神射手的攻击距离都要长了。杨安向三头黑猎走了过去，开始摸装备。地上一个散发闪闪金光的手镯吸引着杨安的注意力，直接捡了起来，发动混沌之眼鉴定。黑骨手镯，黄金级。简介：使用三头黑猎尾骨制作而成，能为佩戴者附加高额的攻击力。等级要求30，职业要求物理系职业。基础属性：物理攻击加654，力量加128，根骨加35，暴击率正 13%。青红装备佩戴等级8级，30级的黄金手镯，只需要22级就能使用。杨安距离22级只差1级而已，他有信心在明天20级副本开启前达到。收起黑骨手镯，继续查看下一件装备，捡起地上一件散发紫色光芒的法杖，雷灵法杖，黄金级。简介：以雷霆击碎黑暗。等级30，职业要求灵术师、召唤师、医师。基础属性：灵力攻击加1263，灵力加132，根骨加39，灵力暴击正 15%。雷灵雷系伤害增加 15%。雷弧电闪，召唤雷弧攻击敌方目标，完成 180%雷系伤害，并使其麻痹3秒。命中拥有灼烧或冰冻的目标，将对目标周围10米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 120% 雷系伤害。一把雷系灵术师极品法杖，自己也用不上，等回去再拿去拍卖行售卖。剩下的装备都是白银级以下的，4件白银，3件青铜，6件黑铁。等级要求都是30级，杨安目前还无法使用，一一收入背包中。白银级装备则留着给青霜剑解除封印用。这些用不上的白银装备用来解除封印，灼烧伤害，持续10秒。大范围伤害卷轴，这东西若是用在大型战争，将会很恐怖。灵元珠灵力值加20000，每秒灵力值恢复加300。灵元珠内蕴含大量灵力，可源源不断吸收外界灵气，无需装备，放置在背包中即可生效。好东西！第109章深渊皇族。杨安目前最大的痛点便是灵力值太少，无法长时间开启御剑术，每次都是抠抠搜搜释放完就关闭，但对于蓝药的消耗依旧很大。有了这颗灵元珠，将能够大大降低他的压力。将所有物品收入背包中，杨安继续向暗夜之森深处走去。这里的环境依旧阴森黑暗，杨安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都没有发现其他野怪。怎么会没有野怪？杨安心里嘀咕着，周围安静的可怕。他手持青霜剑，时刻做好战斗准备。突然，他听到前方传来潺潺的流水声。继续向前走了一段距离后，发现那是一条山涧小溪，溪水从高处流淌而下，落入下方的水潭。在游戏世界中，也能真实享受到大自然的美。若是这里的环境不那么阴暗，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休闲之所。听着流水的声音，杨安紧绷的心情得以放松。他缓步向着水潭走去，好像有什么东西。水潭之中传来不同寻常的水声。杨安拨开身前遮挡视线的杂草，看向水潭方向。这一看让杨安血脉喷张，目瞪口呆。因为在水潭之中，正有一名肌肤雪白娇嫩的女子，不着寸缕，背对着他在水中嬉戏。在杨安身前不远处的地上摆放着一堆衣物，不用想都知道是潭中女子之物。非礼勿视！杨安当即放下抵着杂草的手，轻手轻脚的要偷偷逃离此地。潭中女子似有所觉，突然转过身看向杨安的方向，一抹赤霞浮现在绝美容颜上，柳眉倒竖，
一股恐怖的威势爆发，在他身周瞬间弥漫出浓郁黑雾。冰冷的声音传来：“谁？对不起，我刚来，什么都没有看到。”杨安一手捂着眼睛，连忙解释。此刻他感觉无比尴尬。“给我闭嘴！无耻小贼！本座今日要挖了你的眼睛！”女子刚说完，杨安便见一团篮球大小、燃烧着紫色火焰的能量球呼啸而出，那恐怖的温度将周围空间瞬间烧得扭曲起来。杨安毫不怀疑，若是被击中，自己必将死亡。幻影游龙，千钧一发之际，杨安使用幻影游龙躲过这恐怖的一击。轰！紫色火球落地，直接轰出一个巨大的深坑。这么恐怖，杨安被这一幕震惊到，什么样的实力才能做到如此地步？你听我解释。杨安发动混沌之眼看去，却只能得到一堆问号。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对方一定不是玩家。死！黑雾中的女子根本不想听杨安的任何解释，她爆发恐怖速度，径直向杨安冲了过来，誓言将他击杀。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就只看到了个背影，没有别的了。杨安直接开启极刑，2个加速技能叠加下也没有对方快，他只能拼命向后退去，试图与对方沟通。但是杨安这么一说，更是激起了他的怒火，速度竟然更快1分。黑雾散去，女子已经穿上衣服，一身紫色罗衣，雍容华贵，手持一柄紫色长矛，眼中怒火冲天。按这个速度，很快就会被追上。杨安根本无法与这种存在抗衡，他从背包中拿出纯阳玉佩，打算传送走。普通的回程卷轴前摇时间太长，在战斗中使用无异于找死，而来自纯阳尊者所赠的玉佩却能够快速传送走。想走！黑衣女子手中长矛一甩，直奔杨安，刹那间便已至杨安面前，那锋利的矛尖锐利无比，直刺杨安眉心。没机会了！杨安有些无奈，没想到这才刚升到21级，就又要掉回去了。嗡！就在长矛临体的那一刻，杨安手中纯阳玉佩突然散发出一阵金光，随后一声剑鸣声响彻云霄，杨安体表浮现一层金光，竟挡住了黑衣女子恐怖的一矛。天空中金芒暴涨，一柄金色巨剑出现，一股恐怖威压降临。师尊！杨安欣喜，看向空中，纯阳神剑，你是谁？黑衣女子一脸惊恐，迅速向后退去。女子退到远处，脸上惊疑不定。不对，只是一缕剑意。杨安头顶的金色巨剑再次发出一声剑鸣，遥遥指向那黑衣女子。哼，区区一丝剑意也敢威胁本座？黑衣女子一声冷哼，手中长矛凌空飞起，突然暴长成10米长巨矛，带着滔天紫焰向金色巨剑发起挑战。嗡！金色巨剑爆射而出，剑过之处留下一道道黑色裂缝，那是恐怖剑意撕裂了周围空间。轰！长矛寸寸碎裂，远处的黑衣女子心魂受创，喷出一口鲜血。金色巨剑摧枯拉朽，似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一般，继续向黑衣女子击射而去。他日必将杀你！黑衣女子盯着杨安，恶狠狠地说了一句，随后化作黑雾消散在原地。呼！杨安长长吐了一口气，差点就要免费回城了，好在有师尊保护。随着黑衣女子离去，天空中的金色巨剑也缓缓消散，杨安手中的纯阳玉佩也变得暗淡起来。杨安明白，这是师尊暗中留给自己的护身符，不过现在已经用完了。也好，我不能一直依赖师尊。杨安明白，如果自己一直处于纯阳尊者的保护下，是很难成长的。面对黑衣女子这种恐怖存在，杨安感觉自己真的太渺小了，根本不是一合之敌。杨安继续使用纯阳玉佩，白光一闪，出现在神剑锋之上。他来到木屋前的院子中，看见纯阳尊者正陷在院中的石桌上安静的作画，当即恭敬行礼：“师尊。”纯阳尊者没有回应杨安，而是继续认真作画。杨安见状，则安静的等待着。过了好一会，纯阳尊者才停下画笔，满意的欣赏着自己的画作。杨安能够看到，画中是一柄金色长剑，与纯阳神剑一模一样，其上蕴含一股凌厉剑意，隐而不发。随后，他将画作轻轻卷起，一挥手，那幅画卷轻飘飘的飞到杨安面前。此画赠你，每日观摩半个时辰，有助你提升剑意。多谢师尊。杨安大喜，小心翼翼收起画卷，随后才问道：“师尊，方才那人，您可知是何来历？”他身上拥有深渊皇族血脉，实力强大，不是现在的你能对付的，不必气馁。不过我看他对你怨念不小，这是为何？又是深渊？杨安心中凝重起来，不过想到先前所发生的事情，不由有些尴尬，挠了挠头。弟子误入水潭，不小心看到他在沐浴。纯阳尊者看了杨安一眼，难得的开怀大笑起来，随后拍了拍杨安肩膀，招惹深渊皇族可不是什么好事。不过他如今身受重伤，逃回深渊，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或许日后还会再来找你，好生修炼吧。弟子一定努力修行。命劫大陆潜藏着不少深渊魔物，你需多加小心。去吧。纯阳尊者满意点头，随后挥了挥手。是，师尊。杨安恭敬行礼，从院子中退了出来。
从院中出来，杨安并没有回南明城，而是直奔任务阁所在的青阳峰。他打算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任务可以接取。途中，他拿出纯阳尊者赐予的画卷，仔细查看起来。纯阳尊者随手之作画，纯阳尊者临摹自身本命飞剑所作，蕴含一丝本源剑意，每日观摩有助于自身剑意提升。这画技能提升我的杀戮剑意，以后每天必须拿出1个小时的时间来观摩。杨安收起画卷，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任务阁。第110章御剑托人术。杨安在玉虚宗依旧是小透明一个，虽然前段时间与元海元天发生过矛盾，但大家的焦点都在师姐和元天身上，这里并没有太多人认得出他，这也免去了不少麻烦。来到任务榜前，找了一个击杀25级黄金 BOSS 的任务，击杀青羽鹰王，宗门任务，难度困难。前往北原城南部青云山，击杀25级黄金 BOSS 青羽鹰王，任务奖励宗门贡献点400，经验10万，一次只能接取1个任务。杨安当即领取任务，随后传送回南明城。通过传送阵，杨安来到了位于华夏大区北部的北原城。北原城的建筑风格与南明城截然不同，这里的房屋穹顶圆壁，色彩多样，还有众多庙宇，显得古朴典雅，古色古香。杨安略微欣赏了一会这边的异域风情，便找到 NPC 传送至北原城南门。北原城北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而南部则多丘陵矮山，不过地势也相对平坦。查看了一下任务指示，杨安直奔青云山而去。这里距离青云山甚远，即便杨安如今的速度已经很快，也要差不多2个半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实在是地图太大了，沿途路线上也没有开放什么传送点，这样太浪费时间了。杨安开启急行赶路，状态结束后在街上幻影游龙，2个技能都是持续3分钟，冷却却有10分钟，意味着会有4分钟的时间只能龟速前行。能不能这样？杨安心中浮现一个离谱的想法。想到即做，杨安取出青霜剑，直接开启御剑术。杨安试过，以现在中级的御剑术是无法御剑飞行的，而且他也没有法门将飞剑变大，这么大一个人踩在一把正常大小的飞剑上，多少会让人觉得飞剑有点可怜。换个思路，既然可以操控飞剑攻击敌人，而且现在飞剑的速度也挺快，如果将飞剑当成一匹马，杨安右手紧紧抓住青霜剑，左手掐剑诀，发动御剑术，操控青霜剑向前方飞去。嗖！飞剑突然爆发速度，带着杨安的身体向前飞去，速度竟比单一开启急行或幻影游龙都要快不少。御剑托人术成了，缺点就是不太美观，还有消耗灵力值有点快，每秒400点灵力值，以杨安目前27530的灵力值，也只能维持68秒左右。不过灵元珠附带的每秒回复300点灵力值，足够杨安一直开启御剑术4分多钟。这样急行、幻影游龙和御剑术可以让杨安一直保持在加速状态下。灵元珠真是个好东西，有了灵元珠，杨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为灵力值发愁，也能节省下很多购买回灵丹的钱。1个多小时后，杨安到达此行的目的地青云山。青云山这一带都是25级的野怪区域，目前在这里练级的玩家并不多。虽然之前系统公告整个大区20级以上人数已经达到3万人，但是分散到8个2级主城和无数20级野怪区域，就会显得3万人极其稀少。直接进入山中，沿着任务指示一路爬上山顶。在这山顶之处，地势反而平坦起来，不远处一个天然凹槽中有一个巨大的鸟巢，杨安隐约能看到一只青色巨鸟正趴在那里。有人！杨安突然发现，在鸟巢30米开外的一块巨石之后，正有7名玩家时不时地望向鸟巢方向。老大，25级的黄金 BOSS 啊，我们能打吗？一名看起来仅有15、16岁叫风城玫瑰的少年开口说道。要不试一下？打不过就让阿蛮祭天。名为破釜沉舟的领头青年男子手持巨剑，脸上写满兴奋，跃跃欲试。一旁的魁梧青年阿蛮闻言满脸黑线。老大，怎么每次都是我祭天，我等级都落下你们2级了？众人纷纷露出笑意，可以看出这支队伍的气氛很和谐。你是肉盾，你不殿后谁殿后？咱们是一个团队，总要有人牺牲，为什么不能是你呢？破釜沉舟满脸笑意，开着玩笑道。阿蛮龇牙咧嘴，老大，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吗？破釜沉舟摸了摸自己的腰，不疼。阿蛮，杨安见对方对这个 BOSS 也很感兴趣，不由有些犯难。这是他的任务 BOSS， 被人击杀可就无法完成任务了，谁知道下次刷新会是什么时候？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要 BOSS 掉落的白银装备给青霜剑解封，寻找 BOSS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杨安面带微笑，向着几人走了过去。他的突然出现让对方几人警惕起来，破釜沉舟更是向前站了一步，将众人护在身后。不过他们在看到杨安的面容后，都震惊不已。剑仙！风城玫瑰大声叫道：“活的剑仙，真的是他？难道你还见过死的剑仙？”
杨安被风城玫瑰的话气笑了。这倒也没有，风城玫瑰挠头，有些尴尬。剑仙兄弟，你来此有何贵干？破釜沉舟不卑不亢，看向杨安问道，但那紧紧握住巨剑的手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你们不用紧张，我没有恶意。杨安坦言道，这个 BOSS 是我的任务目标，所以我想和你们一起组队击杀这头 BOSS， 可以吗？啊！破釜沉舟与身后众人面面相觑，他们实在难以相信，那个杀人如麻的剑仙怎么这么好说话。可以，不过战利品要怎么分配？破釜沉舟与众人眼神交流过后，同意了杨安的请求。实不相瞒，我有件装备升级需要献祭大量白银装备，如果可以的话，白银装备都给我。至于黄金装备大家平分，如果只报了一件，那就给你们，黑铁装备和其他物品都归你们。好，破釜沉舟欣然同意，最值钱的黄金装备对方都没有直接占有，已经很慷慨了。要知道，这可是杀人不眨眼的绝世剑仙，一人怒斩3000瑶光圣地玩家还能全身而退，如果他想的话，甚至都可以直接杀掉他们，独占这个 BOSS。 剑仙兄弟，确定能打得过这个黄金 BOSS 吗？破釜沉舟刚说完就后悔了，有这种恐怖人物在，怎么可能会打不过？杨安看了眼 BOSS 属性，露出自信笑容，应该没问题，不过大家得听我指挥。第111章青羽鹰王。我一定听指挥。风城玫瑰高喊，显得非常兴奋。其他人也纷纷表示没有问题。杨安向他们丢了一个入队申请，待加入队伍后，他笑着向众人道，大家可以叫我血染，21级剑仙。破釜沉舟20级剑士。破釜沉舟也微笑回应，我叫风城玫瑰，20级刺客。阿蛮18级盾卫。魁梧的阿蛮声音很是浑厚。我是风系灵术师19级。哦，我叫风潇潇，这是一名身材娇小可爱的妹子。3000焰动20级火系灵术师，这是一个模样狂野放荡不羁的青年男子。我叫易水寒19级医师，竟是一名厚道老实的奶爸，看名字应该是与风潇潇情侣。20级神射手。小心！杨安不由多看了一眼这个看起有些野蛮、皮肤呈现健康麦色的女生，她的名字真的就叫小心。与众人都打过招呼，杨安将 BOSS 属性面板发到队伍频道中。青羽鹰王，黄金 BOSS。简介：所有敢于挑衅本王的蝼蚁，都将死无葬身之地。等级25，气血值360万，物理攻击3842，灵力攻击2931，物理防御1183，灵力防御1046，速度99。鹰击长空，青羽鹰王飞上高空，向猎物方向俯冲而下，对俯冲路径上所有敌人造成165%物理伤害。风刃，青羽鹰王震动双翅，引动风元素之力，发动风刃攻击目标，造成200%灵力伤害。鹰眼凝视，青羽鹰王双目凝视伤害最高的一名目标，使其降低20%攻击力。青羽风暴，青羽鹰王冲上云霄，爆发全身青羽与风元素之力，形成青羽风暴，对前方20米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每秒50%物理伤害，正50%灵力伤害，持续10秒。好战鹰王，青羽鹰王每击杀一名敌人，攻击提升5%，上限200%。血染大哥，怎么你可以看到这么详细的信息？风城玫瑰略显稚嫩的脸上满是惊讶，他们都只能看到鹰王的技能名字，根本无法看到数值。我有一个技能可以查看 BOSS 的详细信息，杨安解释道。这种技能太实用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提前知道 BOSS 技能就能做好万全准备，不用拿命去摸索。破釜沉舟非常羡慕杨安有这种技能。混沌之眼的强大可远不止于此。杨安笑了笑，并没有向众人展示技能信息，随后开始分析 BOSS 技能，安排好战术。开始吧，我来主 T。阿蛮负责保护好后排，其余人等我拉住仇恨后伺机输出。他招呼众人站好位置，准备开始攻击 BOSS。众人分散两旁，与杨安拉开足够安全的距离，杨安这才向青羽鹰王走去。一踏入仇恨范围，青羽鹰王便从睡梦中惊醒，猛地睁开锐利双眼。烈！青羽鹰王昂首，嘹亮鹰鸣响彻云霄。唰唰！回应他的是2道血色剑气。-13411，爆！13411！这恐怖的伤害让得众人震惊不已，嘴巴张得老圆，心中不由感慨，果然和视频上的一样，输出好恐怖。那拉风的特效让风城玫瑰羡慕极了，这也太帅了吧！杨安直接冲了过去，与青羽鹰王近身交战，人未到飞剑先行，青双剑如一道蓝色流光激射而出。-10764，爆！烈！青羽鹰王愤怒长鸣，展开巨大双翅，用力一扇，飞上高空。他悬停在高空之中，双翅震动，一道巨大的风刃凝聚。青羽鹰王面向着杨安，翅膀用力扇动，那道巨大风刃激射而出斩了过来。-2983加1872。杨安没有躲避，后方奶爸易水寒及时丢了一个活血术，将他血量拉了上去。青双剑再次化作流光，飞向高空。-10764，爆！加2153，吸血。
2153，灼烧2153，2153。杨安血量直接吸满，同时还触发了火系戒指那10%概率的灼烧效果。青羽鹰王释放完技能，俯冲而下，与双爪抓向杨安，一人一鸟近身搏杀。其他人也开始发动攻击。破釜沉舟拖着巨剑就冲了过去，打法大开大合，一点都没有剑士的飘逸。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重剑士，不过确实很酷。他的伤害也很高，每次都能打出2、3千的伤害。火系灵术师3000焰动的伤害也不差，一团团火球飞出，普通攻击能打出1000多伤害，使用技能差不多能达到2000。另外一个让杨安刮目相看的是那名叫小新的神射手，他一脸专注，不断射出弓箭，伤害与破釜沉舟不遑多让。风萧萧和风城玫瑰的输出相对来说就要差不少，只能打出几百点伤害。这个小队成员的实力水平很高，怪不得敢说要尝试击杀这只 BOSS。 在杨安恐怖输出下的吸血效果和后方奶爸的治疗，顶着青羽鹰王的攻击，他的血量始终保持着健康。 BOSS 血量很快下降到 95%， 开始要发动技能了。近战散开，我后方不要站人。杨安快速下达指令，众人纷纷执行起来。烈！不出所料，青羽鹰王腾空而起，扇动双翅向杨安俯冲而来，速度极其恐怖。杨安没有躲避，直接硬抗，在青羽鹰王恐怖的冲势下，他的身体被撞飞10多米才停下来。负3879加1872，易水寒的活血术及时跟上，杨安也展出2道剑气将血量吸满。青羽鹰眼持续挨打，双目爆发金色光芒凝视杨安。叮！你受到青羽鹰王的鹰眼凝视，攻击下降 20%， 持续至战斗结束。这技能竟然持续到战斗结束，这让杨安伤害下降不少，吸血效果也相应降低。肥牛放光，他召唤出天荒神牛，给他下达指令。哞哞！天荒神牛一出来，很不乐意的哞哞叫了2声，2个鼻孔不断的向外喷吐白烟，以表达他的不满。快点，打完这个 BOSS 就带你去找天鹅姐姐。小牛犊听到这里，双眼放光，干劲十足，小蹄子一挥，释放了神光净化。在神光沐浴下，鹰眼凝视带来的负面效果被驱散，杨安的攻击力恢复。哇，这就是排行榜上的天荒神牛吗？风城玫瑰2眼放光，显然非常喜爱这头肥嘟嘟的小牛犊。风萧萧和小新也都投来好奇的目光。哞哞！小牛犊昂着头，骄傲至极，很是不屑的用眼角瞥了一眼风城玫瑰，随后看到了远处的风萧萧，他顿时双眼一亮，屁颠屁颠跑了过去，抱着他的大腿亲昵的磨蹭着，同时口中不断发出奶音。风萧萧的心瞬间被融化，在这么多人中，这头可爱无比的小牛就选中了他，让他有一种被偏爱的感觉。他对着小肥牛又捏又揉，恨不得将它拐回家。小牛犊子一脸享受，紧紧抱着风萧萧不撒手。这色牛，杨安很无奈，全当看不见，继续攻击着 BOSS。 在众人合力之下， BOSS 血量持续下降，很快便来到 10%。 拉开距离，离我远点。 BOSS 的主动技能只剩下一个青羽风暴施展，接下来一定会在这时候释放。烈！第112章青双剑第1层封印。不出杨安所料，青羽鹰王振翅高飞，在空中发出一声尖锐鹰鸣，全身爆发出青色光芒，一阵阵青色流光在他身周环绕。御剑术负4680。杨安很没武德的操控飞剑给蓄力的青羽鹰王来了一下。烈！青羽鹰王暴怒，张开双翅用力扇动，狂风呼啸，无数青色羽毛如同箭矢一般向着杨安击射而来。负1921。1921，每秒1921的伤害，杨安最多只能承受4秒。幻影游龙，杨安一个闪身出现在后方15米处，随后继续向着后方退去。烈！青羽鹰王见杨安后撤，也跟了上来。青羽风暴再次覆盖他所在区域，他的速度极快，即便杨安开启幻影游龙，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拉开距离。再次掉落近4000血量。急行！再开一个加速，杨安迅速后退，御剑术开启，祭出飞剑向空中的青羽鹰王刺了过去。负10764加2153加1872。奶爸一水寒竟然冒着危险跑过来，给杨安丢了一个活血术，血量恢复了大半。杨安一直在逃遁拖延时间，有了双重加速，青羽鹰王很难再追上他，10秒时间转瞬即逝。轮到我了！杨安转身甩出2道剑气，随后直接冲了过去。星之剑、御剑术、杀戮剑意纷纷开启，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破釜沉舟等人也都全力输出。不多时，青羽鹰王发出一声凄厉惨叫，庞大的身躯从空中坠落。叮！恭喜你的宠物天荒神牛等级提升至16级。叮！恭喜你完成宗门任务，击杀青羽鹰王，获得经验5万，宗门贡献点300。天荒神牛此刻又跑到了神射手小新的身边，哞哞乱叫着，
一把跳入他的怀中，惹得他少女心泛滥起来。杨安摇了摇头，走到青羽鹰王的尸体前，都过来看装备吧。杨安向众人喊了一声。黄金装备2件，白银装备4件，黑铁有5件，还有一本技能书和一颗宠物蛋。白银装备我就先拿走了。杨安将地上的4件白银装备收入包裹中，随后看向破釜沉舟，看看黄金装备吧。好。破釜沉舟应了一声，蹲下身体，将2件黄金装备拿在手中，一个是匕首，一个是鞋子。破釜沉舟将2件装备的属性发到队伍频道。青羽匕首，未鉴定，等级20，职业需求，刺客。青羽战靴，未鉴定，等级20，职业需求，无。你们要哪一个？按照约定，破釜沉舟他们可以优先选择黄金装备。就要这把匕首吧。破釜沉舟与队员们商量过后，决定留下那柄匕首，这让风城玫瑰兴奋的一蹦3尺高。队伍中就只有他一个是刺客，这把匕首能让他的输出能力大幅提升。技能书是青羽鹰王的看家技能青羽风暴的改良版，适合风系灵术师，而那颗宠物蛋则是地级品质。青羽鹰王宠物蛋，地级，孵化后可获得地级宠物青羽鹰王。杨安没有去管他们如何分配，他的目的已经完成，该离开了。杨安给破釜沉舟他们7人都发送了好友申请，他很喜欢这个队伍的氛围，认为他们都是值得一交的朋友。收到来自杨安的申请，众人感觉受宠若惊。各位，有缘再见，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可以找我。有缘再见，破釜沉舟回应道。血染大哥再见，风城玫瑰向杨安招了招手。杨安与众人告别，拿出纯阳玉佩，直接回到了神剑峰，没有去打扰师尊与师姐。杨安拿出青霜剑和这段时间以来获得的10件白银装备，直接点开献祭按钮，将10件白银装备放置其中，开始献祭。10件白银装备化作一团团银色光华，没入青霜剑。青霜剑之上，蓝色光芒突然暴涨，蓝光璀璨，周围不断有天地灵气汇聚而来，没入剑身之中。持续了好一会才渐渐平息下来，所有蓝光内敛尽数收入剑身之中。叮！恭喜你成功解除青霜剑第1层封印，青霜剑品质已提升。杨安迫不及待拿起青霜剑，查看其属性。青霜剑封印2/3。简介：轻盈若霜，寒光凛凛。本为一柄强大的灵剑，被纯阳尊者以神通封印灵性。品质黄金级，等级要求20，职业要求剑士。攻击加874，力量加83，敏捷加31，破防正15%，暴击正15%。解封条件：等级达到30级，献祭黄金装备灵石。青霜剑气，被动，每次攻击命中会对目标施加冰霜状态，可叠加10层，每层使目标受到的治疗量降低5%和降低3%移动速度。当达到10层时，消耗所有层数对目标造成冰冻效果和静疗效果，持续5秒。黄金级的青霜剑属性大幅度提升，被动技能青霜剑气也增加了减疗效果。杨安目前打 BOSS 速度之所以慢，就是因为 BOSS 自身的回血速度太快，导致他的输出大打折扣。如今有了减疗效果，可以大大加快击杀 BOSS 的速度。还有一件黄金鞋子。杨安拿出刚才得到的青羽战靴，开启混沌之眼鉴定。青羽战靴，黄金级。简介：柳梢摇曳转东风，青羽游艺系众生。等级20，职业要求通用。物理防御加201，灵力防御加226，敏捷加71，速度加15。青羽流云，爆发速度快速近身目标，并造成50%物理伤害，冷却15秒，消耗500灵力值，能够快速接近目标的技能。杨安非常满意，虽然替换掉骷髅战靴后会失去套装加成，但青羽战靴附带的属性和技能对他来说要更实用。将2件装备穿戴上，属性得到巨大提升。角色名：血染。职业：剑仙一传。体质：混沌剑体一阶。宗门：玉虚宗。等级21。根骨514，力量854，灵力423，敏捷608，耐力413。悟性：隐藏，运气隐藏。气血值8216，灵力值7530，灵元珠2万。物理攻击3219，灵力攻击635，物理防御1573，灵力防御1535，速度85，破防45%，暴击71%，暴击伤害230%，体力值45。装备略，技能略。关闭属性面貌，杨安感觉如今的自己空前强大。他打开通讯录，给罗元发过去一条信息：胖子，你们在哪个位置？第113章疯狂走地基。很快就收到了罗元发来的坐标。安子，快点过来，老子想死你了。杨安，滚！死胖子，想让我过去当苦力是吧？罗元，嘿嘿嘿。
杨安通过传送来到东荒城，径直往罗源发来的坐标位置跑去。刚来没多久，他便收到一条来自紫月寒烟的消息，让他晚些时候见一面，有要事相商。杨安欣然同意，与他约定好时间后继续出发。很快便来到一处荒野之地，周围都是20级左右的野怪区域。前方正有200多人在有序地刷着野怪，那最前方的一人顶着数只20级野怪的攻击，还在谈笑风生，丝毫没有感受到压力。杨安笑着走了过去，青霜剑出现，2道血色剑气斩出，直接将那几只野怪秒杀。这一幕震惊了周围的所有人。我靠，安子，你别抢怪！罗源大喊，向杨安发起抗议，辛辛苦苦拉的怪，让杨安一人独享经验了。杨安没有加入队伍，击杀野怪他们是无法获得经验的。忘了，杨安脸上浮现笑意，看着满脸笑容快步迎过来的几人。好久不见，各位。他向着罗源、徐凯、小天鹅和明月轻轻打了声招呼，随后又向着站在远处的前男友1.5米等熟悉面孔挥了挥手。血染大神来了。前男友1.5米非常活跃，也向杨安挥手致意。安子，你不在的日子我过得好苦啊。罗源装模作样向杨安诉苦。多日不见，杨安感觉罗源似乎瘦了一些，或者说是结实了。血染哥，你别听他胡说，他在这里别提多开心了，天天一堆小姐姐围着他转。小天鹅站了出来拆罗源台，惹得众人大笑不止。媳妇你别瞎说，他们只是夸我怪拉的好防御高，可没别的意思。哼哼，最好是这样。小天鹅瞪了罗源一眼。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练级吧。杨安向众人说道。经历之前的大战，他们等级都至少掉落了2级，与大部队的差距越来越大。反正都要练级，虽然组队会分出去不少经验，但是以杨安的刷怪速度，也不过是慢一些而已。金姐，你再喊5个人，我们组一个10人队伍去刷怪，先将你们的等级提升到20级。罗源他们在这3天等级也恢复到了19级，距离20级仅差1步之遥。好，明月清心当即在团队中拉了5名玩家，与杨安他们组成一队。杨安召唤出天荒神牛，承诺带他找小天鹅的事，他可没有忘记。天荒神牛一出来就粘在小天鹅身上，高兴不已。组好队伍，杨安带着众人向高级怪物区域走去，寻找合适的练级地点，其他人则留在原地继续刷怪。没过多久，便找到一处合适的野怪区域。荒野走地鸡，简介：哥哥，等级25，生命值25000，物理攻击2500，物理防御668，灵力防御742。特性：荒野走地鸡的会非常锐利，攻击有 10% 概率造成流血效果，每秒流失普通攻击 20% 的血量。群居野怪，数量众多，气血值很低，但是攻击却出奇的高，这种野怪非常适合快速练级。你们看着刷。杨安丢下一句话，直接向一只走地鸡冲了过去。青雨流云，杨安身体化作一道青色流光，眨眼间便出现在一只走地鸡身边。负4216，暴击，破云剑，16162，爆。杨安快速发出一记普攻，7730，爆。荒野走地鸡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杨安秒杀。罗源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杨安的恐怖输出了，还是忍不住大呼变态。现在时间是处于夜间，在夜影项链的效果下，杨安的爆伤增加了 20%， 伤害大大提升，还有暴击也增加 10%， 达到了惊人的 81%， 几乎次次暴击。杨安突然冲去荒野走地鸡群中，一下便吸引了周围4-5只走地鸡的围攻。没有急着攻击，杨安快速在走地鸡群中游走，拉了10几只走地鸡，将他们聚在一起后，才开始释放剑气连斩。负21081， 8432， 2道血色剑气呼啸而过，10多只走地鸡全部毙命。血染大神的伤害也太夸张了吧！队伍中的一名男射手看着杨安轻易秒杀一片走地鸡，眼睛瞪得老圆。1.5米也感慨，真的很不科学。安子的开挂人生啊！徐凯羡慕极了，随后看向罗源，胖子还不去拉怪？我感觉不用拉呀，你没发现我们很多鱼吗？罗源一屁股坐在地上，拿出一块烤肉，惬意地欣赏着杨安在场上表演。死胖子，别偷懒！杨安看到罗源这副模样，不由笑骂。好吧，罗源无奈地站了起来，举着举盾向鸡群冲入过去。刚跑到一半才想起来自己现在还没有恢复20级，属性差的太多，根本无法一下拉太多。随后他小心翼翼地拉了一只荒野走地鸡，配合着身后众人慢慢将其击杀。在他们慢慢击杀了3只走地鸡后，杨安已经清空了他们身前的一片区域。哈哈，我们好像陪练。小天鹅让小兔子在场上拼命攻击，自己则与队伍中的小姐妹们闲聊起来。这躺着升级的感觉真好。1.5米等人一脸兴奋。3个多小时后，众人将这里的荒野走地鸡都清理一空。罗源和小天鹅已经陆续升到20级，而杨安距离22级也只差一丝。突然从前方传来一声极其嘹亮的攻击打鸣声。走，去看看
前面应该是有 BOSS。杨安说完，绿先向前方走去，众人紧随其后，纷纷跟上杨安的步伐。只见前方出现一只近2米高的大公鸡，疯狂走地鸡，黄金 BOSS。简介：大胆，等级25，气血值469万，物理攻击4369，物理防御1419，灵力防御1342，速度68。疯狂走地鸡连续发动啄击，每次对目标造成 80% 伤害。流血，疯狂走地鸡的每次攻击有 20% 概率造成流血效果，每秒流失疯狂走地鸡物理攻击 20% 的血量。吸血鸡对目标发动一次嗜血攻击，造成 150% 伤害，并造成 300% 吸血效果。光盾爆炸，疯狂走地鸡开启技能，会在身体周围形成一道光盾保护己身，光盾将吸收 15% 伤害，持续10秒。技能结束后，光盾会产生爆炸，对10米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伤害，伤害为光盾吸收伤害的 150%。鸡王之伤，疯狂走地鸡在收到致命伤害时，将强制保留一点血量，并在接下来的3秒内获得无敌效果，向输出最高的玩家发起复仇，连续发动5次啄击，每次 120% 伤害。上吧，胖子！杨安将疯狂走地鸡的属性发到队伍频道，安排完战术后，向罗元喊道：“哈哈，得嘞！”罗元手持大盾走了上去，引动疯狂走地鸡的仇恨。金刚怒吼，金刚壁垒，仇恨拉住，开启减伤。罗元开启挨打之路。第114章，鸡王之伤。疯狂走地鸡直接就开启一键3啄，负1174、1174、1174，伤害还能承受。队伍中有除了前男友1.5米外，还有2名医师。罗元并不太担心血量回不过来。待罗元拉好仇恨，小天鹅小手一挥，一团黑雾飞出，缠绕在疯狂走地鸡身上。死亡缠绕，负608。他的伤害不高，但是能降低 BOSS 15% 的防御，相当于给全队增伤。杨安开始输出，起手2道血色剑气直接斩在疯狂走地鸡身上，负17117，爆7742。其他人也都纷纷出手，不过他们缺乏好的装备，面对黄金 BOSS 只能堪堪破防。有罗元拉住仇恨，杨安直接冲上前去，长剑不断发起攻击，一道道恐怖的伤害从鸡头之上冒出。好在罗元的金刚怒吼熟练度等级提升了，不仅技能范围增加，对仇恨的控制也更加稳定，不至于在杨安恐怖的输出下仇恨转移。只有单体攻击的疯狂走地鸡对罗元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唯一需要注意的便是 BOSS 开启光盾爆炸时必须停止攻击，避免爆炸的伤害太高导致团灭。在杨安清霜剑附带的减疗效果下， BOSS 血量下降飞快，很快疯狂走地鸡的血量见底，在杨安一剑之